干！别人穿越都是当龙傲天，我怎么就这么惨？李清玄倒在血泊中，看着天边那轮残阳，心里疯狂吐槽。40年前，他穿越到天灵大陆，从婴儿到现在的中年，他尝尽了修仙界的残酷。不但没金手指，自己还是个废材，老婆也跑了。他那个半步化神的老爹刚死在秘境里，他和儿子李川就被青州李家主卖扫地出门。本想用最后积蓄在青石镇创建个小家族苟活，却卷入了和王家矿脉争夺战。结果，他们李家输得老惨了。家里的仆人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他父子俩。王家家主王远山甚至放出狠话：明日辰时之前，若不带着地气臣服，李家灭门。爹，您还好吗？听着身旁传来的虚弱声音，李清玄转头，自己那才18岁的儿子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经脉碎裂，脸色惨白如纸。虽然这儿子脑袋不咋好使，但这孩子拼死保护自己的样子，让前世996猝死的李清玄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小川啊，爹没事。李清玄掏出一颗低级疗伤丹，你伤得太重了，先吃颗。砰！就在这时，院门突然被一道灵力震开，一对修士鱼贯而入。为首的少女约莫18、19岁，一袭紫衣，翩然若仙。她肤若凝脂，眉目如画，只是那张俏脸上写满了冷漠。苏嫣然。李川艰难抬头，眼中闪过一丝希冀。难道说你是来退婚？少女冷若冰霜，扔下一个储物袋。我不占你李家便宜，这储物袋里是我苏家的赔礼。什么？这句话如同一柄重锤，砸得李川眼前一黑。他不敢相信，这个和他有婚约女子竟会如此无情。李清玄差点被自己口水呛到。好家伙，这剧情经典退婚流啊！难道他儿子是天命之子？那他这个狒狒岂不是可以名正言顺啃儿子了？苏嫣然居高临下的看着瘫坐在地的李川，红唇勾起一抹讥诮。看看你现在这副模样，经脉尽断，修为全废，还有什么资格娶我这位青云宗圣女候选人？一旁的苏家家主苏守成不屑一笑。李家如今连3流家族都算不上，宅子都快保不住了。我女儿肯亲自来退婚，已经算是给足你们面子了。李清玄看着儿子备受打击的怂包样，急得直瞪眼。完蛋玩意儿，你丫的没长嘴吗？反驳他啊！你那句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的经典台词呢？眼见指望不上自己这个弱鸡儿子，李清玄强撑着站起来，冷哼道：想退婚，门儿都没有。苏嫣然，婚约可是我和你祖父定下的，立下过天道誓言的，是你想退就能退的吗？你把我李家的尊严置于何地？真当本家主不要面子的吗？等什么？苏嫣然轻蔑一笑。等你这个废物儿子重新修炼，还是等你这个只剩半条命的李家家主重振家族？他目光在李清玄脸上停留片刻，忽然扑哧一笑。说真的，李川，嫁给你这个废物，还不如嫁给你爹呢。虽然你们父子都没用，至少你爹长得比你帅多了。李清玄虽年过40，但剑眉星目，轮廓分明。此刻虽然受伤狼狈，却依然掩不住一股成熟男子特有的魅力。定，雅儿成才系统激活。定，尽孝反例系统激活。就在这时，2道机械音同时在父子2人脑海中响起。李清玄一愣，随即狂喜。40年了，整整40年了啊！知道这40年他是怎么过的吗？终于，穿越者必备的金手指来了。他眼前浮现出一行金色文字：雅儿成才系统，通过将儿子培养成才，获得高额奖励。儿子每突破一个境界，宿主将获得10倍以上修为暴击返还，最高1000倍返还。儿子每入门一门功法武技，宿主将直接修炼至大圆满。儿子获得的领悟和战斗经验，宿主将获得10000倍返还。送给儿子的零食、丹药和灵气，可以获得最低10倍返还，最高1000倍返还。注：系统奖励的物品，儿子给宿主的物品，宿主再赠送给儿子，无法获得返还。赠送给儿子的东西要合理，对儿子完全无用的东西无法得到返还。我去！李清玄激动不已，这挂牛逼啊！心中无女人，拔刀自然神。儿子还年轻，心智不成熟，女人只会影响儿子的道心，降低儿子的修炼速度，耽误儿子成才。作为父亲，理应为儿子解决这个隐患。定，现发布任务，代替儿子履行婚约，迎娶苏嫣然，让儿子彻底对苏嫣然断了念想。卧槽！李清玄满脸难以置信，差点脱口而出：这任务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完成任务，系统将自动帮宿主恢复伤势，奖励1000年修为太虚剑体。1000年修为，为宿主以现在的天赋修炼1000年的修为。太虚剑体，顶尖圣体炼制大成，
人剑合一，挥手便能凝聚惊天剑气，灭杀一切。当苏嫣然对宿主好感度达到200%，即苏嫣然爱宿主胜过爱自己，宿主境界将提升一个大境界。注：好感度任务宿主可选择不做。卧槽！李清玄瞪大眼睛，好家伙，真是好家伙！太虚剑体，1000年修为，以他的垃圾天赋，就算再修炼100年，也无法突破到筑基大圆满。但拥有了系统，就算他天赋再垃圾，也要起飞了。苏嫣然不是问他等什么吗？呵呵，他在等外挂到账。不过，这任务他该怎么做？与此同时，李川的脑海中也响起了另一道系统提示音：尽孝返利系统，通过对父亲尽孝就可以获得奖励。现发布任务：成功向父亲尽孝1次，成功完成任务，奖励大还丹1，可修复致命伤；极品复脉丹1，可修复经脉；地阶功法9转玄功，下品灵石100块。助系统奖励的东西不可以用来尽孝。任务失败，系统将自动解绑，寻找下一个目标。以宿主现在的身体状态，最多只能活1刻钟，还请宿主抓紧时间完成任务。李川一愣，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失血过多出现了幻觉。系统啥玩意儿？但下一刻，一股奇异的力量让他感觉疼痛减轻了不少。李川大喜，难道他偶然间获得了某种机缘？极品复脉丹，这可是修复经脉的最佳丹药，若能得到，他断裂的经脉就能修复了，而且还能靠这个系统崛起。不过他怎么给自己老爹尽孝？他穷得叮当响，兜里分币没有，连给他老爹买个礼物都买不起。最主要，他只有1刻钟的寿命，还身受重伤，买啥都来不及啊！李川突然想到了什么，一脸真诚地看向李清玄：爹，我娘抛弃咱俩16年，你为了我不受委屈，一直未再娶，儿子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啊。既然苏嫣然说嫁给我不如嫁给您，那您就娶了她吧，这也算是儿子的一片孝心。李清玄猛地看向李川，眼珠子瞪得溜圆，下巴都快掉在地上了。好家伙，真是倒反天罡，这儿子笑起来连自己未婚妻都怂。还别说，这苏嫣然却实生的标致，柳腰翘臀，肤若凝脂，这小模样比前世的那些大明星还养眼，搞得他都有些心动了。仔细想来，虽然他和苏家老祖立下的婚约只说苏嫣然要嫁给李家人，也没规定苏嫣然必须嫁给李川啊。这么说，他这个当爹的是不是也有机会？眼看李清玄不作声，李川还以为李清玄生气了，急忙跪在李清玄面前哀求道：爹，求求你了，你就答应儿子吧，这都是儿子的一番孝心啊。李川心里急得要命，他只能活1刻钟，如果他能不及时尽孝获得系统奖励，他就要死了。李清玄一愣，忙道：这……小川，你快起来，快起来！爹，我现在身受重伤，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我只想看到您过得幸福。你若不答应我的请求，我现在就一头撞死在这儿。你这孩子……唉。李清玄表面为难，嘴角却止不住地上扬。你这样，为父也没办法啊。既然这是你的一片孝心，为父就只能勉为其难地收下了。我的好蛋儿啊，你可太秀了。为父还在思考怎么完成任务呢，没想到你就来了一记神助攻。儿啊，你还年轻，女人就是你修炼路上的绊脚石，这份机缘你把握不住。反正人家也看不上你，你还被退婚了，这份罪就让为父帮你承受了吧。放心，为父以后肯定帮你挑选个好媳妇儿。此话一出，院内一片死寂。你说什么？苏嫣然难以置信地看着李清玄，满脸羞愤。你好歹也是李家家主，怎么会如此不要脸，居然让我一个碧玉年华的少女嫁给你一个官夫？李清玄，你们父子俩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苏守成更是暴跳如雷。我女儿何等身份？那可是青云宗的圣女候选人，岂是你们可以戏弄的？如果你们再敢胡说八道，我可就让青云宗的高手来主持公道了。李川对着苏嫣然认真说道：苏嫣然，我如今已是废人，配不上你，但我父亲仪表堂堂，为人正直，比起我这个废物，确实更配得上你。你若嫁给我父亲，将来生下子嗣，依然是李家血脉，不算违背婚约。你闭嘴！苏嫣然面红耳赤，她本是来羞辱李家的，怎么反倒被对方戏弄了？叮！提醒宿主，你还有一盏茶的寿命。听着脑袋里系统提示音，李川心头一抖，决定再加把火。苏嫣然，您刚才可是亲口说您愿嫁给我爹的，在场这么多人都听见了，难道青云宗圣女候选人莫非是言而无信之人？苏嫣然嗓子一堵，恼火道：我刚刚就是随口一说，又不是真的要嫁，我不想和你们废话，立刻马上解除婚约，否则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要不是婚约上有他祖父立下的天道誓言，贸然违约会遭到天道反噬，伤及根基，他早就动手了。他就纳闷了，他祖父生前为什么要将他许配给李家？许配也就罢了，为什么要立下天道誓言？这不是坑他吗？我们李家遭逢大难，你不帮忙也就算了，还要落井下石。眼看没时间了，李川直接破罐破摔。既然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了。反正我李家也完蛋了，我这就带着你苏家一起上路。说着，拿出婚书，一剑刺出。你住手！看到这一幕，苏家众人吓得半死。苏守成又惊又怒，急忙呼喊道：我替嫣然答应了，婚书损坏就不是苏嫣然和李川的事儿了，他们两个家族都会遭受天道惩罚。李家就俩人，没了也就没了，可他苏家承受不起。爹！苏嫣然一愣，愤怒道：你干什么？苏守成急忙将苏嫣然拉到一边，小声道：嫣然，我知道你很气，但有天道誓言在，咱们绝对不能拿你的前途开玩笑啊！只是为了退个婚就遭到天道反噬，根基受损，值得吗？到时候青云宗还会让你当圣女吗？苏嫣然精神巨振，他爹说的对，咱们先假意答应李家父子。苏守成低声道：回头你就回青云宗找你师尊，让他亲自过来走一趟，我就不信这李家真敢不退婚。苏嫣然眼睛一亮：爹，我听你的。此刻李清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卧槽，他这宝贝儿子也太虎逼了吧，为了给他这个当爹的找老婆，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啊。可不得不说，虽然莽但好用，这儿子没白养。李清玄看着李川：小川啊，你这是……爹，你放心。李川义拍着胸脯，大义凛然道：我今天非要让苏嫣然当上我娘不可，天王老子来了都挡不住。我说的，苏嫣然当不上他娘，他就完不成任务，完不成任务他就得死。李清玄是真感动了，这儿子太 TM 孝顺了。事到如今，李清玄也不藏着掖着了，盯着苏嫣然道：苏嫣然，你怎么说？到底嫁还是不嫁？我嫁。很好，那现在就拜堂。什么？苏嫣然美目瞪大，声音都变调了。现在就拜堂？也太快了吧，至少得等。等什么？李清玄冷哼一声：等你反悔，等你回去找青云宗的高手过来威胁我，还是等我被王家人弄死？我儿伤势太重，我怕我儿等不到亲眼看到我成婚，所以现在就结，一切从简，争取半炷香内搞定。立刻，马上，我等不了一点。此话一出，苏嫣然面色极其难看，她没想到李清玄如此迫不及待，这直接打乱了他的计划。但李川却一脸感动地看着李清玄：爹，你真是我亲爹啊，懂我。知道儿子快死了，等不及了，居然连婚礼流程都简化了。以后儿子牛逼了，一定好好孝顺您。可是，眼看李清玄逼婚，苏嫣然手足无措，紧咬红唇。可是什么？李川威胁道：要不，我现在就把婚书撕了。你！苏嫣然心下恼火，怒吼道：我嫁，现在就嫁，行了吧？李家这对混蛋父子，你们给我等着，今日之耻，明日必定奉还。李清玄心头一喜，牵着苏嫣然的小手：嫣儿，往后余生请多多指教了。指教你妹啊，回头就让师尊砍死你。苏嫣然气得发昏，但事到如今她又没得选择，只能生闷气。这场婚礼简陋的发指，没有喜乐，没有宴席，没有宾客，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李成、苏守成看着李清玄敬过来的茶，就像吃了一坨翔一样恶心。马德，李清玄这货年纪比他还大2个月，结果叫他爹，他也说不清自己是赚了还是亏了。李川眼巴巴地看着系统界面，心里疯狂呐喊：结算啊，快结算啊，再不结算我就要凉了。叮，恭喜宿主完成尽孝任务，奖励大还丹1，极品复脉丹1，地阶功法九转玄功，下品灵石100块，奖励发放中。来了！李川大喜，急忙将大还丹和极品复脉丹吞下，伴随一股暖流瞬间涌入李川体内。李川的伤势和断裂的经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修复着。不可思议的是，九转玄功竟然自动在他脑海中浮现了出来。我靠！李川激动不已，这系统居然是真的，他活下来了。与此同时，李清玄这一边系统声音如期而至：叮，检测到宿主成功迎娶苏嫣然，任务完成，千年修为灌输中。李清玄只觉得丹田一热，原本枯竭的灵力瞬间暴涨，如决堤洪流般冲入四肢百骸。他浑身骨骼发出爆豆般的脆响，每一寸肌肉在灵力的冲刷下震颤鼓胀，仿
仿佛有万千细小的雷霆之剑在血脉中游走。这一瞬，他眼前的世界骤然清晰了起来。25丈外，地上枯叶的纹路清晰可见。闭上眼睛，他甚至能够感受到7丈外蝴蝶震颤翅膀的频率。不仅如此，胸口的伤口竟然也开始飞速愈合，修为更是节节攀升。筑基8重，筑基9重，筑基10重，凝液1重，凝液10重，玄晶1重。最后，李清玄的境界直接从筑基7重一路飙升到了玄晶10重，只差一步便能来到金丹期。好家伙，李清玄到吸凉气，这系统也太给力了。他这垃圾天赋，这辈子都难以突破凝液，居然靠着灌顶直接半步金丹了。这青石阵实力最高的也不过是筑基9重，现在他感觉自己好 TM 的强，这青石阵他怕是要无敌了。呵，李家主脉，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等老子彻底翻身那天，非杀回去抽烂你们的脸不可。最可恨的是，老爹当年在秘境里死得不明不白，这仇他必须报。苏嫣然感受到李清玄身上突然散发的可怕气势，心头一惊。你身上这气息没什么。李清玄逼气十足，只是有所感悟罢了。苏嫣然撇撇嘴，就你的垃圾天赋，这辈子都达不到凝液期，能感悟出来个什么？李清玄眯着眼，笑呵呵道：嫣儿，春宵一刻值千金，天色不早了，咱们歇息吧。等等，苏嫣然俏脸羞愤，急忙开口：突然成婚，我还有些不适应，今晚你睡书房。你几个意思？李清玄眉毛一挑，新婚之夜，作为妻子，你让丈夫睡书房？李清玄，你别得寸进尺。苏嫣然俏脸微红，咬牙切齿。爹！突然，李川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声泪俱下。儿子求您了，今晚一定要和娘同房啊！儿子还等着抱弟弟呢。李清玄张了张嘴，看着李川，就像看着怪物。这儿子笑得他都有点害怕了，但他还挺期待的。叮，检测到孝心行为，成功让苏嫣然和父亲睡一间屋子，奖励洗髓灵液1。看到奖励弹窗，李川眼睛一亮，和他想的一样，无耻但有用。有了洗髓灵液，他就有把握筑基了。李川精神抖擞，抓着苏嫣然的裙角道：娘，你就成全我爹吧，我爹守寡这么多年，就盼着今天啊。谁是你娘？苏嫣然羞愤难耐，一脚踹了过去，你快滚开。李清玄轻咳一声，川儿起来吧，你娘脸皮薄。不，李川斩钉截铁道：爹您今天要是不和娘洞房，儿子就跪死在这里。今天谁也别想阻拦他拿系统奖励。眼看苏家众人还在这里看着，苏守成老脸火辣辣的，有些挂不住。嫣然既然已经成婚，李清玄和李川父子没脸没皮，但他做不到啊。爹！苏嫣然难以置信地看向自己父亲。苏守成凑到他耳边低声道：以你的修为，他奈何不了你，先应付过去，等明日你师尊过来。苏嫣然银牙紧咬，甩袖走向新房。随你便。李清玄连忙跟上，临走前还不忘给儿子竖了个大拇指。这儿子真棒。入夜，新房内，苏嫣然端坐在床边，手中握着一把匕首。李清玄，我警告你。话没说完，却见李清玄已经脱了衣服躺在床上，左手拄着脑袋，右手拍着褥子。嫣儿，脱衣服吧，咱们该洞房了。想让我献身于你，你做梦。苏嫣然快气炸了。李清玄眼睛微眯。苏嫣然，虽然我喜欢主动的女人，不愿意用强，但你也别太给脸不要脸了。别忘了，你我已成婚，妻子陪丈夫睡，天经地义。虽然系统发布了好感度任务，但他这人耐性有限，受不了委屈。而且这可是修仙界，对方总不能告他吧？你……苏嫣然恼羞成怒。那我出去睡。不行。李清玄躺在床上，一字一句道：我儿子从小就被母亲抛弃，缺少母爱，为了让我再婚，连命都不要了，我不想他失望，所以今晚你必须睡在这儿。可你让我睡哪儿？苏嫣然恼火道。李清玄眉毛一挑，怎么？难道你想睡床，让我这个一家之主睡地上？你……苏嫣然俏脸羞愤，你一个大男人，难道就不知道让我吗？李清玄反击道，你一个小女人，难道就不能和我睡一下？就在这时，轰！一声巨响从东厢房传来，紧接着一道金光冲天而起。川儿！李清玄猛地坐起。叮！检测到宿主儿子突破筑基期，触发100倍返还，宿主修为提升至金丹1重。感受着体内暴涨一大截的灵力，李清玄目瞪口呆。这小子不是经脉碎裂吗？怎么突然突破了？他成金丹大能了。
丁，检测到宿主儿子修炼地阶中品功法九转玄功入门，宿主自动获得圆满境界。李清玄，啥玩意儿？他李家穷的叮当响，连玄阶功法都没有，他儿子哪里来的地阶功法？好大儿，你该不会真的是天命之子，有什么戒指老爷爷吧？若真是如此，为父岂不是可以躺赢了？筑基成功了。苏嫣然望着那道冲天金光，美眸瞪得溜圆，红唇微张。这是传说中的地阶功法，功法分黄阶、玄阶、地阶、天阶。他苏家祖传的不过是黄阶极品功法，拜入青云宗后才勉强混到玄阶功法。至于地阶，那可是连青云宗圣子圣女都要挤破头争夺的至宝。但现在，这个破落的李家居然藏着地阶功法。苏嫣然呼吸急促，纤纤玉指不自觉地捏紧了衣角。他悄悄挪到李清玄身边，欲言又止地咬着下唇。哟，李清玄挑眉，拍了拍身边的被褥。夫人这是终于想通了，要跟为夫同床共枕。谁要跟你同床？苏嫣然耳根通红，那就是想让我和你睡地上。李清玄故作恍然，早说嘛，为夫这就过去。你，苏嫣然气得直跺脚。我是想问，你们李家怎么会有地阶功法？李清玄突然收起嬉笑，捂着胸口，一脸受伤的模样。你们李家？夫人，你这话说的生分啊！李清玄长叹一声，背过身去。为夫本想着，既然结为夫妻，就该坦诚相待，将这地阶功法送给你，却不曾想。等等！苏嫣然急忙拽住李清玄的衣袖。我不是那个意思。李清玄嘴角微不可察的勾起，转身时却依旧愁眉不展。那夫人说说，现在咱们是你们李家还是？苏嫣然羞恼地瞪着李清玄，最终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们李家。唉，这才对嘛。李清玄瞬间变脸，笑嘻嘻地凑近，来，叫声夫君听听。苏嫣然心下羞恼，转移话题道：那本地阶功法给我看看。李清玄眯起眼睛，手指轻轻挑起苏嫣然的下巴。怎么，连生夫君都不肯叫？看来夫人这是有二心了啊。苏嫣然拍开李清玄的手，美目含怒。李清玄，你别太得寸进尺了。我得寸进尺？李清玄收起笑容，冷漠开口。新婚妻子不同房也就罢了，连生夫君都不愿叫，就想要地阶功法，到底是谁得寸进尺？你若不承认我是你夫君，我凭什么将地阶功法给你看？苏嫣然羞愤难耐，胸口不断起伏，傲人的峰峦似乎要将衣服撑破。他倒想说他不要了，但他是真舍不得眼前这唾手可得的大机缘啊。苏嫣然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羞恼，红唇轻启，声如蚊呐。夫君，你说什么？我听不见。李清玄故意侧耳凑近，嘴角噙着坏笑。夫人声音太小了，为夫耳朵不太好使。夫君，苏嫣然几乎是吼出来的，俏脸涨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唉，李清玄心满意足地答应了一声，从储物袋里拿出来了一卷空白玉简，偷偷用灵力将九转玄功拓印了上去，递给了苏嫣然。九转玄功，地阶中品功法，夫人请过目。想让一个女人沦陷，必须给予足够好处去怡红院，你也得给钱吧？不过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在功法里做了点手脚，只要对方老老实实，一切都好说，若拿了东西就跑。呵，地阶中品。苏嫣然捧着玉简的手微微发抖，美眸中闪烁着难以置信的光芒。地阶中品功法至少需要价值数百万下品灵石。就他所知，青云宗虽然有地阶功法，但只是地阶下品，比起地阶中品的九转玄功，不知差了多少个档次。他若是能修炼成功，圣女之位唾手可得，甚至未来争夺宗主之位也未必没有机会。这真的是给我的？苏嫣然吞了口唾沫，声音都在发颤。李清玄嘴角微扬，怎么不想要？要，当然要。苏嫣然连忙将玉简抱在怀里，生怕李清玄反悔，但很快他又警惕了起来。等等，你该不会有什么条件吧？难道你想要我的身子和你双修？条件？李清玄突然笑了，凑到苏嫣然耳边低声说道：你应该知道地阶中品功法是何等价值，你觉得你的身子有地阶中品功法的一个零头值钱吗？苏嫣然微微一怔，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是啊，地阶中品功法价值连城，他凭什么觉得自己比地阶功法还值钱？那你为什么还愿意将这本地阶功法送给我？苏嫣然咬着唇问道。既然你嫁给我了，咱们就是一家人。李清玄目光柔和，轻轻握着苏嫣然的柔蹄，洗脑道：那为夫的东西不就是夫人你的东西吗？如果道侣之间都要斤斤计较，那我们又何必成婚呢？
泡妞无非就是说些好听的话，他熟得很。就这傻白甜，3日内他必拿下。苏嫣然芳心一颤，俏脸闪过一抹红晕。这个男人该不会真把她当成了自己夫人了吧？突然间，她觉得眼前这个男人似乎没那么讨厌了，至少这个男人对她很真诚。李清玄笑笑，接着说道：如果说条件的话，我还真有一个。我希望你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我知道这门亲事来得突然，你心里有怨气很正常，但既已成夫妻，不如我们试着了解彼此，说不定你就会发现，其实嫁给我也挺好。管那些有的没的都憋了10好几年了，系统任务姑且不论，先洗脑让他享受享受再说。至于感情，以后慢慢培养。他都开挂了，还怕这女人不爱上他？少臭美了你！苏嫣然俏脸大红。当然，如果夫人实在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儿，那我也就只好。李清玄做事要收回九转玄功，苏嫣然急忙退后半步，将九转玄功死死地抱在怀里，哼道：你干嘛？送人的东西哪里有收回去的道理？我又没说我不答应。李清玄看着苏嫣然护食的模样，心下好笑那夫人的意思是。苏嫣然抿了抿嘴，小声道：我会试着了解你的。李清玄眼底闪过一丝笑意，轻揽着苏嫣然的纤纤细腰。夫人，天色已晚，我们也该歇息了。不枉他这么用心把妹，效果还是很显著的嘛。你不会想和我睡一张床吧？放心，在你真心接受我之前，为夫绝不越雷池半步。我就蹭蹭。不对，说，那你的手？放心，为夫只搂着你，不会乱动的。那你睡觉的时候能把你的武器放到一边吗？有点顶到我了。次日清晨，李清玄睡得正酣，突然一声暴喝如惊雷炸响，震得李家大院的瓦片簌簌作响。李清玄，给老子滚出来！居然敢把老子说的话当成耳旁风，我看你是想死了。李清玄从睡梦中惊醒，发现自己的右手正不规矩地探在苏嫣然的衣襟里，掌心传来温软滑腻的触感。苏嫣然嘤咛一声，缓缓睁开美眸，待看清两人暧昧的姿势后，俏脸瞬间涨得通红。你的手？意外，纯属意外。李清玄讪笑着抽回手，忍不住回味着那美妙的触感，由衷赞道：夫人身材真好。苏嫣然羞恼地抓起绣花枕头砸向李清玄。都什么时候了，还贫嘴？王远山都带人打上门来了，我看你怎么办？李清玄轻松接住枕头，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笑容。夫人莫慌，为夫这就去会会这条老狗。苏嫣然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秀眉微蹙。王远山可是筑基9重的高手，李清玄只有筑基7重，这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哼，明明弱得要死，非要逞能。苏嫣然轻哼一声，罢了，看在你送我9转玄功的份上，一会儿你要是被揍得哭爹喊娘，本姑娘就勉为其难救你一回。李清玄离开，苏嫣然红着脸摸了摸自己的裙子，怎么湿漉漉的？这个大概也许可能是自己的汗吧，他这么大的人了，也不可能尿床啊。院中，王远山负手而立，身后12名王家精锐一字排开，清一色的筑基7修为。他身高8尺，满脸横肉，腰间悬挂着王家祖传的玄阶下品灵刀，筑基9重的威压强横无匹。李清玄呢？该不会是吓得尿裤子了吧？王远山一脚踹翻院子里的石凳，狞笑着：再不滚出来，老子可就怎样？李清玄慢悠悠地走出房门，顺手整理了下衣襟。王家主大清早的是来给我请安的。请安？王远山怒极反笑，脸上的横肉不断抖动。老子是来取你狗命的。昨日老子留你一条命，让你今天辰时之前交出地契，你当老子说话是放屁？李清玄掏了掏耳朵：王家主，你这话就不对了，放屁好歹还有声响呢，你说话连个响都没有，尽是味儿，熏得本家主都要把昨晚的饭吐出来了。李清玄，敢羞辱我王家家主，你找死！王远山还没动手，身边一位王家长老猛的一拳轰出，筑基7重的灵力化做一头猛虎虚影，朝着李清玄就扑了过去。李清玄不慌不忙，随手一挥，啪！一记响亮的耳光响彻整个庭院。那长老像个陀螺，在空中转了3圈，才重重摔在地上，左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成了馒头。王龙长老，王家众修士倒吸凉气，骇然不已。他们看到了什么？王龙长老可是筑基7重的顶尖强者，竟然被李清玄一巴掌抽飞了。王龙爬起来，又惊又怒：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昨天你才筑基7重，今天怎么就筑基9重了？难道你是仙丹了？仙丹？李清玄不屑一笑：那是什么垃圾？老子开挂了！堂堂金丹大能，
对付一个筑基7重的小喽啰都要动用全力，那岂不是大炮打蚊子吗？王远山目光略显凝重。李清玄，我倒是小看你了，你有资格让我亲自出手了。虽然不知道李清玄是怎么一夜间突破到筑基9重的，但李清玄的实力已经和他处于一个级别了，他不敢大意。就在这时，李川从侧院冲出，挡在李清玄面前，大义凛然道：爹，让我来。区王远山根本就不配让您出手，这可是刷孝心的大好机会，他岂能浪费？定，检测到尽孝行为，主动替父迎战强敌，奖励玄阶上品武技金刚伏魔拳。天助我也！李川心下狂喜，豪气干云道：你们这群渣渣也敢欺负我爹，看小爷今天怎么收拾你们！他只是筑基1重，面对眼前10数位筑基7高手，心里本能发虚，但随着奖励到账，他瞬间感觉自己又行了。地阶中品功法搭配玄阶上品拳法，足以让他越级而战，正好他可以拿这群人磨练自己的拳法。李清玄一愣：你一个筑基1重的渣渣，哪来的勇气挑衅人家的？王远山见状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李川，你这废物经脉刚断，现在还敢逞强？老子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你！李川冷笑一声，摆出金刚伏魔拳起手式，气势十足。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王远山，今日我李川就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天才。金刚伏魔拳，李川一拳挥出，拳风呼啸，气势滔天。王远山原本还一脸不屑，但看到这一拳的威势，脸色不禁微变，连忙抬手格挡。砰！拳掌相撞，李川直接被震退7、8步，一屁股坐在地上。而王远山纹丝不动。李川，王远山。李川眨了眨眼，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拳头，又抬头看了看王远山，一脸懵逼。王远山回过神来，狞笑一声：就这，废物就是废物，老子还以为你真有什么底牌，原来就是个花架子。李川咽了口唾沫，赶紧爬起来，再次摆出战斗姿势，大喝道：刚才只是热身，再来！金刚伏魔拳！啪！王远山反手一巴掌，直接将李川扇飞3米远。李川在地上滚了2圈，灰头土脸的爬起来，捂着肿起来的脸，一脸悲愤：这不科学啊！系统给的武技怎么这么弱啊？他筑基1重，居然打不过筑基9重。王远山哈哈大笑：李川，你爹都不敢在老子面前这么嚣张，你算什么东西？今天老子就送你们父子一起上路！说罢，他浑身灵力爆发，筑基9重的威压席卷全场，一拳轰向李川。李川吓得半死，千钧一发之际，他猛地一个翻滚，躲开致命一击，然后连滚带爬的冲向李清玄，一把抱住他的大腿，哭喊道：爹，救命啊！这老狗不讲武德，欺负你儿子！李清玄嘴角一抽：不是，你没实力装什么逼啊？我不寻思，我给您尽孝吗？你这是给我尽孝吗？你这是让我给你送终啊！李清玄，你儿子都这么废物，你这个当爹的就算突破到筑基9重，又能强到哪去？王远山冷笑：今天你们李家灭定了。儿子，记住，装逼可以，但前提是你得真有实力，否则爹还得帮你擦屁股。李清玄轻轻拍了拍李川的脑袋，抬头看向王远山，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王远山，你刚才说要灭我李家，怎么怕了？王远山狞笑：怕了就老老实实跪在地上，把你们李家地契交出来。要不是苏嫣然和李川有婚约在身，他怕苏家插手，早就将李家灭了。怕你把我笑死！李清玄慢条斯理地掸了掸衣袖，本家主只是在想，一会儿该用几分力才不会把你打得太难看。猖狂！王远山气急反笑，猛地一挥手：给老子弄死他！话音刚落，王家10数位筑基7高手身上灵气爆发，手中兵刃寒光闪烁，朝着李清玄便袭杀过去。唉，非得找死！李清玄看着冲杀而来的王家众人，不禁摇头，叹了口气。嗡！刹那间，李清玄周身剑气缭绕，整个人宛如一柄出鞘的绝世神剑，锋芒毕露。太虚剑体，太虚剑气。李清玄并指如剑，轻轻一挥，顷刻间数十道灵力剑气瞬间迸发，如暴雨般倾泻而出。冲在最前面的3名王家筑基高手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直接被剑气贯穿，当场毙命。什么？剩余的王家高手脸色大变，急忙止住身形，惊恐地看着李清玄。宁夜期，不可能！王远山也瞳孔骤缩，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你昨天明明才……明明什么？你是不是想说本家主昨天明明才筑基7重？李清玄一脸无奈。没办法，我儿子太孝顺，一晚上就把我笑突破了。
李川眼睛一亮，在旁边疯狂点头。我笑起来连自己都怕，说着还偷偷瞄了眼新房方向。难道老爹和苏嫣然双修突破了？对啊，给他爹找一个老婆是尽孝，找2个也是尽孝。要不给他爹找180个老婆，尽个大孝。放屁！王远山额头青筋暴起，你肯定是吃了什么禁药。有些人啊，就见不得别人好。李清玄咂咂嘴，自己不行，总觉得别人也不行。要不给你一个机会，和我来一场1v1真男人大战。你当老子是脑残？王远山很快回过神来，咬牙怒吼，别怕，他再强也只是一个人，一起上，耗死他。王家众人闻言硬着头皮再次冲杀而来。李清玄不屑一笑，身形一闪，瞬间消失在原地。人呢？众人还没反应过来，一道戏谑的声音已经在他们耳边响起。太慢了，一名筑基5重的王家高手都没看到李清玄，就被一脚踹飞，胸口凹陷，鲜血狂喷。砰！李清玄又是一拳，另一名筑基6重的修士被砸进地面，骨骼尽碎。李清玄的身影如鬼魅般穿梭在人群之中，每一次出手都有一名王家修士倒下。短短几个呼吸间，王家10数名筑基修士全部倒地，哀嚎一片。嘶！李川倒吸一口凉气，眼睛瞪得溜圆。爹，您这实力是不是有点离谱了？他得到系统后自信心爆棚，他本以为李清玄只是比他强一点点，结果好家伙，这他妈分明是强一点点啊！基操物六！李清玄霸气一笑，看向王远山。王远山，你还不出手，等啥呢？等死吗？李清玄，你到底是什么境界？王远山心头发颤，不断后退，惊恐吼道：哪怕凝液一重，同时对付这么多筑基期高手，也不可能这么轻松啊！以你的见识，估计也只能看出本座是凝液期吧。李清玄笑眯眯地朝王远山走去。你别过来！王远山嘴角不住地哆嗦着，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他的心尖上。眼看着背后就是墙，退无可退，他猛地咬牙，突然抱起玄阶灵刀，闪耀着刺目寒光。老子跟你拼了！李清玄轻笑一声，随手一抓，咔嚓，那柄玄阶灵刀竟被硬生生捏碎。卧槽！王远山眼珠子差点瞪出来，徒手碎玄阶灵气，这特么还是人？没等王远山反应过来，李清玄一巴掌抽在了他的脸上。啪！王远山像个破麻袋似的飞出去10几米，半边脸都塌了。就这，李清玄甩了甩手，连我一巴掌都接不住，也敢来灭我李家？王远山心下骇然，急忙从地上爬起来，转身就逃。李清玄太强了，根本就不是他能抗衡的，再待下去他要死。王远山，我允许你走了吗？李清玄嗤笑一声，脚下轻轻一踏，瞬间出现在王远山面前，一把掐住王远山的脖子，将他提了起来。王远山面色惊恐，李清玄，你想干什么？你要杀我？李清玄反问。要不呢？难道放虎归山，等你恢复伤势摇人杀我吗？你不讲武德，我昨天都放过你了，那证明你脑残呗。我儿王腾可是玄天宗内门弟子，你杀我，我儿一定会。听见了，我一定会送你儿去地底下见你的。李清玄手上骤然用力，咔嚓，王远山的脖子直接被捏断，脑袋无力地耷拉下来，死不瞑目。扑通，李清玄随手将王远山的尸体丢在地上，拍了拍手，淡淡开口：我还没用全力呢，这群人就倒下了，真没意思。李川张大嘴巴，呆滞地看着李清玄，喃喃道：爹，您这么猛的吗？李清玄淡淡一笑：儿子，记住了，你爹我无敌，以后装逼之前先看看爹在不在场，只要爹在，你随便装。李川本来寻思有系统了，以后就能在老爹面前多多装逼了，结果他老爹反倒在他面前装了个大逼。李清玄打了个哈欠，说道：儿啊，爹早上起得太早，没睡好，回去搂着你娘再睡会儿，你记得把院子收拾一下。好的，爹。李川拿着扫帚就开始清理庭院，大义凛然道：爹，你只管去和娘睡觉，院子就交给我，保证打扫得干干净净。叮，检测到孝心行为，主动清扫院子，让父亲休息，奖励筑基丹1。看到奖励，李川大喜，急忙吞下。有了筑基丹加持，只要给他一个契机，他今晚就能进阶筑基2重。爹，以后家务都归我了，你休想再干一点。回到屋内，李清玄一把将苏嫣然搂入怀中，温热的鼻息拂过苏嫣然泛红的耳垂。夫人，刚刚为夫帅不帅？你放开！苏嫣然耳根通红，手忙脚乱去推他胸口，结果摸到硬邦邦的胸肌，
触电似的缩回手。夫人脸怎么红了？李清玄坏笑，该不会是被为夫的无敌的英姿迷住了吧？这可是个好兆头啊！胡说！苏嫣然羞恼地踩李清玄一脚。我是天气太热。李清玄看着窗外，煞有其事地点了点头。夫人所言极是，今日确实艳阳高照。苏嫣然抬头看了眼阴云密布的天空，俏脸蓦地一红。讨厌！看着苏嫣然娇羞模样，李清玄心头一荡。别说，苏嫣然还挺可爱。苏嫣然推开李清玄，连忙转移话题。你刚才怎么那么强？王家那么多高手，怎么在你手里连一招都撑不住？李清玄嘴角微扬，手指轻轻挑起他的下巴。怎么，夫人现在开始关心为夫的实力了？关心你个大头鬼哦！苏嫣然别过脸去，轻哼一声。我只是好奇，你明明昨天还只是筑基7重，怎么突然这么神勇？李清玄嘴角一弯。苏嫣然羞恼地瞪李清玄，但心里却忍不住泛起波澜。夫人想知道。李清玄凑近苏嫣然唇边，笑道：亲一下就告诉你，你爱说不说。苏嫣然红着脸推开李清玄，转身就要走。好了，不逗你，为夫的境界不变明言，你只需记住。李清玄忽然贴近苏嫣然耳畔，温热的气息裹着无与伦比的霸气。这世间无人能伤你分毫，若青云宗有人欺负你，为夫便踏平他们的山门。恭喜宿主，苏嫣然的好感度提升至50%。李清玄眼睛一亮，叔父净说大话。苏嫣然轻咬红唇，心头闪过一丝小甜蜜，又不服气道：等我师尊来了，看你还敢不敢这么嚣张。他作为青云宗的天骄弟子，年仅19就达到了凝夜期，可他竟然完全看不透这个男人。李清玄眉头轻跳，哦，夫人这是打算让青云宗的人来教训为夫？苏嫣然语塞，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原本确有此意，可此刻这个强大又温柔的男人竟让他生出几分动摇。李清玄！就在这时，院外传来一声怒喝：滚出来见我！声音如雷，震得整个李家大院都在颤抖。苏嫣然脸色微变，急忙推开李清玄。糟了，师尊真的来了。李清玄不慌不忙地整理了下衣襟，笑着说道：夫人这么紧张做什么？为夫又不是见不得人，你懂什么？苏嫣然急得直跺脚。我师尊可是玄金10重大能，因为被伤过，最是讨厌男子了，若是见你，会杀了我。李清玄轻笑：区玄金也配？你不装能死呀？苏嫣然瞪了他一眼，赶紧躲起来，我去跟师尊解释。躲！李清玄轻笑一声，牵起苏嫣然的柔仪。恩师如母，夫人且代为夫拜见岳母大人。你！苏嫣然又羞又急，但李清玄已经拉着她走出了房门。院子内，一位身穿青色道袍的中年美妇负手而立，面容冷峻，周身散发着强大的威压。在她身后，苏守成一脸得意，看向李清玄的眼神充满讥讽。苏嫣然的师尊柳月姬来了，他倒看李清玄怎么办。师尊！苏嫣然急忙上前行礼。柳月姬冷冷扫了他一眼，目光落在两人牵着的手上，脸色更加阴沉。嫣然，这就是那个强迫你成婚的李清玄。师尊，我……苏嫣然刚要解释，李清玄已经上前一步，拱手笑道：李清玄见过岳母，不知岳母怎么称呼？谁是你岳母？柳月姬老脸一黑，怒斥道：李清玄，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强迫我青云宗圣女候选人与你成婚，真当我青云宗无人吗？师尊，不是这样的。苏嫣然急忙解释，是弟子自愿。住口！柳月姬厉声打断。嫣然，你太让为师失望了，宗门天骄你看不上，偏选个40岁的筑基废物。苏嫣然咬着唇，不知该如何解释。他总不能说结婚也是有好处的，夫君给了地阶功法吧？李清玄，本座没时间和你废话。柳月姬目光冰冷，立刻解除婚约，否则死。最后一个字落下，玄金10重的威压轰然爆发，压得在场众人喘不过气来。师尊，您别冲动啊！苏嫣然心头满是焦急。她虽然对李清玄没有太多感情，但这个男人对她确实不错。嫣然，你干什么？快退下！苏守成急忙将苏嫣然拉到一边。自己这女儿干什么？该不会真的喜欢上李清玄了吧？柳月姬盯着李清玄，目光森寒。本座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解除婚约，否则怎样？李清玄轻笑一声，自己被男人伤了，就见不得徒弟好，找死！柳月姬大怒，抬手就是一掌。玄金10重的恐怖灵力瞬间凝聚，化作一只巨大手掌，朝着李清玄当头拍下。爹，让我来！就在这时，李川突然冲了出来，挡在李清玄面前，大义凛然道：
区玄经期也配让我爹出手，好开心啊！又有机会进校刷系统奖励了。李清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傻儿子脑袋被驴踢了吧？你一个筑基一重，挡住鸡九重也就算了，至少还有机会活。玄经10重高手的一击你也敢接，这不是找死吗？叮，检测到尽孝行为，主动替父迎战强敌，奖励玄阶上品防御灵器玄龟盾。李川大喜，立刻祭出刚刚获得的玄龟盾挡在身前。砰！巨掌拍在玄龟盾上，发出一声闷响。李川只感觉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袭来，整个人像断线风筝般飞了出去，五脏六腑都移了位。但体内筑基丹的药力却被这一掌拍得彻底化开，化作暖流涌向4肢百骸。噗！李川一口老血喷出，却意外发现自己怎么好像要突破了。只见他周身灵气疯狂汇聚，丹田内灵力漩涡急速旋转，原本卡在筑基一重巅峰的瓶颈，在这生死关头竟然松动了。轰！李川浑身一震，气息骤然攀升。筑基2重成。李川躺在地上，一脸兴奋地傻笑着。挨顿打还能升级，这买卖太划算了，下次得多替老爹挡几掌。川儿，李清玄脸色一变，急忙上前查看。爹，我没事。李川擦了擦嘴角的血，咧嘴一笑，儿子皮糙肉厚，抗揍。叮，检测到宿主儿子突破筑基2重，触发500倍返还，宿主修为提升至金丹3重。李清玄刚要责怪一番，突然感觉体内灵力犹如火山喷发，丹田内原本的金丹咔嚓一声裂开，又在瞬间重组，体积暴涨2倍有余。片刻，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充斥全身，他差点没控制住，气息外泄。卧槽！李清玄瞪大眼睛看着自己宝贝儿子，差点笑出声来。好家伙，这儿子真是笑死他了。本来他就没把柳月姬放在眼里，现在，呵，玄阶上品灵气。柳月姬见一个筑基1重的废物居然挡下来了自己的攻击，顿感颜面尽失。废物终究是废物，再好的兵器也救不了你。既然你们父子找死，本座就成全你们。他素手轻扬，灵气再度凝聚。师尊，不要！苏嫣然急忙冲上前，挡在李清玄面前。求您放过他们！柳月姬气得浑身发抖。逆徒，你竟然为了一个野男人违抗师命！弟子，让开！柳月姬厉声喝道，否则休怪为师无情。苏嫣然紧咬红唇，脚下青砖寸寸皲裂，她却纹丝不动。好，很好，为师就先教训你这个逆徒。柳月姬怒极反笑，挥手一耳光就朝着苏嫣然抽了过去。我的女人，你也敢动？李清玄目光骤寒，一把抓住了柳月姬的手腕。什么？柳月姬瞳孔骤缩，难以置信地看着李清玄。他可是玄经10重高手，这一巴掌虽然没用全力，但也不是区筑基期能挡住的。李清玄，你……苏嫣然也震惊地看着李清玄，美眸中满是不可思议。夫人放心，有为夫在，没人能伤你分毫。李清玄冲苏嫣然温柔一笑，转头看向柳月姬时，目光却骤然转冷。老妖婆，我耐性有限，给你一个机会，马上给我夫人道歉。你找死！柳月姬大怒，提剑便朝李清玄心口刺去。小心！苏嫣然惊呼出声，想要阻拦，却已来不及。枪！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响起，李清玄仅用2根手指便夹住了剑尖，柳月姬的剑竟再难前进半分。不可能！柳月姬脸色巨变，疯狂催动灵力，剑身泛起刺目寒光，地面瞬间凝结出一层冰霜。可李清玄的手指如同铁钳，连衣角都未被剑气掀起。李清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玄经10重，就这？随着李清玄指尖发力，咔嚓，玄阶上品的寒冰剑竟寸寸断裂。噗！柳月姬被反震之力逼得连退7步，喉头一甜，一口血吐了出来。李清玄周身爆发出璀璨金光，磅礴威压让整座庭院的地面开始皲裂。他每踏前一步，柳月姬就感觉有千钧巨石压在胸口，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了起来。柳月姬脸色煞白，惊恐地看着李清玄，额头上渗出细密的冷汗。你是金丹大能？不可能，这小地方怎么可能会有金丹7强者？李清玄冷声开口。所以这就是你趾高气昂，一言不合就出手的理由吗？前辈恕罪。柳月姬强压下心中的恐惧，连忙躬身行礼，声音都带着颤抖。是晚辈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前辈。李清玄负手而立，周身金光流转，威压如渊四海，压得柳月姬几乎抬不起头来。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现在知道认怂了。柳月姬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心头满是憋屈，可面对金丹强者，她根本就不敢反驳，只能低头认错。晚辈知错，
请前辈高抬贵手。哼！李清玄瞥了他一眼，淡淡道：“看在嫣然的面子上，今日饶你一次。不过，你刚才对我夫人出言不逊，还妄图动手，这笔账怎么算？”柳月姬心头一颤，连忙向苏嫣然求助，语气前所未有的柔和：“嫣然，为师刚才一时冲动，你别放在心上。”苏嫣然此刻还沉浸在震惊之中，完全没反应过来。他师尊堂堂玄经10众高手，居然妥协了。他这便宜夫君到底是何方神圣啊？他呆呆地看着李清玄，又看了看低声下气的师尊，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什么。就在这时，一道激动的声音从旁边传来：“贤婿，贤婿啊！”只见苏守成满脸红光，3步并作2步冲了过来，一把抓住李清玄的手，激动的胡子都在颤抖。“好，好啊！我苏家能有你这样的女婿，真是祖坟冒青烟了。”李清玄嘴角一抽：“岳父大人，你不觉得脸疼吗？这老丈人翻脸怎么比翻书还快？刚才还一副嫌弃的样子，现在就直接贤婿了。”“不疼不疼。”苏守成竖起大拇指，义正言辞道：“贤婿打得好，打得妙啊！”苏嫣然手掌扶额：“爹，你节操呢？”苏守成可不管那么多，笑得合不拢嘴：“我就说嘛，我女儿的眼光怎么会差？原来贤婿竟是金丹大能。女儿啊，天色不早了，快和贤婿进屋睡觉啊！”说着不屑地瞥了一眼柳月姬：“呵，他贤婿可是金丹大能，区区玄经10众的师尊，算个球啊！”“爹！”苏嫣然回过神来，羞恼得直跺脚。刚刚他爹还不同意的，怎么转过头就把他送出去了？而且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苏守成毫不在意，拍了拍李清玄的肩膀，豪气干云道：“贤婿，等我回苏家准备嫁妆，回头有时间咱们爷俩可得好好喝一杯。”李清玄笑笑点头答应。这老丈人懂事儿，还知道给嫁妆。好，好。苏守成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一旁的李川此刻已经彻底傻眼了，忍不住爆粗口：“卧槽，爹，你这么猛的吗？”他拥有系统，得了这么多奖励，才能在一夜之间从炼气期达到筑基2重，可他爹呢？昨天才筑基7重，今天就变成金丹大能了，开挂了吧？爹不是告诉过你，爹是无敌的吗？李清玄一本正经道：“儿啊，你这修炼速度也太慢了，你得努力啊！”李川，柳月姬站在一旁，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尴尬至极。他原本高高在上的姿态早已荡然无存，此刻只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柳月姬小心翼翼开口：“前辈，既然嫣然无事，晚辈就传话给你们宗主。”李清玄冷声打断：“苏嫣然是我李清玄的妻子，若有人敢动她……”李清玄眸中寒芒乍现，指尖骤然迸发出一线青光，那抹青芒起初不过寸许，却在托指瞬间化作通天剑虹，整个庭院的空气都为之一滞。赤，剑光过处，院内数丈高假山轰然炸裂，于是瞬间斩断3棵古树的树冠，最后凌空一折，竟将100丈外极掠的雷翼鸟当空贯穿。柳月姬瞳孔骤缩，那妖情速度之快，常人连残影都难捕捉，可这一剑却似早已算准他每一寸轨迹。与此同时，他鬓边一缕青丝无声断裂，尚未落地便已化作飞灰。柳月姬冷汗直冒，惊骇到了极点：“晚辈一定将话带到。”说完，他再也不敢停留，匆匆离去。只是转身的瞬间，柳月姬眼底闪过一丝怨毒之色。李清玄，今日之辱，本座记下了。真以为达到金丹，你就无敌了吗？柳月姬越想越恨，指甲深深掐入掌心。还有苏嫣然这个吃里扒外的贱人，竟然帮着那个野男人说话。待我禀明宗主，定要将他废除修为，逐出师门。苏嫣然仰头望着眼前这个沉稳帅气的男人，胸口剧烈起伏，纤纤玉指不自觉地绞紧了衣角。金丹，他这个便宜夫君竟然是金丹大能。李清玄嘴角上扬：“夫人这么看着为夫做什么？你之前都在让着我。”苏嫣然声音发颤，耳尖红得快要滴血，想起自己那些趾高气昂的退婚宣言，还有故意刁难时的任性模样，此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李清玄轻笑一声，伸手轻轻捏了捏苏嫣然发烫的脸蛋儿：“不让着自己夫人，让着谁？”这句话让苏嫣然心头一颤，眼眶突然有些发酸。堂堂金丹大能，竟能容忍他这般胡闹。为夫的实力是用来保护夫人你的，而不是在夫人面前耀武扬威的。李清玄指尖轻轻拂过苏嫣然的脸颊，笑着说道：“在家里，你永远可以任性。”苏嫣然怔怔看着李清玄，鼻子一酸，再也忍不住，一头扎进李清玄怀里。你怎么不早说？语气里满是羞恼，却又带着藏不住的甜蜜。恭喜宿主，苏嫣然的好感度提升至70%。
哟，还有意外之喜。李清玄眼睛一亮，顺势将人搂紧，早说了，还怎么看夫人撒娇？讨厌啦你！苏嫣然俏脸透红，周围还有人看着呢。哎呀，爹怎么突然失明了？苏守成装模作样揉着眼睛，姥姥不中用了，还是回家准备嫁妆吧。苏嫣然，李川眼珠子一转，大义凛然道：爹，外面风大，你快带娘进屋造弟弟吧。儿子去把你刚刚打碎的假山碎片收拾一下。丁，检测到尽孝行为，主动承担家务，给父母创造独处的机会，奖励上品悟性。卧槽，悟性还能提升？这一瞬，李川只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感悟提升了一大截，那种感觉仿佛被醍醐灌顶了。苏嫣然俏脸羞红，呵斥道：李川，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啊！李川愣了片刻，恍然大悟。哦，对，娘教训的是，我不应该重男轻女。娘，你放心，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只要是他的，我爹肯定都喜欢。李清玄煞有其事的点了点头。夫人，儿子说的没错，我都喜欢。我不理你们了。苏嫣然俏脸涨得通红，羞恼的一跺脚，转身就往屋里跑。那纤细的腰肢随着急促的步伐轻轻摆动，裙摆飞扬间露出一截雪白的小腿。夫人的腿好白，好好看啊。李清玄咂了咂嘴，摸着下巴暗自琢磨，系统也没说只能一个儿子，要是再生个儿子，将其培养成才，岂不是又能多一个薅羊毛的对象？爹！李川突然凑过来，嘿嘿笑着，您在想什么呢？该不会想怎么把我娘弄上床吧？我听说万宝楼里有一种迷药，叫做石骨柔筋散，不管男女，只要吃下就会意乱情迷，金丹大能都扛不住。要不要儿子帮你去买点？爹啊，你就快答应吧，这样儿子又能刷系统的尽孝任务了。臭小子，瞎说什么呢？李清玄一巴掌拍在李川后脑勺上，哼道：你爹至于这么下作吗？以你爹我的魅力，用不着多久就能让你娘心甘情愿和我同房。爹，那你加油。话虽这么说，李川心头却一阵非议。等他老爹和苏嫣然洞房，黄花菜都凉了。是了，他为什么要等他爹主动和苏嫣然洞房？他难道就不能帮帮忙吗？这不又是一个刷系统奖励的大好机会吗？想着，李川心头一喜。爹，你就当你的正人君子吧，坏人让儿子来当。不过当务之急，他还是要先将金刚伏魔拳练到入门。丁，检测到宿主儿子实力低微，频繁受伤，现发布主线任务，1周内帮助儿子将实力提升到筑基7重。完成任务，奖励随机添阶极品灵器1。哎我去！听到系统任务，李清玄眼睛一亮，添阶武器，这可是元婴大能才有机会拥有的武器，牛逼！儿啊，你打扫卫生后抓紧时间修炼。李清玄咳嗽一声，正色道：爹去万宝楼一趟，这儿可是修仙界，在家干坐着怎么可能提升实力？想快速提升实力，得主动去找机缘，得嗑药。为了儿子，他这个当爹的就亲自跑一趟吧。李川看着李清玄的背影，满是无语。老爹真是的，想买石骨柔筋散就直说啊，儿子帮你买回来，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唉，又错失了一次尽孝的机会。青云城上空，一道青色流光划破天际，李清玄负手立于飞剑之上，衣袂飘飘。半个时辰后，一座气势恢宏的7层楼阁出现在李清玄的视野中，鎏金匾额上万宝楼3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不愧是方圆千里最大的商行，就是气派。李清玄落在正门前，望着进出的修士们，不禁咂咂嘴。门口2名筑基10重的护卫目光如电，腰间挂着9霄玲珑身份玉佩，每一枚都价值上百下品灵石，足以彰显出万宝楼雄厚的财力。踏入大厅，琳琅满目的法宝丹药令人眼花缭乱。李清玄径直走向丹药区，指着一瓶造化丹问道：这个多少灵石？500下品灵石。伙计头也不抬：500？这么贵？李清玄摸了摸空荡荡的储物袋，轻咳一声：那个，我今天钱没带够。这样吧，若你们万宝楼遇到危机，我可免费出手帮你们一次，全当抵账，如何？此话一出，周围哄笑声四起。哪里来的傻子，当万宝楼是街边的茶馆？这小子该不会是得了失心疯吧？快滚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与此同时，伙计终于抬头，讥诮地看着李清玄：这位客官，我们万宝楼可是拥有玄金期顶尖强者坐镇，需要你帮忙。李清玄一愣，看着对方没见过世面的愚蠢样子，忍不住笑出了声。玄金期顶尖强者？什么时候玄金期也配叫做顶尖强者了？放肆！玄金强者也是你能够羞辱的。此话一出，伙计猛地一拍桌子，怒极反笑：
看你这德行，怕不是连玄金七强者都没见过吧？呵呵，也是，哪怕最普通的玄金七强者，在咱们青云城都是宗门长老，你怎么可能见过？懒得和你废话，我们万宝楼不欢迎你这种穷鬼，出去！李清玄也不恼，对着楼上喊道：“我就说，你们万宝楼就没有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吗？小子，你在瞎说什么？”伙计刚要骂人，一阵清冷香气飘来，楼上走下来一位身着正红色长裙的女子，她眉目如画，却冷若冰霜，发间一只冰凤簪随着步伐微微颤动。楼主，伙计慌忙行礼。女子淡淡扫了眼李清玄，在下万宝楼楼主沈冰宁，不知阁下如何称呼？李清玄。李道友的好意，我心领了。沈冰宁唇角微扬，不过万宝楼还不至于需要别人。话音未落，万宝楼地面突然剧烈震动，与此同时，门外传来一声暴喝：“沈冰宁，交出玄玉丹经，否则今日血洗万宝楼！”是血煞门的人。血煞门的门主血刀竟然亲自来了。血煞门出手狠辣，如果打起来，我们要遭殃，快逃！一干客人如鸟兽散，急忙逃离万宝楼。血刀、玄玉丹经，乃是我在大能洞府所得，修真界规矩，不管什么宝物，能者得之。沈冰宁玉手按在腰间佩剑上，眉目泛起道道寒芒。当日你们血煞门既不如人，今日还有脸来抢？血煞门3位高手闻言狞笑，为守教做血刀的红袍老者阴恻恻道：“沈楼主说的对，能者得之，所以现在该归我们了。”说罢突然抱起，袖中飞出12柄血色飞刀，刀刀直取要害。放肆！2楼万宝楼一男一女2位玄金供奉纵身飞出，紫袍老者一声暴喝，手中玄铁长枪如蛟龙出海，枪尖绽放7点寒星，每一星都精准击中飞刀，金属碰撞声震的柜台瓷器纷纷炸裂。绿袍女人则祭出9节鞭，鞭影化作青色蛟龙，封锁了眼前一片空间。2股灵力与飞刀相撞，整条街的青石板瞬间炸成齑粉。血刀不屑一笑，从背后抽出一柄9环血刀，刀身缠绕着猩红煞气。2只玄金7重的蝼蚁也敢挡我？他随手一刀横斩，血色刀芒如浪潮般席卷而出。轰！紫袍老者大惊，急忙抵挡，但恐怖的力量下，他手中的长枪脱手而出，整个人被刀气掀飞，撞穿3面墙壁才停下。绿袍女人长鞭断裂，胸口被展开一道深可见骨的血痕，重重砸在地面，大口大口吐着鲜血。苍明长老，赤月长老，沈冰宁瞳孔骤缩。血刀，你突破了！沈冰宁俏脸煞白，指尖微微发颤。他与血刀本来都是玄金9重，如今血刀突然突破玄金10重，局势对他极其不利。不突破，我又怎敢来万宝楼撒野？血刀狞笑着甩动9环血刀，刀身上的铜环发出摄人心魄的脆响。沈冰宁，再问你最后一次，玄玉丹经，你交是不交？你休想！沈冰宁咬牙喝道：“我看你是想死了！”血刀狞笑一声，整个人瞬间化作一道血色残影。沈冰宁急忙拔剑，剑锋与血刀相撞的瞬间，他只觉一股巨力传来，虎口顿时崩裂。噗！一口鲜血喷出，沈冰宁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跌落在李清玄脚边。他挣扎着想要起身，却发现经脉已被血煞之气侵蚀，连拿剑的力气都没有了。血刀缓步逼近，刀尖在地面拖出刺耳声响。沈冰宁冷汗直冒，虽然只是1重，但差距太大了。这么下去，他要死。美女，要帮忙吗？就在这时，李清玄忽然开口，笑问道：“只要1颗造化丹哦。”此话一出，整个大厅骤然一静。血刀这才注意到角落里的青衫男子，此时正自顾自泡着茶。满厅狼藉中，唯有他那张桌子完好无损，杯中茶水甚至没有一丝涟漪。哪来的杂碎？血刀旁边的一位副门主厉喝一声，3枚丧门锭朝着李清玄就甩了过去。李清玄头也不抬，只是轻轻吹了吹茶水上漂浮的茶叶。那3枚淬了剧毒的丧门锭在碰触到李清玄的瞬间，突然失去了力量，掉在了李清玄面前。怎么可能？这副门主心头一震，冷汗唰的一下就冒了出来。这人不简单，需要帮忙吗？李清玄见沈冰宁没动静，笑呵呵道：“现在承诺还有效，只要你答应，我就帮你解决眼前的麻烦，如何？”你……沈冰宁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帅气的男人，咬牙道：“好，只要阁下帮我解围，万宝楼丹药任取。”事到如今，他也没有选择了，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痛快！李清玄咧嘴一笑，将茶杯轻轻放在桌上，抬眼看向血煞门3人：“你们也听到了，我和沈楼主达成了合作，万宝楼我保了，现在你们可以滚了。”
血刀面色骤然一沉，九环血刀上的铜环无风自动，发出刺耳的碰撞声。阁下当真要多管闲事，与我血煞门为敌？纠正一下。李清玄竖起一根手指晃了晃，人家给报酬了，所以不是闲事。好，很好。血刀怒极反笑，脸上的刀疤扭曲如蜈蚣。既然你非要找死，那我成全你。话音未落，血刀整个人化作一道血色残影，九环血刀带着刺耳的破空声直劈李清玄面门。刀锋所过之处，空气都被割裂出一道漆黑的痕迹。小心！沈冰凝心头大惊，下意识惊呼。然而下一瞬，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只见李清玄依旧端坐椅上，只是随意抬起右手，3根修长的手指轻轻一捏，叮！那势不可挡的血刀竟被李清玄用拇指、食指和中指稳稳捏住了刀锋。血刀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他全力催动灵力，却发现刀锋如同被焊死在对方指尖，纹丝不动。刀身上的9枚铜环疯狂震颤，发出凄厉的哀鸣。这不可能！血刀额头渗出豆大的汗珠，他可是玄金10重的强者，这一刀的威力足以将万宝楼斩作2半。可现在，李清玄嘴角微扬，就这点力气。说着，指尖轻轻一弹，咔嚓，清脆的碎裂声响起，9环血刀上竟出现了一道细密的裂纹。血刀如遭雷击，连退数步才稳住身形，眼中满是惊骇。你究竟是谁？李清玄慢条斯理地站起身，整了整衣襟。现在才问，是不是太晚了？他每向前一步，血刀就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明明没有任何灵力波动，却让血刀等人感到一股窒息般的压迫感。我们走。血刀终于承受不住这种压力，转身就要逃离。能够轻而易举接下他全力一刀，这人绝对是金丹大能。我让你们走了吗？李清玄淡淡开口。血刀3人顿时如坠冰窟，双腿像是灌了铅一般，再也迈不动半步。阁下，你想怎样？血刀转头，喉咙艰难蠕动。我血煞门内可是有金丹老祖坐镇的，阁下虽是金丹大能，但……哦。李清玄眉头一挑，你在威胁我？血刀顿时如坠冰窟，冷汗唰的一下就流了下来，后背瞬间湿透。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竟在威胁一位深不可测的金丹大能。不敢！血刀连忙摆手，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在下只是……李清玄慢悠悠地打断他，一本正经道：你们对我出手，我的心灵受到了严重伤害，这精神损失总得赔偿吧？血刀先是一愣，随即如蒙大赦，连忙从腰间扯下一个储物袋，双手奉上。前辈说的对，这里有1000下品灵石，全当给前辈押金。1000？李清玄眼睛一亮，他李家就是个小破家族，一年到头也赚不到1000块下品灵石啊！血刀见李清玄神色有异，心头猛地一颤，本能的以为这位金丹大能是嫌灵石太少。前辈息怒！血刀慌忙转身，对着2个呆若木鸡的手下厉声吼道：你们2个蠢货，还愣着干什么？把储物袋里的灵石都给我拿出来！那2名血煞门高手被吼得一个机灵，手忙脚乱的开始掏储物袋，一个从怀里摸出300多块灵石，另一个甚至把鞋底藏着的私房钱都抖了出来。就这么点！血刀气的脸色发青，一巴掌拍在那副门主后脑勺上。你上月的供奉呢？门主，我都拿去醉仙楼喝花酒了。副门主哭丧着脸道。3人手忙脚乱的凑了半天，总算又凑出1000块下品灵石。血刀战战兢兢的将2个储物袋叠在一起，双手奉上。前辈，一共2000下品灵石，请您笑纳。李清玄故作高深的嗯了一声，随手接过储物袋掂了掂，看你们态度还算诚恳。是。血刀3人点头如捣蒜。前辈宽宏大量，滚吧！李清玄摆了摆手，一定。血刀如蒙大赦，带着2个手下连滚带爬的逃出万宝楼。待3人身影消失，李清玄掂量着手中的储物袋，眼睛都笑弯了。这下可发财了。前辈，您怎么能放他们走了？沈冰凝见血刀3人逃之夭夭，心头焦急，胸前的峰峦剧烈的起伏着，这简直是放虎归山啊！我也没办法。李清玄摊了摊手，一脸无辜。你给的那点报酬也不值得我和人家拼命啊！再说了，人家已经给了精神损失费。说着还晃了晃刚到手的储物袋，里面的灵石叮当作响。真搞笑，就一枚造化丹，他玩什么命啊？到时候打了小的，来了老的，打了老的，来了更老的，没完没了。可您坏了他们好事。沈冰凝急的声音都变了调。如果不杀了他们，他们回头肯定会找您麻烦的。可我是金丹大能哎，和他们又没有必死的仇怨，
他们傻，找我麻烦。李清玄笑眯眯道：“他们要找，也肯定先找你麻烦。”呵，穿越前他老板都扑不了他，沈冰凝还想利用他对付血煞门，做梦！此话一出，沈冰凝心头一凛，冷汗唰的一下就冒了出来。没错，血煞门最强者也不过金丹期，除非脑子坏了，否则绝对不可能和一位金丹期大能交恶。李清玄嘿嘿一笑，搓了搓手：“如果你怕的话，可以花钱请我，只需3万下品灵石，我便可以保你平安无虞。”沈冰凝咬了咬唇，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强作镇定，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前辈，我才接手万宝楼，现阶段实在是拿不出3万下品灵石，您就帮帮我吗？没钱说个头啊，浪费感情，再见。前辈。沈冰凝俏脸微红，声音突然软了8度，纤纤玉指搭上李清玄的肩膀上。只要您肯出手，我什么都愿意。他微微低头，脸颊泛起一抹红晕，手指轻轻搅着衣角，一副欲语还休的姿态。你就搁这儿干说啊？喝酒还得配个花生米呢。李清玄打量着沈冰凝一眼，嗤笑一声：“既然什么都愿意，那你倒是脱啊！”啊！沈冰凝一愣，俏脸透红。他没想到李清玄居然会这么直接，怎么？光嘴上说，实际一点诚意都没有。李清玄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翘着2郎腿，看着沈冰凝就像看着傻子。求我帮你对付血煞门，结果你倒好，钱没有，好处也没有，就搁这儿给我画饼，真当我是白痴啊？你连衣服都不脱，凭什么让我相信你？钢管舞会不会？来，跳一段，别跳高兴了，可以考虑给你捡点零食。呵，想利用他，当他2臂啊？沈冰凝羞愤难耐，却又不敢发作，只能小声说道：“我不会。”不会。李清玄眉毛一挑：“那你有什么特长？”我会做鸡。沈冰凝憋了半天，终于憋出一句。李清玄一愣，笑出了声：“看出来了，难道要给你颁个奖吗？”沈冰凝紧咬红唇，据理力争道：“你以为做鸡很简单吗？有多难啊？”李清玄轻笑道：“首先要把毛全部扒干净，一根都不能剩。”沈冰凝一字一句道：“然后还要在柠檬汁中浸泡一段时间，这样会让它更鲜嫩。”卧槽！此话一出，李清玄顿时呆住了。还有这种保养操作呢？难道说……李清玄直勾勾盯着沈冰凝，脑海里已经自动播放起不可描述的画面。这万宝楼楼主看着冷艳高贵，没想到私底下玩得这么野，连毛都要一根不剩，还要用柠檬汁、桥豆麻袋，这特么是什么新鲜玩法？穿越前他都没见过。前辈，沈冰凝被盯得浑身不自在，下意识捂住胸口。嗨嗨，李清玄干咳2声，装得像个人一样，漫不经心道：“所以，你说的鸡是？”沈冰凝突然从储物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食盒，掀开盖子的瞬间，金光四射，灵气进化作实质性的光晕在空气中流转。这是灵羽金凤鸡。李清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食盒里躺着的灵禽通体金黄，鸡皮泛着琥珀般的光泽，表面淋着的柠檬汁竟凝结成晶莹的灵气露珠。最绝的是，整只鸡当真一根杂毛都没有，仿佛被最精细的术法处理过。此鸡需像炼丹一样烤制3天3夜，期间要用9种灵药反复腌制。沈冰凝心疼的指尖发颤，最后再用百年灵柠檬提鲜，吃一口就能抵半月苦修，整只下肚甚至有机会突破小境界。李清玄喉结滚动，这卖相，这香气，沈冰凝还真会做鸡啊！我本来是想靠它冲击玄金10重的。沈冰凝咬着红唇，把食盒往李清玄面前一推：“现在送给前辈了。”李清玄一把接过食盒，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抬头：“等等，你说吃了这只鸡有机会突破小境界？不错，哪怕对金丹期都是有一定效果的。”然而话还没说完，李清玄已经将食盒收进了储物袋。“前辈不尝尝吗？”沈冰凝错愕地看着空荡荡的桌面，这人也太真实了吧。李清玄45度角仰望天空，酝酿了片刻，动情道：“这么好的东西，当然要留给我家那个不成器的儿子。那孩子从小没娘，我这个当爹的怎么能吃独食？”沈冰凝闻言肃然起敬：“前辈真是父爱如山啊！”哪里。李清玄谦虚的摆摆手：“开玩笑，这鸡给他儿子吃，系统返还的修为最起码10倍起步，到时候别说金丹4重，搞不好能直接冲到金丹5重，这叫投资回报率最大化。”前辈，沈冰凝感动得一塌糊涂：“那血煞门的事包在我身上。”李清玄扔给沈冰凝一个传讯符：“血煞门赶上门找麻烦，你立刻传讯通知我。”多谢前辈。沈冰凝接过传讯符，刚要作揖，
突然身子一软，整个人向前栽去。李清玄下意识伸手一接，顿时温香软玉满怀。沈冰凝那柔弱无骨的娇躯紧贴着他，发间幽香直往鼻子里钻。好家伙！李清玄忍不住深吸一口气，你怎么闻起来比鸡还香？前辈，您说什么呢？沈冰凝苍白的俏脸瞬间涨得通红，挣扎着从他怀里站起来，从腰间取出一个玉瓶塞给李清玄。这是说好送你的造化丹。李清玄接过丹药，随手抛了抛。好吧，那我先走了。转身时，李清玄余光瞥见那个之前嘲讽他的伙计正目瞪口呆地站在一旁，好像个小傻子，嘴角一弯便走了过去。喂，你现在还觉得玄金七算顶尖强者吗？伙计浑身一颤，满脸堆笑。不算，玄金七算什么？在您面前连垃圾都不如。马德，看走眼了。谁能想到眼前这个不着调的家伙居然是个金丹大能。哦，李清玄意味深长地拉长声调，你们楼主也是玄金七吧？此话一出，伙计的表情瞬间凝固，他缓缓转头看向身后，只见沈冰凝正眯着眼睛，一脸不善地盯着他。楼主饶命啊！伙计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小的不是那个意思。李清玄哼着小曲，一脸开心往外走，身后则是传来那伙计凄惨的哀嚎。伙计快疯了，堂堂金丹大能，记仇也就算了，居然还给他一个小人物下套，至于吗？与此同时，3里外的树林里，门主，咱们就这么算了。副门主不甘心地道。玄玉丹经，可是……闭嘴！血刀厉声打断。那人可是金丹七大能，就咱们仨过去不就是送死吗？那怎么办？哼！血刀眼中闪过一丝阴狠。先回宗门，请老祖定夺。李清玄哼着小曲，心情愉悦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他这次真的赚大了，不仅白嫖了一颗造化丹，还得到一只能提升修为的灵机。李清玄正美滋滋地想着，忽然脑海中响起一道熟悉的机械音。叮！检测到宿主儿子修炼玄阶上品5技，金刚伏魔拳小成，宿主金刚伏魔拳自动圆满。随着声音落下，刹那间一股磅礴的拳法奥义涌入脑海。李清玄只觉得浑身筋骨一震，体内灵力自行流转，竟隐隐凝聚出一层淡金色的罡气。卧槽！李清玄脚步一顿，满脸愕然。金刚伏魔拳，玄阶上品5技，这小子啥时候学会的？他仔细回忆了一下，自己好像从来没教过儿子拳法。难道是戒指老爷爷？李清玄眼睛一亮，越想越有可能。好家伙，这小子开挂了，那我以后岂不是可以白嫖功法了？李清玄刚踏进李家大门，就看见李川正撅着屁股在院子里擦地，那叫一个卖力。爹，您回来了。李川一蹦3尺高，手里的抹布甩出老远。院子我都收拾干净了。看着系统奖励的筑基丹，李川心里美滋滋。果然，多干活就能刷奖励，提升实力不要太容易不错嘛，收拾得挺干净。李清玄满意地点点头。正好，爹还搞回来一些东西。说着，便将储物袋的东西全部都倒了出来，灵石、丹药、灵机，瞬间堆满了整张石桌。这哪来的？李川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爹，您该不会是去打劫了吧？臭小子！李清玄一巴掌拍在李川的后脑勺上。为父是那种人吗？这些都是给你买的。李川指着桌子上的灵石。爹，那这灵石也是你买的？我记得您兜里就200块下品灵石，难道你用200块下品灵石买了2000块？爹，难道你碰到傻逼了？李清玄老脸有些挂不住，狠狠瞪了李川一眼。你丫的哪里来的这么多废话？这些就是给你的。给我的。李川咽了咽口水，目光在那只金黄油亮的灵机上挪不开眼。这充裕的灵气，只是闻一口，他就感觉自己的境界松动了。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不给你又能给谁？李清玄面色一缓，慈爱地揉揉李川的脑袋。你实力太弱了，为父出去给你买点东西提升一下。爹，您不吃吗？李川狠狠吞咽着唾沫，声音都在发颤。你吃了后实力也会提升吧？他可知道这些资源意味着什么。有了这些东西，他就算天赋再差，也绝对能够在短时间内提升几个小境界。爹不饿。李清玄摆摆手，语重心长道：川儿，自从你娘去世后，你跟着爹受苦了，爹也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你的。你武道资质本来就差，造化丹能够改善你的武道天赋，灵机能在短时间内提升你的境界，你比爹更需要这些资源。就他那个不负责任的前妻，和死了没什么区别。爹！李川感动得一塌糊涂，砰的一声跪在了李清玄面前，
声音哽咽：“孩儿一定努力修炼，绝不辜负您的期望。”他爹对他这么好，他居然怀疑他爹出去买药泡妞，他真太不是东西了。行了行了，李清玄赶紧把李川扶起来。叮，宿主赠送儿子下品灵石2200块，触发100倍返还，返还下品灵石22万块。叮，宿主赠送儿子3品造化丹，1，触发100倍返还，返还造化丹100颗。叮，宿主赠送灵羽金凤鸡，1，触发100倍返还，返还灵羽金凤鸡100只。听着脑海中接连响起的系统提示音，李清玄嘴角止不住的上扬。那个儿啊，你慢慢吃，爹去休息会儿。他得研究一下系统给的奖励怎么拿出来。屋子里，苏嫣然透过窗户看着这一幕，心里有些落寞。果然，在他心里，终究还是儿子更重要吧。我不过是个外人罢了，虽然能理解，但心里多少有些难过。李清玄进屋，看着苏嫣然落寞的背影，心头恍然，笑着说道：“夫人怎么看起来有些不高兴呢？”苏嫣然哼道：“谁告诉你我不高兴？”李清玄看着苏嫣然微微撅起的红唇，嘴角不由得勾起一抹坏笑。他轻手轻脚地凑到苏嫣然身后，突然在她耳边吹了口气：“夫人这是吃醋了？谁吃醋了？”苏嫣然耳根瞬间通红，像只受惊的兔子般跳开2步。“我啊！”李清玄指了指自己鼻子，一本正经道：“我是夫人肚子里的蛔虫，刚才感受到一阵酸溜溜的，要死啊你！”苏嫣然羞得抄起绣花枕头就砸，却被李清玄一把接住。李清玄变戏法似的从袖中掏出一颗流光溢彩的造化丹，又摸出2只金灿灿的灵鸡摆在桌上。这是……苏嫣然美眸瞪得滚圆，小心脏砰砰直跳。嘘！李清玄竖起食指抵在苏嫣然唇间，压低声音道：“儿子在我心里重要，但你在我心里……”李清玄忽然握住苏嫣然的柔体按在自己心口。更重要。苏嫣然指尖传来有力的心跳，顿时鼻尖发酸。你好讨厌！他爹虽然对他还不错，但说到底也把他当成了振兴家族的工具。但眼前这个男人是真的对他好。李清玄趁机将苏嫣然搂进怀里。这一次苏嫣然没有挣扎，只是流着眼泪，静静地享受着李清玄对他的好。恭喜宿主，苏嫣然的好感度提升至 80%。 感受着怀中微微颤抖的娇躯，李清玄半开玩笑道：“小点声，偷着吃，别让那臭小子看见，以后也别说。”他凑近那泛红的耳垂，压低声音：“这是咱俩的小秘密。”苏嫣然破涕为笑，轻捶李清玄的胸口，嗔道：“哪有你这样当爹的？”话虽这么说，但心里比吃了蜜还甜。来，夫人尝尝，这鸡大补，还能提升实力。李清玄撕下一块鸡腿，递给苏嫣然，笑着说道。苏嫣然接过金黄油亮的鸡腿，轻轻咬了一口。霎时间，一股澎湃的灵气在体内炸开，她只觉得经脉中灵力奔涌如潮，周身毛孔都舒展开来。这是……苏嫣然震惊地感受着体内灵力节节攀升，原本凝液一众的境界壁垒，竟然在这股灵气冲击下轰然破碎。一道灵光自她天灵盖冲天而起，周身气息骤然提升凝液2重。灵羽金凤姬，苏嫣然瞪大美眸，声音都在发颤。这不是传说中的顶级灵禽吗？据说每一只都价值连城，唯有4品以上的炼丹师辅以各种顶级药材，才能将其提升实力的功效全部激发出来。他慌忙将剩下的鸡腿往李清玄手里塞，这宝贝太贵重了，我不能。这种级别的天才地宝，即便他作为青云宗的圣女候选人，也没资格尝上一口。而现在，李清玄竟然直接给了他2只，再贵重又如何？夫人吃了，就是最有价值的。李清玄按住苏嫣然的手，故意板着脸道：“咱们2人可是一家人，夫人要把东西还给我，这是想要和为夫和离吗？”我没有。苏嫣然俏脸绯红，急忙解释：“那你也吃点儿。”李清玄忽然叹了口气，眼神幽怨：“人家男人想吃鸡，都是夫人亲手喂的，可我明明有夫人，却还要……唉，这鸡不吃也罢。”你……苏嫣然耳根红的能滴血，却还是颤抖着手撕下一块鸡肉，小心翼翼地递到李清玄嘴边：“张嘴啊！”李清玄眼睛一亮，将嘴巴张得老大，不仅吃了鸡肉，还故意轻咬了下苏嫣然的手指头。呀！苏嫣然急忙缩回手，羞得整个人都要冒烟了。你，啧，夫人的手指也很香甜。李清玄一脸享受，不知夫人能不能用嘴巴撕下一块肉喂给为夫？你，讨厌啊！夫人。李清玄凝视着苏嫣然泛着水光的阴唇，喉结不自觉地滚动。苏嫣然睫毛轻颤，却没有躲闪，她指尖还残留着被轻咬的酥麻，
心跳快得像是要跃出胸腔。两人的鼻尖即将相触时，轰！整座宅院剧烈震颤，雕花木门在灵压冲击下炸成漫天木屑，狂暴的气浪卷着尘土冲进内室，将桌上的茶盏尽数掀翻。随后一声怒吼声响彻整个李家大院：李清玄老狗，滚出来受死！这声暴喝如惊雷炸响，惊得院中树上的灵雀四散飞逃。苏嫣然也被吓了一跳，急忙推开了李清玄。靠！靠！靠！李清玄老脸一黑，快气炸了。他的鼻尖都已经快触碰到苏嫣然柔软的唇瓣了，甚至他都能清晰地闻到苏嫣然呼吸间灵寂的醇香以及少女特有的幽兰气息。就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结果李清玄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头怒火，轻轻捏了捏苏嫣然的小手。夫人稍等，为夫去就回。苏嫣然俏脸微红，等什么？等他回来接着亲自己吗？院中烟尘散去，10余名王家族人抬着一口漆黑棺木，杀气腾腾地闯了进来。为首的正是王腾，他双目赤红，腰间系着白绫，身后跟着一位仙风道骨的白袍老者，玄天宗内门长老玄霄子。李清玄，王腾声音嘶哑，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昨日正值我突破关键，未能及时赶来，今日我必取你狗命，祭奠我父亲在天之灵。玄霄子负手而立，白须飘飘，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他淡淡扫了李清玄一眼，眼中闪过一丝轻蔑，却并未开口。这种小辈之间的恩怨，还不值得他亲自出手。爹，让我来！李川急忙冲出屋子，挡在李清玄面前，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可是刷系统奖励的大好机会！阿丁，检测到尽孝行为，主动替父迎战强敌，完成任务，奖励玄阶中品身法迷踪幻影步。一边去！李清玄一把拎起李川的后衣领，将其甩到一旁，看着眼前众人，怒火蹭蹭上窜。王腾，是吧？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老子把你们全族上下都塞进棺材里。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苏嫣然娇嫩的红唇，要不是眼前这群家伙突然冲进来，他都亲上了。就凭你！王腾怒极反笑，长剑指着李清玄：本公子刚突破凝液2重，又有师尊坐镇，你一个侥幸突破凝液1重的垃圾，拿什么跟我斗？今日我便亲手斩你，替我父亲报仇！屁本事没有，废话真多！李清玄冷哼一声，身形骤然消失。啪！一记响亮的耳光，王腾整个人旋转着飞了出去，半边脸瞬间肿成猪头，几颗带血的牙齿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春宵一刻值千金，这一巴掌就告诉你为什么它价值千金。嘶！王家族人倒吸凉气，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这李清玄不是凝液1重吗？凝液2重的王腾竟然被一巴掌抽飞了，开什么玩笑？你敢打我？王腾从地上爬起来，嘴角一血，面目狰狞。狗东西，我要你死！玄天剑诀破云势，凌厉的剑气撕裂空气，发出刺耳的尖笑。玄天剑诀，什么垃圾？李清玄不屑一笑，只是轻描淡写的抬起右手，五指如钩，竟在剑气临身的瞬间，一把扣住了王腾的手腕。剑不是这么用的。话音未落，李清玄手腕一翻，王腾只觉一股无可匹敌的巨力传来，长剑竟不受控制的脱手而出。铮！长剑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稳稳落入李清玄手中。看好了，这才叫剑法！李清玄手腕轻抖，剑锋瞬间绽放出璀璨金光，一道凌厉剑气横扫而出。唰！王腾的右臂齐肩而断，鲜血喷涌而出。啊！我的胳膊！王腾发出凄厉惨叫，踉跄后退。李清玄冷笑一声，剑锋一转，又是一道剑气斩出。唰！王腾左腿应声而断，整个人重重栽倒在地，痛苦的哀嚎着。李清玄居高临下的看着王腾，淡淡开口：之前我答应你爹了，送你去陪他，我这个人说话算话，不能杀我，你不能杀我！王腾惊恐不已，玄天宗的老祖都说我有大帝之资，以后前途不可限量，我怎么可以死在这里？噗嗤，一剑飞红。话音未落，李清玄一剑已经刺进了王腾的心脏。你！王腾吐着鲜血，死死盯着李清玄，满眼不甘。玄天宗的老祖说的没错，你确实有大帝之资。李清玄点头道：你看，你这不就和大帝合二为一，成为肥料了吗？腾儿！玄霄子大惊失色，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最得意的弟子竟连对方一招都接不住。最主要的是，李清玄杀人速度太快，他都没反应过来，居然敢废我徒儿，你找死！玄霄子怒不可遏，玄金9重的恐怖灵力轰然爆发，他双手结印，
一道巨大的灵力掌印朝着李清玄当头拍下。玄天大手印。李清玄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轻描淡写的抬起自己的左手。滚！李清玄一声冷喝，左手食指轻轻一点，不，那道看似威势惊人的灵力掌印，竟如同泡沫般被这一指直接戳散。怎么可能？玄霄子瞳孔骤缩，还没反应过来，就看见李清玄的身影突然消失在原地。不好！玄霄子刚想后退，一只修长的手掌已经掐住了他的脖子，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李清玄目光冷漠，讥讽道：“一个玄金9重的垃圾都敢对我出手了！”玄霄子满脸惊恐，双腿在空中徒劳地蹬着，不断挣扎。青石镇这种小地方，怎么会有你这种强者？你到底是什么境界？金丹之上。李清玄轻描淡写的4个字，却让在场所有人如坠冰窟。王家族人吓得面如土色，有几个甚至直接瘫软在地。玄霄子更是浑身发抖，眼中满是绝望。你不能杀我！玄霄子老脸憋得透红，色厉内荏地吼道：“我是玄天宗内门长老，玄天宗可是有金丹7强者的。”哦，你是在威胁我吗？我只是在阐述个事实，告诉你杀我的代价。如果你求饶，我还可以考虑饶你一命，但威胁我的话……李清玄手上猛然用力，淡淡开口：“那你就死吧！”咔嚓，伴随一道清脆的骨裂声响起，玄霄子瞪大眼睛，眼睁睁看着自己脖子被李清玄捏断，尸体像破麻袋一样被扔在地上，死不瞑目。与此同时，李川躲在角落里，把造化丹、筑基丹和灵机一股脑全塞进了嘴里。不行，老爹太猛了！李川边嚼边嘟囔着：“我实力太弱了，这么下去，以后连进校的机会都没有了，还怎么拿系统奖励？我得赶快提升实力。”随着丹药入腹，澎湃的灵力在他体内轰然炸开。李川精神一振，气息开始节节攀升。筑基3重，筑基4重，筑基5重，轰！一道灵光冲天而起，李川一步登天，直接从筑基2重突破到了筑基6重。定！检测到宿主儿子突破到筑基6重，触发300倍返还，宿主修为提升至金丹7重。我勒个去！听到系统播报，李清玄一愣，啥玩意儿？他儿子怎么又进阶了？按照这个速度，系统给他的任务岂不是马上就完成了？片刻，一股前所未有的澎湃灵力如决堤洪水般涌入他的4肢百骸，丹田内的金丹剧烈震颤，瞬间膨胀数倍，表面浮现出7道璀璨的金色道纹，每一道都蕴含着毁灭性的力量。这是……李清玄瞳孔微缩，只觉体内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他的神识瞬间暴涨，方圆百里的风吹草动都清晰可闻，经脉中的灵力如大江奔涌，每一次循环都让肉身更加强韧。李清玄沉浸在自己强大的实力之中，爽的一批。好儿子，你可太他娘的孝顺了。李清玄看着李川还在那儿吭哧吭哧的消化药力，一脸感动。儿啊，你可真是爹的贴心小棉袄布，军大衣啊！知道爹杀了玄天宗长老，惹了大麻烦，转头就给爹送实力了。为了嘉奖你这份孝心，爹以后说什么也多给你娶几个娘。正所谓，有娘的孩子像块宝，没娘的孩子像根草，娘多了，那就是掌中宝。爹！就在这时，李川骤然睁开眼睛，兴奋地跳出来，浑身灵力涌动。娘都在屋子里望眼欲穿了，您还不快进屋陪娘？王家剩下的那些杂碎交给我就成，正好刚突破，拿他们练练手。定！检测到尽孝行为，主动替父迎战强敌，完成任务，奖励玄阶中品身法迷踪幻影步。李川心下大喜，还好奖励没丢。儿啊，你说的对。李清玄突然想到了什么，面色一正，为父怎么能让你娘等得太久呢？你这次干得不错，剩下的人就交给你了。说着，李清玄急忙冲进屋子，刚刚正准备倾诉嫣然，就被王腾这群狗日的给打搅了，他得补上啊。定！检测到宿主得到父亲的褒奖，奖励升级，完成任务，奖励地阶下品身法缩地成寸。卧槽！李川听到系统播报，兴奋得快要笑出声了。这 TM 也行，看起来以后不但要尽孝，还要让父亲满意，这样奖励才会更好。李川摩拳擦掌，走向那群瑟瑟发抖的王家族人，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王家的杂碎们，今天小爷就让你们知道筑基6重的实力。他身形一闪，筑基6重的威压轰然爆发。这是一场单方面屠杀，王家众人早就被李清玄吓破了胆，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李川一拳轰飞，鲜血狂喷。太弱了！李川一脚踩碎最后一名王家人的丹田，若有所思地环顾四周，光是替父杀人还不够尽孝，他立即行动起来。
先是仔细搜刮每个王家人身上的储物袋，将零食、丹药分门别类收好，随后拿着扫把将院子打扫得一尘不染，最后还不忘将被战斗余波震碎的院墙修好。老爹最爱干净整洁了。李川满意的看着焕然一新的院落，又从储物袋中取出珍藏的灵茶，待会儿再给父亲泡壶好茶。不过得想个办法让老爹更满意才行。李川转头看向屋内，突然想到了什么，一脸兴奋。对了，老爹不是想和苏嫣然洞房吗？爹不好意思给苏嫣然下药，我好意思啊。想着，李川转头就朝着城里的万宝楼冲去。今晚苏嫣然必须和他爹洞房，神仙来的都挡不住。他说的。李清玄冲进屋内，看着坐在床边俏脸通红的苏嫣然，嘿嘿一笑。那个夫人，刚刚只是个小插曲，咱们继续。苏嫣然红着脸别过头。继续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是刚才那个亲亲。李清玄搓着手凑近，就差那么一点点。什么一点点啊？苏嫣然俏脸大红，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啊？也不知道害臊。那个，我有事和你说。我明天要回宗门了，准备参加10日后的新生大比。李清玄的脸顿时垮了下来。回什么宗门？都成我老婆了，还去参加什么新生大比？难不成你还想当圣女？苏嫣然咬了咬唇，美目温柔而又坚定。我知道你很强，也知道跟在你身边，修炼速度也不会太慢，但我不想只做你的附属品，我也想要证明自己。你能理解吗？当然，我既然嫁给了你，那我一辈子都是你的人，但我也想活出自己的样子，至少在别人眼里，我不想自己只有李夫人这一个称呼。李清玄微微一怔，好家伙，他是怎么了？被这个世界同化了吗？穿越前他最喜欢的不就是性格独立有魅力的女孩吗？怎么现在也逼着苏嫣然当一个家庭主妇了？就在这时，李清玄脑海中突然响起系统的提示音，叮，检测到此处灵气稀薄，宿主儿子成长环境严重不足，现发布选择性任务。选择1，3日内创建一个新家族，要求家族成员中至少有20人与宿主有血脉关系。奖励，家族驻地自动升级为洞天福地，灵气浓度提升10倍。选择2，3日内带领儿子加入一个拥有灵脉的宗门，要求成为该宗门的长老。奖励，元婴异宠体验卡1张。李清玄盯着系统任务面板，嘴角不禁一抽，这第一个任务是什么鬼？李清玄心里疯狂吐槽，20个血脉亲人，3天时间，就算是母猪下崽儿也来不及啊！虽然他有家族，但他是被家族赶出来的啊！他下意识瞄了眼苏嫣然平坦的小腹，脑海中浮现出一胎20宝的离谱画面，不禁打了个寒战。这他妈是女频小说才有的脑瘫剧情吧？等等，李清玄突然灵光一闪，系统说的血脉关系，我那上亿精兵算不算人？叮，系统提示，宿主的血脉亲人必须是已经出生的活体人类。靠！李清玄暗骂一声，看来只能选第2个了。苏嫣然见李清玄脸色疯狂变换，就是不说话，心下也有些紧张，拉着李清玄的衣袖，小声问道：“不行吗？”“当然行啊！”李清玄回过神来，咧嘴一笑：“既然夫人要努力奋斗，活出自我，那我这个当夫君的当然要全力支持。反正李家现在就剩我和儿子了，这样我带着儿子陪你一起去青云宗。”啊！见李清玄答应，苏嫣然欣喜之余又有些哭笑不得。“你去干什么？”“保护你啊，防止其他长老、男弟子骚扰你。”李清玄当然不能说是自己是为了做任务，一本正经道：“最重要的是，我怕青云宗有内幕，万一你拿了第1，他们不给咋整？所以，我得杜绝我夫人在宗门受委屈。”苏嫣然怔怔看着李清玄，心头暖暖的，娇嗔道：“可你不是青云宗弟子，怎么进去啊？”他没想到这个男人居然愿意为了他做到这种地步。恭喜宿主，苏嫣然的好感度提升至90%，这有何难？听到系统提示音，李清玄眼睛一亮，不以为意的摆摆手：“我去参加青云宗的考核，应聘个长老当当不就行了？”苏嫣然刚想反驳，却突然一愣，以李清玄的实力去青云宗应聘个长老，不是手拿把掐吗？苏嫣然眨了眨眼睛，突然想到什么：“你同意了，那李川能同意吗？”李清玄自信一笑：“放心，他肯定同意。”“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他笑啊。”入夜，李川风尘仆仆地从万宝楼回来，怀里还揣着刚买的10股柔金伞。趁着吃饭时间，李清玄把去青云宗的计划一说，李川二话不说就拍板：“去，必须去！爹说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别说去宗门了，就算爹要去蹲大牢，儿子也陪着。”
苏嫣然被逗得扑哧一笑。果然，李川确实不适合当丈夫，但给他当儿子还挺有意思的。李川面色一正，从储物袋里取出刚买的0酒，亲自给李清玄和苏嫣然斟满。爹娘，儿子敬你们一杯，祝爹顺利当上长老，祝娘大笔夺魁，祝咱们一家人以后越来越好。看着儿子这么孝顺，李清玄和苏嫣然相视一笑，痛快地一饮而尽。天色不早了，爹娘早点休息吧。李川体贴地说道。李清玄点头，你也早些休息。李川回到自己房间，关上门后，终于憋不住笑出了声。哈哈，本次行动大成功啊！爹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你儿子我有多孝顺了。叮，检测到宿主尽孝行为，促使父亲和母亲成功圆房，宿主将获得地阶下品灵气清霄剑。我去，地阶灵气，这奖励可太棒了！李川兴奋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时不时竖起耳朵听隔壁的动静。爹啊，你到底行不行啊？不会多年没用，生锈了吧？快和娘圆房吧，儿子还着急拿奖励呢。与此同时，主卧内，李清玄刚准备去开窗透气，突然觉得浑身燥热难耐。奇怪，今晚怎么这么热？他刚转过身，一具温软的娇躯就从背后贴了上来。苏嫣然双臂环住李清玄的腰，滚烫的脸颊贴在李清玄背上轻轻磨蹭，一脸享受。夫君，苏嫣然的声音带着从未有过的甜腻。你身上的味道，好好闻。我靠！李清玄浑身一激灵。夫人，你怎么了？他心里是又爽又疑惑。苏嫣然怎么突然这么主动了？难道被他霸气的身姿折服了？不应该啊！苏嫣然不是这个性格，该不会是被什么邪祟附体了吧？李清玄急忙转身，只见苏嫣然媚眼如丝望着自己，双颊绯红，红唇微张间，温热清香的气息直接呼到了他的脸上。那双平日里清澈的美眸此刻水雾氤氲，带着说不尽的诱惑。夫人，你……话未说完，苏嫣然已经踮起脚尖，主动搂住李清玄的脖子，声色却热情地吻了上来。李清玄只觉唇上一软，香甜的气息瞬间充斥口腔。我勒个去！李清玄感受着苏嫣然的吻，激动到大脑都宕机了。这就是女孩子的唇吗？好香，好甜，好有滋味啊！苏嫣然一边吻着，一边笨拙地解着李清玄的衣带。等等，李清玄艰难地抓住他作乱的小手。你不对劲！苏嫣然却趁机将李清玄推倒在床，整个人跨坐在他腰间，青丝如瀑般垂落，扫在李清玄脸上痒痒的。苏嫣然咬着下唇，眼中带着迷离的水光。夫君，吻我！李清玄喉结滚动，终于反应过来。卧槽，该不会是……他猛地想起晚饭时李川那小子殷勤倒酒的模样，还有那藏不住的兴奋眼神。李川，你个大聪明！李清玄咬牙切齿，居然给你跌下！话没说完，苏嫣然已经俯身吻住他的喉结，小手更是大胆地探去。李清玄倒吸一口凉气，理智的弦瞬间崩断。去他娘的理智！苏嫣然可是他明媒正娶的老婆，有什么好矫情的？李清玄一个翻身，将人压在身下，目光灼灼。夫人，这可是你自找的！衣衫纷飞间，苏嫣然娇呼一声，很快化作动人的音凝。床幔轻摇，满是春光。隔壁房间，李川听着隐约传来的动静，兴奋地搓着手。成了！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李川直接将系统奖励的清霄剑抽了出来，一脸激动地抚摸着剑身。好剑，真是一把好剑！剑身修长，剑鸣清脆，出鞘时那一声轻吟，啧，这声音，这频率。李川眯着眼睛，一边听着隔壁传来的动静，一边摇头晃脑地品评着。这剑法啊，不是，这声音节奏感十足，时而急促如骤雨，时而舒缓似流水。爹的剑法果然了得，这剑招变化多端，招招致命。李川说着说着，突然意识到什么，赶紧捂住嘴。呸，我这是在说什么呢？偷听墙角，可不是孝子所为。次日清晨，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床上，李清玄睁开眼睛，发现苏嫣然正蜷缩在他怀里，一双美目直勾勾地盯着他。夫人，醒了！李清玄干咳一声，心里有些回味。苏嫣然一言不发，只是耳根悄悄泛红。其实昨晚吧，就是我的本。呸，真不是我的本意。李清玄一本正经道。我也没想到李川那小王八蛋居然会给咱俩下药。苏嫣然依旧沉默，只是睫毛轻轻颤了颤。你知道的，蚀骨软筋散，就算金丹大能也扛不住。不过夫人身材确实挺好的，技术也……啊！苏嫣然终于绷不住了，红着脸抓起枕头就砸向李清玄。你不准说了，这人怎么什么都往外说，都不害臊的吗？
李清玄接住枕头，笑问道：“那夫人现在生气吗？”“谁说我生气了？”苏嫣然傲娇地哼了一声。本来就嫁给你了，同房不是很正常吗？”“就是被下了药，昨晚的印象都没太多了。”李清玄恍然大悟：“懂了，原来夫人是想趁着自己清醒的时候再来一次。既然如此，为夫就不得不从命了。”“谁说要？”“苏嫣然话未说完，就被李清玄封住了唇瓣。他刚想反抗，却发现自己被吻的身子都软了，又是一番缠绵。等两人终于起床时，已是日上三竿。饭桌上，李清玄板着脸训斥李川：“小兔崽子，你真是反了天了，居然敢给你爹娘下药！”李川低着头，唯唯诺诺：“爹，儿子知错了，可这都是儿子的一片孝心啊，下次还敢不敢了？”“不敢了。”看着系统提示苏嫣然100%的好感度，李清玄嘴角上扬，暗中给儿子竖了个大拇指，表面却继续训斥：“罚你罚你多吃2碗饭。”“没问题，爹，我马上就吃。”苏嫣然嘟着嘴，狠狠剜了李清玄一眼：“多吃2碗饭也能叫罚？你明明对你儿子龌龊的行为很赞同吗？”叮，聆听父亲的教诲，主动认错也是尽孝的表现，奖励筑基丹1。李川差点笑出声来，被老爹训斥还能拿奖励，这窝囊废拿的也太爽了吧！吃过午饭，李清玄便开始指挥李川搬家。既然决定去青云宗，那就赶紧收拾东西。李川扛着大包小包，看着李清玄连被褥都要打包带走，忍不住问道：“爹，这些被褥到了青云宗再买新的不就行了？你懂什么？”李清玄神色严肃地卷起被褥：“其他东西可以不拿，这床被褥必须带走。”苏嫣然俏脸微红，她当然知道李清玄的用意，他遗血还在上面呢。收拾妥当后，李清玄搂着苏嫣然的纤腰踏上飞剑，语重心长道：“川儿，为父和你娘先走一步，你就跑步去青云宗吧。”“啊！”李川一脸懵逼：“爹，你是认真的吗？”“这是为了锻炼你的毅力。”李清玄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你境界提升太快，需要沉淀实力，跑步是最好的修炼方式。”“爹说的对。”李川恍然大悟，连连点头：“您和娘先走吧，我跑着去就行。”看着儿子这么听话，李清玄满意的点点头，转头对怀中的苏嫣然柔声道：“夫人，咱们走吧。”“你就这么把儿子丢下了？”苏嫣然有些于心不忍。“放心，这小子机灵着呢。”李清玄不以为意：“夫人，你已经够美了，没必要再放个电灯泡照亮你的美。”飞剑腾空而起，李清玄故意时快时慢，好让苏嫣然能主动抱着他。“夫人，你看这云海多美。”“你的手在摸哪里？”“哎呀，风太大，睁不开眼，摸错地方了。”地面上，李川看着远去的飞剑，嘿嘿一笑：“爹啊，您老就放心和娘亲热吧，儿子我一定跑得足够慢，给你们留下独处的时间，正好可以趁这个时间学习一下系统奖励的缩地成寸。”说着，他慢悠悠地迈开步子，一边练习着缩地成寸，一边欣赏沿途风景，时不时还停下来摘几朵野花。叮，检测到宿主尽孝行为，主动为父母创造独处空间，奖励培灵丹1。哟呵，又有奖励了。李川眼睛一亮，直接笑出了猪叫：“爹啊，您可真是我亲爹啊！”这波谢传，青云宗坐落于青云山脉主峰，云雾缭绕间，9座白玉山门巍峨耸立，山间灵气如雾，灵禽异兽随处可见，数千弟子往来穿梭，尽显大宗气象。傍晚时分，李清玄携苏嫣然御剑而至，刚抵达山门，便被10余名守卫拦住。“站住！”为首守卫目光凛冽，厉声喝道：“苏嫣然，宗门正要抓你，你竟然自投罗网，你是不是弄错了？”苏嫣然俏脸微变，沉声道：“我可是圣女候选人，何来抓捕一说？”“圣女候选人？哈，真是可笑，你真当自己是圣女了？”守卫好似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猖狂大笑道：“不好意思，宗门已剥夺你的圣女候选人资格。”他抬手一挥，10余名守卫瞬间围了上来，凌压锁定2人。“你擅自嫁人，背叛师门，还害得柳长老受伤，罪不可恕。”守卫冷笑：“今日便将你抓回宗门，废除修为，以儆效尤。”“你胡说！我承认我是嫁人了，但我对宗门忠心耿耿，根本就没有背叛宗门。”苏嫣然娇躯一颤，美眸中满是难以置信，急忙喝道：“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我要见师尊，还装糊涂！”守卫讥讽道：“这些可都是刘长老亲口指证你的。”此话一出，苏嫣然如遭雷击，娇躯摇晃。李清玄见状，
急忙搂住苏嫣然，避免对方摔倒。夫人还没听明白吗？这一切都是你那师尊搞出来的。苏嫣然俏脸煞白，声音发颤。怎么会？师尊他为什么？正如李清玄所言，恩师如母。自从拜入柳月姬门下后，他一直把柳月姬当母亲一样看待，却万万没想到，一个见不得自己徒弟过得幸福的人，能是什么好东西。李清玄嗤笑一声，若非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早就取他性命。放肆！守卫勃然大怒，指着李清玄厉声喝道：区区筑基期的废物，也敢辱骂刘长老！今日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话音未落，10余名守卫同时出手，各色灵光朝着李清玄呼啸而来，剑芒、掌印、符箓交织成网，充斥着无限杀机。夫君小心！苏嫣然俏脸微变，急忙喊道：夫人放心，今天为夫必帮你讨回公道。李清玄冷哼一声，屈指一弹，一道璀璨剑气横扫而出，如星河倾泻，瞬间撕裂所有攻击。噗噗噗！仅仅一瞬，周围10余名守卫胸口便炸开道道血花，纷纷倒飞而出，重重砸在地上，鲜血狂喷。这怎么可能？为首守卫捂着胸口，面色惨白，满是惊恐。他们作为宗门凝液期的精英弟子，联手之下，连凝液10重的高手都能一战。可眼前这个男人，仅仅屈指一弹，就让他们全部重伤。这人绝对藏了实力！快撞向宗门大钟！为首守卫惊恐大喊：有强敌入侵！咚咚咚！伴随沉闷的钟声响彻青云宗，整个宗门瞬间炸了锅。无数弟子、长老纷纷冲出，目光凝重地望向山门方向。何人敢在青云宗撒野？就在这时，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一位紫袍中年踏空而至，身后数十名长老紧随其后，气势滔天。副宗主！守卫们看到紫袍中年如同见到了救星，连忙爬起，指着李清玄怒吼道：此人擅闯山门，还打伤我等！这位紫袍中年正是他们青云宗的副宗主柳无涯，真正的金丹期大能。柳无涯目光冰冷，扫视李清玄，寒声道：本座柳无涯，阁下何人？李清玄负手而立，冷漠开口：李清玄。柳无涯眉头一皱，随即冷笑：原来你就是苏嫣然家的那个废物，区区筑基期也敢来我青云宗闹事。苏嫣然背叛宗门，罪证确凿，来人，废他修为，将这狂徒打残。他抬手一挥，数十名长老瞬间将李清玄二人团团围住，杀机凛然。李清玄目光骤寒，这青云宗副宗主连调查都不调查，居然就将苏嫣然背叛宗门的事儿定性了。苏嫣然俏脸微白，小手急忙抓住李清玄的胳膊：夫君小心，这柳无涯可是货真价实的金丹大能。金丹大能！李清玄拍了拍苏嫣然的小手，冷笑道：一个才踏进金丹门槛的小垃圾，也配叫称作大能？狂妄！柳无涯怒极反笑：今日本宗主便让你知道什么叫金丹之威。他一步踏出，周身灵力爆发，金丹威压如潮水般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轰！地面龟裂，狂风呼啸。柳无涯抬手一掌，灵力化作10丈巨掌，遮天蔽日，朝着李清玄狠狠拍下死。李清玄不屑一笑，不闪不避，同样一掌迎上。轰！两掌相撞，恐怖的气浪席卷八方，山门石柱轰然崩塌。什么？柳无涯心头一凛，满脸骇然。他这一掌足以拍死任何金丹以下修士，可眼前这个家伙竟纹丝不动。就这？李清玄嗤笑一声，金丹一中，果然很弱。话音未落，他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柳无涯身前，一拳轰出。不好！柳无涯瞳孔巨缩，他想躲避，但李清玄速度太快，他根本就来不及。砰！伴随一声惨叫，柳无涯胸口凹陷，整个人如炮弹般倒飞而出，撞穿3座殿宇才停下，口中鲜血狂喷。副宗主！众长老骇然失色，纷纷出手，各色灵光呼啸而来。一群玄金渣渣，也配对我动手？李清玄冷哼一声，周身剑气迸发，嗤！恐怖的剑气瞬间湮灭周围的一切攻击，仅仅是剑气余波，便将一干长老震飞出去，一个个捂住胸口，气血翻腾。这一刻，所有青云宗弟子都惊呆了，一个个满脸惊恐。副宗主可是金丹大能啊，竟被一拳重伤，就连数十位长老的联手一击，居然也完全没有效果。此人到底什么修为？李清玄目光不善地看着青云宗那数十位长老，冷漠道：刚刚只是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教训，如果你们再敢出手，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了。此话一出，众长老冷汗直冒，心下骇然。
太强了，这人简直强得可怕。他们确定，这人绝对留守了，否则刚刚那一击足以要了他们的命。李清玄不再看这些长老一眼，转身走到柳无涯面前，掐着柳无涯的脖子，便将其提到了半空中。作为青云宗副宗主，偏信偏听，诬陷我夫人，甚至还想对我们下死手。如果今天你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你就可以死了。柳无涯被掐得脸色涨红，双腿在空中徒劳地蹬着，却仍强撑着威胁道：这里可是青云宗，你若敢杀我，你和苏嫣然那个叛徒都别想活着下山。你在威胁我？李清玄眼中寒光一闪，行，那你就死吧。唉，就在李清玄准备弄死柳无涯时，一道叹息声突然响起。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不知何时已出现在李清玄面前，枯瘦的手掌轻轻握住了他的手腕。太上长老，您出关了。柳无涯大喜过望，脸上重新浮现出狰狞之色。哈哈，李清玄，我们这位清玄宗太上长老可是金丹后期的强者，既然他老人家出来了，你死定了。李清玄眼睛微眯，老家伙，你也想阻我？毋庸置疑，这老家伙很强，但和他这个挂逼相比，也就那样。太上长老没说话，只是望向柳无涯的目光一寒，挥手就是一耳光，狠狠抽在了柳无涯的脸上。啪！清脆的耳光声响彻全场。柳无涯半边脸迅速肿起，嘴角都渗出血丝。太上长老！柳无涯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你为什么打我？不想死就闭嘴！柳无涯一哆嗦，他从未见过太上长老这么暴躁。难道眼前这个李清玄已经强到连太上长老都要给对方几分面子的地步了吗？太上长老冷冷看了柳无涯一眼，随即转向李清玄时面色一正，认真道：道友息怒，老朽青云宗太上长老叶归虚可以代表青云宗。这件事确实是我青云宗的问题，相信我，老朽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李清玄盯着太上长老看了片刻，突然一笑，缓缓松开了掐着柳无涯的手。好，我就给你这个面子。不过，如果这个交代不能让我满意，我必让你青云宗鸡犬不宁。叶归虚闻言，眼底深处闪过一丝凝重，却还是点了点头。李道友，还请随老夫入主殿详谈。好。李清玄牵着苏嫣然的小手，朝着青云宗大殿走去。苏嫣然呼吸急促，心脏砰砰直跳。她偷偷瞥了一眼身旁的男人，只见他神色淡然，目光如刀，仿佛整个青云宗在他眼中也不过如此。夫君为了我，竟然不惜和一个宗门作对。苏嫣然心中既甜蜜又担忧。甜蜜的是李清玄为了他可以不顾一切，担忧的是青云宗可是庞然大物，若真撕破脸，后果难料。不过有夫君在，我好像什么都不用怕。苏嫣然紧紧握着李清玄的手，心头逐渐安定下来。大殿内，叶归虚亲自引李清玄入座，坐在了最上首的位置。这一幕让在场所有青云宗长老和弟子忍不住倒吸凉气。他们的太上长老可是金丹后期强者，居然会对这个人如此恭敬，难道这人比太上长老还强不成？众人心中骇然，看向李清玄的眼神都变了。叶归虚冷冷扫视众人，最终目光落在柳无涯身上。去，把柳月姬带过来。柳无涯不敢怠慢，连忙点头。是。片刻后，柳月姬被带到大殿。他一进门，看到苏嫣然和李清玄，脸色骤变，随即眼中闪过一丝怨毒。苏嫣然，你还有脸回来？柳月姬厉声喝道。身为圣女候选人，竟敢私自嫁人，背叛宗门，唆使野男人偷袭我，简直不可理喻。还有你，李清玄，仗着偷袭伤我，还敢来青云宗撒野。柳月姬，你胡说八道，我何时背叛宗门了？苏嫣然气得俏脸发白，明明是你心胸狭隘，被我夫君打伤后怀恨在心，回宗门后故意污蔑我。当初我明明劝你不要动手，可你非要出手，现在你反倒恶人先告状。柳月姬冷笑，苏嫣然，你身为圣女候选人是不可以嫁人的，而你却私自嫁人，这还不算背叛宗门。苏嫣然刚要反驳，叶归虚突然开口。够了。他目光冰冷，盯着柳月姬。刘长老，之前你说李道友是筑基期，偷袭你，才将你打伤的，是吧？此话一出，柳月姬面色微变，急忙解释道：太上长老，他确实是偷袭。叶归虚气笑了。你的意思是，一位金丹大能偷袭你？柳月姬冷汗直冒。主要他隐藏实力，我根本不知道他，不知道我的实力。李清玄讥讽一笑，那当初是狗求我饶你一命的。你……柳月姬嗓子一堵，面色极其难看，狡辩道：这些都是你的一面之词。柳月姬，你是觉得
我再给你解释。你也配？李清玄负手而立，霸气开口。本座好歹也是金丹大能，可没工夫在这儿浪费时间自证清白，更没必要和一只玄金蝼蚁解释什么。他缓缓抬起右手，指尖泛起幽蓝色的光芒。达到金丹期后，便初步掌握了搜魂之术。想知道真相很简单。不要！柳月姬惊恐后退，脸色惨白如纸。我不要被搜魂！叶归虚心头巨震，这位李道友行事之狠辣，远超他的预料。柳无涯急忙上前一步：太上长老，万万不可啊！强行搜魂会损伤神魂，轻则记忆混乱，重则变成痴傻。若柳长老所言属实，这对他太不公平了。哦，李清玄眼睛微眯，似笑非笑地看向柳无涯。你相信柳月姬说的是真的，就代表我说的都是假的了呗？柳副宗主，你也姓柳，该不会和柳月姬有什么亲戚关系吧？说到这里，李清玄声音陡然转冷。既然如此，我觉得你的魂也该搜一搜。我有理由怀疑这事你也参与其中，否则为何偏听偏信，连调查都不做，就对我夫人动手？柳无涯浑身一颤，额头冷汗唰的一下就冒了出来。尼玛，这小子算命的吧？怎么猜得这么准？叶归虚此时也算是看明白了，金丹后期的恐怖气息轰然压在了柳无涯和柳月姬身上。柳无涯、柳月姬，老夫给你们兄妹最后一次机会，最好老实交代，否则别怪老夫不讲情面。李清玄眉毛一挑，哟，还真是兄妹。柳无涯和柳月姬冷汗直冒，在太上长老的威压下，终于扛不住，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太上长老饶命，我们知错了。柳无涯额头冷汗直冒，是我一时糊涂，听信了妹妹的一面之词。柳月姬更是哭得梨花带雨，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因为被打伤就怀恨在心，污蔑嫣然，混账东西。叶归虚听到这话，心头大怒，挥手就将二人重伤打飞了出去。身为长老和副宗主，居然污蔑弟子，还要不要点脸了？叶归虚怒喝道：副宗主和长老违反门规，罪加一等。按照门规，杖责200，你俩给我到断魂崖反省1年，以儆效尤。这就是你给我的交代。李清玄眉毛一挑，这么轻的责罚也算是交代。道友有所不知，叶归虚解释道，那断魂崖罡风肆虐，阴煞之气入骨，就算是普通金丹修士进去，肉身也扛不住，至少要丢半条命。苏嫣然轻轻拉了拉李清玄的衣袖，美眸中带着几分不忍。夫君，柳月姬毕竟是我师尊，就这样算了吧，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损失。李清玄心中暗叹一声，伸手揉了揉苏嫣然的秀发，脸上露出宠溺的笑容。你啊，就是太善良了。呵，真以为他没看过小说吗？放虎归山，难道等那两货卷土重来再来报仇吗？修真界本就弱肉强食，既然已经撕破脸，就绝不能留下后患。李清玄心里暗想着，一会儿就去断魂崖弄死这俩货，表面上装作一脸无奈的样子。看在夫人的面子上，这次就算了。不过，若是再有下次，我必亲手取他们性命。叶归虚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认真道：道友放心，老夫定会严加管教。来人，把这两个孽障带下去，即刻执行门规。几名执法弟子立刻上前，架起瘫软如泥的柳家兄妹往外拖。太上长老饶命啊！我知错了。柳月姬还在哭喊求饶，柳无涯则面如死灰。他比谁都清楚断魂崖的可怕，那里终年罡风如刀，阴煞蚀骨，即便是金丹修士也难熬过1年。待二人被带下去后，叶归虚笑着邀请道：李道友，今日之事是我青云宗不对，不如这样，今晚老朽设宴，全当为道友道歉了，如何？李清玄嘴角微扬，轻抿一口灵酒。既然叶太上盛情相邀，那便叨扰了。夜幕降临，青云宗大殿内灯火通明，各峰长老齐聚一堂，纷纷端着酒杯向李清玄敬酒示好。一位须发皆白的长老谄笑道：李道友年纪轻轻便有如此修为，当真是天纵奇才啊！叶归虚见气氛正好，起身朗声道：今日之事确实是青云宗亏待了苏嫣然，为表歉意，我决定补偿苏嫣然玄阶极品功法1部，下品灵石1000，玄阶上品法器1件。此话一出，苏嫣然震惊不已。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长老们都在讨好他这个便宜夫君不说，就连太上长老居然都拿这么多宝物补偿他。要知道，玄阶极品功法是只有长老级人物才有资格修炼的。玄阶极品功法，李清玄把玩着酒杯，嗤笑一声：我夫人修炼的是地阶功法，这种垃圾要来何用？此话一出，满座哗然。片刻，大家又觉得情理之中。是啊，人家夫君可是金丹大能，怎么可能没有的阶功法？这个是老朽考虑不周了。叶归虚老脸一红，尴尬的咳嗽2声，急忙转移话题道：
对了，不知李道友如今可加入了什么宗门？叶太上有话不妨直说。李清玄淡淡道：好。叶归虚面色一正，老朽想邀请道友担任青云宗太上长老，只要道友愿意，以后我青云宗藏宝阁、功法阁内的一切你随意取用，地位与老朽平起平坐。所有长老听到这话倒吸凉气。李清玄可是金丹大能，实力极强，他们知道叶归虚想招揽李清玄，但上来就给对方太上长老的位置，这也太夸张了吧。李清玄心中暗喜，却装模作样道：我这个人不喜欢约束，但既然夫人在此也罢，不过要提前说好，宗门琐事我一概不管，也尽量不要烦我。当然，若宗门有难，我自会出手。叶归虚大喜过望，没问题，就这么。且慢！就在这时，一声冷喝打断了叶归虚的话。只见一男一女两位老者联袂而入，鹤发老者一袭灰袍，目光如电；冷面老妪拄着乌木杖，神色阴鸷。二人并肩而立，周身灵力隐现，威压逼人。来人正是青云宗另外2位太上长老赵明霄和孙寒月。赵明霄沉声问道：叶归虚，设立太上长老，你为何不和我等商量？叶归虚眼睛微眯，轻笑道：赵长老、孙长老，你们2位不是不管宗门的事儿吗？但这可是关乎宗门兴衰的大事。孙寒月冷哼一声：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当个普通长老都是在抬举他，太上长老，痴心妄想。不错。赵明霄捋须附和：不，我青云宗立派1000年，太上长老哪个不是德高望重之辈？如果随便一个人都能当太上长老，如何能服众？叶归虚不为所动，淡淡一笑：李道友可不是乳臭未干的小子，人家可是货真价实的金丹期强者。金丹期？二人一愣，上下打量了李清玄一番。孙寒月轻笑一声，淡淡开口：这个年纪能够达到金丹期，确实是个人才。不过想当太上长老还不够资格。我不够资格？难道2位区区金丹6重就够资格当太上长老了吗？就在这时，李清玄抱着胸靠在椅子上，淡淡开口：小子，你说什么？你在质疑我们的实力？什么叫做区区金丹6重？你可知道金丹期每一重的差距有多大吗？2位太上长老面色一怒，厉声喝道：好了，不要吵了。叶归虚眉头微皱：既然你们不同意，那就开启镜中试炼吧。只要李道友通过镜中试炼，你俩应该就没话说了吧？赵明霄和孙寒月对视一眼，冷笑道：若他真能通过，我们自然心服口服。叶归虚看向李清玄：李道友，你看，太麻烦了。李清玄懒洋洋的摆摆手，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说到底，你们俩不就是看我年轻帅气，嫉妒我能和你们平起平坐吗？既然你俩能决定我是否成为太上长老，那咱们就打一架吧。赢了你们就能闭嘴了吧？此话一出，满座皆惊。这李清玄是疯了吧？竟然敢和这2位成名已久的太上长老一战！要知道，金丹期后每一个小境界都差距巨大，这2位金丹6重可算是金丹中期的最巅峰了，只差1步就能达到金丹后期。哪怕李清玄是金丹2重，甚至金丹3重，也绝对不是2位太上长老的一合之将。狂妄！赵明霄怒极反笑：区区小辈也敢挑战我们？孙寒月更是冷笑连连：真把自己当盘菜了？金丹期每一重都天差地别，就凭你也配和我们交手？废话真多。李清玄不以为意，只是走到大殿中间，淡淡看着2人：你俩是一个个上，还是一起上？我建议你们一起上，这样能快一些，否则我夫人给我倒的热茶就要凉了。找死！2位太上长老勃然大怒，周身灵力轰然爆发。赵明霄双掌泛起赤红火光，孙寒月手中乌木杖化作一道寒芒，同时朝李清玄攻来。住手！叶归虚眉头紧皱，急声喝止：大殿可不是打斗的地方。放心吧。李清玄轻笑一声：有我在，不会打坏贵重物品的。叶归虚，便宜的他也不想被打坏啊。李清玄身形未动，右手微抬，轻松抓住裹挟着烈焰的手腕，左手五指如同铁钳一般锁住了孙寒月的乌木杖。2道足以摧毁一座小山的攻击，就这么被李清玄轻描淡写的被定格在半空中。这就是你们的攻击吗？现在轮到我了。李清玄嘴角轻弯，电光火石间抬腿连踹2脚。好快！2位太上长老仓促架臂格挡，却仍被震得连退6、7步，在地面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这不可能！赵明霄脸色巨变，刚刚那一脚蕴含着极其恐怖的力量，震得他整条手臂都在颤抖，而孙寒月的乌木杖更是直接被李清玄夺走了。李清玄随手一甩，乌木杖便刺在了大殿的门柱上，
讥讽道：“堂堂青云宗的太上长老，就只有这点实力吗？连自己的武器都守不住，真是太让人失望了。”猖狂！二人恼羞成怒，再次朝着李清玄扑了过去。赵明霄双拳燃起赤红烈焰，拳锋过处，空气扭曲。孙寒月拳锋凝结幽蓝冰晶，每一击都带起刺骨寒霜。两人一左一右，冰火交织，权势惊天，将李清玄团团围住，总算有点意思了。李清玄眼睛微眯，双拳同时轰出金刚伏魔拳。刹那间，大殿内仿佛有金刚怒目，两道金色拳影瞬间击溃所有攻势，摧枯拉朽。噗噗，两位太上长老如遭雷击，身形倒飞而出，在半空中便喷出大口鲜血。孙寒月重重砸落在地，发髻崩散，白发披散如疯婆子，那张冷峻的老脸上沾满血迹，道袍更是被震得支离破碎。赵明霄则直接撞断了一根电柱，胸口凹陷，异常狼狈，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两人瘫在地上，眼中满是惊骇。他们引以为傲的修为，在对方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这是圆满级拳法！叶归虚失声惊呼。寻常人将一门拳法练到大成，至少要30-50年，可这个人才40岁，居然将玄阶上品拳法练到了圆满，这等威力足以媲美地阶拳法了。此刻，整个殿内鸦雀无声，所有长老都惊骇地望着那道挺拔的身影。难怪，一位长老喃喃道：“难怪李清玄能和叶太上平起平坐，这就是金丹后期大能的恐怖实力吗？”苏嫣然捂着剧烈起伏的胸口，美眸异彩连连。这就是他的夫君吗？以一己之力碾压青云宗2位太上长老，睥睨天下，霸道绝伦。但这个男人面对他的时候却又温柔似水。李清玄微微一笑，走到赵明霄和孙寒月面前，问道：“请问，现在我有资格当这个太上长老了吗？”赵明霄和孙寒月张了张嘴，最后化作了一道无声的苦笑：“你若没资格，我们二人就更没资格了。”想起之前在李清玄面前叫嚣的话，他们二人都觉得丢人。为什么李清玄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俩的实力？很显然，李清玄比他们强。承让了。李清玄嘴角微微上扬。这一刻，大殿内所有青云宗长老齐刷刷站起身来，一个个面色恭敬地朝李清玄拱手行礼。我等参见李太上。众人声音洪亮整齐，回荡在整个大殿。每个人看着李清玄的眼神都带着由衷的敬畏，因为李清玄是真的强。诸位客气了。李清玄笑着摆摆手，都是自己人，不必如此。叮，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成为青云宗太上长老，获得元婴一重体验卡1，古虚秘境钥匙碎片1。李清玄眼睛一亮，这就完成了。元婴一重体验卡可是好东西，自己也是拥有底牌的人了。叶归虚见状，笑着说道：“李太上，老夫已经命人将青云峰收拾出来了，那里灵气最为充沛，以后就是你的居所。”说着，他看了看站在李清玄身旁的苏嫣然，试探性地问道：“不知李太上是否要和夫人一同入住？”“多谢太上美意，我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就好了。”苏嫣然俏脸微红，却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认真道：“我希望大家能帮我保密，我不想让其他弟子知道我和夫君的关系，我想靠自己的努力提升实力，争取在的新生大比中夺得第一。”这番话一出，殿内众人纷纷露出惊讶之色。好，有志气。叶归虚第一个拍手称赞，不愧是李太上看中的道侣，这份心性实在难得。对，赵明霄连忙附和，苏姑娘如此上进，将来成就必定不可限量。孙寒月也点头笑道：“老身保证，绝不会泄露半个字。”其他长老更是争先恐后的表态，既然夫人有此志向，为夫自然全力支持。李清玄看莞尔一笑，凑在苏嫣然耳畔小声道：“不过，夫人要经常来看看为夫，否则每天夜里独守空房，为夫可是会寂寞难耐的。”你在胡说什么啊？苏嫣然俏脸大红，这人怎么什么都往外说啊？在座的都是高手，还真以为大家听不见吗？嗨，叶归虚干咳2声，一本正经地抬头望天。今晚月明星稀，天气不错啊。是啊。赵明霄立即附和，捋着胡须的手都在发抖。那个，老夫突然想起丹房还有卢丹药要看。就在这时，殿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报！一名执法弟子慌慌张张地冲进大殿，启禀诸位太上长老，大事不好了！柳无涯和柳月姬打伤了断魂崖的首位长老，逃走了。什么？叶归虚脸色骤变，猛地站起身来。殿内，青云宗的一干长老也一片哗然。那执法弟子额头冷汗直冒，战战兢兢地补充道：“据首位长老说，柳无涯似乎藏有疗伤圣药，实力恢复了。”该死！
大意了。叶归虚脸色阴沉，他们往哪个方向逃了？回太上长老。执法弟子咽了口唾沫。据巡逻弟子报告，似乎是往恶人谷的方向。恶人谷，糟了！孙寒月面色极其难看，那可是我青云宗的死对头。李清玄随口问道：恶人谷在什么地方？就在往青石镇那一边走的方向。什么？李清玄一激灵，浑身灵力轰然爆发，化作一道残影冲出大殿，所过之处掀起狂暴的气浪，将殿门直接震得粉碎。他宝贝儿子还在路上呢，若他儿子好巧不巧的正好碰到这俩人，可就完犊子了。李太上，李太上！叶归虚追出殿外，却只见远处一道残影转瞬即逝，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急忙转身问道：姑娘，李太上这是？苏嫣然俏脸凝重，沉声道：我夫君的儿子李川正在来青云宗的路上，他定是担心柳家兄妹遇到川儿，会下毒手报复。什么？叶归虚脸色大变，当即厉声喝道：传我命令，所有执法堂弟子立刻跟随老夫追杀那对孽障，务必找到李太上的公子。弟子愿为诸位长老带路。苏嫣然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美眸中满是坚定。就在青云宗众人紧急行动之际，李清玄的身影如闪电般掠过山林，突然他脑海中响起了系统提示音：叮，检测到宿主儿子修炼地阶下品身法，缩地成寸，入门，宿主自动获得圆满境界。好儿子！李清玄感动得老泪纵横，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你要是死了，爹还上哪薅羊毛去？最主要，再生一个也不一定这么孝顺啊！李清玄心念一动，圆满级的缩地成寸瞬间施展，他一步踏出，脚下土地仿佛自动收缩，原本需要数十步才能跨越的山涧，此刻一步即至，山川河流在他脚下如同画卷般飞速后退，速度快到连残影都难以捕捉。这就是地阶身法的威力吗？李清玄心下震惊。川儿，坚持住，爹来了。与此同时，30里外的山道上，妹妹，我们真要投靠恶人谷？柳无涯沉声道：那里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恶人谷的人习惯了自相残杀，实力低微的去了，不用别人动手，自己人就能把你弄死。哥，我们还有的选择吗？柳月姬咬牙切齿道：打伤断魂崖守卫长老逃出来，青云宗肯定不会放过我们。不过你放心，我认识恶人谷的刘长老，他已经带人在前面接应了。就在这时，柳月姬目光一凝，看向不远处官道上那个背着包袱哼着小曲的少年。他先是一愣，随即眼中迸发出狂喜之色。等等，那个小子怎么了？柳无涯疑惑地顺着妹妹的目光看去，是李清玄的儿子，我在青石镇见过他。柳月姬脸上浮现狰狞之色，真是苍天有眼啊！柳无涯闻言顿时来了精神，李清玄把我们害成这样，今日正好杀了他儿子报仇。两人对视一眼，瞬间达成共识。柳月姬身形一闪，已经拦在了李川面前。咦，刘长老？李川先是一愣，随即露出憨厚的笑容，挠了挠头。好巧啊，是我爹派你们来接我的吗？我地图丢了，正愁找不到路呢。没事。柳月姬阴森一笑，突然抱起发难。我这就送你去黄泉路。话音未落，柳月姬一掌拍出，玄金期的灵力排山倒海般朝着李川压了过去。李川吓得一个机灵，本能地祭出玄龟盾。轰！一声巨响，他整个人被震飞数丈，嘴角溢出一丝鲜血。死老太婆，你干什么？你疯了！李川又惊又怒，破口大骂。我爹知道肯定饶不了你。柳月姬仰天大笑，状若疯魔。就是你爹把我们害得无家可归，你居然还拿你爹来威胁我，今日本座就先杀了你收点利息。卧槽，你能不能当我啥也没说啊？李川闻言脸色煞白，心里叫苦不迭。爹啊，你招惹的人就不能直接弄死吗？父债子偿，这谁顶得住啊？叮，检测到尽孝行为，主动替父亲背锅，灭杀强敌，奖励玄金一重体验卡1张，持续时间1刻钟。灭杀个球啊，你当我脑瘫啊？李川心头一抖，人家可是玄金10重，你给我玄金1重的体验卡有个毛用啊？你可以让我尽孝，但你不能让我尽忠啊！眼见柳月姬再次攻来，李川急忙施展缩的成寸，身形一闪躲过致命一击，撒腿就跑。爹，救命啊！你再不来，你宝贝儿子就要死了！想跑？柳无涯狞笑一声，突然从侧面杀出，一掌拍向李川天灵盖。去死吧！李川绝望地闭上眼睛。爹啊，你可坑死你儿子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轰！一道金色拳罡破空而来，直接将柳无涯轰飞10数丈远。柳无涯重重砸在地上，大口吐血，脸色瞬间惨白如纸。
真是活腻歪了。李清玄负手而立，衣袍无风自动，周身灵力如渊，四海般涌动。我李清玄的儿子，你也敢动？爹！李川大喜，一个箭步冲上前，死死抱住李清玄的大腿，指着柳无涯和柳月姬，愤怒道：他们仗着修为高欺负你儿子，你看把我打的老惨了，你可得给我报仇啊！我儿子只能我自己揍，他们有什么资格揍？爹，你说的是人话吗？李清玄冷哼一声，拍了拍李川的脑袋，退后，你爹我要开始装逼了。李清玄。柳无涯捂着凹陷的胸口，满脸惊恐，你怎么会在这里？他二话不说，转身就逃。李清玄太强了，再待下去他必死无疑。我允许你逃了吗？李清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身形瞬间消失。砰！下一瞬，李清玄已经出现在柳无涯正上方，一个千斤坠便踩在了柳无涯的后背，直接将地面砸出一个方圆1丈的大坑。柳无涯惨叫一声，整个人嵌在坑里，口中鲜血狂喷。李川瞪大眼睛，下巴都快掉到地上。卧槽！缩地成寸，老爹怎么会有的招数？而且用的比我还溜。柳月姬见势不妙，眼底闪过一丝狠毒，趁着李清玄对付柳无涯的空档，他身形暴起，直扑李川而去。小畜生，给我死过来！柳月姬五指成爪，朝着李川的脖子就抓了过去。爹，救我！李川吓得魂飞魄散。就在这电光火石间，唰！李清玄的身影瞬间消失，在柳月姬即将得手的刹那凭空出现。我说，李清玄的大手先一步掐住了柳月姬的脖子，将她整个人提在半空中。你是不是当我不存在？柳月姬双脚离地，惊恐地挣扎着，却怎么也挣脱不开那只铁钳般的大手。该死的，射人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偷袭，挟持我儿子！李清玄眼中寒光闪烁，手上力道逐渐加重。你也配！柳月姬被掐得脸色发紫，却仍强撑着威胁道：李清玄，恶人谷的刘长老马上就到，你敢杀我！咔嚓，话还没说完，李清玄直接扭断了柳月姬的脖子。一个阶下囚也敢威胁我！李清玄嗤笑一声，像扔垃圾一样将柳月姬的尸体丢在地上，顺手摘下了她的储物袋。神识一扫，李清玄顿时眉开眼笑，难怪玄幻小说里的人都喜欢杀人夺宝，这摸尸来钱儿就是快啊！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破空声，一位中年男子带着10几名黑衣人赶到，其中2人立刻搀扶起奄奄一息的柳无涯。刘长老！柳无涯吐着血，咬牙切齿道：只要你能帮我杀了李清玄，替我妹妹报仇，我柳无涯誓死效忠恶人谷。李清玄转头，眉毛一挑：咋的？你想多管闲事？怎么可能？我是听说有金丹期高手被追杀才过来的。刘明咧嘴一笑，贪婪地盯着柳无涯。金丹期的金丹可是好东西啊，有了这东西，我就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提升一个小境界了。柳无涯闻言脸色大变，你什么意思啊？来，过来，让我给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刘明狞笑一声，右手突然化作利爪，直接捅进了柳无涯的丹田。噗嗤，鲜血喷溅，一颗金灿灿的金丹被硬生生掏了出来。啊！柳无涯一口老血喷出，难以置信地看着刘明。为什么？你说好来帮我们的，说什么胡话呢？刘明把玩着金丹，讥讽一笑。没好处的事儿，我怎么会来？你要知道，我可是恶人谷的恶人啊！你居然相信一个恶人，真蠢！你，柳无涯瞪大眼睛，气绝身亡，死不瞑目。刘明将金丹收好，扒下柳无涯的储物袋，转头看向李清玄，嘿嘿一笑：多谢道友帮我获得金丹，拜拜了您。就在这时，李清玄淡淡开口：我允许你走了吗？刘明一愣，什么意思啊？那是我的战利品。李清玄伸手指向柳无涯的尸体和金丹，把柳无涯的储物袋和金丹交出来，你就可以滚了。刘明脸色瞬间阴沉，不知天高地厚的狗东西，老子没杀你都算是大发慈悲了，你还敢跟老子要东西？李清玄眼睛微眯，你是不想给了，我就不想给，你能把我怎么样？刘明讥讽一笑，周身金丹3重的威压骤然爆发，老子可不是柳无涯那种刚入金丹的弱鸡，是吗？李清玄身形一闪，缩地成寸瞬间发动，一步踏出便已经出现在刘明面前。啪，一个大笔兜狠狠抽在刘明脸上，将他整个人抽的原地转了3圈才栽倒在地。区金丹3重也敢在我面前嚣张？李清玄缓步上前，一脚踩在刘明胸口，居高临下道：你以为你比他强多少？噗！刘明一口老血喷出，他惊恐的瞪大眼睛，浑身止不住的颤抖。这一脚仿佛有万钧之力，让他这个金丹修士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刘明声音发颤，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他可是金丹三重的高手啊，在恶人谷都是排得上号的人物，怎么在这个人面前连还手之力都没有？最主要，这么强的家伙，在此之前他居然都没见过。李清玄懒得废话，给你2个选择，要么把东西交出来滚蛋，要么死，选吧。刘明脸色阴晴不定，最终咬牙切齿地掏出金丹和储物袋。算你狠，这次我认栽，下次见面老子非弄死你不可。我放了你，你不感恩也就算了，居然还想弄死我。李清玄面色一正，义正言辞道，像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人绝对不能留，现在我就送你上路。什么？你要杀我？刘明一激灵，骇然惊呼，不，你不能杀我，我可是恶人谷的长老，你杀了我，恶人谷绝对不会。话还没说完，李清玄一脚已经踩在了刘明脑袋上，咔嚓，伴随西瓜爆裂的声音响起，刘明的脑袋直接被踩爆，红白之物溅了一地。死了，刘长老死了，快逃啊！看到这一幕，刘明带来的手下吓得魂飞魄散，四散逃命。李清玄看了这群人一眼，冷哼一声，一指画剑，一剑斩落，伴随声声惨叫，众人死的死，伤的伤。但李清玄并没有深追，他儿子还在这儿，儿子是他的实力源泉，他必须得保证他儿子的安全。爹，你太牛逼了！李川兴奋地跑过来，金丹大能说杀就杀，你就不怕他们背后的势力报复吗？李清玄眉毛一挑，霸气开口，儿啊，你怎么这么怂呢？爹不是说过吗？爹是无敌的，你怕个球啊！李川突然想到什么，疑惑道，爹，既然你无敌，那之前王远山怎么把你打得跟个瘪犊子似的？李清玄嗓子一呛，剧烈咳嗽着，那个时候为什么被打得跟个瘪犊子似的？还不是因为他外挂还没到账吗？作为父亲，他牛逼哄哄的形象可不能崩。李清玄脑袋飞转，双手负后，一脸高深莫测道，儿啊，你不懂无敌的寂寞，爹就是因为太无敌了，所以才想体验一下挨揍的感觉。只有受伤和鲜血才能激起一个人的战斗欲望，否则随便来个高手，一巴掌就解决了，多没意思。这样的人生你不觉得无聊吗？原来如此，我说呢。李川恍然大悟，将一切都想通了。爹，你可太会玩了。对了，爹，李川突然想到什么，好奇问道，如果这个刘明老老实实把东西还给你，不威胁你，你会放了他吗？说什么胡话呢？李清玄一本正经道，是他想把东西还给我吗？那是他没办法，不给我就得死。拿了别人的东西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连道歉都不会，这种人不弄死留着过年。如果他还东西还道歉呢，那说明这个人很有心机，想要靠着示弱保住命，以后再报复。这种人最坏了，必须弄死。那要是他给东西道歉，还保证永远不找你麻烦呢。李清玄嗤笑一声，我不信。好家伙，李川嘴角一抽，他算是听明白了，敢招惹他爹的人都得死。儿啊，你还年轻，不懂得人心险恶。李清玄拍了拍李川肩膀，语重心长道，修仙界那些人为了修炼，杀妻弑父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哪有什么好人？所以只要是敌人，绝对不能放虎归山，否则打了小的来老的，没完没了。还有，以后杀人记得补刀，知道吗？万一人家重伤没死透呢？明白了，爹。李川面色一正，您放心，以后我杀人一定把他们脑袋都砍下来，这样肯定活不了。孺子可教。李清玄欣慰地点了点头。李清玄正准备带着儿子回青云宗，当看着手中的储物袋和金丹，眼珠一转，顿时计上心头，对着李川慈爱道，川儿，爹刚缴获了一堆好东西。李清玄将几个储物袋里的东西一股脑倒出来，这里有52000块下品灵石，1柄玄阶极品缥缈剑，1柄的阶下品血灵刀，12颗筑基丹，30颗复灵丹，10颗回春丹，3颗凝露丹，10颗问心丹，1颗9窍通玄丹，1颗驻颜丹，以及金丹期高手的1颗金丹，都送给你了。都给我了。李川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感动得一塌糊涂。爹，你对我太好了。系统虽然奖励了他不少东西，但有限制，需要做任务。但他爹东西说给就给，而且一给一堆，这是什么？这就是无私的父爱啊！你胡说什么呢？李清玄义正言辞道，你可是爹唯一的儿子啊，对你好不是应该的吗？以后你要是缺啥就和爹说，爹就算把这天捅个窟窿也把东西给你找来。真是的，净说废话。你要不成才，你爹我怎么成仙？丁，宿主赠送儿子下品灵石52000块，触发100倍返还，获得520万块下品灵石。丁，
宿主赠送儿子玄阶极品灵气缥缈剑1，触发10倍返还，获得玄阶极品缥缈剑10。定。宿主赠送儿子地阶下品灵气血灵刀1，触发10倍返还，获得地阶下品血灵刀10。丁宿主赠送儿子一品凝气丹20，触发1000倍返还，获得凝气丹2万。定。宿主赠送儿子2品筑基丹12，触发1000倍返还，获得筑基丹12000。定。宿主赠送儿子3品复灵丹30，触发50倍返还，获得复灵丹1500。定。宿主赠送儿子3品回春丹10，触发70倍返还，获得回春丹700。定。宿主赠送儿子4品驻颜丹1，触发10倍返还，获得驻颜丹10。定。宿主赠送儿子3品凝露丹3，触发100倍返还，获得凝露丹300。定。宿主赠送儿子4品问心丹10，触发20倍返还，获得9转问心丹200。定。宿主赠送儿子5品9窍通玄丹1，触发10倍返还，获得9窍通玄丹10。听着脑海中接连响起的提示音，李清玄一愣，这系统怎么跟他想的不一样？人家小说里的100倍、1000倍返还，不都是返还更高阶的东西吗？怎么到他这儿就真给数量了？不过看着系统空间里堆积如山的灵石和丹药，李清玄又乐得合不拢嘴。不过这数量也够牛逼的啊！李清玄此时也算是弄明白了系统的返还规则，等级越高的东西返还的爆率就越低。除了灵石、丹药和武器外，金丹期高手的金丹系统是没办法返还的。之前的灵羽金凤姬也属于丹药的一种，所以是可以返还的。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破空声，苏嫣然一马当先，俏脸上满是焦急之色。夫君！他一个闪身落在李清玄面前，玉手直接探入李清玄的衣襟，在他身上四处摸索检查。你有没有受伤？李清玄被摸得浑身一激灵，嘿嘿笑道：夫人，你夫君我是无敌的，怎么可能受伤？不过夫人，你的手怎么都伸进我衣服里了？这大庭广众的啊！苏嫣然这才反应过来，俏脸瞬间涨得通红，急忙抽回手，羞恼地瞪了李清玄一眼。片刻，叶归虚等人也陆续赶到。叶归虚问道：李太上，那2个叛徒？李清玄随手一指：喏，都在这儿了，死了。他踢了踢刘明的尸体。还有个恶人谷的金丹长老没事找事，也被我随手捏死了。什么？李太上还杀了恶人谷的长老？青云宗众长老齐声惊呼，看向李清玄的眼神更加敬畏。恶人谷的长老随便拎出来一位都是凶名在外的狠角色，居然就这么被他们的太上长老随手解决了。好了，先不说这个。李清玄一把拉过李川，介绍道：这是犬子李川，以后就承蒙各位照顾了。李川挠了挠后脑勺，有些腼腆的行礼：见过各位长老。哎呀，不愧是李太上的公子，真是一表人才啊！面对这种级别的战斗都能临危不乱，果然虎父无犬子。众长老立刻围上来，七嘴八舌地拍起马屁。李川眨眨眼，心下震惊：好家伙，老爹在宗门的威望这么大的吗？这群玄金期、金丹期的长老居然都开始巴结他一个筑基期了。既然事情已经解决，咱们这就回宗门吧。叶归虚捋着胡须，对着一干长老吩咐道：明日你们便将李太上的身份通知全宗上下，以防有不长眼的弟子和执事冲撞了李太上。是。恶人谷深处，一座黑石大殿内，10道身影端坐在玄铁王座上，殿内烛火摇曳，映照出10张凶煞各异的面孔。大哥，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拍案而起，额头上的血色蜈蚣纹身随之扭动。老是被青云宗的人杀了，咱们该怎么办？此人正是10大恶人排名第8的血蜈蚣吴天霸。什么怎么办？当然杀回去。老九赵铁柱一拳砸在椅子扶手上，冷哼道：否则青云宗那些杂碎还以咱们怕了。奇怪。老五读书生白无尘轻摇折扇。青云宗与我们虽然敌对，但双方实力相当，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他们突然出手杀我们的人，不合常理啊！难道说……排行第6的鬼婆婆眯起眼睛，青云子那老东西突破了。安静。一道低沉阴冷的声音响起，大殿瞬间鸦雀无声。只见最高处的王座上，一个身披血色长袍、面容阴鸷的中年男子缓缓睁开双眼，他双目赤红如血，周身萦绕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煞气。此人正是恶人谷谷主血浮屠。老师死了，这事儿自然不能这么算了。厉无天声音冰冷：老四，你带人去青云宗一趟，讨个说法。记住，先探虚实，若青云子未破原因，便是我等血洗青云宗之时。老四千丝邪君嘴角一弯：
大哥放心，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次日清晨，青云宗内炸开了锅。听说了吗？咱们宗新来了一位太上长老，据说才40出头就金丹后期了。一群女弟子围在一起叽叽喳喳，其中一人捧着李清玄的画像，两眼放光。这位太上长老也太帅了吧，也不知道婚配了没有。你真是饿了。旁边女伴翻了个白眼，放着年轻弟子不找，惦记人家太上长老，年纪大怎么了？那女弟子不服气道，年纪大知道疼人。再说了，要是能搭上这种大人物，以后修炼资源还用愁吗？说的像是人家能看上你一样。我虽然很弱，但是我年轻啊，长得漂亮，身材好，活儿也好。不远处，一个正在打扫的杂役女弟子悄悄竖起耳朵，俏脸闪过一丝红润，在变换了片刻后，好似下定了什么决心。与此同时，青云峰上，李清玄睁开眼，枕边家人早已离去，只留下一缕幽香。他伸了个懒腰，一脸郁闷。大意了，搬家的时候祖传的那本《春宫108式》忘带了，昨晚都没能解锁新体位。苏嫣然为了准备新生大比，决定闭关修炼，这些日子都不来了。儿子李川也去试炼塔历练了，偌大的青云峰就只剩他一个人。他倒是想修炼，消磨一下时间，可有系统在，儿子变强，他就会无限变强，还修炼个锤子。穿越前在公司都够卷的了，穿越到修仙界还跟一群小年轻的卷，那他不是白穿越了吗？不过就一个儿子，他总觉得不够用。就在这时，院门突然被撞开，一道娇媚的身影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前辈，救命！女子衣衫半解，香肩微露，一头就扎进了李清玄怀里。她发髻散乱，几缕青丝粘在汗湿的俏脸上，更添几分楚楚可怜。李清玄瞪大眼睛，只见这女子约莫18岁出头的模样，生得千娇百媚，一双桃花眼水汪汪的，眼尾微微上挑，活像只勾人的狐狸精。她樱桃小嘴微微张着，吐气如兰。最要命的是那身段，该凸的凸，该翘的翘，半遮半掩间更显诱人。好家伙，哪儿来的外卖上门？这老奸巨猾的女人搞什么名堂？前辈，女子哭得梨花带雨，求您救救我！我叫江妹儿，是个杂役弟子，有2个外门师兄要侮辱我，我拼命逃到这里。李清玄挑了挑眉，那2个外门弟子呢？这里是内门，他们不敢上来。江妹儿怯生生地往院门外张望，也不知道现在走没走。李清玄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就像在看一个傻子。这儿可是青云宗主峰，要真有人追他，一个杂役弟子能跑到这儿？不过闲着也是闲着，李清玄倒想看看这小狐狸精到底想玩什么把戏。这样啊？李清玄故作关切地问道。那你想怎么办？江妹儿砰的就跪下了，泪眼婆娑。前辈，我不敢再下山了，求求您就让我留在这里吧，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哪怕为奴为婢。李清玄急忙憋住，避免自己笑出声，意味深长道：做什么都可以。你确定？江妹儿俏脸一红，轻轻嗯了一声，当着李清玄的面就解开了自己的衣带，露出了他爷爷的妻子。卧槽！看到这一幕，李清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你等等，你离我远点，我对人尽可夫的女人可没兴趣，你别到时候把病传染给我了。江妹儿俏脸羞臊。前辈，我还是完璧之身，完璧之身脱衣服这么熟练。李清玄嗤笑一声，你要是经验丰富点儿，是不是得光着身子跑进来？我别我你了。李清玄直接打断江妹儿的话，有事儿可以直说，但演戏你就可以滚了，求求您不要赶我走。江妹儿一慌，急忙拉着李清玄裤腿说道，我知道您是太上长老，我承认我过来找您是有目的的。他咬了咬嘴唇，眼中泛起泪光。我本来住在青云城外，家里虽然不是很富足，但也过得挺好。但半年前恶人谷的人闯进村子，把我父母都杀了，我不在家，才侥幸活了下来。得知青云宗和恶人谷是死敌，我才加入青云宗，想着修炼有成替我父母报仇。可我的天赋有限，虽然勉强通过了考核，但只能当一个杂役弟子。说到这里，他声音哽咽，到现在我都没练气成功，没有天赋，没有资源，更没有人脉，这样下去我这辈子都报不了仇。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想到了您。这样吗？李清玄眼睛微眯，终于来了兴致。所以你的诉求是什么？是让我帮你报仇，杀了恶人谷的人，还是帮你提升实力？江妹儿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决绝。我想变强，我想自己报仇。那你能付出什么？李清玄似笑非笑地问道。江妹儿俏脸透红，但还是坚定地说道，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只有身体。太上长老，
如果您愿意，我可以一直服侍您，不管什么姿势我都可以学。说到最后，声音已经快要听不见。这位太上长老是他唯一的希望了，如果对方拒绝他，他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我去。李清玄瞪大眼睛，好家伙，真是好家伙，这说的够直白啊，搞得他都有些心动了。不过吧，修仙界最不缺的就是漂亮女人，怎么想都觉得有些不划算啊。突然李清玄灵光一闪，他不是有养儿成才系统吗？如果收个干女儿让对方成才，是不是也能触发返还？叮，检测到江妹儿对宿主的好感度超过 60%， 符合条件，是否将其绑定为干女儿？绑定成功后，干女儿成才同样可获得返还奖励，但只能获得修为返还，返还倍率最高为亲生子女的1/10。当江妹儿对宿主的好感度达到100%，返还倍率将会提升为1/5。注：绑定干女儿后便不可与之发生关系，若宿主想要，请提前解绑。卧槽！李清玄眼前一亮，这特么也行。有了系统的回应，李清玄盯着江妹儿，正色道：既然你都说了，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给我当干女儿，如何？睡，随时都可以睡，但提升实力这种好事可不常有。当然，他全都要。先把实力提升上去，再犒劳自己的兄弟。江妹儿先是一愣，随即喜极而泣，连忙叩首谢谢太上长老，但随即又露出困惑的表情。不过，这个干女儿是什么意思？李清玄一本正经，就是字面意思。江妹儿喃喃自语：干女儿。突然他想到了什么，俏脸大红，明白了，那个字读第4声。江妹儿起身来到李清玄身边，主动搂着他的胳膊，哑声道：干爹。李清玄浑身一激灵，骨头差点都被叫酥了。只不过这叫声怎么一股小三儿的味道？最主要，这女的衣服还敞开着，这摩擦，这肉感，你丫的别勾引我，再勾引我，老子可要解绑了。那个，你先把衣服扣上。李清玄别过脸去，否则晃眼。江妹儿俏脸微红，却异常主动，凑得更近了。我这样穿，干爹你不开心吗？如果你怕外面路过的人看到，咱们可以进屋。打住！李清玄翻了个白眼，懒得和江妹儿扯皮，面色一正道：既然你认我当干爹了，那我也不能亏待你。说着便从系统空间取出一堆资源放在桌上，这些都送给你了。江妹儿看到这些资源，呼吸顿时急促起来，俏脸涨得通红。这些都是给我的。要知道，杂役弟子1个月才能领1块下品灵石，眼前却有100块。一颗凝气丹要20灵石，他攒1年半都买不起，现在却有1整瓶，更别提那颗价值500灵石的造化丹了。当然都是给你的。李清玄懒洋洋的挥手：快拿去修炼，尽快引气入体。江妹儿心跳加速，美目都快拉丝了。干爹，你给我这么多东西，我实在是无以为报。说着就跪在李清玄腿边，伸手去解李清玄的腰带。卧槽，你干什么？李清玄吓得一蹦3尺高。松开，别搁这儿想那些有的没的。他板起脸训斥道：赶快给我修炼，今天你要是无法引气入体，就给我滚蛋，老子不要废物。江妹儿被骂得俏脸通红，急忙缩回手：我这就去修炼，您别生气。此时江妹儿心里委屈极了，难道干爹嫌她脏？可她真的未经人事啊。突然她想到了什么，明白了，是她太弱了。干爹这种大人物怎么会要一个没实力的普通女人服侍？这和找一个村姑服侍自己有什么区别？干爹肯定喜欢那种实力强大的漂亮女孩，这样不但能尽兴，还有征服欲。我一定要抓紧提升实力。江妹儿暗暗发誓，否则连服侍干爹的资格都没有。她小心翼翼地捧起那颗泛着莹润光泽的造化丹，指尖都在微微发颤。她深吸一口气，将丹药放入口中，丹药入口即化，化作一股温润的暖流顺着喉咙滑下。起初只是微微发热，但很快这股暖流就变成了滚烫的岩浆，在他体内横冲直撞，他痛苦地蜷缩在地，浑身毛孔渗出黑色杂质，骨骼发出咔咔脆响。啊！江妹儿死死咬住嘴唇，强忍着疼痛。李清玄眉头微皱，随手一道灵力注入江妹儿的体内，避免对方疼得晕死过去。感受到身体的变化，江妹儿大喜，不敢有任何迟疑，急忙吞下一颗凝气丹。江妹儿只觉得一股清凉的气流在经脉中游走，很快就找到了气感。她按照宗门传授的基础功法引导灵气，很快就完成了第1次周天循环。炼气一众成，尝到甜头的江妹儿不想浪费时间，开始疯狂嗑药，配合灵石辅助，短短1个时辰竟连破3境，
直达炼气4层。叮，检测到江妹儿引气入体达到炼气4重，触发100倍返还，宿主修为提升至金丹8重。李清玄体内突然掀起滔天灵力浪潮，金丹在丹田中剧烈震颤，表面浮现出第8道璀璨经文。磅礴的灵力如决堤洪水般冲刷经脉，每一寸血肉都在贪婪吞噬着这股力量。我去！李清玄感受到身体的变化，顿时大喜。虽然之前他的境界已经达到了金丹7重巅峰，距离金丹8重只差1线，但现在可是实实在在突破了。爽！李清玄突破成功，再看江妹儿，顿时觉得顺眼多了。这丫头简直就是他儿子的平替啊！虽然没了赠送返还功能，但能从他身上薅修为羊毛，简直血赚。干爹，我成功了！江妹儿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个箭步就要扑过来。停！李清玄嫌弃的后退2步。臭死了，快去洗澡！江妹儿这才注意到自己浑身黑乎乎的，顿时羞红了脸。我这就去。等他沐浴更衣出来时，李清玄眼前一亮。洗水后的江妹儿肌肤如雪，吹弹可破，一双美腿在轻纱下若隐若现，特别是那双水汪汪的桃花眼，简直能把人魂儿都勾走。不错不错，李清玄满意点头，随手掏出一颗驻颜丹。喏，这个给你。驻颜丹。江妹儿惊得捂住小嘴，这可是价值上万下品灵石的宝贝啊，没有女孩能够拒绝得了驻颜丹的诱惑。她激动之下直接坐到了李清玄腿上。干爹，这么贵重的东西真的给我吗？叮！江妹儿好感度提升，当前好感度为 65%。 李清玄一愣，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脸颊一湿，江妹儿居然偷亲了他一口。卧槽！他就听了个系统提示，发了会儿呆，发生了什么？搞啥子？被亲了一口，怎么感觉还挺爽的？感受到李清玄的目光，江妹儿急忙起身，小声道：是妹儿僭越了。李清玄咳嗽一声，故作严肃道：下不为例。好的呢。江妹儿吐了吐舌头，乖巧起身。快到50了，我去给干爹做饭。别！李清玄连忙阻止，饭我来做，你抓紧修炼去。开玩笑，他一天天没事儿干，闲得都蛋疼，让这丫头去做饭耽误修炼，那他的修为还怎么长？看着李清玄匆匆离去的背影，江妹儿感动的眼眶湿润。干爹对我真好。叮！江妹儿好感度提升，当前好感度 70%。 李清玄眼睛一亮，这也行，看来以后得对这丫头更好点，早点刷满好感度，返还修为就能翻倍了。想着，李清玄开心的哼着小曲，拿出灵羽金凤姬给江妹儿加了个鸡腿儿。当当当！就在这时，急促的警钟声响彻整个青云宗。宗门的钟声怎么又响了？江妹儿心头一颤，急忙靠近李清玄，胆怯道：干爹，最近宗门怎么了？为什么总遇到危机？昨天宗门的危机是我造成的。李清玄轻描淡写道：我把宗门守卫、一干长老以及副宗主都打了个半死，他们敲钟是为了对付我。至于今天为什么敲钟，这我就不知道了。江妹儿闻言瞳孔骤缩，难以置信地倒吸一口凉气。昨日震彻山门的警钟，竟是为围剿干爹而鸣。干爹好猛啊！就在这时，一个内门弟子慌慌张张地冲进院子，喘着粗气道：李太上，不好了，恶人谷的人打上门来了。恶人谷要求我们交出杀害刘明的凶手，否则就要和我们开战。哦。李清玄慢条斯理地喝了口茶，轻笑道：怎么，宗门难道打算把我交出去？不，把弟子吓得连连摆手。只是请您过去商议对策，区恶人谷而已，有什么值得商议呢？李清玄问道：难道这恶人谷很强？非常强。弟子冷汗直冒，忌惮道：据说恶人谷的谷主血符图半只脚已经踏入了元婴。半只脚踏入元婴，那不还是金丹吗？李清玄嗤笑一声：我懒得动，你帮我给恶人谷的那些渣渣传个话，刘明就是我杀的，因为他该死。本座没工夫和他们玩过家家，现在就给我滚。如果1刻钟后他们还没滚，就死。那弟子听到这话，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就是他们青云宗的太上长老吗？这特么也太狂了吧！李清玄看着呆愣在原地的弟子，淡淡道：你还有什么疑问吗？没有。那弟子一激灵，急忙摇头：弟子告退。江妹儿美目灼灼看着李清玄，小心脏砰砰直跳，连靠近李清玄的身子都有些软了。这就是他干爹吗？好霸气啊！好了，吃饭。李清玄将饭放在了江妹儿面前，淡淡开口：有我在，天塌不下来，你只管好好吃饭修炼即可。知道了，干爹。叮！检测到宿主儿子突破筑基7重，触发100倍返还，宿主修为提升至金丹8重巅峰。
恭喜完成主线任务，奖励天阶极品灵器太虚剑。系统提示音未落，一柄通体银白的长剑竟已完全炼化，悬于石海剑深流转的先天道韵，竟与他的太虚剑体产生共鸣。李清玄眼底金光暴涨，指节因兴奋而微微发白。天阶灵气，还是与他体质完美契合的太虚剑。此刻他忽然觉得，哪怕真来个元婴老怪，他也未必不能一战。李清玄眼中战意沸腾，嘴角扬起一抹兴奋的弧度。妹儿，你先在这吃饭，我出去看看。江妹儿一愣，眨了眨眼。干爹，你不是说你懒得出去吗？李清玄咧嘴一笑，眼中锋芒毕露。现在我又突然想出去了。刚得到天阶灵气，他手痒得很。青云宗山门前，那传话弟子战战兢兢地将李清玄的话复述了一遍。混账！天空中悬浮的黑衣斗笠身影勃然大怒，声音阴冷如九幽寒冰。杀了我们的人，还敢如此嚣张？既然如此，你们便死吧！话音未落，金丹后期的恐怖威压轰然爆发，如怒海狂涛般席卷四方。青云宗众弟子脸色煞白，纷纷后退，眼中满是惊恐。孙寒月和赵明霄对视一眼，神色凝重至极。金丹七重，甚至更强，我们联手也绝非他的对手。叶归虚眉头紧锁，心中权衡利弊。他倒是不惧此人，但若真打起来，余波必定伤及无辜弟子。除非开启护宗大阵，可消耗太大，对方不过寥寥数人，实在不值得。就在他犹豫之际，轰！一道凛冽如寒霜的声音骤然炸响，如天雷贯耳。人谷的蝼蚁，你是听不懂本座的话吗？要么滚，要么死。所以你是选择死了。众人猛然抬头，只见一道青衫身影踏空而立，衣袍猎猎，单手负后，目光睥睨，如俯瞰蝼蚁。李太上！青云宗弟子们瞬间振奋，眼中燃起希望。那斗笠男桀桀怪笑，阴冷道：你就是青云宗的新太上长老，看起来倒是挺年轻，就让本君来试试，你到底有几斤几两？话音未落，他周身黑气翻涌，手中长刀骤然爆发出刺目血光，身形如鬼魅般撕裂长空，直斩李清玄。你也配？李清玄不屑一笑，如同看着蝼蚁。他右手随意一抬，铮！一道金世剑芒骤然撕裂苍穹，如彗星坠世，璀璨夺目。轰！剑光瞬息贯穿斗笠男的身躯，太虚剑裹挟着无匹锋芒，重重砸落地面，炸开一道方圆10数丈的巨坑，烟尘四起，碎石飞溅。如此一幕，全场死寂。所有人瞪大双眼，喉咙发紧，连呼吸都停滞了一瞬。一剑，仅仅一剑便秒杀金丹后期强者，这是何等的恐怖！叶归虚瞳孔骤缩，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这是什么剑？哪怕是他，都在这一剑中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惊惧。孙寒月和赵明霄更是浑身发冷，额头渗出冷汗。太强了，强到令人战栗。之前他俩居然还敢去挑衅李清玄，真是不知死活。李太上，李太上，李太上！无数弟子仰望着那道青衫身影，不断呼喊着李清玄的名字，满眼的狂热和崇拜。李川看向天空，狠狠吞咽着唾沫。卧槽！他爹这猛的，他这个儿子都快惊呆了。咔咔咔！就在这时，一道奇怪的声音响起，烟尘散去，众人这才发现，那斗笠男的身躯竟如陶俑般寸寸碎裂，内部空无一物，只有几缕灵气丝线飘散。傀儡！李清玄眼睛一眯，盯着那些灵气丝线，嗤笑道：藏头露尾的鼠辈，还不滚出来！你是觉得你有本事逃过本座的感知？不远处山脚下，一道隐匿于阴影中的身影猛然一颤，冷汗瞬间浸透后背。该死，这家伙怎么会这么恐怖？千丝邪君脸色惨白，心中惊骇欲绝。幸好他是傀儡师，如果刚刚站在青云宗门口的是他本尊，此刻怕是已经灰飞烟灭了。不行，他得赶快逃。且不说青云宗的最强者青云子，就算是这个李清玄，都远不是他能抗衡的。李清玄右手微微一抓，地面上的太虚剑铮的一声化作青芒，瞬间飞回他掌心。叶太上！李清玄头也不回，淡淡道：你且在这儿守着，免得恶人谷的人趁虚而入。我去将那个玩傀儡的鼠辈彻底斩了。叶归虚从震撼中回过神，重重点头。李太上尽管去，这里有我。唰！话音未落，李清玄脚下轻轻一踏，缩地成寸，身形如瞬一般消失在原地。与此同时，一道身影正在疯狂逃窜。该死，该死！千丝邪君脸色惨白，额头冷汗涔涔。
这李清玄到底是什么怪物？一剑就灭了我的金丹后期傀儡。他不敢有丝毫停留，一边疾驰，一边操控几具傀儡朝不同方向奔逃，试图扰乱追踪。哼，任你实力再强，也不可能在这么多傀儡中立刻找到我的真身。千丝邪君心中稍定，只要逃出青云宗范围，他就有把握彻底隐匿行踪，躲过李清玄的追杀。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轻响忽然从前方传来，千丝邪君猛地刹住脚步，瞳孔骤缩。只见山间小道上，一道青衫身影正拄着太虚剑，悠闲地坐在巨石上，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我已经等你很久了。什么？千丝邪君浑身汗毛倒竖，惊骇欲绝。怎么可能？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很难吗？李清玄轻笑一声，指尖轻轻一挑，一缕几乎微不可察的灵气丝线在他指尖浮现。顺着你灵气丝线消失的方向找，不就能找到你了？你该不会以为我会蠢到去追杀你的傀儡吧？千丝邪君脸色瞬间惨白，他最强的隐匿手段在对方眼中竟如此不堪一击。李清玄，千丝邪君咬牙喝道：“你杀我恶人谷长老，我找你报仇合情合理。”哦，李清玄挑眉玩味一笑：“你们恶人谷这么讲礼貌的吗？杀人前还要解释？”千丝邪君嗓子一堵，心头异常憋屈。解释？解释个毛啊！若眼前是个弱鸡，他早就一刀劈了，哪会废话半句？不用给我解释。李清玄缓缓起身，太虚剑发出清越剑鸣。我提醒过你了，要么滚，要么死。你没滚，那就只能死了。千丝邪君浑身一颤，二话不说，转身就逃。李清玄太强，他绝对不是对手。千丝邪君也不顾什么，直接燃烧了精血，速度暴涨，瞬间冲出数十丈。李清玄剑锋轻抬，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哟，燃烧精血了，有趣。现在咱们就来猜猜，是我的剑快，还是你跑得快？话音未落，一道璀璨剑芒后发，先至如银河倾泻，瞬息贯穿了千丝邪君的胸膛。噗！千丝邪君瞪大眼睛，鲜血狂喷，踉跄摔在地上，满脸不可置信。他可是金丹7重的强者，燃烧精血逃命，为何还没有这个人的剑快？李清玄缓步走来，蹲下身，熟练地取下千丝邪君的储物袋，轻笑道：“很显然，剑快。”说罢，转身离去，只留下千丝邪君瞪大双眼，死不瞑目。山风拂过，李清玄青衫猎猎，而他手中的太虚剑滴血不染。就在这时，李清玄腰间的传讯符骤然亮起，沈冰凝急促的声音从中传出：“前辈，不好了！血煞门的血煞老祖亲自上门，正在万宝楼闹事。”李清玄眉毛一挑，自言自语道：“他们血煞门报仇这么慢的吗？反正也闲来无事，看看能不能去沈冰凝那儿薅点羊毛。”万宝楼内，血刀趾高气扬地站在大厅中间，身后则是一位气息阴冷的老者，血煞老祖沈冰凝。血刀满脸狞笑，嚣张地喊道：“之前你不是仗着那个小子很狂吗？现在我们血煞老祖亲自驾临，我看你还能翻出什么浪花？识相的就立刻交出玄玉丹经，乖乖臣服于我血煞门，否则死！”沈冰凝脸色苍白，强撑着镇定，咬牙道：“我已经联系了那位前辈，他马上就到。”哈哈，那位前辈，血刀仰天大笑，满脸讥讽：“可笑！你以为老子这些天在干什么？老子早就调查清楚了，那小子不过是青石镇一个小家族的家主罢了，那破地方连个凝液期的高手都没有，至于金丹期的实力，哼，估计是他们祖上留下的某种底牌，用完就没了。现在他们家族早已人去楼空，连个鬼影都见不着。你觉得他还会来救你？而且就算来了又能怎样？金丹和金丹之间也是有差距的，我们老祖可是金丹4重强者。”此话一出，沈冰凝俏脸瞬间煞白。如果血刀说的是真的，那他今日恐怕凶多吉少了。就在他愣神的一瞬间，血煞老祖老眼一眯，身形骤然一闪，唰！血煞老祖枯瘦如鹰爪的手掌瞬间掐住了沈冰凝的脖子，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沈冰凝呼吸困难，拼命挣扎，眼中满是惊恐。不要杀我！玄玉丹经，我给你辨识。他好歹也是玄金9重的高手，可他都没看清血煞老祖是怎么动的。这就是玄金和金丹的差距吗？血煞老祖阴冷一笑，沙哑道：“玄玉丹经，暂且不急。老祖我最近刚得了一门双修功法，你这丫头实力尚可，元婴未失，倒是可以助老夫更进一步。”你……沈冰凝闻言惊恐到了极致，纤细的脖颈在血煞老祖枯瘦的手指间不住地颤抖着。
血煞老祖却不管不顾，狞笑一声，提着沈冰凝就朝着楼上走去。就在此时，一道戏谑的声音忽然从门外传来：“我说，你好歹也是血煞门老祖，也太丢人了吧！堂堂金丹期大能，欺负一个小丫头。血煞门就这点出息？”血煞老祖瞳孔一缩，猛然转头，只见一道青衫身影不知何时已站在门口，嘴角带着一抹玩味的笑意，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沈冰凝望去，喜极而泣。来人正是李清玄。血刀浑身一颤，指着李清玄尖声叫道：“老祖，就是他，就是这小子多管闲事。”李清玄连个眼神都懒得给血刀，只是盯着血煞老祖，淡淡开口：“给你3息时间，放开沈冰凝，然后滚蛋！黄毛小儿也敢威胁老祖我！”血煞老祖目光森寒，嘴角扯出一个讥讽的弧度。他故意加重手上的力道，看着沈冰凝痛苦的表情，甚至还挑衅地捏了捏他苍白的脸蛋：“老祖我就不放，你又能如何？”嗖！一道寒芒乍现，仿佛飞放了大招。众人只觉眼前微微一暗，有日光被短暂掐灭的感觉。那一线寒芒快得不像剑光，倒像是天地间突然裂开的一道缝隙，转瞬即逝。李清玄不知何时已经踏入屋内，手中长剑的剑穗在轻轻摇摆，淡淡开口：“不放，你的手臂就不用要了。猖狂小儿！”血煞老祖仰天大笑：“你居然还敢在老祖面前大言不？”话音未落，笑声戛然而止。血煞老祖脸上的表情突然凝固，他缓缓低头，惊恐地发现自己掐着沈冰凝脖子的右臂，不知何时已经被齐根斩断，断口处光滑如镜。因为剑速太快，鲜血都还没来得及涌出，甚至连疼痛都没来得及传递。神，什么时候？血煞老祖踉跄后退，满脸惊恐与不可置信，随即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啊，我的手，我的手啊！”沈冰凝瘫坐在地，看着断臂，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满脸震惊。他甚至都没看清发生了什么，血煞老祖的胳膊就被斩断了。血刀双腿剧烈颤抖，裤裆已经湿了一片。他惊恐地看着自家老祖的断臂，大脑一片空白。这可是他们血煞门金丹4重的老祖啊，居然被人一剑斩断手臂，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完了，全完了！血刀喃喃自语，面如死灰。李清玄却连看都懒得看他们一眼，径直走到沈冰凝面前，笑眯眯道：“怎么样，咱俩这买卖划算吧？”沈冰凝这才回过神，美眸中满是激动：“多谢前辈救命之恩。”他怎么也没想到，一只灵机换来的承诺，竟真能让这位强者保他一命。看着瘫倒在地的血煞老祖和血刀，沈冰凝眼中寒光一闪：“前辈，能否请您将这2人彻底？前辈饶命啊！”血刀突然扑通跪下，疯狂磕头：“我们是真的没想和您作对啊！我们冲撞了您，都是我们的错，求您高抬贵手。”血煞老祖也强忍剧痛，艰难开口：“阁下，这次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只要您肯放过我们，什么条件都好说。”李清玄挑了挑眉：“哦，就靠嘴说。”血煞老祖急忙从怀中掏出一卷古朴的玉简，一脸肉疼：“这是我早年在一处大能洞府中得到的太虚剑诀，乃是传说中的天阶剑技，就当给阁下赔罪了。不过，这剑诀只有一部分，据说当初那位大能压根儿就没把这剑诀完全创造出来，就陨落了。虽然他不修剑，但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天阶剑诀啊！”血亏，太虚剑诀。李清玄眼睛一亮，血煞老祖手里居然还有这等好东西，这貌似就是和他的太虚剑匹配的剑技啊！李清玄接过玉简，满意的点点头：“既然你这么识趣，那便滚吧。”“多谢前辈。”2人如蒙大赦，连滚带爬的就要离开。“前辈！”沈冰凝顿时急了：“您怎么能？为什么不能放？”李清玄打断沈冰凝的话：“理所当然到他们给了买命钱啊！再说了，我只答应保你周全，可没答应帮你杀人啊！就你给的那点东西，很难让我帮你办事啊！”沈冰凝顿时语塞，俏脸涨得通红。血煞老祖和血刀闻言却是眼前一亮，对视一眼后匆匆离去。走出万宝楼，血刀压低声音道：“老祖，既然那沈冰凝也是花钱请的他，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你小子总算是开窍了。”血煞老祖抓着自己的断臂，阴冷一笑，立刻回去准备厚礼。这次我们要让那李清玄为我们所用，届时我倒看还有谁能帮那沈冰凝。血煞老祖和血刀匆匆离去后，万宝楼内重归寂静。沈冰凝看着李清玄，欲言又止：“你应该知道，放过他们，他们下一次还会过来找麻烦的。您为什么就不能为了我？我为什么要为了你？你是我什么人啊？”李清玄直接打断，像看傻子似的看着沈冰凝：“
为了一个女人平白得罪一个宗门，我脑子有病啊！我说，沈冰宁，你该不会真觉得自己长得漂亮，就有人甘愿当舔狗，不图回报，主动帮你吧？沈冰宁面色羞臊，被这直白的话语刺得耳根通红，缓了好一会儿，他才鼓起勇气。那要怎样前辈才肯全心全意帮我？这个嘛，李清玄摸着下巴，目光在沈冰宁身上扫视，突然想到了什么，嘴角一弯，很简单，成为我的人。此话一出，沈冰宁俏脸瞬间涨红，果然，这人就是对他有意思，但却又是那种吃不到肉，绝对就不付出的有意思。我这条件够低了。李清玄把玩着茶盏，目光灼灼道：“你只需要付出那么一丢丢，就能得到你想象不到的庇护，而且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劝你好好考虑一下。”沈冰宁浑身一颤：“这里不方便。”沈冰宁声音细若蚊了：“能去楼上说吗？”“行啊。”李清玄爽快起身。2楼雅间内，沈冰宁坐立不安，脸色不断变换着。我去洗个澡。沈冰宁突然站起来：“这件事对我很重要，我需要冷静思考，再给您答复。”李清玄随意摆手：“请便。”浴室水声淅沥，沈冰宁站在氤氲热气中，任由热水冲刷着身体。他看着铜镜里模糊的倩影，思绪翻涌。这万宝楼说是家族给他的考验，实则就是把他当成了弃子，丢在这儿。他也知道家族根本就没想让他通过，否则他那个弟弟怎么名正言顺继承家族基业？之前他也是那么的倔强，认为自己也是有大气运的人，靠自己就能成功。可现实却狠狠抽了他一巴掌。如果只靠自己，哪怕在这青云城，他都活不下去，更别说扎根了。晶莹剔透的水珠顺着沈冰宁精致的锁骨滑落镜中女子肌肤如雪，身段婀娜，此刻却透着几分凄楚。若非要选个男人依附，沈冰宁轻抚着自己精致柔美的脸颊，至少他实力高强，长相帅气。沈冰宁站在浴室的氤氲水汽中，白皙的肌肤泛着淡淡的粉红。他深吸一口气，终于下定了决心。推开浴室的门，沈冰宁赤着脚缓步走到李清玄面前。想好了。李清玄头也不抬，继续品着灵茶。沈冰宁没有回答，他纤长的手指轻轻一勾，浴袍的系带应声而落，丝质的浴袍顺着他光滑的肩头滑下，露出如羊脂玉般细腻的肌肤。见沈冰宁不说话，李清玄抬头，瞳孔瞬间放大，一口茶水直接喷了出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少女如玉的胴体泛着莹润光泽，水珠顺着曼妙曲线滚落，湿漉漉的长发贴在雪白的背上，衬得腰肢不盈一握，修长匀称的双腿如同上等羊脂玉雕琢而成，美得让人窒息。最要命的是那双含着水雾的眼睛，羞怯又倔强地望着他。好家伙，真是好家伙，这女人把自己收拾的怎么和之前的林雨金凤姬一样干净？沈冰宁脸颊绯红，却倔强地抬起头，声音发颤：我愿意成为前辈的人，只求前辈能护我周全。李清玄呆若木鸡：不是你，这进展不对啊。话没说完，沈冰宁便坐在了李清玄的腿上，搂着李清玄的脖子，红着脸小声道：我已经洗完澡了，可以开始了。不过我还是头一次，希望前辈能够疼惜我。李清玄忍无可忍，一把将沈冰宁从腿上拎起来，像拎小鸡仔似的把他放回椅子上，吐槽道：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居然妄想成为我的女人，你在想屁吃呢？沈冰宁微微一怔，羞愤不已：你不是说你想要我成为你的人吗？李清玄翻了翻白眼：我是想要让你成我的人，但我想认你当干女儿，谁要你现身呢？他倒不是不心动，可问题是他的系统是养儿成才，不是养老婆成才啊。不给他返还修为，和沈冰宁上床有什么用？难道就单纯为了爽吗？老子都已经是金丹大能了，还差女人投怀送抱。修仙界这么危险，天天和女人上床有个毛用啊！老子现在要的是实力，是境界，是修为。现在发生了关系，还拿求提升实力啊？提升实力后再爽，那才叫物尽其用。沈冰宁裹着浴袍呆坐在椅子上，整个人都懵了。女儿？哪种女儿？这又是什么新鲜玩法？这人该不会有特殊癖好吧？对啊。李清玄痛心疾首地指着沈冰宁，义正言辞道：年纪轻轻，思想怎么这么龌龊？虽然你身材确实挺好的，毛发管理也很到位，但我李清玄堂堂金丹后期大能，会贪图你那点美色？沈冰宁羞得无地自容，突然想起什么：等等，前辈为何非要收我当女儿？李清玄一脸正气：当然是因为……话说到一半，突然卡壳。
他总不能说是我有养儿成才系统，你成才我就能返还修为吧？因为李清玄一本正经胡诌道，因为你面相旺夫，我找人算过，收你当干女儿能助我突破元婴。沈冰凝，这个理由还能再扯淡一些吗？但不管怎么说，不用付出身体就能得到李清玄的庇护，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不禁对李清玄多了几分好感。定，检测到沈冰凝对宿主好感度达到 60%， 符合绑定条件，是否绑定为干女儿？李清玄眼睛一亮，毫不犹豫在心中默念绑。恭喜宿主绑定成功。沈冰凝有些不好意思的拽着浴袍一角，怯生生的问道：干爹，那现在我应该就是你的干女儿了吧？他咬了咬嘴唇，声音越来越小。那你会帮我解决血煞门的危机吗？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满是忐忑，生怕李清玄只是在戏弄他。没办法，在李清玄面前，他伪装的高冷早就不复存在了。当然，李清玄大义凛然的一拍桌子，你都是我乖女儿了，我不帮你帮谁？他豪气干云的一挥手。不过在此之前，当爹的先给女儿些见面礼。说着，李清玄轻轻挥手，桌子上便出现了4件宝物：一只通体金灿灿的灵羽金凤姬，一颗散发着淡淡幽香的驻颜丹，一颗表面有9道云纹的9窍通玄丹，还有一柄玄阶极品灵气缥缈剑。这些都是给我的。沈冰凝倒吸一口凉气，声音都变了调。他颤抖着手指轻触碰那柄缥缈剑，剑身立刻发出悦耳的清明。不给你还能给谁？李清玄眉毛一挑，揶揄道：我说乖女儿啊，你好歹也是万宝楼的负责人，怎么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沈冰凝突然哽咽了，眼眶瞬间通红。她急忙低下头，不想让李清玄看到自己失态的样子。她不是没见过世面，而是作为家族弃子，她这个万宝楼掌柜根本就是个空架子，店里卖的都是些低端货色，连4品丹药都没有。从小到大，他爹眼里只有那个不成器的弟弟。他永远记得14岁那年的生日，正好也是弟弟12岁生日。父亲当着全族人的面，将一柄价值连城的地阶中品宝刀送了给弟弟，说等弟弟18岁，他再送弟弟天阶宝刀。而当他怯生生的上前行礼时，父亲不但什么礼物也没给他，还出言呵斥：一个丫头片子过什么生日？你都多大了，都不知道给你弟弟准备礼物吗？那一刻他才知道，原来在父亲眼里，他连过生日的资格都没有。但现在这个才认识几天的干爹，却随手就给了他这么多珍贵资源。单说那颗9窍通玄丹，放在拍卖行就至少值价数十万下品灵石。定，沈冰凝好感度提升，当前好感度 80%。李清玄一愣，他就给了沈冰凝一点宝物，这沈冰凝的好感度怎么提升了这么多？李清玄回过神，咳嗽一声，解释道：这灵羽金凤姬你应该知道的，能助你从玄金9重突破到玄金10重。而这颗9窍通玄丹可是正儿八经的5品丹药，能让你在短时间内凝结金丹。李清玄拿起驻颜丹晃了晃，笑道：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但凡是个女人都不可能不喜欢。至于缥缈剑……李清玄话还没说完，沈冰凝突然扑进他怀里，把脸深深埋在他胸前，肩膀一抽一抽的。干爹，谢谢你。哎我去！李清玄一脸懵逼，啥情况啊？这是一点点小恩小惠就能让沈冰凝主动投怀送抱？难道沈冰凝真的没见过世面？可那什么？李清玄低头，鼻血差点喷出来，轻轻拍了拍沈冰凝的后背，道：那个，要不先把衣服穿好。沈冰凝这才惊觉自己浴袍还敞开着，急忙系好带子，脸红的能滴血。李清玄掸了掸身上的水珠，喝了口茶，转移话题道：说说吧，为什么看到这点资源就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沈冰凝轻咬红唇，还是将自己的遭遇说了出来。感情你这万宝楼就是个空壳啊，你这也太惨了吧。听着沈冰凝的遭遇，李清玄心里也是有些堵得慌。都是当爹的人，沈冰凝那个爹怎么就那么垃圾呢？为什么要重男轻女呢？他就很喜欢女儿啊。沈冰凝低垂着眼帘，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见过世面，也见过好东西，但除了你之外，没人愿意关心我，也没人愿意给我任何东西。李清玄看着他这副模样，心里没来由地一软，伸手揉了揉他的秀发。别难过了，以后想要什么就和我说，我给你。你亲爹不宠你，我宠，谁要是欺负你，我弄死他。说着，李清玄取出一个沉甸甸的储物袋。诺，这里有200万下品灵石，你拿去发展万宝楼，不够再和我说。沈冰凝颤抖着接过储物袋，感受着里面沉甸甸的分量，眼泪终于控制不住的滚落下来。定，沈冰凝好感度提升，
当前好感度90%。李清玄眼睛一亮，这也行？沈冰宁这丫头的好感度也太好刷了吧？为什么？沈冰宁抬起泪眼朦胧的脸，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李清玄一本正经地整理了下衣袖，一家人对你好不是应该的吗？沈冰宁芳心巨颤，突然抓住李清玄的大手，要不还是让我伺候你一下吧，否则我心里真的有些过不去。胡闹！李清玄板起脸训斥道，你想暴打我就赶快提升实力，就你现在这弱不禁风的样子能干吗？沈冰宁微微一怔，随即俏脸通红。李清玄是担心他身子骨弱，怕把他玩坏了吗？我知道了，我还有事先走了，有事的话使用通讯符联系我。李清玄起身正色道，你要记住，不管你在你亲爹那儿如何，你在我这儿就是最重要的，明白了吗？我知道了，干爹。沈冰宁嫣然一笑，重重点头。这个突然闯入他生命的男人，给了他从未体验过的温暖和安全感。现在他也有依靠的人了。那个，我有个小小的建议。李清玄摸着下巴，打量着沈冰宁。其实吧，我还是比较喜欢你之前那副高冷的模样。我尽量保持。沈冰宁俏脸透红，原来这家伙喜欢高冷类型的啊。只是他现在面对李清玄，他实在是高冷不起来。成功绑定了沈冰宁，李清玄心情大好。有了灵羽金凤姬和九窍通玄丹，沈冰宁估计很快就能突破到金丹期，到时候他就可以坐等修为返还了。这里距离李家不是特别远，李清玄准备回家拿春宫108式，趁着有时间多学学。夜色如墨，李清玄刚踏入李家院落，突然浑身汗毛倒竖，嗖嗖嗖，尖锐的破空声骤然响起，数十道幽蓝寒芒从四面八方激射而来。那些飞镖快若闪电，所过之处空气都被撕裂出刺耳的尖啸。李清玄眼角余光瞥见一枚飞镖擦过院中古树，那棵百年老树竟在瞬间枯萎凋零，树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化作焦黑。好烈的毒！李清玄冷笑一声，右手虚握，太虚剑凭空出现，剑身泛起淡淡青光，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叮叮叮，一连串清脆的碰撞声响起，所有飞镖都被精准格挡，溅起一串串火星。李清玄手腕轻转，剑锋划出优美的轨迹，最后潇洒地挽了个剑花。何方宵小，也敢埋伏本座？就在这时，黑暗中，一个鬓角花白的中年男子缓步走出。他身着玄色长袍，胸口绣着“玄天宗”3个烫金大字，身后跟着2位玄金期的老者，气息极其雄厚。终于蹲到你了，男子冷笑一声，能挡下这些飞镖，倒是有点本事。本座玄天宗执法长老宋铁，区区一个小家主，竟敢杀我宗长老，好大的胆子！不管你用了什么龌龊手段，今日本长老便杀了你，为我宗长老报仇。李清玄摸着下巴，若有所思。你说的长老是谁来着？混账，你居然忘了！宋铁双目森寒，玄霄子，玄金9重强者，现在记起来了吗？李清玄，你！宋铁怒不可遏，他是这青石镇王家王团的师尊。哦，李清玄恍然大悟，我记起来了，就是那个说自己有什么大帝之资的王团的师傅是吧？抱歉啊，那个什么玄霄子实力太弱了，一般没价值的对手我是不会刻意记着的，太占脑内存了。对了，你刚才说你叫啥来着？算了，你不用说了，反正你也要死了，懒得记。庶子猖狂！宋铁怒极反笑，周身灵力轰然爆发。既然你承认杀我宗长老，那就去死吧！金丹2重的威压如山岳般压下，震得院中石板寸寸皲裂。宋铁右手一抓，一杆玄铁长枪凭空出现，枪身通体乌黑，枪尖泛着森冷寒芒。宋铁身形一闪，长枪如蛟龙出海，在空中画出数十道残影，每一枪都精准刺向李清玄周身要穴，枪锋呼啸间竟隐隐有龙吟之声。金丹期还用玄阶武器。李清玄嗤笑一声，太虚剑轻轻一挥，铮！一道璀璨剑芒划破夜空，如银河倾泻。那剑光快得不可思议，宋铁只觉手中一轻，他那柄视若珍宝的玄阶极品长枪竟被齐刷刷斩成2段。那剑芒于是不减，重重轰在宋铁胸口。不可能，就算是地阶灵气也不可能斩断我的玄阶极品灵气。宋铁踉跄后退10余步，嘴角溢出一丝鲜血，满脸骇然。难道你的剑是天阶灵气？李清玄歪头一笑，恭喜你，答对了。宋铁脸色巨变，转身就跑。快撤！此人隐藏太深，能拥有天阶灵气的存在，要么就是那些顶级大势力的弟子，要么
就是传说中的元婴大能。晚了，李清玄淡淡开口，手中太虚剑轻轻一划，一道细若发丝的剑芒闪过，宋铁身形骤然僵住。他惊恐地摸了摸喉咙，一道血线缓缓浮现。扑通！堂堂玄天宗执法长老就这样瞪大双眼倒在了血泊中。剩下的2位玄金七长老面色惊骇，双腿不住颤抖。你敢杀我们？我玄天宗可是有半步元婴的老祖。是！剑芒如电，2人脖颈同时浮现一道血线，他们惊恐地捂住喷涌的喉咙，跪倒在地，喉间发出呵呵的声响，却再也说不出半个字来。废话真多。李清玄将太虚剑收回剑鞘，不屑一笑，都来杀我了，还想靠威胁我活命？想屁吃呢！他熟练地收走3人储物袋，正要离开时，突然若有所觉地望向远处的黑暗，神识扫过，却一无所获，只得皱眉离去。1公里外的阴影中，一道模糊身影缓缓靠近。老三盯着地上3具尸体整齐的切口，面色凝重到了极点，取出灵犀玉符传音道：大哥，情况有变。李清玄至少金丹8重，甚至可能金丹9重。玉符那头沉默片刻，传来血浮屠阴沉的声音：老三，你确定？千真万确。老三沉声道：宋铁的玄铁枪被一剑斩断，伤口平滑如镜，这绝不是普通金丹能做到的，难怪老四会死在他手里。血浮屠冷声开口：你应该没被那个小子发现。老三自信道：大哥，你应该知道我的本事的，除非元婴期大能在这儿，否则绝对不可能有人发现我。那就好，你立刻回来，不要逗留。大哥，老四的仇不报了？当然要报。血浮屠冷冷道：你的实力和那小子相当，没必要冒险，本座自有计划。青云宗的新生大比就要开始了吧？这就是咱们的机会。另外，老三，你暗中将李清玄杀了。不是李清玄靠着青云宗的高手杀了宋铁的事儿传出去。老三眼睛一亮：大哥，你这一招妙啊！伴随宗门长老接连陨落，玄天宗顿时炸了锅。玄天宗大殿内气氛凝重的几乎令人窒息，3具尸体整齐地摆放在大殿中央，正是宋铁和2位玄金七长老的尸身，伤口处平滑如镜，连一丝挣扎的痕迹都没有，显然是被一剑毙命。混账！厉天恒心头大怒，一掌拍碎了身旁的玉案，狂暴的灵力将整座大殿震得簌簌发抖。是谁？到底是谁干的？先是玄霄子长老陨落，现在连执法长老宋铁也命丧黄泉。玄金七和金丹七长老那可都是宗门的中流砥柱啊，就这么损失下去，宗门早晚要黄。副宗主雷耀面色阴沉地上前一步：宗主，我已查过离宗记录，王腾因其父被杀，离宗返回青石镇报仇，玄霄子长老是陪同他前往的。他指向地上的尸体，而这一次宋铁长老带人去的也是这个李家。李家？李清玄？厉天恒怒极反笑：一个区区小镇的家主也敢杀我玄天宗长老？就算他有这个胆子，哪来的这个实力？雷耀沉声道：我们查到这个李清玄与青云宗圣女候选人苏嫣然已成婚，属下怀疑很可能是青云宗暗中出手相助。一个青云宗？厉天恒周身杀气如有实质，整个大殿的温度都骤降了几分。明日你等随我亲赴青云宗，我倒要看看他们如何交代。宗主三思啊！雷耀急忙劝阻：我们并无确凿证据，贸然兴师问罪，极可能惹怒青云宗。况且我们与青云宗联合举办的新生大比在即，此时闹翻，恐怕什么？厉天恒厉声打断：真当我玄天宗怕了他青云宗不成？若死了长老都忍气吞声，宗门上下会怎么想？雷耀硬着头皮问道：若青云宗不肯交人呢？那就开战。厉天恒一字一顿，眼中杀意滔天：传我命令，全宗备战，明日辰时随我前往青云宗讨个说法。拿到春宫108室，回到青云宗，李清玄径直来到李川的住处。儿啊，在青云宗生活还习惯吗？李川见是自己老爹，急忙停止修炼，嘿嘿一笑：爹，我可太习惯了。我跟你说啊，这地方老好了，那一个个女弟子长得可水灵了，也不知道她们都吃的啥，发育都老好了，低头都看不到脚前尖的。此话一出，李清玄额头上满是黑线：你小子不学好，天天盯着女弟子干什么？女人什么时候都能找，如果你因此耽误了修炼，你这辈子可就完了。李清玄心下紧迫，如果他儿子不务正业，不修炼了，那他以后实力还怎么提升？不行，他绝对得打消儿子这不切实际的念头。实在不行，封了李川这小子的穴道，让他不能人道吧，省得这小子胡思乱想。爹，你说啥呢？
李川立刻挺直腰板，义正言辞道：“你儿子，我只对修炼有兴趣，对女人没兴趣的。经历了小时候他娘抛弃他和他爹，苏嫣然退婚后，他就再也不相信女人了。”李清玄一脸狐疑：“那你说女弟子漂亮？”李川神秘兮兮地凑近李清玄，小声道：“爹，我对女人没兴趣，但你有啊，我这不是帮你找吗？”李清玄瞪大眼睛，声音瞬间拔高：“啥玩意儿？爹，你别激动。”李川急忙解释：“你看啊，我娘现在忙着新生大比，一心想搞自己的事业，哪有时间陪你？做儿子的看到爹你独守空房，心里难受啊。”李清玄：“所以我就寻思着。”李川越说越起劲：“帮爹再找个年轻、胸大、漂亮、活好的女人，这样爹晚上也不会太寂寞。”“不是，我就想问问，为什么一定要胸大？这个很重要，以后我弟弟生下来不能挨饿啊。”李川一本正经道：“再说了，爹你可是金丹大能啊，怎么能只有一个夫人？这不让其他金丹大能瞧不起你吗？”李清玄瞪大眼睛：“哎我，这儿子也太尼玛孝顺了吧！爹，我都帮你选好了。”李川嘿嘿笑着：“液态上的亲传弟紫云水瑶就特别合适，他屁股大，保准能生儿子。爹，你要老婆不要，只要你点个头，我马上就把他迷晕，送到你床上。”“傻狗，闭嘴！”李清玄急忙捂住李川的嘴，怒骂道：“特么的，你想坑死你爹吗？这要是让宗门的人知道，我特么哪儿还有脸在这儿待下去？尼玛，他这儿子怎么不像好人啊？”李川不屑道：“爹，怕什么？你这妖牛逼，谁敢说你？特么的，你爹我要脸！爹，我觉得你更需要个女人。”“要你妹！”李清玄骂骂咧咧：“你少搁这儿废话，你爹的事儿还用不着你来操心。诺，这是太虚剑诀，天阶剑诀，虽然只有几招，但也够你练了。你丫的赶快去修炼去，尽快将这门功法入门。”“卧槽，天阶剑诀！”李川瞪大眼睛，激动不已：“爹，您真是我亲爹，您对我太好了，儿子无以为报，只能帮您那个小妾了。”“滚！”李清玄离开，李川则是一脸兴奋：“有了天阶剑诀，系统奖励的青霄剑就能派得上用场了。我本来就有系统给的上品悟性，配合上问心丹提升我的悟性，争取1天内将天阶剑诀修炼入门。老爹给我的资源太多了，我得先用用，然后再考虑尽孝的问题。”他现在也算是弄明白了系统的尽孝返利规则。孝心也是分大小的，小孝心只能换些筑基丹之类的普通丹药，但大孝心，比如给老爹娶妻纳妾这种，系统便会奖励他功法和神兵利器。他现在功法、神兵、丹药都有了，还缺少一个牛逼的体质，看来得憋个大的，好好孝死老爹才行。李清玄离开李川住处后，径直来到苏嫣然的修炼境室。“夫人，看我给你带了什么？”李清玄笑着取出几瓶丹药和一柄灵剑。苏嫣然打开一看，顿时瞪大美眸：“凝露丹、驻颜丹、复灵丹，还有这柄缥缈剑。夫君，你哪来这么多珍贵资源？都给我了，你自己用什么？”李清玄笑着揉了揉苏嫣然的秀发：“我都金丹期了，这些对我用处不大，倒是夫人你才凝液期，正需要这些。我知道你想靠自己努力，但既然有条件，何必委屈自己？作为夫君，我怎能看你辛苦修炼却资源匮乏？”苏嫣然心下感动，李清玄对她的好确实真心实意。“行了，你快修炼吧，我先回去了。”李清玄刚走出几步，突然被苏嫣然拉住衣袖：“夫君！”苏嫣然俏脸微红，小声道：“我接下来要准备大比，是真没时间陪你了，要不我们速战速决？”“哦。”苏嫣然主动邀请，李清玄可是很开心的，但听到这话不禁眉头一挑：“你是在怀疑为夫的能力？”苏嫣然眨眨眼：“谁知道呢？”“好啊！”李清玄扬怒，一把将苏嫣然抱起：“今日定要让你见识见识为夫的厉害！”“呀，轻点，这衣服很贵的。”1刻钟后，李清玄站在院外，仿佛见了鬼，尤其想到苏嫣然意味深长的目光，老脸更是火辣辣的。“啥情况？仅仅换了条路线，车速这么快的吗？”“不行不行，他得回去得好好复盘一下，顺便研究一下春宫108式，否则得被苏嫣然嘲笑死。”青云峰，李清玄刚回到青云峰自己的房间，推门一看，顿时愣住了。只见江妹儿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粉色肚兜，正侧卧在他的床榻上，2条雪白修长的美腿交叠着，在烛光下泛着莹润的光泽。见李清玄进来，江妹儿立刻坐起身，甜甜的唤道：“干爹。”“不是。”李清玄揉了揉太阳穴，强忍着不去看那诱人的风景。“这青云峰这么多房间，你为什么偏偏睡在我这儿？
江妹儿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一脸无辜。人家这不是帮干爹暖被窝吗？干爹，我已经洗好澡了哦。李清玄，好家伙，这暗示的也太明显了吧？不用你暖被窝。李清玄板着脸，语气严肃，回你自己房间睡去，别影响我休息。还有，别整天想这些有的没的。我说过会好好培养你，给你资源，就一定会做到。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修炼，不是来勾引我。开玩笑，他刚从苏嫣然那儿爽完回来，现在可是处于贤者模式，说话就是硬气。哦，我知道了。江妹儿失落的低下头，慢吞吞的穿上外衣。我这就回去。果然还是看不上他吗？连侍寝的机会都不给，看来只能努力提升实力了。看着江妹儿垂头丧气离开的背影，李清玄无奈的翻了个白眼。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想着走捷径。他自己要不是有系统这个外挂，哪敢天天躺平？要是江妹儿整天不务正业，就知道天天舔他，那他还怎么靠江妹儿返还修为？到时候他还得白养着江妹儿，简直血亏。说着，李清玄突然意识到什么，连忙掏出春宫108式，认真的研究起来。下次一定要在夫人面前一雪前耻。次日清晨，宗门警钟骤然响起，惊醒了正在睡觉的江妹儿。这破钟是不是坏了？江妹儿揉着惺忪睡眼嘟囔道：怎么天天响个不停？以前她确实很怕，但现在在李清玄身边，她都不当回事了。在她心里，李清玄就是无敌的。话音刚落，一个熟悉的身影急匆匆跑来，正是之前那个传讯弟子。此刻他满脸慌张：李太上，不好了！玄天宗找上门来了，说您杀了他们的长老，要咱们青云宗给个交代。现在点名要您出去以死谢罪，否则就要开战。要开战？他们也配？李清玄闻言，眼中寒芒乍现，手中太虚剑铮的一声出鞘，剑身泛起清冷寒光。他手腕轻转，剑锋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凌厉的剑气将院中落叶尽数搅碎。李清玄冷笑一声，剑尖斜指地面。我还没去找他们算账，倒自己送上门来了。正好，今日我便灭了他玄天宗，以绝后患。眼看李清玄就飞了出去，那弟子大惊，急忙抱住李清玄的腿。李太上，千万别冲动，千万别冲动啊！叶太上特意嘱咐，让您千万别露面，免得引发两宗大战。区玄天宗也配合我青云宗一战。李清玄霸气开口：我一人便可灭他满门，哪有那么容易啊？弟子苦笑道：您刚进宗门，可能不太了解，这玄天宗是不弱于我们青云宗的势力，拥有半步元阴气大能，真打起来谁也占不到便宜。最主要怕恶人谷那群人趁虚而入。李太上，求您了，您就在这青云峰待着，就别出去了，否则叶太上绝对不会饶了我的。知道了，我不出去就是了。李清玄眼睛微眯，懒洋洋摆了摆手。他现在实力虽然很强，但哪怕拥有天阶灵气，面对半步元阴估计也有些吃力。青云宗待他不错，他也不想青云宗因为他腹背受敌，反正他马上就要突破到元阴期了，没必要急这一时。定，检测到宿主儿子修炼天阶剑诀太虚剑诀入门，宿主自动获得圆满境界。哟呵，李清玄眼睛一亮，他那宝贝儿子悟性这么好吗？一晚上就将太虚剑诀入门了。李清玄，我知道你在青云宗。就在这时，厉天恒的声音如同雷霆炸响，在整个青云山脉回荡。如果你不想青云宗因你灭宗，就给我滚出来！敢杀我玄天宗长老，就不敢出来承担后果吗？李清玄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了一眼，眉头一挑，突然笑了。他是不是在挑衅我？太虚剑诀刚圆满，就有人来挑衅他，可真开心啊！不是，绝对不是。凌云吓得魂飞魄散，死死抱住李清玄的大腿。李太上，咱们千万别搭理那个蠢货。此刻凌云心里已经把厉天恒祖宗18代都骂了一遍，他好不容易才劝住这位杀神，结果厉天恒非要找死。万一两宗真打起来，他这种筑基期弟子就是炮灰啊！他骂我，我听不见也就算了。李清玄冷声开口，但我听见了，他就得付出代价。妹儿，招待一下这位小兄弟，我去就回。说罢，李清玄轻轻一震，挣脱凌云的束缚，一步踏出。轰！一声闷响，整座青云峰突然剧烈震动，李清玄周身爆发出璀璨金光。李清玄脚下虚空生莲，每一步踏出都在空中留下道运流转的青色涟印。随着太虚剑诀运转，太虚剑自行出鞘，化作一道白虹环绕在他身侧，剑鸣之声响彻九霄。凌云瘫坐在地，面如死灰。完了，全完了。江妹儿掩嘴轻笑，放心吧，那个什么宗主连干爹一剑都接不住，我哪是担心这个啊？凌云欲哭无泪，得抓紧提升修为了。
至少逃命的时候能跑快点。与此同时，青云宗上空，李清玄凌空而立，居高临下俯视着厉天恒，声音冰冷：“你找我？”叶归虚脸色巨变：“李太上，你怎么出来了？”这一次，玄天宗精锐来了大半。如果李清玄承认杀了玄天宗长老，容易演变成两宗大战啊！厉天恒怒指李清玄：“本宗主问你，我宗那些长老是不是你杀的？”李清玄眼珠一转，淡淡开口：“不是。”你果然承认。厉天恒气势汹汹的话戛然而止：“你说什么？你撒谎！我宗长老明明死在你家，怎么可能不是你杀的？”李清玄抱着剑懒洋洋道：“证据呢？你亲眼看到我杀了你们玄天宗长老，明明是剑杀的，他为什么要承认？”我……厉天恒一时语塞。李清玄目光骤然，直接打断了厉天恒的话：“没证据，所以你是来诬陷本座的了？”我……厉天恒一脸懵逼：“尼玛，他不是来兴师问罪的吗？怎么被李清玄对得哑口无言？你什么你？”李清玄厉声喝道：“本座青云宗太上长老，每天忙得很，岂会闲得得没事儿去杀你玄天宗的蝼蚁？区区玄经期，有资格让本座出手吗？”厉天恒瞪大眼睛：“什么？你是青云宗的太上长老？开什么玩笑？这李清玄不就是青石镇的一个筑基期的小家主吗？不对，筑基期怎么可能会飞？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难道他得到的消息有误？本座没时间和你废话。”李清玄剑指厉天恒，太虚剑发出龙吟般的颤鸣：“你玄天宗欺人太甚，带人到我青云宗大喊大叫，还诬陷本座，甚至打扰本座睡觉。尔等已经有取死之道，今日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厉天恒一激灵：“尼玛，打扰你睡觉最严重吗？”李清玄一剑挥出，剑气纵横，漫天云海被一分为二，露出湛蓝苍穹。恐怖的剑气让方圆数里的飞鸟都惊惶坠落，而这道青色剑芒竟直接斩向了厉天恒。厉天恒脸色巨变：“不好，一起动手，挡住！”玄天宗一干精锐急忙出手，灵力化作漫天攻击，试图抵挡这一剑。然而，这道青色剑芒所过之处，所有防御如同薄纸般被轻易撕裂。5名金丹期长老的护体灵光接连破碎，他们惊恐地发现自己的灵气在接触剑气的瞬间就出现了裂痕。这一刻，青云宗上下顿时沸腾了起来，不少弟子双腿发软，直接跪倒在地。太强了，这就是太上长老的实力吗？年轻女弟子们眼泛桃花，呼吸急促，就连叶归虚都瞳孔剧缩，心中骇然。这一剑，怕是已经触摸到元婴门槛了。此时，厉天恒一口老血喷了出来，脸色惊恐。这么多强者同时出手，竟然没挡住，这人的强大远超他的想象。等等，前辈！厉天恒喉咙干涩，声音发颤：“此事可能是我们弄错了，抱歉，我们这就走。”一句弄错就完了。李清玄冷笑：“当我青云宗是什么地方？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厉天恒面如土色，颤抖着掏出一柄灵剑：“我这儿有一柄玄阶极品灵剑，就当是我玄天宗这次的赔偿。你打发要饭的？不，还有。”厉天恒慌忙又取出一枚古朴钥匙，这是从上古洞府所得，金丹期的攻击根本就没办法损坏分毫，我怀疑这东西是某个秘境的钥匙，现在送给前辈了。李清玄隔空取过钥匙，眼睛一眯，这居然是古虚秘境3把钥匙碎片之一。李清玄目光微寒：“你明明有宝物，却不拿出来，而是用一柄玄阶灵剑来羞辱本座，你有取死之道！”说着，李清玄又是一剑悍然斩下。见此恐怖一击，厉天恒又惊又怒，破口大骂：“李清玄，你个狗日的！你拿了我的宝物还不放过我，我玄天宗和你势不两立！你特么给我等着，下次见面你必死无疑！”话音未落，地面骤然亮起阵法的光芒。李清玄的太虚剑刚刚斩落，玄天宗众人便已消失无踪。呵，李清玄眉毛一挑，收剑入鞘，指尖抹撒着那枚秘境钥匙：“倒是小瞧你了，居然拖延时间传送逃走了，还下次见面？等下次见面，本座一剑就能斩你！”青云宗山门前，无数弟子长老呆立原地，久久不能回神，仅仅一人就吓退了玄天宗诸多强者，这是何等的霸气啊！我不是在做梦吧？要知道，这一次玄天宗来的金丹期大能就有5位之多，玄金期长老更高达数十位。李太上还没收徒吧？是没收徒，不过之前有个杂役女弟子混进去了，李太上并没有赶她离开，也不知道是收做丫鬟还是收下暖床了。你丫的胡说什么呢？李太上可是金丹后期大能，
真以为人家听不见你说话吗？卧槽！你就当我放了个屁！几个女弟子听到这话，目光炙热。一个杂役女弟子都混进去了，她们堂堂外门弟子，凭什么混不进去？如果能够得到李太上的宠幸，那可就一步登天了。想着，一干女弟子急忙回去洗澡打扮。洗澡是必要的，一旦李太上真看上了他们，想原地宠幸他们，他们身上总不能有异味吧？李清玄悬在半空，看着叶归虚，笑着道：“叶太上，为什么不让我出来？这事情很难解决吗？”叶归虚张了张嘴，化作了一声苦笑：“你这家伙比我想象的强太多了。你刚刚那一剑，他已经踏出那半步了吧？你说的是半步元婴吗？”李清玄道：“我只是金丹8重罢了，距离金丹9重还差1线。不过若说实力嘛，应该差不多能够媲美半步元婴了吧？他本来就拥有太虚剑体，如果配合上圆满的太虚剑诀和天阶灵气太虚剑，哪怕面对半步元婴，他也丝毫不惧。果然啊！”叶归虚大笑一声，半步元婴可以说真正站在了青云城的最巅峰。从今天开始，青云城内绝对不会有人敢找我们青云宗麻烦了。此时他心中感慨万千，将李清玄招进宗门，绝对是他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李清玄好奇道：“各大宗门不都有半步元婴级别的强者吗？”不一样的。叶归虚正色道：“各大宗门虽然有半步元婴老祖，但这些老祖一个个寿命将近，都必死关了，除非突破，否则不到宗门生死关头是绝对不会出来的。但李太上你不一样，你才40岁就拥有了媲美半步元婴的战力，谁敢惹你，那就是找死。这样吗？”李清玄嘴角一弯，他现在也算是青云城的顶尖强者了啊。对了，叶归虚突然想到了什么，说道：“李太上，我们青云宗新生大比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一次是和玄天宗联合举办的。不过你也看到了，咱们和玄天宗的关系堪忧，我怕玄天宗那些人趁机当弟子，对咱们青云宗的弟子下死手，所以我希望到时候你能走一走，暗中保护那些小家伙。”行。李清玄点头，到时候叫我就好了。他就算不在意其他人死活，也得保护李川和苏嫣然。与此同时，玄天宗大殿内，厉天恒面色铁青地坐在首位，手指深深掐进扶手。李清玄带给他的惊吓依旧没能缓过来，在那恐怖剑气下，他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快凝固了。该死，该死！厉天恒心下憋屈，重重拍碎了面前的案几。他本是去青云宗找麻烦的，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连好不容易得到的秘境钥匙都丢了。雷耀沉声道：“宗主，实在不行，我们只能请老祖出山，帮我们讨回公道了。”放屁！厉天恒怒喝一声：“你没去青云宗，根本就不知道李清玄有多恐怖。他身上那种压迫感，我只在老祖身上感受到过。”什么？难道李清玄也达到半步元婴了？雷耀惊呼，脸色瞬间煞白。完了，这样可就真的完了，我们连报仇的机会都没有了。厉天恒阴沉着脸，他们玄天宗虽然有半步元婴老祖，可青云宗也有啊，1对2根本就打不赢。就在这时，门外弟子匆匆跑来汇报：“宗主，外面有人求见，说是来谈合作的。”不见。厉天恒没好气地挥手。那弟子战战兢兢道：“对方说是来谈一起对付李清玄的合作。”厉天恒正要发怒，一道阴冷的声音突然在大殿内响起：“厉宗主何必这么大火气？”只见一位身高近2米、身着黑衣的中年男子如鬼魅般出现在大殿中间，腰间悬挂的恶人令泛着血色光芒。“自我介绍一下。”来人阴森一笑：“恶人谷长老，排名第3阴无影。”恶人谷。厉天恒瞳孔巨缩，身上金丹气息轰然爆发，好大的胆子！恶人谷的人竟敢擅闯我玄天宗！一声喝下，门外数位长老瞬间冲入大殿，将阴无影团团围住。玄天剑阵立即启动，森然剑气封锁了整个大殿。别激动！阴无影却丝毫不慌，轻笑道：“我说了，我是来谈合作的，不是来打架的。你们玄天宗的长老被李清玄杀了吧？正好，我恶人谷的长老也被李清玄杀了。我觉得咱们有合作的基础。”“咱们可没有什么合作的基础。”厉天恒冷笑：“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李清玄并没杀我玄天宗的长老。”他心中警惕，恶人谷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和这群人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阴无影嘴角一弯，慢条斯理地从怀中取出一块幻影石。“李清玄杀你们玄天宗长老的时候，我就在附近，正好记录在留影玉简里了。厉宗主何不看看再决定呢？”说着，他激活留影玉简，一道清晰的影像投射在大殿中央。画面中，李清玄一道剑光闪过，宋铁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抹了脖子。李清玄看到这一幕，厉天恒目眦欲裂，
金丹期的气息震得大殿梁柱都出现裂痕。其他长老也都义愤填膺，一个个怒不可遏。果然是李清玄那个混蛋干的，他居然还敢不承认。青云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居然包庇那个李清玄。殷无影将刘隐玉简扔给了厉天恒，阴恻恻地笑道：“现在可以谈了吗？”厉天恒强压怒火，沉声道：“你想怎么谈？如果你们只是想利用我们，那你最好立马滚蛋。当然不是，咱们都有共同的敌人，可以联手。”殷无影正色道：“你们玄天宗和青云宗马上就要举办联合宗门新生大比了吧？这是个覆灭青云宗的好机会。你应该知道，我们恶人谷和青云宗有死仇，所以可以借助这次新生大比，等青云宗和新人员分散时，对青云宗直接发难。”厉天恒眯起眼睛，具体怎么做，可有计划？他恨李清玄，也恨青云宗的包庇。玄天宗和青云宗本就是竞争关系，他自然乐意见到青云宗遭重。据我所知，这次新生大比在妖兽山脉举行，这可是天赐良机啊！殷无影眼中闪过一抹阴毒，压低声音道：“你们玄天宗与青云宗本就是联合举办大比，届时你们的人马可以光明正大的进入妖兽山脉。青云宗那些蠢货到死都不会想到，所谓的盟友会在背后捅他们一刀。只要你们的人暗中出手，让青云宗的长老和弟子永远留在那片妖兽山脉，岂不美哉？而我恶人谷则趁虚而入，直捣青云宗老巢。到时候李清玄那个小畜生还不是任由厉宗主处置？”厉天恒闻言狰狞一笑，好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不过李清玄那个杂碎必须由我亲手了结。自然。与此同时，青云峰前一群莺莺燕燕的女弟子正翘首以盼。这些平日里端庄的宗门女弟子，此刻却是一个个打扮得格外大胆。最前排的红衣女子轻纱裹身，开叉的裙摆随着山风飘荡，雪白的长腿若隐若现。旁边蓝裙少女的抹胸堪堪裹住丰盈，随着呼吸起伏间似要挣脱束缚。更有甚者，薄如蝉翼的纱翼下，连贴身小衣的花纹都清晰可见。李太上回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众女顿时骚动起来。一个身着红色薄纱的妖娆女子抢先上前，她眉目如画，红唇似火，胸怀如鼓，深不见底。李太上，她眉目含春，红唇轻启，我看您这青云峰也没什么人，我便过来看看。说着故意俯身，露出深深沟壑。您一个男人，生活起居应该需要照顾的，我最会照顾人了，而且还精通按摩。话未说完，一个绿衣少女挤了过来，欲拒还休。李太上，我用宗门贡献值刚兑换了门双修功法，您要不要试试？保证让您都让开。一个波涛汹涌的紫衣女子挺胸上前，那对傲人随着动作剧烈晃动。人家虽然笨手笨脚，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但他媚眼如丝的掂了掂胸口，汹涌澎湃。李清玄嘴角一抽，我说，你们一个个不用心修炼，都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好家伙，真是好家伙，这些女弟子都这么开放的吗？红裙女子嘟着嘴，我觉得跟在李太上身边修炼会更快。李清玄翻了翻白眼，我不用，你们都走。绿衣少女指着院子询问道，那江妹儿为什么能进去？那是我干女儿。干女儿？众女先是一愣，随即俏脸通红的围上来。李太上，我也可以做你女儿，不管干的还是湿的都行。是啊，江妹儿能干的我们都能，如果您要是想玩点新鲜花样，我们可以一起。李清玄，我的天，这群女弟子都疯了吧？不过李清玄还是拒绝道，都回去吧，我不需要。李太上，你就给我们一个机会嘛。是啊，我们不比那个江妹儿差的，听不见我说话吗？回去。李清玄冷哼一声，威压稍稍释放，众女顿时花容失色，慌忙逃离。看着这群女弟子狼狈的背影，李清玄揉了揉太阳穴，好乏啊！你们想白给也行，但你们能先照照镜子吗？就你们这些庸脂俗粉也配？他堂堂青云宗太上长老，即将突破元婴的大能，就算找也得找那些圣女仙子啊，纯素人有什么意思？干爹，江妹儿倚在门边，好奇问道：“您为什么不收了他们呀？”李清玄瞥了江妹儿一眼，你以为谁都有资格成为我女儿吗？那您怎么收下我了？江妹儿俏脸一红，难道在干爹眼里她不一样？确实呢，她比那些女的长得都好看。你运气好。李清玄想了片刻，如实说道，要不是他想试一下系统好不好用，压根儿就不会收江妹儿。院子里，凌云见李清玄回来，急忙起身，李太上，您回来了，我就先回去了。这李太上太猛了，玄天宗那么多高手过来，居然都奈何不了对方。等一下。
李清玄询问道：“对了，你叫什么来着？怎么每次都是你来传信？”那弟子受宠若惊，连忙躬身回禀太上，弟子凌云是外门传世弟子，宗门重要事务都是由我们这些弟子负责传达。李清玄若有所思地摸着下巴，他收的这2个干女儿弊事真多，整天除了勾引他就想着爬他的床，烦死了。要不收这小子当干儿子？转念一想，万一干儿子也有这种心思，李清玄顿时打了个寒战。算了算了，李清玄赶紧打消这个可怕的念头，随手抛给凌云一瓶丹药。看你才筑基8重，这瓶筑基丹赏你了。凌云手忙脚乱地接住，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调。多谢太上长老，这一瓶筑基丹够他省吃俭用攒好几年了。先别急着谢。李清玄眯起眼睛，东西不是白拿的，我有事要你办。凌云立刻挺直腰板，太上请吩咐，弟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外门有个叫李川的弟子，知道吗？不知道。见凌云摇头，李清玄恍然。虽然宗门高层都知道李川是他儿子，但并未传播出去，普通弟子并不知情。你服下这一瓶筑基丹，应该能突破到筑基10重。李清玄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我要你每天去揍李川一顿，记住，只要打不死就往死里打。你大可放心，那李川只有筑基7重，肯定不是你的对手。凌云张大嘴，太上长老，您和李川有仇？这你别管。李清玄摆摆手，只要你每天都能打赢他，以后你的修炼资源本太上长老包了。说着又取出一枚造化丹，这枚造化丹你拿去吧，可以改善你的体质。凌云扑通一声跪下，激动道：弟子保证完成任务。从明天起，不，从今天起，我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去揍李川。看着凌云兴冲冲离去的背影，李清玄忍不住的笑出声来。儿啊，你在宗门过得太安逸，修为进步太慢，爹给你上点强度，你以后肯定会感谢爹的良苦用心。凌云回到自己的住所，立刻盘膝而坐，将整瓶筑基丹倒入口中，丹药入腹，顿时化作滚滚灵力在经脉中奔涌。他咬紧牙关，额头青筋暴起，忍受着灵力冲刷带来的剧痛，给我破！随着一声低吼，凌云周身气息骤然暴涨，整整一夜，他的房间都闪烁着忽明忽暗的灵光。当第一缕晨光透过窗棂时，凌云猛地睁开双眼，2道金光迸射而出。筑基10重，凌云激动地握紧拳头，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李太上给的丹药果然不凡，我感觉我的资质都提升了不少。简单洗漱后，凌云站在铜镜前整理衣衫，突然犯了难，该怎么找个合理的理由去揍那个李川呢？总不能直接说是李太上让我来揍你的吧。与此同时，宗门任务阁，李川盯着任务预检上的内容直撇嘴，采集百年紫灵芝，这也太没挑战性了。不过宗门新生大比就在妖兽山脉，可以提前去适应一下。出了任务阁，李川径直朝山门走去。他刚抬起左脚迈出宗门，突然一道人影从天而降。站住！凌云指着李川的左脚，义正言辞道：你居然敢左脚先踏出宗门，和我不一样，你有取死之道。李川一脸懵逼，这位师兄，你……话没说完，砂锅大的拳头就呼到了身上。砰！李川连退7、8步，胸口一阵气血翻涌，怒道：你神经病啊！要找我麻烦直说，这算什么理由？凌云眼中目光一凝，大义凛然喝道：还敢骂我，罪加一等！说着又是连环3拳轰出，打得李川节节败退，口吐鲜血。你特么！李川眼中怒火中烧，忍无可忍。是你逼我的！一道青光闪过，李川手中突然多出一柄通体轻盈的长剑，剑身铭刻着玄奥纹路，隐隐有龙吟之声。卧槽！地阶灵气！凌云瞳孔一缩，急忙抽出自己的玄阶下品长刀。太虚剑诀第一式太虚一线。李川剑势如虹，青色剑芒吞吐不定。凌云不敢大意，将全身灵力注入长刀，一时间刀光剑影，两人竟战得难分难解。30招过后，李川额头已经见汗，天阶剑法消耗太大，他的灵力即将见底。好机会！凌云眼睛一亮，抓住一个破绽，猛地一记鞭腿，将李川踹飞出去。扑通！李川重摔在地上，还没起身就被凌云按住一顿暴揍。王八蛋！李川鼻青脸肿地骂道：你就是仗着修为比我高，我要是有你的修为，你早就败了。凌云一边揍一边回怼：你要不是有地阶灵气，早就趴下了。你……李川憋屈得要吐血，我就想知道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要对我出手？凌云正气凛然：我不是说了吗，你左脚先踏出宗门，和我不一样。说着又是一拳。李川，他此刻无比确信
眼前这人就是个大傻逼。打完收工，凌云整理了下凌乱的衣衫，一本正经道：“你小子给我记住，明天要是还敢用左脚踏出宗门，我见一次打一次。”混蛋！李川瘫坐在地上，气得浑身发抖。你丫的给我等着，等小爷我突破筑基8重，小爷揍死你丫的！话虽这么说，但他才突破筑基7重，再嗑药容易根基不稳。要不求助他老爹？可他是被同辈的人揍的，他丢不起这个人。思来想去，只能闷头钻研剑诀。服用了回春丹后，李川的伤势很快就痊愈了，开始全身心的研究太虚剑诀。第二日，李川一脸警惕，小心翼翼出门，生怕遇到昨天那个疯子。然而刚踏出宗门，那熟悉的身影再度出现。凌云一拳朝着李川砸了过去，李川纵然有所准备，也后退了3步，气血翻涌。李川大骂：“王八蛋，又是你，没完了是吧？”凌云厉声喝道：“昨天我已经警告你了，不可以左脚先踏出宗门，你是不是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说着全力爆发，开始哐哐揍。又是一顿战斗，李川再度被揍得鼻青脸肿。凌云一本正经道：“你这人怎么就不长记性呢？好好记住，不能左脚先踏出宗门，明白了吗？”说着凌云一阵心满意足，转头就走。李川快气炸了：“混蛋啊，不管你是谁，我李川和你势不两立。”回到房间，李川闷头就开始钻研太虚剑诀。第3日，李川没出门，就龟缩在屋里研究太虚剑诀。凌云找上门，揍了李川一顿。李川怒吼：“我都没出门，你揍我干什么？”凌云道：“你不出门，是不是瞧不起我？”李川。第4日，李川出门了，这一次学聪明了，右脚先踏出大门。凌云二话不说，又把李川揍了一顿。李川实在是受不了了：“我都右脚先迈出去了，你为什么还打我？”凌云一本正经道：“已经新的1个月了，这个月不能右脚先迈出大门，我特么和你拼了！”然后又是鼻青脸肿。一连5日，李川天天都在挨揍。终于第6日，李川本身就有着系统奖励的上品悟性，配合上问心丹，伴随一声怒吼，他的太虚剑诀小成了。李川咬牙切齿：“凌云，凌云，你个狗日的，这一次我看你还怎么赢我！”说着就冲了出去。与此同时，青云峰上，李清玄正晒着日光浴。叮，检测到宿主儿子太虚剑诀小成，获得1倍返还，宿主对太虚剑诀的领悟提升至宗师级。卧槽！李清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我太虚剑诀都圆满了，居然还能提升，这宗师级是什么鬼？这太虚剑诀可是天阶剑诀，领悟起来极难。且不说他这个挂逼，他那个大孝子怎么1个礼拜就从入门达到小成了？系统提示音刚落，李清玄浑身一震，他感觉脑海中仿佛有万千剑影在飞舞，原本烂熟于心的太虚剑诀，此刻竟浮现出无数全新的理解那些晦涩难懂的剑诀要义，此刻清晰的如同掌纹。那些早已经固定了的招式变化，突然有了千百种更精妙的可能。这是李清玄下意识伸手一招，院外柳树上的一节枯枝自动飞入掌心。在握住树枝的瞬间，他惊讶地发现，这节毫无灵气的枯枝在他手中竟如同绝世神兵般产生了共鸣。嗖！李清玄随手一甩，枯枝在空中划出一道玄妙轨迹，竟将10丈外的百年铁杉树洞穿。更惊人的是，被洞穿的树干切口光滑如镜，连一丝木屑都没飞溅，仿佛那节枯枝本就是神兵利器。李清玄震惊地看着远处树干，倒吸凉气，以草木为剑，这已经超脱了剑诀原本的范畴。他心念微动，原本需要蓄力的太虚一线，此刻更是信手拈来。不仅如此，这招竟然在他手中竟演化出7种变化，每一种变化都浑然天成，仿佛这套剑诀本就应该这样施展。原来如此，李清玄眼中金光闪烁。宗师级相比大圆满级，可不是境界上简单的提升，而是对剑道本质的领悟。他忽然明悟，自己现在随手创出的剑招都足以开宗立派。若他愿意，甚至能撰写一部太虚剑诀注解，让后世剑修少走100年弯路。凌云呆立在院门口，疯狂地吞咽着唾沫，看着李清玄的目光满是敬畏。只是随便从地上捡起一个树枝，竟然就有如此恐怖的威力，这李太上的实力到底强横到了何等逆天的程度？这特么是树枝吗？说是神兵利器都有人信啊，就算元婴大能也不过如此吧。难道李太上已经达到元婴期了吗？哟，来得正好。李清玄转头看见凌云，笑眯眯的招手。任务完成的不错嘛，这才不到1周就逼着他儿子将太虚剑诀修炼到了小成，而他更是得到了系统的1倍返还，他这个当爹的可太舒服了。
凌云一个机灵，小跑着上前行礼，能为李太上效劳是弟子的福分。李清玄心情大好，随手抛着枯枝玩，说吧，想要什么奖励？弟子不敢。凌云话到一半突然卡壳，因为他看见李清玄手里的枯枝每次落下时都在青石板上刺出一个大洞，简直恐怖如斯。不过凌云犹豫了一下，还是如实禀报，李川那小子实力提升太快了，最近2次交手，我揍他是越来越费劲了，特别是他手中那柄地阶灵剑和特殊的剑招，让他能轻松越级战斗，要不是我修为比他高3重，早就被他打败了。地阶灵剑，李清玄心头闪过一丝疑惑，他明明只给过李川一把地阶灵刀和玄阶极品灵剑，这小子哪来的地阶灵剑？难道真有什么戒指？老爷爷思索片刻，李清玄也懒得深究，直接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把通体血红的长刀。你是用刀的吧？这把地阶下品血灵刀给你了。什么？地阶灵器？给我的？凌云惊呼出声，根本不敢接。李太上，这是不是太贵重了？给你就拿着，哪里来的这么多废话？李清玄翻了翻白眼，帮我办事，我还能亏待你了？是。凌云忙不迭点头，双手颤抖着接过长刀，刀身入手，他立刻感受到一股澎湃的灵力波动，顿时激动得满脸通红。地阶下品灵器，就算把它转卖100次，他也买不起。多谢李太上栽培。凌云单膝跪地，声音满是激动。您放心，有了这把刀，李川那小子绝对不可能打得过我。李太上真是太大方了，简直比他亲爹还亲啊！他以后一定要好好孝敬李太上。李清玄看着凌云离去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这小子倒是挺上道。此时青云宗大门外，凌云一声怒喝响起，李川手持青霄剑，气势汹汹地拦住了凌云的去路。他眼中燃烧着熊熊怒火，剑尖直指凌云。这1个礼拜的账，今天咱们好好算算。凌云挑了挑眉，一脸不屑。哟，这不是李师弟吗？怎么皮又痒了？少废话，看剑！李川怒喝一声，手中青霄剑绽放出耀眼光芒，直取凌云咽喉。哼，雕虫小技！凌云冷笑一声，右手一翻，血灵刀瞬间出鞘，枪！刀剑相击，火花四溅。李川只觉一股巨力传来，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什么？李川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凌云手中的血色长刀。地阶灵器？你怎么会有地阶灵器？凌云把玩着血灵刀，嗤笑道：怎么，就准你有地阶灵器，别人就不能有了？做人不要太双标。李川震惊的不仅是对方有地阶灵器，更让他惊骇的是这把刀怎么跟老爹给他的那把一模一样。他急忙查看储物袋，发现自己的刀还在。见鬼了！李川喃喃自语。别发呆了，继续啊！凌云勾了勾手指，一脸戏谑。接下来的战斗完全是一边倒。尽管李川剑诀小成，但在修为和武器的双重压制下，很快又被揍得鼻青脸肿。凌云收起血灵刀，拍了拍李川的肩膀：师弟，马上新生大比了，今天就放你一马，等大比结束，咱们再慢慢玩。看着凌云扬长而去的背影，李川气得浑身发抖。神经病啊！为什么就盯着我一个人啊？有本事你去找我爹啊！你特么给我等着，等新生大比结束，我非弄死你不可！叮！检测到宿主莫名其妙进校成功，奖励药灵之体。因父亲对宿主表现极为满意，奖励自动升级为顶级体质噬灵圣体。获得噬灵圣体后，宿主将可以通过吞噬灵石、丹药等快速提升实力，同时获得百毒不侵特性，任何丹药服用后均不会产生副作用。李川激动得浑身发抖，眼眶都湿润了，对着青云峰的方向咚咚咚连磕3个响头。爹啊，您可真是我亲爹啊！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整天想着怎么笑死，老爹都还没真正实行呢，结果老爹反手就送了他一份大礼。噬灵圣体啊，这可是书中记载的顶级体质，有了这个体质，以后丹药、灵石岂不是可以当糖豆吃？李川兴奋地搓着手，立刻跑回房间，把老爹给的筑基丹一股脑全倒进嘴里，灵石摆在身侧，丹药入腹，立刻化作澎湃的灵力洪流。但让李川震惊的是，10颗筑基丹下肚，竟然只让他从筑基7重提升到8重。卧槽！李川瞪大眼睛，这圣体是饕餮转世吧？10颗筑基丹，外加上上百块下品灵石才升1级。他好像明白了，越是强大的体质，每次突破需要的能量就越多，而同一种丹药吃多了，效果还会递减，这才导致他吃了10颗筑基丹，才勉强提升了一个小境界。不管了，李川一咬牙，把3颗凝露丹也掏了出来，拼了！
这3颗本该是凝液期才能服用的丹药，此刻他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轰！狂暴的灵力在体内炸开，李川整个人都膨胀了一圈。他咬紧牙关，额头青筋暴起，忍受着灵力冲刷经脉的剧痛。整整一夜，他的房间都闪烁着忽明忽暗的灵光。当第一缕晨光透过窗棂时，李川猛地睁开双眼，2道金光迸射而出。筑基10重，他激动地握紧拳头，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虽然境界提升迅猛，但因为是灵圣体的特殊效果，丝毫没有根基不稳的迹象。唯一的不足就是战斗经验和对新境界的领悟还跟不上。李川整理好衣衫，听着回荡在宗门上空的召集钟声，嘴角扬起一抹自信的笑容。新生大比终于要开始了，正好借这个机会好好磨练一番。凌云，你给我等着，等大比结束，看我不把你揍的连你妈都认不出来。与此同时，青云宗主殿的琉璃瓦檐上，李清玄正悠闲地斜倚着，手中拎着一壶灵酒，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眼睛在新生队伍里扫来扫去。啧啧，这一届的新生女弟子的质量不错啊，这个腿挺好看，那个腰不错啊。李清玄的目光在人群中游走，突然眼前一亮，只见苏嫣然一袭白衣站在队伍前方，在阳光下宛如谪仙，果然还是我家夫人最有气质。李清玄得意地咂咂嘴，这颜值，这身段，放眼整个青云宗都找不出第二个。叮，检测到宿主儿子实力提升至筑基10重，触发200倍返还，宿主修为提升至金丹10重。噗！李清玄一口酒喷出3米远。什么鬼？他只觉得体内灵力突然暴涨，丹田内的金丹疯狂旋转，眨眼间就凝聚出了10道璀璨的金色丹纹。这……李清玄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一脸懵逼。那小子是吃了仙丹吗？一晚上连跳3级，按照这个速度，怕是用不了几天，他就能突破元婴了。不行啊！李清玄挠着下巴上的胡茬，那小子该不会为了打得过凌云，把丹药都吃了吧？修为长太快，容易出问题啊！要不，让凌云那小子下手再重点，让李川在床上躺个10天半个月。就在这时，一道浑厚的声音响彻全场：新生大比预选赛规则，想必诸位已知晓。只见一位身着墨色长袍的中年男子凌空而立，面容刚毅如刀削，眉间一道闪电状的疤痕更添几分威严。此人正是青云宗副宗主陆擎苍，金丹3重修为。本宗只说重点，你们有3天时间，在妖兽山脉猎杀妖兽，获取妖核，按品阶兑换积分，前100名可晋级擂台战。陆擎苍声如洪钟，目光扫过全场。此次大比与玄天宗联合举办，他们会从山脉另一侧进入，你们可以抢夺对方妖核，但切记不可伤人性命。现在所有人登上灵舟，即刻出发。数百名弟子有序登上一艘巨大的云纹灵舟。就在灵舟即将启程时，叶归虚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李清玄身旁。李太上。叶归虚眉头紧锁，沉声道：虽由陆副宗主亲自带队，还有10余位玄经长老随行，但我总觉得这次大比恐有变故，有事用传讯符联系我。李清玄轻晃酒壶，嘴角微扬：叶太上放心，有我在，翻不了天。感受着体内10道经文流转的澎湃灵力，他信心满满。妖兽山脉，从高空俯瞰，整片山脉如同一条蜿蜒的巨龙，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中不时传来妖兽的嘶吼。远处几座活火山喷吐着浓烟，将半边天空染成暗红色。更深处，隐约可见扭曲的浓雾森林，那是连金丹修士都不敢轻易涉足的禁区。灵舟降落在山脉外围，随着51道，大比正式开始。数百青云宗弟子气势如虹，纷纷冲进妖兽山脉。殷无影缓缓从树影中浮现，望着进入山脉的青云宗众人，嘴角勾起一抹狞笑：都进去吧，快进去吧，这妖兽山脉就是你们的坟墓。咦？就在这时，一个懒洋洋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炸响：我说怎么总觉得有人鬼鬼祟祟跟着，原来是你这只小老鼠啊！殷无影浑身汗毛倒竖，猛地转身，正对上李清玄似笑非笑的脸。李清玄。殷无影吓得半死，飞身急退，声音都变了调：你不应该在青云宗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怎么可能？他的隐遁术已经修炼到了大成，除非是元婴大能，否则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发现他的踪迹。但这个李清玄不但发现了他，甚至还反跟踪了他。哦，你认识我？李清玄缓步向前，微微眯起眼睛，瞳孔中似有剑芒吞吐。你身上这股下水道里的腐臭味很熟悉啊，和恶人谷那群人身上的气息一模一样。当初我回李家的时候，总觉得暗中有双眼睛盯着我，那个人该不会就是你吧？那么问题来了，你想怎么死？李清玄每一步落下，地面竟无声无息地裂开蛛网般的细纹。他周身1丈之内，空气开始扭曲震颤，
仿佛承受不住某种恐怖的压力。话音未落，殷无影突然瞳孔骤缩，他骇然发现自己的右臂不知何时竟多出了10几道细密的血痕，那些伤口整齐的可怕，就像被无数看不见的利刃划过。更恐怖的是，他根本没看到李清玄出手。这是传说中的剑体。殷无影浑身汗毛倒竖，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这人到底将剑术修炼到了何种逆天的程度？仅仅是身上自然散发的剑气就能隔空伤他？李清玄没有回答，只是嘴角勾起一抹令人毛骨悚然的弧度。刹那间，殷无影只觉得全身血液都要凝固。逃！必须马上逃，否则他必死无疑。殷无影浑身汗毛倒竖，体内灵力疯狂运转，隐遁术催动到极致，整个人瞬间化作一道模糊的残影向远处飞掠。他心中惊骇欲绝，这李清玄的实力怕已经触摸到元婴的门槛了。想走？李清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右手轻抬，腰间太虚剑铮的一声自动出鞘。刹那间，整片山林都为之一静，连风声都仿佛凝固。太虚一现，剑光乍现，一道璀璨如星河般的剑芒横贯长空。那剑光看似缓慢，实则快若惊雷，所过之处，喧嚣的风都为之断流。啊！殷无影只觉左耳一凉，随即剧痛传来。他惊恐地看到自己的左耳竟在半空中打着旋儿坠落，切口光滑如镜，甚至还能看到耳垂上那颗黑痣。直到耳朵落地，鲜血才后之后觉得喷涌而出。这一剑快得连鲜血都来不及反应。殷无影捂着鲜血淋漓的左耳，骇然至极。他的隐遁术可是连金丹10重都追不上的保命绝学，此刻竟连一剑都躲不过。这李清玄比他想象的还要强。殷无影来不及多想，急忙朝嘴里塞了一颗燃血丹。虽然这丹药副作用极大，但可以短时间内让他提升一个小境界，速度还能再快3分。少顷，殷无影身上骤然爆发出刺目金光，整个人化作一道金色流光激射而出，速度之快，在空中留下道道残影。李清玄，这一次算你走运，下次见面我必杀你。然而下一秒，殷无影老脸一僵，只见李清玄的身影诡异地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时已经挡在了他的必经之路上。李清玄嘴角微微上扬，咱们又见面了。啪！一声清脆的耳光炸响，殷无影来不及反应，整个人如破麻袋般横飞出去，狠狠撞在一棵古树上，树干咔嚓一声裂开蛛网般的纹路。噗！殷无影吐出2口鲜血，混着几颗碎裂的牙齿，右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起，火辣辣的痛感让他眼前发黑。李清玄，你敢如此羞辱我，老子和你拼了！殷无影目眦欲裂，地阶下品的幽魂灵刀瞬间出鞘，刀身泛起森冷寒光。堂堂金丹8重强者竟被人当众抽耳光，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反正他也逃不掉了，还不如全力以赴。幽冥9绝斩，9道刀气如鬼魅般交错斩出，所过之处地面结出冰霜，空气发出嗤嗤的冻结声。李清玄却只是随手一招，一根2尺长、小指粗细的枯树枝从地上飞入掌心，然后漫不经心地用树枝挽了个剑花，朝殷无影勾了勾手指。来！殷无影先是一愣，随后怒极反笑。李清玄，你什么意思啊？一根树枝就想打败我？你他妈是不是瞧不起我？李清玄淡淡开口，对付你一根树枝足矣。你大爷的！殷无影暴怒至极，刀势更凶，9道刀气化作漫天寒芒，铺天盖地斩向李清玄。刷刷刷，刀光如潮，杀意刺骨。然而李清玄只是随手抬起树枝，轻描淡写的格挡。叮叮叮，清脆的碰撞声接连响起，那看似脆弱的枯枝竟如神兵利器一般，将殷无影的刀势全部挡下。而在和地阶灵气的交锋中，树枝表面连一丝划痕都没有。不可能！殷无影越砍越心惊，额头渗出丝丝冷汗。这 TM 只是根普通的树枝啊，你太弱了，就算是练招也完全不够看。李清玄摇了摇头，算了，还是送你上路吧。话说间，他忽然将树枝横在身前，手掌轻轻一握，整根树枝骤然绽放刺目青光，干枯树皮寸寸剥落，露出内部晶莹如玉的木质。可就是这样一根普通到极点的树枝，此刻剑气凝若实质，3寸寒芒吞吐，周围10丈内的落叶无风自动，环绕剑身缓缓旋转。唰！李清玄随手一挥，半月形剑气横扫而出。轰隆隆，方圆10丈内所有古树齐齐一震，随后缓缓倾斜，轰然倒塌，断面光滑如镜，甚至能倒映出殷无影惨白的脸。这殷无影看到这一幕，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面色骇然，甚至连呼吸都忘记了。
这特么是人能做到的？咣当，灵刀掉在身旁，他却连捡起的勇气都没有了。殷无影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浑身颤抖。这一刻，无尽的恐惧直击他的心脏，他彻底崩溃了。一根树枝随手一挥就能斩断10丈骨灵，这乃是金丹，这绝对是元婴大能。眼看李清玄一步步走来，殷无影吓得魂飞魄散，不断地磕着头哀求道：求求你饶我一命，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只要你放我一马，我把恶人谷针对青云宗的计划都告诉你。这人太强了，强到他连反抗的欲望都没有了。哦，针对青云宗。李清玄眉毛一挑，什么计划？说来听听。是。殷无影急忙开口，恶人谷已经和玄天宗合作了，玄天宗的人负责抹杀妖兽山脉内青云宗的所有弟子和长老，而恶人谷则是负责去进攻青云宗。玄天宗找死！李清玄脸色骤变，目光森寒。这次他们出动了多少人？其他人的死活他不在意，但李川和苏嫣然还在妖兽山脉。殷无影咽了口唾沫。玄天宗出动了7位金丹期强者，30余位玄金期，以及上百位凝液期。他们筑基期的新生根本就没进妖兽山脉。呵，李清玄眼中寒芒暴涨。玄天宗倾巢而出，就不怕老巢被人端了？殷无影突然想到了什么，急忙开口：前辈，您说的没错，现在玄天宗空虚，正是攻打玄天宗的最佳时机啊！只要您饶我一命，我可以说服我们谷主转攻玄天宗。攻打玄天宗危险低，收益还高，我们谷主一定会同意的。最后一个问题。李清玄懒得听殷无影废话，打断道：你们谷主什么境界？半步元婴。殷无影支支吾吾道：但这7日我未曾回谷，不知他是否突破成功。我们谷主不在这一边，您和我们谷主对不上，现阶段最重要的是保住青云宗那些弟子。你说的对，现阶段救人最重要。李清玄意味深长地看了殷无影一眼，突然转身化作一道流光冲向妖兽山脉。殷无影见李清玄转身离去，先是一怔，随即心头狂喜。这个蠢货居然真的信了我的鬼话，我可是恶人谷的杀手啊，什么时候说话算数过？殷无影狞笑一声，转身就逃。李清玄啊，李清玄，你不杀我可是会后悔的。谷主早已突破元婴，等我和谷主会合，定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然而就在这时，话音戛然而止。赤！殷无影脖颈突然浮现一道发丝般的血线，起初只是渗出细密血珠，但转瞬间鲜血突然从脖颈处喷涌而出。殷无影惊恐地捂住伤口，却发现根本止不住。突然他的右臂齐肩而断，鲜血如泉涌般喷洒。啊！殷无影刚惨叫了一声，胸口便炸开一个血洞，心脏部位直接被剑气贯穿。紧接着双腿膝盖以下齐齐断裂，整个人砰地跪倒在地，膝盖将青泥地面砸出2个深坑。怎么会这样？那家伙到底什么时候出手的？殷无影瞪大双眼，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看到了100丈外李清玄始终未回的背影。直到此刻，他才明白，原来那一剑早在树枝斩断周围森林时就已经斩出，剑气凝而不发，潜伏百息才骤然爆发。这等剑道造诣简直闻所未闻。赤！伴随最后一道剑气闪过，殷无影的身躯被精准分割成7块，切口光滑如镜的肉块散落一地，鲜血在地上汇成一片血泊，死不瞑目。李清玄使用传讯符将消息传给叶归虚后，身形如电，在妖兽山脉中疾驰而过，所过之处草木皆被凌厉的剑气撕碎，在身后留下一道笔直的真空轨迹。吼！一头筑基巅峰的赤焰虎从密林中扑出，獠牙泛着寒光。滚！李清玄头也不回，随手一挥，一道青色剑气破空而出，那赤焰虎上在半空就被斩成2半，鲜血还未溅出就被残余剑气蒸发成血雾。李清玄飞奔了半炷香时间，眉头越皱越紧。妖兽山脉外围就这么大，按理说以他的速度早该追上青云宗众人了，可这一路竟连个人影都没见到。不对劲！就在他心生疑虑时，前方突然传来一声巨响，轰！一道身影凌空倒飞，重重砸在他身旁的古树上。那棵2人合抱的巨树应声而断，木屑纷飞中露出凌云那张惨白的脸。噗！凌云紧握着地阶灵刀，一口鲜血喷出。踏踏踏！沉重的脚步声传来，一个须发灰白的老者缓步走出，手中玄铁重刀拖在地上，划出刺耳声响。老者脸上皱纹如刀刻，左眼有一道狰狞伤疤，浑身散发着玄金10重的威压。运气不错啊，筑基期的垃圾竟有地阶灵气。老者阴森一笑，
贪婪地盯着凌云手中的刀。本长老在玄天宗苦修100年，用的还是玄阶极品灵刀，你这种废物也配用地阶灵器？交出地阶灵器，本长老可以给你一个痛快。凌云擦去嘴角鲜血，咬牙道：这地阶灵刀可是李太上送给我的，除非你杀了我，否则你别想着拿走。凌云心下惊恐，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玄天宗的人简直丧心病狂，不仅违背大比规则，更是直接对青云宗弟子痛下杀手。与他结伴而行的几位同门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就被那老者一刀毙命。若非他手中这柄李太上赐予的地阶灵刀在关键时刻挡下致命一击，此刻他怕是早已命丧黄泉。敬酒不吃罚酒，老者阴冷一笑，浑浊的眼中杀意暴涨。既然如此，老夫就送你上路。话音未落，他手中重刀骤然爆发出刺目黑芒，刀身震颤间发出凄厉的嗡鸣。这一刀斩出，竟在空中划出一道漆黑的裂痕，仿佛连空间都被撕裂。凌云面如死灰，绝望地闭上眼睛。玄金10重强者的全力一击，即便他手握天阶灵气也难逃一死。那恐怖的刀气还未临身，就已经让他浑身血液都要凝固。本座送出去的东西你也敢抢？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淡漠的声音突然响起，如同九幽寒泉般冰冷刺骨。咔嚓，李清玄的身影鬼魅般出现在凌云面前，修长的手指轻轻一捏，那足以劈山断月的黑色刀气竟如同脆弱的琉璃般在他指尖寸寸碎裂。老者瞳孔巨缩，踉跄后退数步。你是谁？竟敢管我玄天宗的事？凌云猛地睁开眼睛，当看清那道熟悉的背影时，顿时激动得浑身发抖。李太上，您怎么会在这儿？李太上在，他就不用死了。老者闻言如遭雷击，满脸骇然。你就是那个杀金丹期强者如杀狗的李清玄？得知李清玄的身份，老者浑身汗毛倒竖，二话不说转身就逃。人的名，树的影，这种级别的存在根本就不是他一个小小的玄金期能抗衡的。该死，怎么会碰上这个杀神？老者心中狂吼，体内精血疯狂燃烧，双腿肌肉诡异地膨胀起来。他每一步踏出都在地上留下焦黑脚印，身形如鬼魅般在古树间穿梭。他眼角余光瞥见李清玄仍站在原地，心中稍安。哼，任你修为通天，在这密林中也要受制。李太上，他要跑了！凌云急得大喊。李清玄冷笑一声，一只玄金期的蝼蚁也能从我手里逃掉，那本座可以找块豆腐一头撞死了。说着，右手一招，一根20公分长的枯枝从地上飞入掌心。那根枯枝落入李清玄掌心的瞬间，突然被一层凝若实质的青色剑气包裹，剑气如流水般在枝干表面流转，看似温润如玉，实则锋芒内敛。整根树枝此刻就像一柄藏锋的绝世神剑，朴实无华的外表下，连周围的空气都因承受不住剑意而微微扭曲。去！李清玄随手一甩，咻！树枝化作一道青色流光，瞬间洞穿13棵参天古树。每一棵被穿透的巨树树干上都留下一个碗口大小的光滑圆洞，边缘处连木刺都没有翘起一根。噗！已经逃出数10丈的老者身形猛然僵住，他低头看着胸口突然出现的血洞，又望向定在前方树干上的树枝，眼中满是难以置信。我都逃这么远了，仅仅一根树枝，这到底是……话没说完，便轰然倒地，死的不能再死。凌云倒吸一口凉气，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这就是李太上的实力吗？太恐怖了！李清玄懒得去看那玄天宗的长老，沉声问道：凌云，这里为什么只有你一个？咱们青云宗其他人呢？凌云回过神儿，急忙回答：我们进入妖兽山脉后，就遇到了兽潮，宗门弟子被兽潮驱赶，去了妖兽森林最深处了。我刚好修炼了一门隐匿气息的功法，才逃过兽潮的，但却遇到了玄天宗的长老。说到这里，凌云咬牙切齿：李太上，这玄天宗的长老为什么要杀我们啊？咱们青云宗不少人已经死在他手里了。李清玄目光一凝，因为玄天宗已经和恶人谷合作，要灭了咱们青云宗。什么？凌云骇然惊呼。李清玄扔给凌云一瓶回春丹。凌云，本次宗门新生大比正式取消，你吃了丹药后立刻离开妖兽山脉，若路上能遇到青云宗的人，也让他们一起离开。是。凌云精神一振，急忙点头。李清玄交代完毕，便直接朝着森林深处走去。凌云则偷摸来到那玄天宗长老身边，捡起储物袋后狠狠踹了一脚：王八蛋，让你以大欺小，活该！李清玄加快速度，一路狂奔，心头有些紧迫。再往里，可就是妖兽森林的禁区了。禁区内浓雾弥漫，就算等闲金丹高手进去，也很难全身而退。
更别说他那傻儿子和苏嫣然了。禁区边缘浓雾如纱，300余名青云宗弟子被逼至绝境，背靠禁区毒雾，退无可退。陆擎苍捂着血流不止的右臂，脸色惨白如纸。他身后12位长老更是伤痕累累，其中3位长老已经失去意识。此刻，厉天恒负手立于最前，6位金丹长老如七柄出鞘利剑，在他身后一字排开。在他们身后，30名玄金期高手如同铜墙铁壁。即便是站在最后方的那些修士，实力最弱的也都是凝液后期。看到眼前这些人，青云宗众人已经心生绝望。两边的实力差距太大了。厉天恒、陆擎苍死死盯着对方，咬牙切齿道：“你干什么？咱们两宗不是盟友关系吗？为什么要对我们青云宗出手？”盟友？厉天恒好似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李清玄那王八蛋杀我宗数位长老，作为盟友，你们青云宗为什么要包庇李清玄？陆擎苍沉声道：“这件事不是弄清楚了吗？李太上并没有杀你们长老。”放屁！厉天恒怒喝一声，猛地甩出一枚流影玉简。要不是恶人谷的长老给本宗主看了李清玄的杀人影像，还真被你们骗过去了。陆擎苍心头狂震，恶人谷，你们玄天宗和恶人谷搞在一起了？没错。厉天恒狞笑一声，金丹五重的威压轰然爆发。恶人谷的长老现在已经去灭你们青云宗了，现在你们青云宗估计也不好过，所以绝对不会有人来救你们了，你们今天都得死。厉天恒一声令下，身后玄天宗众人气势轰然爆发，上百道灵力冲天而起，在空中交织成一张死亡之网，将青云宗众人完全笼罩。苏嫣然紧咬红唇，指甲深深掐入掌心，她不甘心啊！明明发誓要靠自己闯出一片天地，可在这等绝对实力面前，她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夫君，苏嫣然美眸中泛起水雾，想起李清玄对她的种种好，心中满是愧疚。对不起，我还没能报答你。爹，快来救我啊！李川又惊又怒，扯着嗓子大喊着：“你再不来，你的孝顺儿子就要死了！我要是死了，谁给你找漂亮妹子啊？”他好不容易拥有系统，还刚得到圣体，是真不想死啊！旁边的一干弟子看着李川，绝望中带着苦笑：“你以为你爹是李太上吗？能脚踏祥云，从天而降过来救你？叫爹，你叫爷爷都没用。”厉天恒狞笑一声，他手中长刀骤然亮起刺目血光。既然你这么怕死，那就先从你开刀。一刀劈出，天地变色，刀气化作10数丈血色匹链，所过之处空间扭曲，地面被离出一道深不见底的沟壑。刀锋位置，恐怖的威压已经让李川浑身骨骼咔咔作响，皮肤表面渗出细密血珠。轰！就在这时，一道青色剑芒如9天雷霆般劈落，剑光位置，厉天恒便感觉到一股死亡的气息笼罩，让他头皮发麻，不得不仓皇暴退。太虚剑插在他方才站立之处，方圆10丈内的地面瞬间塌陷，形成一个深达数丈的巨坑。坑中剑气纵横，每一道都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连空气都被切割成碎片。扑通！距离最近的几名金丹期高手脸色巨变，急忙运转灵力抵挡着恐怖的剑气，其他人更是面色惨白，连退数10步。是谁？厉天恒厉声喝道，声音却带着止不住的颤抖：“给我滚出来！”浓雾中，一道青色身影踏虚而来，衣袂翻飞间似有万千剑意流转。太虚剑发出一声龙吟般的清鸣，剑身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弧线，稳稳落回那人修长的指尖。李清玄轻轻抚过剑锋，薄唇轻启：“厉天恒，上次本座饶你一条狗命，你就是这么报答的？看来你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这是李太上，李太上来了，我们有救了！”青云宗弟子中爆发出一阵欢呼。苏嫣然感受到李清玄投来的目光，美目微红，他知道李清玄一定是来救他的。李川激动得热泪盈眶：“爹啊，你可真是我亲爹啊！叫你一声，你居然就真到了！”周围弟子闻言纷纷激动点头，一口一个爹喊着。本来已经必死了，但李太上却从天而降，这简直就是他们的再生父母啊！李川闻言一愣，转头看向那些喊爹的弟子，眼神逐渐变得古怪起来：“我叫爹，那是因为真是我爹，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卧槽！难道说……”李川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惊人的念头，这群人里还有老爹的私生子，只不过他爹这么帅，这私生子长得怎么这么一言难尽？没错，肯定女方长得不行。果然他爹眼光不行，还得靠他。李清玄，厉天恒猛地转头，当看清来人后，冷汗唰的一下就冒了出来。李太上，
陆擎苍激动道：“您怎么会从禁区走出来？这妖兽山脉最深处为什么被称之为禁区？因为那里连半步元婴强者都不敢轻易涉足。”李清玄神色淡然，太虚剑轻轻一挥，浓雾被剑气撕裂后，露出后方堆积如山的妖兽尸体，足足数十头金丹期妖兽，每一头都被一剑封喉。我听说咱们青云宗弟子被兽潮逼入禁区，便去里面走了一圈。李清玄缓步向前，抬眸看向厉天恒，眼神冰冷，却不曾想我宗弟子竟是被你们逼到绝境，所幸总算赶上了。此话一出，整片天地突然一静。青云宗众弟子长老死死盯着浓雾后的数十头金丹期妖兽，倒吸凉气，而玄天宗的众人一个个更是瞪大眼睛，呼吸不顺，只觉得一股刺骨寒意从脚底直窜天灵盖。那可是金丹期妖兽啊，每一头都足以匹敌金丹大能，如今却像待宰的牲畜般被一剑毙命。此人一人一剑走进禁区，杀了数十头金丹期妖兽，还完好无损的出来了。这究竟是什么怪物？厉天恒率先回过神，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李清玄再强也就只有一个人，怕什么？杀！他手中长刀爆发出刺目金光，整个人化作一道金色残影，直扑李清玄。铮！一道清月剑鸣响彻云霄。李清玄手中太虚剑只是轻轻一划，却仿佛将整片天地都劈开。那道青色剑芒看似缓慢，实则快于闪电，所过之处，空气被压缩到极致，竟在虚空中留下一道晶莹剔透的真空轨迹。厉天恒瞳孔骤缩，仓促变招格挡。刺了！他胸前的接灵衣应声碎裂，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从左肩一直延伸到右腹。啊！厉天恒惨叫着暴退，慌忙吞下一把疗伤丹药。他惊恐地发现，若不是有地阶灵衣抵挡，这一剑足以将他劈成两半。全挡下了。李清玄挑了挑眉：“你这衣服质量还不错。”厉天恒冷汗涔涔，心下骇然至极，急忙喊道：“结阵，快结阵！”刹那间，玄天宗众人迅速站位，6位金丹期强者脚踏天罡，分别占据乾、坤、震、巽、坎、离6大主阵眼。30位玄金期高手身形闪动，各自立于36天罡星位之上。108位凝夜期修士在外围游走，脚踏地煞方位，形成周天星斗之势。轰！恐怖的气势席卷四方，连地面都开始皲裂。李太上，快退！陆擎苍带着青云宗众人急速后退，脸色惨白。这是玄天宗的玄天剑阵，若以金丹10众高手为核心，阵成后足以抗衡元婴大能，哪怕现在也足以斩杀半步元婴了。难怪，他就说玄天宗这一次出动的人数这么怪，原来就是为了凝聚这玄天剑阵。李清玄眼睛微眯，不为所动。嗡！片刻，地面突然浮现出密密麻麻的古老阵纹，每一道纹路都泛着刺目的金光。这些阵纹如同活物般蠕动交织，转眼间便构成了一幅巨大的星图。方圆数里的灵气疯狂汇聚而来，在半空中形成肉眼可见的灵气漩涡，而所有能量都通过阵法源源不断地注入厉天恒体内。他胸前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周身气息节节攀升。金丹6重，金丹7重，金丹巅峰，最终竟一举突破至半步元婴境。哈哈哈哈！这就是半步元婴的感觉吗？太强了！厉天恒感受着身上的灌入的恐怖力量，仰天狂笑，自信心爆棚，指着李清玄狞笑道：“李清玄，你真以为我玄天宗没有准备吗？今日本宗主便亲手斩你！”李清玄丝毫不惧，眼底流淌着一抹兴奋，轻笑道：“总算有点意思了。”在众人愕然的目光中，李清玄随手将太虚剑一抛，剑身在空中划出半道弧光，便消失不见。他随手折下一截2尺6寸的树枝，手腕轻转间，那腐朽的枝干竟泛起玉润光泽，晚出的剑花在虚空凝出3朵青莲，莲心吞吐着摄人心魄的寒芒。你什么意思啊？厉天恒愣住了。李清玄手持树枝，轻描淡写道：“用剑的话，你一剑就死了。这样，你能多撑一会儿？”青云宗众人闻言，齐齐倒吸一口凉气。这就是李太上的气魄吗？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好，很好。厉天恒怒极反笑，面容扭曲。面对本宗主半步元婴的实力，还敢如此托大？今日定要让你付出代价！话音未落，厉天恒手中长刀骤然爆发出耀目金芒，这一刀劈出，天地为之变色。玄天斩！刀气化作数十丈惊鸿，所过之处空气扭曲，狂暴的刀气将方圆数十丈内的古树尽数斩断，连远处观战的青云宗众人都被余波震退。李清玄却只是单手负后，右手持树枝轻轻一挑，叮！清脆的碰撞声中，
那节枯枝竟分毫不损。与此同时，树枝尖端突然迸发出刺目青芒，将金色刀红从中一分为二。厉天恒瞳孔骤缩，手中地阶灵刀疯狂震颤。他半步元婴的全力一击，配合地阶灵气之威，竟然被一根树枝轻描淡写的接下了。不可能，绝不可能！厉天恒歇斯底里的咆哮着，刀势在变。玄天36式，漫天刀影如暴雨倾泻，每一道都蕴含着开山裂石之威。李清玄却依旧从容，手中树枝化作青色流光，在刀网中游刃有余的穿梭。当当当，密集的金铁交鸣声响彻云霄。每一次碰撞，厉天恒的地阶灵刀都迸溅出耀眼的火星，厉天恒甚至能够感受到手臂发麻，可那节树枝却连树皮都没蹭掉半点。青云宗众人看得目瞪口呆。陆秦苍喉结滚动，声音发颤：以草木为剑，这分明是传说中才有的无上境界啊！厉天恒与李清玄一击分开，整个人踉跄后退，大口喘着粗气。他靠着玄天剑阵强行提升的半步元婴修为，此刻已经让他的经脉隐隐作痛，体内灵力更是狂暴的难以控制。看来你坚持不了多久了。李清玄手持树枝，神色淡然。既然你攻完了，该我了。我只出3剑，若能接下，饶你不死；若接不下，这就是你的命。厉天恒双目赤红，面容扭曲的咆哮着：李清玄，你少在这装腔作势！你的意思是，你只要出手3剑就能杀我？李清玄没有接茬，右手持树枝一横，左手在枝干上轻轻一抹，淡淡开口：第一招，太虚一线。那极其普通的树枝在这一刻仿佛化作绝世神兵，一道恐怖的剑气骤然释放。这道剑气快得肉眼难辨，在场众人只觉眼前一花，唯有厉天恒感受到那股致命的危机感。李清玄，你休想！厉天恒怒吼一声，全力催动刀气，将地阶灵刀横挡身前。叮！清脆的碰撞声中，厉天恒整个人被推着滑退10数米，在地面离出深深沟壑。噗！厉天恒一口鲜血喷出，双臂颤抖着看向自己的灵刀刀锋上，赫然出现一道缺口。这怎么可能？厉天恒面色骇然，地阶中品灵刀竟被一根树枝释放的剑气崩出口子。他不敢想象，如果李清玄用的是剑，是不是一剑就能斩断他的刀？李川此时完全沉浸在李清玄那一剑的震撼中，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明明修炼的是同一部太虚剑诀，可眼前这一幕却让他产生了一种荒谬的错觉。他们父子俩练的怕不是同名的2套功法吧？自己使出来的剑招就像是小孩子拿着木棍比划，而他老爹这一剑简直能把天捅出个窟窿来。宗主！眼见厉天恒吐血，玄天宗众人骇然惊呼，他们集全宗之力结阵相助，宗主竟连对方随手一剑都接不住，这还怎么打？李清玄懒得在意厉天恒在想什么，只是居高临下的看着对方，淡淡道：第2剑，太虚一横。树枝缓缓斩落，动作看似缓慢，却仿佛叠加了一层层剑气。下一瞬，剑气已至厉天恒面前。休想唬我！厉天恒怒吼着，强行吸纳阵法灵力，双手持刀斩出。玄天重斩，2道攻势相撞，竟相互湮灭。厉天恒大喜：李清玄，你的招式不过如此。陆秦苍闻言，嘴角一抽，这厉天恒怕不是疯了？他们李太上可连剑都还没用呢，是吗？李清玄轻笑一声，打了个响指。爆！厉天恒还未回神，附着在他灵刀上的剑气轰然炸开，恐怖的冲击波将他整个人炸飞出去，重重撞断3人合抱的骨树。当一声脆响过后，厉天恒手中的地阶灵刀应声断成2截，狂暴的剑气于是不减，在他胸口撕开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鲜血顿时如泉涌般喷溅而出。啊！厉天恒捂着鲜血淋漓的胸口，口中不断溢出鲜血，惊恐万分的嘶吼：你竟然已经修炼到能将剑气叠加延迟释放的境界，还算有点眼力。李清玄眉梢微挑：第3剑，太虚一系。不！厉天恒面色惨白，整张脸因恐惧而扭曲变形。救我！快挡住他！你们这群废物，快挡住他啊！玄天宗众人不敢怠慢，立即飞身而至。阵法全力运转间，无尽灵气汇聚，竟在半空中凝聚出一面凝若实质的金色巨盾，将厉天恒牢牢护在后方。李清玄摇头轻叹：徒劳。手中树枝轻轻一甩，化作一道青色流光激射而出，轰！树枝与金盾相撞，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金色巨盾剧烈震颤，却终究没有破碎。厉天恒见状狂喜：挡住了，哈哈，老子没死！李清玄，你说话要算话，
3剑已过，你说你饶我不死的？此刻他哪还有半点宗主威严？只要能活命，什么尊严都可以不要。李清玄眼底露出怜悯之色，可惜你已经死了。放屁！厉天恒厉声喝骂，我不是好端端的。话音未落，一道无形剑气突然从他脖颈处贯穿而过，将他整个人钉死在树桩上，鲜血顺着树干汩汩流下。厉天恒瞪大双眼，眼中满是难以置信，怎么会？盾牌明明！见此一幕，青云宗众人倒吸凉气，玄天宗高手们更是面如死灰。直到此刻，他们才明白，方才挡下的不过是树枝本体，真正的剑气早已穿透防御。在这等绝世强者面前，他们引以为傲的阵法不过只是个笑话。青云宗众人见状，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有人喜极而泣，有人相拥庆祝。厉天恒一死，意味着他们终于逃过一劫。陆擎苍长舒一口气，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他望着李清玄的背影，眼中满是敬畏与感激。这位李太上愿意加入他们青云宗，是整个青云宗之幸。李清玄负手而立，目光如冰地扫过玄天宗众人。本座给你们2个选择：第一，投降，本座废掉你们修为后，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第二，负隅顽抗，死。玄天宗人群中，一位须发皆白的金丹老者突然仰天大笑，笑声中透着说不出的苍凉。投降，还要被废修为？在这弱肉强食的修真界，没了修为和死了有什么区别？老者猛地撕开衣襟，露出布满伤疤的胸膛。老夫修行300余载，历经9死1生，才到今日境界。要我自废修为苟活，不如战死。说得好！另一位金丹修士拔剑出鞘，厉声喝道：玄天宗没有贪生怕死之辈，对方都骑在我们头上了，我们难道还要委曲求全吗？跟他拼了！玄天宗众人被那金丹老者的话点燃斗志，周身灵力疯狂涌动，原本溃散的玄天剑阵竟重新凝实，阵纹亮如熔金。真搞笑！李清玄突然嗤笑出声，一个个说得如此悲壮，倒像是你们才是受害者，可实际上你们才是这2宗之战的发起者。今日若非本座在此，我青云宗弟子长老一个都活不成。杀人者，人恒杀之。你们落得这般下场，是你们咎由自取。玄天宗众人闻言一怔，原本激愤的情绪突然冷静下来。是啊，他们才是2宗之战的发起者啊！放屁！那金丹老者目眦欲裂。若非你杀我玄天宗长老和弟子，我们何至于此？我们这是在报仇，何错之有？报仇？李清玄像是听到什么笑话，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何杀他们？太虚剑突然自行出鞘，悬于李清玄身侧。区区玄经期的蝼蚁也配本座特意去杀？休要狡辩！老者面色一僵，仍强称道：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你以为你解释我们就会信了吗？解释？你们这群杂碎还不配让我解释。李清玄摇头一笑，剑锋突然指向玄天宗众人。本座说这些只是告诉你们，少在这儿装受害者恶心我，你们死有余辜。你住口！老者怒吼道：老夫今日就算死也要拉你垫背。玄天剑诀，破天势。随着一声暴喝，金色巨剑带着毁天灭地之势斩落，剑锋所过之处，好似要将天捅个窟窿，连光线都被扭曲吞噬。好强！陆擎苍面如土色，嘴角不住地颤抖着。这一击，怕是元婴之下无人能挡。李清玄却纹丝不动，太虚剑自动飞入掌心，剑身突然泛起诡异的辉芒，那光芒所及之处，万物仿佛都被抽离了生机。太虚一击，李清玄轻描淡写到了一句。顷刻间，整个世界突然陷入诡异的寂静，没有惊天动地的碰撞，没有刺目的光芒，众人只看到一道灰蒙蒙的剑气缓缓划过，所过之处，花草枯萎，古树腐朽，连空气都仿佛停止了流动。天空之上，那金色巨剑竟然无声无息地瓦解了，化作点点金光消散。噗！这一刻，所有维持阵法的玄天宗高手同时喷出大口鲜血，修为较弱的更是直接暴毙。玄天宗为首老者面色骇然，怎么会这样？他居然还有更强的招数没用。然而话音未落，为首老者惊恐地发现自己的上半身竟然在缓缓滑落。他艰难转头，发现身后同门和自己一样，竟都被无声无息地斩成2段。好快的剑！老者又是一口血喷出，连疼痛都未察觉，死亡就已降临。他呆呆看着那袭仙尘不染的青山，露出了一个自嘲的笑容。可笑他还想和人家同归于尽，他们拼尽全力，却连让对方衣角染尘都做不到。直到玄天宗所有人身亡，青云宗众人才如梦初醒，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
太上长老无敌，一剑灭敌，这简直就是剑仙啊！陆擎苍快步上前，深深一揖：“多谢李太上救命之恩，若非您及时赶到，我们恐怕都要陨落在这儿。”李清玄摆摆手道：“我本就是青云宗太上长老，护佑宗门弟子是本分。”就在这时，李清玄腰间的通讯玉符突然亮起，叶归虚虚弱的声音传来：“李太上，宗门遇袭，恶人谷谷主已突破元婴，快带弟子们逃！”青云宗众人闻言，脸上兴奋的表情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惊恐与茫然。宗门要没了！李清玄脸色骤变，立即对陆擎苍道：“你带着所有人找地方隐蔽，我回宗门一趟，我们也回去助阵。”陆擎苍急道。李清玄淡淡道：“元婴强者面前，你们连炮灰都算不上，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护住这群小家伙。”话音未落，李清玄身形已消失在原地。丁，检测到儿子的修炼环境受到破坏，现发布选择性任务。选择1：拯救青云宗，给予儿子安全稳定的修炼环境，奖励血脉天赋虚空大挪移。虚空大挪移，宿主以付出体内 50% 的灵气为代价，3息之内可以挪移到千里范围内的任何宿主去过的地方。选择2：放弃青云宗，带儿子远走高飞，奖励称号扫把星。扫把星，不管宿主以后加入任何宗门，宗门在1个月内都会被灭门。李清玄嘴角一抽：“我选1。”且不说这扫把星的称号有多晦气，单说青云宗这些日子待他不薄，若就此逃了，还算个人吗？更何况一个刚进阶元婴的渣渣也配让他逃命？丁，恭喜宿主获得血脉天赋虚空大挪移。卧槽，还没完成任务就给了。李清玄先是一愣，随即恍然，也对，要是等任务完成再给，青云宗早凉透了。来不及多想，他立即催动新获得的天赋。刹那间，李清玄只觉得体内灵力如决堤般疯狂流逝，那种感觉就像被人从丹田生生抽走一半精血，五脏六腑都搅成一团，经脉传来撕裂般的刺痛。饶是以李清玄的定力，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3息之间，眼前景象天旋地转，上一秒还在妖兽山脉，下一秒，轰！伴随着空间震荡，李清玄的身影突兀地出现在青云宗大殿门前，青石地面被踏出蛛网般的裂痕，周身还萦绕着未散的空间涟漪。此刻，正在大战的两伙人突然停手，一脸震惊地看着突然冒出来的李清玄，好似见了鬼。李清玄缓缓睁眼，环视四周，青云宗大殿前已是满目疮痍，青石地面布满裂痕，鲜血浸透了每一寸土地。数十具青云宗弟子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有些还保持着战斗的姿势，死不瞑目。远处护山大阵的阵基已被摧毁，残存的阵纹闪烁着微弱的光芒。回来啦！李清玄轻叹一声，看来还是晚了些。李太上，叶归虚浑身是血，踉跄着上前，声音嘶哑中带着震惊：“你怎么回来了？我不是让你带着弟子们逃吗？难道他们都……宗门有难，我岂能坐视不理？”李清玄安慰道：“放心，虽然折损了些弟子，但大部分都还活着。”叶归虚眼眶通红，声音发颤：“你这是何苦？对方可是元婴期啊！”李清玄这个时候回来，分明就是送死蛋，他又没法说，心里涌起前所未有的感动。无妨，李清玄正色道：“我既是青云宗太上长老，自当与宗门共存亡。”青云宗众人闻言，无不肃然起敬。哈哈哈，好，好啊！赵明霄擦去嘴角血迹，大笑道：“李太上，我果然没看错你。既然李太上冒死回来，老夫就用这条命帮李太上打开一条路，至少不会让那些小喽啰浪费李太上的力气。”孙寒月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站直身子。老身这把老骨头，今日就拼个痛快。青云宗弟子们看着李清玄挺拔的背影，眼中渐渐燃起决绝的火焰。李太上明知必死都回来了，我们还怕什么？一个满脸血污的年轻弟子突然大吼，手中长剑铮的一声出鞘。对，大不了就是一死。另一个断了手臂的弟子用牙齿咬紧绷带，单手提剑。老子今天就算死，也要咬下他们一块肉。越来越多的弟子挺直了腰杆，有人擦去脸上的血迹，有人扶起受伤的同门，所有人都握紧了手中的兵器。他们眼中不再有恐惧，只剩下视死如归的决然。兄弟们，跟李太上一起杀，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青云宗没有孬种，有趣。就在这时，一道阴冷的声音传来。这声音，叶归虚心头一抖，这个阴冷的声音他再熟悉不过了，是血浮屠。血浮屠不是正和老祖大战吗？孙寒月脸色瞬间惨白，拐杖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难道说老祖他？话音未落，一具血淋淋的尸体被重重扔在众人面前。那熟悉的道袍，花白的胡须，赫然是青云宗老祖青云子。老祖！赵明霄踉跄着扑上前去，却在看清尸体的瞬间僵在原地。青云子胸口被洞穿，丹田处更是被整个掏空，死状凄惨至极。怎么会？叶归虚浑身颤抖。老祖明明施展了燃血化阴诀，短时间内能拥有元婴战力。血雾中，血浮屠缓步走出，手中还捏着一颗仍在跳动的心脏。一个靠秘法强提境界的废物，也配叫元婴？他五指一握，那颗心脏顿时爆裂。本座只用了1炷香的时间，就取了他的狗命。10大恶人看到这一幕，放肆的大笑了起来。我们这一边战斗刚开始，大哥那一边居然就结束了。哈，大哥无敌啊！什么青云宗老祖，原来就是个垃圾货啊！看到这一幕，青云宗众人如遭雷击，他们最后的依仗竟然就这样陨落了。几个年轻弟子直接瘫坐在地，眼中再度充满了绝望。李清玄看着青云子的尸体，往嘴里塞了2颗附灵丹，目光森寒。血浮屠是吧？虽然他进宗后就没见过青云子，但内心对这个为了庇护宗门弟子而牺牲自己的老人充满了尊敬。血浮屠眼睛微眯，旁边的吴天霸则是嘿嘿一笑，说道：大哥，这小子就是李清玄，我看过他的画像，原来你就是那个李清玄啊。血浮屠恍然轻笑一声，本来你不在，本座是有些失望的，但你现在回来送死，倒是省了我去找你的功夫。不过你身上的气息很弱啊，看来玄天宗那群人给你造成了不少麻烦，以至于让你耗费了不少灵力。不过也无所谓，不管你是全盛时期还是现在，你这种垃圾都挡不住本座一招。叶归虚心头一震，糟了，李清玄那边恶战刚结束就赶回来，都没来得及休息。对付玄天宗那群垃圾需要耗费什么灵力？李清玄目光淡漠，缓缓朝着血浮屠走去，声音凛冽：把你杀了，青云宗的危机也就算彻底解除了吧。你想杀我？血浮屠一愣，随后猖狂大笑：哈哈，真是有趣，你一个金丹期的蝼蚁，哪里有勇气说出来这样的话？你知道原因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青云城无敌。遗言说完了吗？李清玄剑指着血浮屠，一字一句道：别说我欺负你，你还有你手下的这群垃圾都一起上吧。此话一出，青云宗众人心都在颤抖，就连老祖都死在了血浮屠手中，李清玄哪里来的勇气挑衅血浮屠啊？找死！血浮屠还没说话，血浮屠身后一个瘦如竹竿的男子突然冲出，金丹10重的气息轰然爆发出来。猖狂小儿，你不过金丹后期，有什么资格和我大哥一战？就你现在消耗过度的状态，老子就能杀你。此人正是10大恶人排名第3的猴子。话音未落，猴子暴喝一声，身形骤然拔地而起，手中长棍裹挟着刺耳的音爆声当头劈下。李清玄眼中寒芒一闪，太虚剑划出一道凌厉的弧线迎击而上。轰！2股狂暴的灵力轰然相撞，震耳欲聋的爆响声中，以李清玄为中心，方圆1丈内的青石地面寸寸皲裂，碎石飞溅。狂暴的气浪席卷开来，将周围的尘土尽数掀起，形成一圈肉眼可见的冲击波。猴子狞笑着甩动长棍。李清玄，这一棍滋味如何？气血翻涌的滋味不好受吧？我知道你快不行了，别硬撑了。李清玄神色淡然，剑尖轻点，就这点本事也敢叫嚣？找死！猴子眼中凶光暴涨，手中长棍瞬间化作漫天棍影，每一击都带着破空之声，如暴雨般倾泻而下。转眼30招过去，两人依旧不分胜负。猴子目光一凝，果然有实力，难怪这么狂。这李清玄灵力消耗过半，竟还能与他战平，真是见了鬼了。我还以为你有多强呢。李清玄嗤笑，结果就这地阶棍法练了这么多年才小成，废物一个。猴子面色难看，你说什么？你是在瞧不起我吗？算了。李清玄微微摇头，懒得和你浪费时间了。别说我体内灵力还有近半，哪怕现在只剩1成，杀你也如杀鸡。狗东西，你找死！猴子怒极狂吼，朝天一棍，长棍破空，音爆震耳，棍锋所过之处，地面寸寸皲裂，威势似要劈山断月。李清玄眼皮都懒得抬，太虚剑随意一挑，当，清脆剑鸣中，那开山裂石的一棍竟如薄冰般粉碎。猴子踉跄暴退3步，虎口崩裂，满脸骇然。这不可能！李清玄却不废话，太虚剑瞬间归鞘，潇洒地从猴子身边走过。猴子咬着牙，愤怒道：你什么意思？我们还没分出胜负，为什么要收剑？你是瞧不起我吗？
李清玄淡淡开口：“我不和死人说话。”猴子正要怒骂，突然脖梗一凉，视线天旋地转间，竟看到自己无头尸身轰然跪倒，扑通，头颅落地，金丹9中，一剑毙命。李太上威武！见此一幕，青云宗众人大喜，10大恶人面色惨白，齐齐后退。这一剑之威，让他们骨髓生寒。这李清玄怎么会这么强？金丹10中，竟连反应都来不及。眼见猴子陨落，血浮屠怒气蹭蹭上窜，周身骤然爆发出滔天血煞之气，居然敢当着本座的面杀我兄弟，你好大的胆子！元婴期的威压如潮水般倾泻而出，方圆100丈内的空气瞬间凝固，地面在可怖的威压下寸寸皲裂。青云宗众人如坠冰窟，修为较低的弟子直接跪倒在地，七窍渗血。李清玄随手一剑，便将这威压驱散。让你们一起出手了，可你自以为是，亲眼看着自己兄弟死在自己面前，不是你害死他的吗？不过你可以放心，若你们兄弟情深，我可以送你去见他。找死！血浮屠暴怒，转头对身后众人喝道：“我去杀那小子，你们将青云宗其他人全部杀光，我看谁敢！”李清玄暴喝一声，太虚剑在地上一划，只见一道3寸宽的沟壑凭空出现，深不见底。越过这条线者，死！感受到剑锋擦着身旁划过，恶人古众长老心头一凛，急忙止步。有本座在，你们怕什么？血浮屠厉声喝道：“动手！本座保证，这小子碰不到你们一根汗毛。”吴天霸闻言，心头大定，率先冲了出去，猖狂大笑着：“李清玄，老子确实不是你的对手，但你的对手可是我们大哥，他可是元婴期强者，你就好好享受吧。”是吗？李清玄眼中寒芒乍现，太虚剑骤然爆发出刺目青光，剑锋位置，凌厉的剑气已然撕裂空气，发出尖锐的嘶鸣。就在血浮屠祭出地阶上品灵刀抵挡的瞬间，李清玄左手双指并拢，一张透明的元婴体验卡在指尖无声碎裂，刹那间，李清玄只觉得一股玄妙的气息在体内流转，丹田内的金丹剧烈震颤，竟在瞬息间化作一个通体晶莹的元婴。轰！随着元婴一众的恐怖气息轰然爆发，李清玄周身青光大盛，举手投足间，周围的灵气都随之波动，竟形成细微的涟漪。什么？血浮屠虎口巨震，持刀的右臂不受控制的颤抖着，踉跄后退数步才勉强站稳。他难以置信地盯着自己发麻的手掌，体内气血翻涌如潮，一口逆血险些喷出。怎么可能？吴天霸见血浮屠居然被李清玄一剑逼退，脸上猖狂的笑容瞬间凝固，仓促间想要举刀格挡，却已经来不及。赤！太虚剑如游龙吐信，在他喉间一点即收。吴天霸只觉脖梗一凉，瞪大的双眼中还残留着难以置信的惊恐。本座说了。李清玄振剑甩落血珠，越过这条线者，死！吴天霸瞪大双眼，尸体轰然倒地。这气息，元婴，绝对是元婴期。叶归虚声音颤抖，李太上竟然突破到了元婴。青云宗弟子们嘴巴微张，不断吞咽着唾沫，一个个瞪大的眼睛里倒映着那道青山身影，仿佛在仰望一座不可企及的高山。混账！血浮屠面色铁青，死死盯着李清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李清玄，你的对手是我。方才那一剑，他明明已经出手格挡，却还是让吴天霸命丧当场。这对他这位元婴大能而言，简直就是奇耻大辱。行，我就给你个1对1的机会。”李清玄语气平淡，目光却如利剑般扫过恶人谷一众金丹长老，但其他人若敢妄动，死！当这个死字轻飘飘落下，在场所有恶人谷金丹长老如坠冰窟，他们下意识后退半步，竟无一人敢与李清玄对视。废物，一群废物！血浮屠怒视着身后畏缩不前的长老们，眼中怒火更甚。都给本座睁大眼睛看好了，本座是怎么灭杀这个小子的！话音未落，他手中血刀骤然爆发出刺目红芒，身形如电般冲向李清玄。这一刀斩出，100丈刀气横扫而过，地面瞬间裂开一道深不见底的沟壑，沿途山石草木尽数化为齑粉。当！太虚剑与血刀相撞，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两人身影交错，转瞬间已过100余招，每一击都引得天地震颤，溢散的刀气剑气在地面离出无数深坑，方圆100丈内凿已面目全非，为观众人无不倒吸凉气。这就是元婴大能之战吗？仅仅是余波就让他们气血翻涌，不得不退到更远处。都元婴了，还只会这般蛮力，挥霍灵力。李清玄轻描淡写地挡下一记重斩。怎么，刚突破来不及学正经功法吗？狂妄！血浮屠怒极反笑，双手握刀猛然高举千仞斩。
刹那间，漫天血色刀气如暴雨倾泻，每一道都蕴含着开山裂石之威。刀气数量之多，竟在半空交织成一张死亡之网，连阳光都被遮蔽。这一击之威，足以将整座山峰夷为平地。然而，李清玄只是微微抬眸，太虚剑在他手中化作一道青色流光，剑锋轻点，横抹，协调，每一剑都精准地点在刀气最薄弱处。漫天血色刀网竟被他一人一剑轻描淡写的尽数化解。待尘埃落定，李清玄青衫依旧纤尘不染，连发丝都未乱分毫。就这点本事，血浮屠后退3步，大惊失色。这一招千仞斩已经是他当前最强招数之一了，这小子怎么这么轻松就挡下来了？他感受了一下李清玄的气息，对方也仅仅是元婴一众而已，可为什么比他这个元婴一众强这么多？看起来这就是你最强实力了。李清玄踏步上前，如此实力，连给我练招的资格都没有。也罢，送你上路吧。顺便在你临死前教教你元婴期的力量到底该怎么用，少在这里装腔作势。血浮屠色厉内荏的怒吼道：尽管放马过来，我倒看看你到底有几分本事。李清玄将剑一甩，太虚剑枪的归回剑鞘。你什么意思啊？血浮屠一愣，急忙摸着自己的脖子，生怕像猴子那样莫名其妙掉了脑袋。李清玄淡淡道：你这么弱，已经不配我用剑了。血浮屠面色极其难看，这人分明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就在这时，李清玄整个人缓缓悬空而起，周身的灵力开始疯狂汇聚到自己的拳头上，那拳锋绽放出刺目金芒，恍若一轮小太阳在拳头上凝聚。金刚伏魔拳。李清玄一声轻喝，对准地面的血浮屠猛地一拳挥出。轰！一道拳头形状的金色光柱破空而出，形如实质的拳钢拖着长长的光尾。这一拳之威，恍若天外陨星坠地，带着毁天灭地之势，所过之处空气扭曲爆鸣，整个青云宗都在这一拳之威下震颤。这血浮屠眼珠子都快瞪出来，骇然至极。他浑身汗毛倒竖，这一刻竟然感觉到了死神在敲门。仓促间，他急忙将血刀横在身前，嘶声怒吼：杀神一刀斩！这是他压箱底的保命绝技。他确定这一招若是挡不下来，他必死无疑。当，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血浮屠的血刀应声断成数截。狂暴的拳劲竟然将血浮屠整个人轰得倒飞出去，胸口鲜血飙飞。这血浮屠的身体如同破布娃娃般撞穿10数丈外的围墙，在漫天烟尘中砸出一个巨大的窟窿。嗨！血浮屠艰难地从废墟中爬起，嘴角不断溢出鲜血。他低头看着手中仅剩的刀柄，眼中满是惊骇。仅仅一拳，竟然就将他的地阶上品灵刀砸断了。他本以为自己达到元婴就无敌了，可现在才发现，他和李清玄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他看其他人是蝼蚁，这李清玄看他也是蝼蚁。李清玄凌空而立，看着从废墟中爬起的血浮屠，眼中闪过一丝意外。哦，居然接下我一拳没死，你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没用。他缓缓抬起右拳，灵力再次凝聚。既然如此，那就再送你一拳。感受到这股恐怖的威压，血浮屠彻底崩溃了。血浮屠双膝一软，直接跪倒在地，声音颤抖着求饶：李清玄，饶了我，饶我一命，我愿意投靠你，给你当仆人。元婴期的仆人是不是很拉风？这番话一出，全场哗然。青云宗众人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元婴大能，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地求饶。孙寒月手中的拐杖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心头泛起了滔天巨浪。叶归虚舔了舔干涩的嘴唇，这可是元婴大能啊！若对方真成为了李太上的仆人，他们青云宗不就彻底起飞了吗？不必了。李清玄却丝毫不为所动，拳上的金光越发耀眼。我可不会将一个定时炸弹放在身边。不！血浮屠疯狂摇头，额头重重磕在地上，发出咚咚的闷响。我是真心臣服，绝对不会背叛你的。他好不容易才修炼到元婴，他的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他不想死，用不着多久，本座就会达到化神期，甚至更高。李清玄眼中闪过一丝轻蔑，区元婴，呵，连给我当狗的资格都没有，所以你还是死吧。话音未落，拳光暴涨，瞬间照亮了整个青云宗。不！血浮屠惊恐的嘶吼声戛然而止，整个人瞬间被耀眼的拳芒吞没。轰！一声震天巨响，以血浮屠为中心，方圆100丈的地面轰然塌陷。狂暴的灵力冲击波呈环形扩散，所过之处山石粉碎，树木化为齑粉。
整个青云宗都在剧烈震颤，仿佛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待硝烟散去，原地只留下一个直径100丈的巨坑，坑底只剩下一滩模糊的血肉，连人形都辨认不出了。死了，血浮屠死了。青云宗人群中，一名弟子艰难地咽了口唾沫，短暂的寂静后，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太好了，我们不用死了！众人喜极而泣，相互拥抱。就在这欢庆声中，李清玄冰冷的声音再度响起：好了，血浮屠死了，现在该送你们去陪他了。感受到李清玄的目光，恶人谷剩下的5位金丹长老如坠冰窟，浑身发抖。5人齐刷刷跪倒在地，额头紧贴地面，冷汗直冒。李太上，我们听您的话，一直没敢越过那条线啊。我们愿意为奴为仆，只求您能饶我们一命。你们的话在我这里可没有任何可信度。我们可以对天发誓。发誓？李清玄轻笑着，你们10大恶人排名第10的刘明曾对柳无涯说过一句话，我可是恶人谷的恶人啊，你居然相信一个恶人，真蠢，然后就掏了柳无涯的心窝。所以你们猜我会不会信你们说的话？此话一出，5位长老脸色瞬间惨白。5人对视一眼，突然抱起，朝着5个不同方向疯狂逃窜。李清玄摇头轻叹，看来你们还是不明白金丹与元婴之间的差距。李清玄右手虚抬，地面上散落的5柄长剑突然剧烈震颤，剑身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铮铮声，仿佛被无形的力量牵引。随着李清玄手掌一握，5柄长剑枪的一声同时离地，悬浮在他身侧，剑尖吞吐着青色剑芒。去！李清玄单手结印，5柄长剑瞬间化作5道青色流光，破空而去。剑速之快，在空中拉出长长的光尾，宛如5颗坠落的流星。噗噗噗噗噗，5声轻响几乎同时传来，远处5个逃窜的身影齐齐僵住，每个人的胸口都多了一个碗口大的血洞。鬼婆婆艰难地回头，浑浊的双眼望向天空之上那道如神明般的身影，嘴唇颤抖着喃喃道：这就是元婴吗？话音未落，她的身体便如断线木偶般轰然倒地，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至死都没能闭上。李清玄负手而立，青衫在风中猎猎作响，整个青云宗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雷霆手段震慑得说不出话来。一招诛杀5大金丹。终于，一名弟子颤抖着打破沉默：李太上威武！赵明霄激动的老脸通红，声音都在发颤。我青云宗有此等强者坐镇，何愁不兴？这就是元婴大能的力量吗？叶归虚仰望着那道身影，眼中满是敬畏与向往。李清玄淡淡开口：本座累了，先回青云峰休息，你们打扫一下战场，另外派人去将妖兽山脉的弟子带回来，谨遵李太上法旨。以叶归虚为首，所有长老弟子齐齐躬身行礼，声音中满是崇敬。此刻的李清玄已是当之无愧的青云宗第一人。回到青云峰，李清玄再也支撑不住，踉跄几步扶住石桌。金丹期强行使用元婴体验卡，对身体造成了极大负荷，再加上先前施展虚空大挪移消耗的一半灵力，此刻他体内灵力彻底干涸，原本凝聚的元婴也重新化为金丹。唉，自己还是太虚。干爹，江妹儿急忙上前搀扶，柔软的娇躯紧紧贴着李清玄。您怎么样了？他在青云峰就看到宗门大殿前李清玄那无敌的身姿了，不愧是他干爹，太帅了。无妨，李清玄强撑着说道，只是消耗过大。这里有回春丹和复灵丹，你拿去给叶太上。宗门刚经历了一场大战，正是虚弱时期，必须尽快恢复实力，以防其他势力趁虚而入。话未说完，李清玄眼前一黑，直接昏厥过去。干爹，干爹！江妹儿惊慌失措地看着床边堆积如山的丹药，又探了探李清玄的丹田，顿时花容失色。此刻李清玄丹田内竟连一丝灵力波动都没有，简直与凡人无异。情急之下，江妹儿抓起一把复灵丹就往李清玄嘴里塞，可昏迷中的李清玄根本无法吞咽。江妹儿咬了咬红唇，俏脸泛起诱人的红晕，最终下定决心将丹药含入口中。江妹儿轻哼一声，娇嫩的唇瓣贴上李清玄的嘴，温软的舌尖撬开李清玄的牙关，将嚼碎的丹药缓缓渡入。少女特有的幽香混合着丹药的苦涩，在两人唇齿间流转。江妹儿心跳如鼓，呼吸越发急促，饱满的胸脯剧烈起伏着。随着药力化开，李清玄终于从无尽的黑暗中恢复了意识。他缓缓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江妹儿近在咫尺的俏脸。他能清晰地感受到少女香甜的唇瓣、柔软的舌尖，还有那急促的鼻息喷在自己脸上的温热触感。
见李清玄醒来，江妹儿突然瞪大美眸，慌乱中不小心咬到了李清玄的舌头。李清玄吃痛，忍不住吐槽：“江妹儿，你干嘛？趁我昏迷做坏事也就罢了，咬我舌头做什么？”我没有。江妹儿慌忙后退，俏脸涨得通红，连耳根都染上了绯色。人家在给你喂药了。喂药？难怪我这么快就醒了过来。李清玄一愣，咳嗽一声，掩饰尴尬。这样啊，多谢你了。他感受着体内渐渐恢复的灵力，指了指剩余的丹药。现在我好多了，把这些丹药给叶太上送去吧。好。江妹儿低着头不敢看李清玄，抱起丹药桃也似的离开了青云峰，只留下一缕幽香在空气中飘荡。江妹儿暗暗鄙视自己之前明明那么大胆，想要献身给李清玄的，可现在明明只是亲了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害羞呢？他该不会真的喜欢上这个男人了吧？不过李清玄一人独占恶人谷10大恶人，真的好帅啊！定，江妹儿好感度提升，当前好感度为 70%。 李清玄不就是喂个药吗？江妹儿难道思春了？就在李清玄还在回味方才的旖旎时，脑海中突然响起系统的提示音。定，检测到沈冰凝从玄金9重突破到金丹1重，触发100倍返还，宿主修为提升至元婴2重初期。下一瞬，整个青云宗的灵气突然剧烈翻涌起来，方圆数十里的灵气如同受到某种召唤，疯狂朝着青云峰汇聚。李清玄只觉丹田处传来一阵剧烈的震颤，原本暗淡的金丹突然绽放出耀眼光芒。这是……李清玄还未来得及反应，海量灵气已经如潮水般涌入体内金丹表面，开始出现细密的裂纹，璀璨的金光从裂缝中透射而出。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嚓声，金丹彻底碎裂，一个通体晶莹的小人儿从中诞生。那小人儿与李清玄一模一样，盘坐在丹田中央，周身环绕着玄奥的道纹。随着元婴成型，李清玄的神识骤然暴涨，方圆10里内的一草一木都清晰可辨。他甚至能看到山脚下弟子们震惊的表情，能听到叶归墟急促的呼吸声。这就是真正的元婴之力。李清玄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每一个细胞都充盈着精纯的灵力。比起之前的体验卡，此刻他对灵力的掌控更加得心应手，举手投足间都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威能。好家伙，沈冰凝居然突破了，这还真是巧了。李清玄忍不住笑出声来，他这金丹化阴的过程竟然无缝衔接上了之前的体验卡状态，简直不要太爽。与此同时，青云宗各处都陷入了骚动。怎么回事？灵气怎么突然稀薄了这么多？一名正在修炼的弟子惊慌地睁开眼。是李太上。叶归墟猛地抬头望向青云峰方向，老脸上满是震撼。这就是元婴大能修炼时的景象吗？竟然能引动如此大范围的天地灵气。孙寒月拄着拐杖的手微微发抖，老身活了200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等奇景。李太上，当真深不可测啊！青云峰上，李清玄缓缓起身，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他轻轻一握拳，空气中便传来噼啪的爆鸣声，随手一挥，一道剑气破空而出，在100丈外的山壁上留下一道深不见底的剑痕。李清玄眼中金光闪烁，随着他心念一动，元婴之力流转全身，原本虚弱的状态一扫而空，每一个细胞都充盈着澎湃的灵力，经脉中流淌的力量如江河般汹涌。爽！李清玄忍不住长啸一声，声震九霄。青云峰上的云雾被这一声长啸震散，露出湛蓝的天空。山下众人听到这声长啸，无不心神震颤。元婴大能，果然恐怖如斯。与此同时，血煞老祖和血刀正朝着青云宗方向疾驰而来。老祖，您说李清玄真能看上咱们的礼物吗？血刀小心翼翼地问道。就算他收下了，会愿意帮咱们从沈冰凝手中拿到玄玉丹经吗？试过才知道。血煞老祖神色阴沉，淡淡道，只要李清玄不再庇护沈冰凝，玄玉丹经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既然李清玄贪财，咱们就投其所好。就在两人即将抵达青云宗大门时，轰！一声震彻云霄的长啸从青云峰顶传来，恐怖的元婴威压如潮水般席卷而下。这是什么气息？好恐怖！血刀面色惨白，双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血煞老祖也是骇然失色。元婴大能青云宗什么时候出了这等强者？难道是青云子突破了？两人战战兢兢地来到青云宗大门前，还未等他们开口，一道身影便凌空而至。血煞老祖！赵明霄负手而立，面色不善。你这个时候来我青云宗，难道是来找事的？他们青云宗现在刚经历了一场大战，虽然血煞门实力不是很强，但再打一架，
可容易伤筋动骨。不！血煞老祖急忙拱手：“我等是来找李清玄。”住口！赵明霄厉声喝道：“你这种货色也配直呼李太上的名讳？我看你是想死了。”李太上。血煞老祖一脸茫然，他调查过李清玄，只知道是青云宗长老，却不知何时成了青云宗太上长老。少废话！赵明霄冷声道：“你找李太上何事？”血煞老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这个，在下是来给李太上送礼的，想求李太上帮个小忙。就凭你一个金丹四重。”赵明霄嗤笑一声：“拿出你的诚意看看，若是太寒酸，你就不用进去了。”是。血煞老祖连忙取出一个储物袋，赵明霄扫了一眼，顿时气笑了：“你是打发要饭的吗？就这点东西，就想让一位元婴大能替你办事？我看你是脑袋被驴踢了吧？”滚！什么？血煞老祖如遭雷击。李太上是元婴期强者。赵明霄气笑了：“你连李太上是何等存在都不知道，居然还敢来我青云宗！”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从青云峰顶传来：“赵太上，让他们进来吧。本座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事。”这声音明明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仿佛就在身边说话一般。是。赵明霄立即恭敬应道，随即冷冷地看向血煞老祖：“算你走运，记住，在李太上面前最好放尊重点，否则你会死。”是。血煞老祖连连点头，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他此刻心中翻江倒海，李清玄竟然是元婴大能，这怎么可能？血刀更是吓得面如土色，低声道：“老祖，要不咱们还是走吧。”闭嘴！血煞老祖呵斥道：“来都来了，总要见上一面。如果他俩敢逃，他确定他俩绝对会惨死当场。”两人战战兢兢地踏入青云宗大门，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沿途所见到处都是大战后的痕迹，碎裂的山石，焦黑的土地，尚未干涸的血迹。更可怕的是，他们竟然在一处深坑中感受到了残留的元婴气息。这竟然是元婴强者陨落的地方。血煞老祖惊恐至极，声音都变了调：“难道李清玄刚杀了一位元婴大能不成？”终于来到青云峰顶，二人远远就看见一道青色身影负手而立。那人只是随意站在那里，却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周身环绕着玄奥的道韵。血煞老祖。李清玄转过身来，目光如电：“听说你找本座有事？”血煞老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晚辈血煞拜见前辈。”血刀跪在血煞老祖身后，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甚至连头都不敢抬。“起来说话吧。”李清玄饶有兴致地看着血煞老祖：“本座很好奇，你找我有什么事？”前辈，晚辈此次前来是想请您帮个小忙。”血煞老祖颤抖着站起身，小心翼翼地开口：“我们想要沈冰凝手中的玄玉丹经。”说着，他颤颤巍巍地从怀中掏出一个精致的储物袋，双手奉上：“这是晚辈的一点心意，还请前辈笑纳。”李清玄接过储物袋，神识一扫，发现里面整齐码放着10000颗中品灵石，闪烁着莹润的光芒。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件月白色的流仙裙，其上流转着淡淡的灵光。血煞老祖见李清玄查看，连忙解释道：“前辈明鉴，达到元婴境界后，下品灵石提供的灵气太稀薄了，这些中品灵石正适合前辈修炼所用。”他偷瞄了一眼李清玄的脸色，又补充道：“这件月华流仙裙是玄阶极品防御灵器，能抵挡玄金10重强者的全力一击，就算是金丹初期修士的攻击也能化解大半。前辈身边红颜知己众多，送给他们防身再合适不过了。”说到这，血煞老祖突然一拍脑门：“哎呀，晚辈之前不知前辈已经接元婴，差点忘了这件宝物。”他从怀中取出一块通体血红的玉牌，恭敬的递上：“这是血晶石，能够承载元婴大能的元神分身，可以送给后辈保命用。”好东西啊！李清玄接过血晶石，眼中闪过一丝讶异。这血晶石入手温润，内部似有血色流光游动，确实是个难得的宝贝。血煞老祖闻言大喜，脸上堆满谄媚的笑容：“前辈喜欢就好。”李清玄将储物袋和血晶石收起，淡淡道：“本座不会白拿你的东西，3日后你来青云宗取玄玉丹经吧。”多谢前辈！血煞老祖激动的差点跳起来，他没想到事情竟如此顺利，只要能拿到玄玉丹经，付出再多代价都值得。既然如此，晚辈就不打扰前辈清修了。血煞老祖恭敬的行了一礼：“晚辈告退。”说完，他拉着还在发愣的血刀，快步退出了青云峰。李清玄看着血煞老祖给的宝贝，的笑着，一本玄玉丹经竟然能换这么多好东西，
血传。既然如此，我就亲自走一遭，看看这玄玉丹经到底有什么玄机，能让血煞门如此大费周章。顺便再去看看我那个拔毛助长的干女儿吧。万宝楼内，沈冰凝正整理着货架。突破金丹后，他整个人都散发着前所未有的自信。有了李清玄给的200万下品灵石，这段时间他把万宝楼经营得风生水起。掌柜的，有新客人。伙计低声提醒道，看起来实力很强。沈冰凝抬头望去，只见一位约莫30岁出头的锦衣男子迈步而入，身后跟着2名中年随从。那2名随从衣着华贵，胸前龙飞凤舞的绣着李字，一看就是大族家仆。这位公子，不知来我万宝楼想买些什么？沈冰凝上前盈盈一礼。男子眼前一亮，只见眼前的女子肤若凝脂，眉目如画，一袭素雅长裙更衬得她气质出尘，特别是那双清冷的眸子，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没想到这穷乡僻壤竟有如此绝色。男子咧嘴一笑，伸手就要去抓沈冰凝的柔体。自我介绍一下，青州李家李承泽。姑娘若愿服侍本公子，我可以带你回李家做个妾室。沈冰凝灵巧地避开他的咸猪手，冷声道：公子请自重，这里是万宝楼，不是寻欢作乐之所。哟，性子还挺烈。李承泽不怒反笑，姑娘怕是不知道我李家在青州的地位吧？我们李家族纳金丹多如狗，元婴变得走，在我们那儿45岁前不能结丹的都是废物。说来也巧，我们李家支脉当初就有个30岁才筑基的废物，就被赶出了家族。说着又要去拉沈冰凝的手。公子，沈冰凝终于忍无可忍，金丹期的气息轰然爆发。若不想买东西，就请离开。金丹期有意思，本公子就喜欢驯服你这样的烈马。李承泽被这股气势震得后退2步，脸上却更加兴奋，挥手示意身后2名护卫，把他给本公子拿下。今天本公子非要好好享用一番不可。其中一名护卫面露难色，低声道：少爷，这女子20岁就达到金丹，恐怕来历不凡。20岁的金丹，哪怕在李家，那也是绝对的天才。放屁！李承泽怒喝一声，这破地方能有什么大势力？动手！2名金丹护卫对视一眼，只得硬着头皮上前。沈冰凝心头一紧，这2人气息浑厚，绝非初入金丹之辈，他绝不是对手。就在危急时刻，一道淡漠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我的人你也敢动？我看你是想死了。沈冰凝美眸一亮，激动不已。干爹来了！李承泽转头看去，先是一愣，随即仰天大笑：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我那个30岁才筑基，被家族扫地出门的废物堂哥啊！我之前就在想，你被家族赶出去后会不会死了，没想到你居然藏到这个小地方，还装起了逼。怎么想英雄救美？就凭你那点实力，你还没这位美人强吧？李清玄眉头微皱，仔细打量着李承泽，向沈冰凝问道：这个吐槽怪事，虽然对此人的印象已经有些模糊，但那身绣着李字的华服却再熟悉不过。只是他想不通，青州李家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总不能是听说他崛起了，过来找他的吧？你他妈居然不记得我了！李承泽脸色瞬间铁青。我是李承泽。啊！李清玄思考了片刻，果然，没什么价值的人物，是真的记不起来了。你，李承泽气得浑身发抖。你一个筑基期的垃圾，居然有脸说本少是没有价值的人物？本少好歹也是玄金10重的高手。玄金10重，李清玄恍然大悟，这么弱，难怪没什么印象。沈冰凝悄悄走到李清玄身边，低声问道：你们是亲戚？我真不记得了。李清玄无奈的摊手，这人是挺熟悉的，但这么长时间过去，实在是记不起来了。李承泽暴跳如雷：李清玄，你特么的！之前你举报过我，害得我被我爹一顿揍，你居然忘了？哦，我想起来了。李清玄一拍脑门：哟，这不是我那个成天逛妓院的堂弟吗？你被家族赶出来了，也正常。你这人没什么脑子，逛窑子也就算了，居然当街骚扰人家上官家大小姐，你没被你爹打死都算轻的。人家上官月儿可是上官家主脉的，你一个李家支脉的小垃圾，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配得上人家吗？2名护卫闻言，嘴角不受控制的抽搐，想笑又不敢笑，憋得满脸通红。你，李承泽气得浑身发抖，脸色涨得通红。李清玄，你这个被家族抛弃的废物，也配教训我？他居然被一个被家族扫地出门的垃圾给羞辱了，奇耻大辱！李清玄叹了口气：李承泽，你这人真是不长记性，上次骚扰上官玉儿差点被打死，现在还敢干这种事，
算了，看在同出一脉的份上，我不为难你，带着你的人滚吧。以后长点眼，别再来招惹我的人。你的人？放屁！你当我二逼吗？李承泽破口大骂。这位美人可是金丹强者，他会看上你这个筑基期的废物。有本事你把手塞他衣服里试试，看他肯不肯。李清玄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李承泽，他为什么要给李承泽证明？就在这时，李清玄突然感觉右手被一只柔弱无骨的小手轻轻握住，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沈冰宁已经拽着他的手直接探入了自己衣襟深处。现在你看清楚了。沈冰宁清冷的嗓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白玉般的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却依然保持着高傲的姿态。李清玄整个人都呆住了，掌心传来的温软触感让他大脑一片空白，那细腻的肌肤，还有……等等，这触感不对。李清玄猛地转头，难以置信地瞪着沈冰宁，他不是想看吗？给他看看又何妨？沈冰宁微微偏头，红唇几乎贴着李清玄的耳垂。软吗？哎我去！李清玄嘴角一抽，你的羞耻心呢？不过不得不说，他的指尖好香呀。然而这一幕却彻底刺激到了李承泽。李承泽指着李清玄，气的声音都在发抖。李清玄，你个王八蛋！当年举报我泡妞，现在又当着我的面炫耀你的妹子有多么正点。你有取死之道！他转头对两个护卫吼道：“给我揍他，往死里揍！”两名护卫面面相觑，有些无奈。其中一人低声道：“少爷，都是自家人，这不太好吧？”废物！李承泽暴跳如雷，他已经被逐出家族了，怕什么？一个筑基期的小垃圾，我都能虐他，你们俩还搁这儿唧唧歪歪。突然，李承泽一拍脑门：“对啊，我都能虐他，要你们干什么？”李承泽指着李清玄，狞笑道：“李清玄，别说我欺负你，有本事跟我单挑，输了就把你身后那个女人让给我，滚！”李清玄不耐烦地喝道：“这人纯傻逼，你敢羞辱我？你有取死之道！”李承泽怒吼一声，挥掌就朝李清玄拍来。啪！一声清脆的耳光响彻万宝楼，李承泽整个人在空中转了3圈，重重摔在地上。他捂着迅速肿起的左脸，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你居然偷袭我！王八蛋，我弄死你！”说着，李承泽爬起来，再次朝着李清玄冲了过去。李清玄抬腿就是一脚，砰！李承泽像个破麻袋一样飞出大门，在街上滚了好几圈才停下，满身尘土，狼狈不堪。一名护卫连忙跑去搀扶，另一人则沉下脸：“李清玄，你下手太重了。”他心下有些惊疑不定，这李清玄不是筑基期吗？怎么这么强？难道少爷最近玩女人太多，身子虚了？没听见我说的话吗？李清玄眼神一冷：“滚！”他现在有些确定了，这群人怕不是随便找个理由来杀他的。那护卫咬牙道：“你打了我们少爷，这是没完！”说罢，金丹期中的气息轰然爆发，一拳朝李清玄轰来。不知所谓，李清玄冷哼一声，元婴威压瞬间释放，轰！一道无形气浪直接将护卫轰飞出去，撞碎了好几排货架才停下，口中鲜血狂喷。那护卫满脸骇然：“元婴？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是元婴大能？家族将一位40岁的元婴期强者给扫地出门，这不是脑子有大病吗？”李清玄负手走出万宝楼，另一个护卫见状急忙上前阻拦。然而还未等他靠近，李清玄周身突然迸发出凌厉剑气，那护卫顿时如遭雷击，整个人倒飞出去。啊！护卫发出凄厉惨叫，身上瞬间被剑气撕裂出数十道血痕，衣衫尽碎，鲜血喷涌而出。李承泽见此情景，吓得浑身发抖。李清玄，你怎么会这么强？李清玄缓步上前，居高临下的俯视着瘫坐在地的李承泽。我已经让你滚了，但你非要犯贱。现在你满意了？当年我爹为李家探索秘境而死，李家却将我赶出家门。如今你们还要来欺辱我，真当我李清玄好欺负？李承泽惊恐万分。误会，这都是误会，我只是开个玩笑。玩笑？李清玄冷笑一声。既然如此，我也跟你开个玩笑。说着，他缓缓抬起手掌，掌心凝聚起恐怖的灵力波动。眼看李清玄真要下杀手，李承泽吓得魂飞魄散。李清玄，我们真不是来找你麻烦的，你听我解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身影突然闪现，挡在了李承泽面前。轰！李清玄的掌力被硬生生接下，气浪席卷四周。来人是一位鬓角斑白的老者，约莫50-60岁模样，身着朴素灰袍，却散发着浑厚的元婴气息。
他目光复杂的看着李清玄。清玄少爷，没想到你的实力已达如此境界。李承泽如见救星，激动喊道：金老！李清玄冷哼一声：李三金老爷子，你总算肯现身了，我还以为你会一直躲在暗处看戏呢。李三金长叹一声：清玄少爷果然早就发现老朽了，我并非不愿现身，只是实在无颜见你啊。当年确实是我对不起你，若非……够了！李清玄厉声打断：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你虽是我爹挚友，但家族决定的事，你也无能为力。我们父子被逐出李家，怪不得你。但今日你眼睁睁看着李承泽在此撒野，纵容他的护卫对我出手，又是何意？李清玄眼中杀意凛然，莫非李家不仅要赶我走，还要取我性命不成？所以这是派你来杀我了？呵呵，让元婴期大能来杀我，家族是真看得起我。想当初他离开李家的时候，大骂李家一点情面都不讲，和李家闹得极其不愉快，却不曾想李家竟然为了避免他报仇，直接派人来杀他。李三金闻言一怔，随即恍然大悟：清玄少爷，你误会了，家族根本不知道你在青云城，我们来此也并非为你，不是为了我。李清玄眉头微皱，周身杀气烧脸：那你们来青云城这种小地方做什么？是为了古虚秘境。李三金压低声音解释道：家族的天机境窥测到一线天机，青云城外一处古虚秘境在7日后现世，其中蕴含天大机缘，元婴10众及以下的修士皆可进入。古虚秘境。李清玄心头一震，他手中不正有2块古虚秘境的钥匙碎片吗？这未免太过巧合了，难怪连你这样的元婴10众大能都出动了。李清玄若有所思，这次家族来了多少人？李三金如实相告，元婴10众强者不下10位，其他境界的高手足有200余位，其他势力可知此事？知道的不多。李三金摇头，若非我李家有天机境，也不会提前知晓。不过附近几座城池的势力应该有所察觉，特别是我们的死敌秦家。说到这里，李三金犹豫片刻，诚恳道：清玄少爷若是不嫌弃，不如与老朽一同进入秘境。据说秘境中心瘴气缭绕，十分危险，哪怕元婴期吸入太多瘴气，也容易陷入幻境中无法自拔。以你如今的修为，若是让主脉知晓，定会让你回归。不必了，我早已与李家恩断义绝，既然你们不是冲我而来，今日之事就此作罢。李清玄干脆利落地打断，直视着李三金双眼：老爷子若还记得当年我爹的救命之恩，还望不要向李家透露我的消息。李三金长叹一声，眼中闪过愧疚之色：既然清玄少爷心意已决，老朽自当遵从。你放心，今日所见所闻，绝不会从我口中传出。对，李承泽突然插嘴，义正言辞道：哥，我嘴严了，他们都叫我嘴严小郎君。我发誓，如果你的消息从我嘴里传出去，就让100个奇丑无比的肥婆把我榨干，让我惨死在床上。就凭你发这么恶毒的誓言，我信你。李清玄一字一句道：如果你泄密，我亲自送100个肥婆到你床上。李承泽目送3人离去，李清玄眼中金光闪烁。古虚秘境吗？看来得好好准备一番了。万宝楼雅室内，沈冰凝肃手执壶，为李清玄斟上一杯灵茶。茶香氤氲间，他偷偷打量着眼前这个神秘的男人，眼中满是好奇，却又不敢多问。玄玉丹经在你手里吧？可以给我看看吗？李清玄开门见山道。当然。沈冰凝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本用灵兽皮装帧的古籍，递给李清玄。李清玄接过古籍，仔细翻阅，眉头渐渐皱起。这不就是本普通的炼丹经书吗？虽然很珍贵，里面甚至有6品之上的丹药炼制方法，但这种高级丹药，血煞门也炼不出来啊！你知道血煞门为什么要这玄玉丹经吗？沈冰凝轻轻摇头，我也不清楚，但我本身就是炼丹师，这玄玉丹经对我的炼丹术大有裨益，所以我才不愿意给他们。不对。李清玄眼睛微眯，如果玄玉丹经只是这样的话，血煞门绝对不可能耗费这么多资源来得到它，我肯定忽略掉了什么东西。说着，他又反复将玄玉丹经看了3遍。天罗壁障丹，联想到李三金所言古虚秘境中的毒障，李清玄死死盯着玄玉丹经上记载的丹方，错不了了。古虚秘境开启在即，血煞门绝对是为了天罗壁障丹。有了天罗壁障丹，哪怕金丹期也足以进入古虚秘境的中心区域。李清玄目光灼灼地看向沈冰凝：你是炼丹师吧？现在能炼制5品丹药吗？一些简单的可以。沈冰凝思索道。好。李清玄大喜，这几日你全力炼制天罗壁障丹，越多越好。好。对了，还有一件事。李清玄突然想到了什么，面色一正。
你手里的玄玉丹经，我已经答应卖给血煞老祖了。不过，你可以先抄录一份。说着，李清玄取出一个精致的储物袋，轻轻放在案几上。这些就当是给你的补偿。不用了。沈冰凝忙道。说给你就给你。李清玄认真道。拿着。沈冰凝接过储物袋时，待看清里面的宝物，他美眸瞪大，呼吸急促。这么多，这些东西至少价值2000万下品灵石，前辈就这么给我了。玄玉丹经的内容我都已经记在脑子里了，其实也用不上原本。干爹需要的话，我随时可以默写出来。你之前已经给了我那么多东西，现在又……干爹，等我这就去洗澡。你等等。李清玄急忙拉住沈冰凝的胳膊，无语道：你能不能不要天天想着现身？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没人宠你，我宠你。真是的，好好当你的工具人就行了，你撕什么蠢？沈冰凝轻咬红唇，抓着李清玄的大手放在了自己的衣襟深处。你要是现在不想，可以先摸摸。沈冰凝，你够了！李清玄急忙缩回手，厉声喝道：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帮你，给你东西，难道就只是为了要你身子吗？所以在你眼里我就是个牲口，是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求求你不要生气好吗？见李清玄生气，沈冰凝吓了一跳，急忙抱住李清玄，美目中满是慌乱。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对我好，我只是觉得你对我太好了，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我知道这天底下根本就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李清玄看着沈冰凝这副模样，叹了口气，语气也不由得柔和下来。你好好修炼，抓紧时间提升实力，让自己变强，不要让我天天来救你，就算报答我了。还有，你现在是万宝楼的老板，不要事事亲力亲为，多雇些人手，把时间用在修炼上。从小就缺少父爱的孩子，多少都有些偏执，一旦有人对他好，他就会如同飞蛾扑火一般，想要想尽一切方法和手段来维持住这段感情。我会努力的。沈冰凝突然踮起脚尖，李清玄还未反应过来，温软的唇瓣已经轻轻印在了他的颈侧。这一瞬，李清玄浑身一僵，连呼吸都停滞了。卧槽，感情他刚刚说的这些话都白说了，是吧？感受到李清玄的目光，沈冰凝柔声道：只此一回，就让我任性一下，好不好？叮，检测到沈冰凝对宿主的好感提升，当前好感度 95%。 李清玄，系统提示音都出来了，他还能说啥？离开万宝楼。李清玄一脸懊恼，早知道沈冰凝这个白给性格，他就不让系统绑定了。现在倒好，不伦不类的。烦，可不绑定的话，白给沈冰凝那么多东西，又觉得血亏。李清玄甩了甩脑袋里乱七八糟的想法，准备先回宗门再说。不过想到青州李家的人已经来到青云城，他随手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张银色面具戴上，遮住了那张俊朗的面容。李清玄刚走出半条街，突然感受到天空中爆发数道恐怖气息，抬眼望去，只见100米开外，5名身着华服的男子正围攻一名白衣女子。那女子身姿曼妙，在围攻中翩若惊鸿，金丹圆满级的灵力波动让周围建筑都在微微震颤。大势力的争斗。李清玄撇撇嘴，转身就要绕道。修仙界最忌讳多管闲事，虽然他在青云城算得上无敌，但面对青云城外那些大势力还差得远。夫君快来帮我呀！就在这时，那女子突然朝李清玄娇声喊道，声音酥媚入骨。李清玄浑身一僵，卧槽，这女的神经病吧？这可是修仙界，不是都市，突然这么一嗓子，可是会害死他的。下一刻，5道金丹石重的气息轰然锁定了他。为首一名蓝衣男子手持鎏金长枪，枪尖寒芒闪烁，冷笑道：你就是上官玉儿那个神秘的未婚夫，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李清玄这才看清那女子容貌，这女子约莫26、7岁的年纪，一袭素白纱裙裹着玲珑有致的身段，杏眼含春，朱唇微翘，眼尾一颗泪痣，平添妩媚。这女人正是上官玉儿。此刻上官玉儿正楚楚可怜地朝着李清玄望来。夫君！李清玄一激灵，尼玛，这一声叫得百转千回，尾音故意拖长，酥得他骨头都软了。道友切莫冲动。李清玄面色一正，对着蓝衣男子一本正经道：如果你有点脑子，就应该知道那个女人是随便喊的，只是想找个路过的人帮她而已。而我就是那个倒霉蛋，我和她不熟，也不会帮她。你们要对付她，请自便，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大家族的子弟出来历练，身边都有护道者，最起码是元婴7重以上。他可不想惹事，更不想被上官玉儿当枪使。蓝衣年轻男子目光骤寒：你竟然胆敢说我没脑子，
找死！只见那鎏金长枪化作一道金色闪电，枪尖凝聚着恐怖的金丹之力，所过之处空气都被撕裂，发出刺耳的尖笑声。这一枪直取李清玄咽喉，速度快到肉眼难辨。道友且慢！李清玄急速下落，解释道：我的意思是您慧眼如炬，一定能看出我和他毫无瓜葛。你连他叫上官月儿都知道，还敢说没关系？蓝衣男子冷笑一声，第二枪悍然出手。只见漫天枪影如雪花般飘落，每一道枪影都蕴含着开山裂石之威，将李清玄周身3丈尽数笼罩。地面被枪气划出无数道深达尺余的沟壑，碎石飞溅。特么的，你是不是有病？不是你先说他叫上官月儿的吗？李清玄边退边骂。远处上官月儿咯咯娇笑，声音甜得发腻。夫君禽兽那个二傻子就交给你了，我对付其他人。说着还朝李清玄抛了个媚眼，那模样活像个勾人的妖精。你放屁！李清玄怒极，我 TM 都不认识你。秦家，这不就是李三金说的李家死对头？上官月儿一边优雅地抵挡着4人围攻，一边委屈巴巴地扁着嘴。夫君怎么这样？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当头各自飞，可这也不算大难啊。你该不会以为戴个面具妾身就认不出来了吧？说着还故意撩了撩长发，露出雪白的脖颈，那姿态要多勾人有多勾人。好，很好。李清玄气笑了，既然你这么玩，那夫君就陪你好好玩玩。你承认了？禽兽目光灼灼，狞笑道：你果然是上官月儿的未婚夫，既然如此，那你就死吧。只见他手中长枪突然剧烈震颤，枪身上雕刻的金龙仿佛活了过来，整杆枪化作一条金色蛟龙，带着恐怖威势直刺而来。这一枪蕴含金丹10重巅峰之力，枪芒所过之处，地面都被犁出一道丈余深的沟壑，周围建筑轰然倒塌。轰！就在这时，李清玄上元婴气息轰然爆发，刹那间天地变色，恐怖的灵力波动如海啸般席卷四方。禽兽那势在必得的一击还未近身，就被这股威压硬生生震散，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铮！那杆地阶极品长枪脱手而出，在空中旋转数圈后，深深插入数10丈外的地面，枪尾犹自震颤不已。禽兽重摔在地上，捂着胸口咳出一口鲜血，满脸骇然。怎么可能？你竟然是元婴期强者！李清玄负手而立，衣袍猎猎作响，他每踏出一步，脚下便泛起一圈灵力涟漪，周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本来本座都懒得搭理你这种蝼蚁。李清玄一把拔出地上的长枪，在手中掂了掂，但你非要犯贱，那本座就让你知道犯贱的代价。禽兽面如土色，颤声道：我可是青州秦家的嫡系弟子，你若杀我，我秦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李清玄眼睛微眯，你是在威胁我？夫君！上官玉儿震惊了片刻，突然咯咯笑了起来。不用怕，杀了他，我上官家保你。他秦家的护道者，现在正被我家的前辈牵制着呢。上官玉儿，你闭嘴！禽兽闻言，脸色更加惨白。这位前辈是在下有眼不识泰山，我愿奉上画阴丹赔罪。说着，慌忙取出一个玉盒。如果这个愣头青被上官玉儿挑拨，真的杀了他，那他死得可太冤了。李清玄接过玉盒，打开一看，眼睛一亮，果然是颗6品化阴丹。不愧是大家族的子弟，还有这种好东西。这化阴丹就当你的买命钱。不过，李清玄话锋一转，将长枪扔回给禽兽。本座现在很不爽，需要你办件事。前辈请说。禽兽如蒙大赦。李清玄指了指上官玉儿，带着你的人把他给我揍成重伤。禽兽先是一愣，随即狞笑起来，正合我意。他提枪冲天而起。上官玉儿，受死吧！马德，他居然被上官玉儿那个贱人误导了。这个元婴强者居然和对方真没关系。不过这小子敢拿他化阴丹，有机会非弄死对方不可。上官玉儿俏脸骤变，强压怒火，对李清玄娇嗔道：夫君，你真忍心看人家被欺负吗？李清玄悠哉悠哉地飞上半空，不知从哪摸出一把瓜子磕了起来。装，继续装，再废话，信不信我帮他们一起揍你？你！上官玉儿气得胸脯剧烈起伏。混蛋，有本事报上名来！李清玄整了整衣襟，正色道：本座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李家李承则是也。放屁！上官玉儿气急反笑。李承则那个废物什么实力，我能不知道？怎么就不许本座得个机缘突破元婴？李清玄嗤笑一声，故意摆出得意洋洋的表情。当初本座求着你嫁给我，你爱答不理，现在倒好，主动喊夫君，你说你贱不贱啊？你！上官玉儿气得俏脸通红，一个分神被禽兽抓住破绽，
一枪刺中肩头，顿时血染白衣。哎呀呀，见血了！李清玄夸张地捂住眼睛。不行不行，夫君我晕血，你们慢慢玩，我先走一步了。说罢，哼着小曲扬长而去。上官玉儿死死盯着李清玄的背影，双目喷火。好你个李承泽，居然敢如此羞辱我！下次见面，我必让你付出代价。与此同时，青云城某客栈内，阿嚏！李承泽猛地打了个喷嚏，手中的茶盏差点摔碎。怎么了？李三金皱眉问道。李承泽揉了揉鼻子，不知道为啥，突然觉得后背发凉。少在这疑神疑鬼，抓紧时间修炼。李三金冷哼一声，古虚秘境开启在即，你若不能突破金丹，连进入秘境中心区域的资格都没有。老头子，你太啰嗦了。你，李三金正色道，我可警告你，这次上官玉儿也来青云城了。那丫头小时候被人拐走，差点失身，心理受创严重，而你还要死不死的去调戏她。你不想死的话，就离那女人远点，千万别让她看到你。什么？那疯婆子也来了？李承泽狠狠吞咽了口唾沫。我知道了，我现在就修炼。夜晚时分，青云宗，李清玄刚踏入山门，叶归虚便快步迎上前来，恭敬地递上一个储物袋。李太上，恶人谷那些高手的资源都已整理妥当，按照规矩，这些战利品里应归您所有。李清玄也不客气，随手接过储物袋，淡然一笑。正好，我这里有本玄玉丹经，宗门应该不缺炼丹长老吧？我答应将玄玉丹经给血煞门，你们抄录一份留存，等血煞门的人来取原版。玄玉丹经，好东西啊！叶归虚闻言，双眼放光，激动的胡须微颤。咱们青云宗现在最缺的就是丹方典籍，您带回来这玄玉丹经，可帮了大忙了。对了，李太上、令夫人和令公子已经回宗，此刻正在大殿等候。李清玄神色一肃，我这就过去。走在通往大殿的青石路上，李清玄神识扫过储物袋，血符图不愧是元婴大能，珍藏之风令人啧舌。下品灵石堆积如山，粗略估计不下1000万；中品灵石整齐码放，足有5万之数。各类珍稀丹药更是琳琅满目。除此之外，还有一颗血晶石，但最让他在意的是其中一块古朴的钥匙碎片，第3块古虚秘境钥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李清玄把玩这古虚秘境的钥匙碎片，嘴角勾起一抹笑意。看来这古虚秘境注定要被我承包了。宗门大殿内，苏嫣然一见李清玄进门，美眸顿时泛起水雾，3步并作2步扑进他怀中。夫君，我是不是很没用？嘴上说着要自立，可没有你在身边，我连最基本的自保能力都没有。李清玄轻抚着苏嫣然如瀑的青丝，温声道：说什么傻话？玄天宗以大欺小，本就不讲武德，以你现在的修为，根本就对付不了他们。说着，从怀中取出月华流仙裙，在苏嫣然眼前轻轻一晃，看为夫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这裙子能抵挡金丹境以下的攻击，日后我不在身边时，也能护你周全。爹！就在这时，李川突然从殿柱后窜出，满脸委屈地指着自己鼻子：您眼里就只有娘亲吗？儿子这么个大活人处在这儿，您连个正眼都不给。李清玄一愣：你小子从哪儿冒出来的？爹！李川痛心疾首地捶胸顿足：我一直在这站着，您该不会把亲儿子当空气了吧？臭小子！李清玄笑骂着抛过去一个储物袋，接着：这是为复斩杀元因修士所得，都便宜你了。说话间，又将从禽兽那里得来的化阴丹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塞了进去。卧槽！元婴大能的储物袋！李川大喜：爹，那个儿子就不打扰你和娘亲热了，就先撤了，你们慢慢玩。定，检测到尽孝行为，给父母创造独处机会，奖励钟乳灵液1。听到系统奖励，李川整个人都愣住了。钟乳灵液！李川瞪大眼睛，随即欣喜若狂。卧槽！这不是传说中哪怕重伤濒死都能救回来的疗伤圣药吗？系统这奖励也太好了吧！快步回到自己房间，李川小心翼翼地打开储物袋。当看到里面琳琅满目的宝物时，李川呼吸瞬间急促了起来。爹啊，您可真是我亲爹，连化阴丹这种宝贝都舍得给我。李川捧着储物袋的双手微微发颤，突然感到一阵羞愧。相比老爹给他的东西，他什么也没给自己老爹。他所谓的孝顺，实际上就是在啃老。等等，我是不是走错路了？我不是要靠系统变强吗？怎么就等着老爹救济了？到现在为止，我甚至都没有真正意义尽孝。李川深吸一口气，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行不行，再这样下去，系统说不定会判定我是个废物。对了，我也可以给老爹送东西啊，送宝物不就是最简单的尽孝方式吗？但转念一想，
李川又苦恼地抓了抓头发，可老爹现在都已经是元婴大能了，牛逼的不行，什么好东西没有。要是送的东西太普通，系统返还的奖励肯定也好不到哪去。看来得想办法找些真正稀罕的宝贝才行。话说到这里，李川突然后知后觉，卧槽，老爹什么时候进阶的元婴，居然还斩杀了元婴大能，这让他这个拥有系统的挂逼情何以堪啊？这不显得他更废物吗？不行啊，他必须得努力。与此同时，宗门大殿内，李清玄脑海中接连响起系统提示音，叮，宿主赠送儿子下品灵石1200万块，触发100倍返还，获得12亿下品灵石。叮，宿主赠送儿子中品灵石6万块，触发100倍返还，获得600万中品灵石。叮，宿主赠送儿子6品化阴丹1，触发10倍返还，获得化阴丹10。叮，宿主赠送儿子4品燃血灵丹10，触发100倍返还，获得燃血灵丹1000。叮，宿主赠送儿子6品玄阴凝魂丹1，触发10倍返还，获得玄阴凝魂丹10。叮，宿主赠送儿子4品天罡战气丹10，触发100倍返还，获得天罡战气丹1000。叮，宿主赠送儿子地阶极品灵气山河印1，触发10倍返还，获得山河印10。叮，宿主赠送儿子地阶上品灵气玄天宝甲1，触发10倍返还，获得玄天宝甲10。李清玄愣了片刻，随后大笑了起来。好儿子，这奖励刷的简直不要太爽了，他现在简直富得流油。夫君，你傻笑什么？苏嫣然有些好奇。嗨嗨，想到了高兴的事。什么高兴的事？李清玄低头，视线恰好落入苏嫣然微敞的衣领，那雪白的肌肤泛着珍珠般的光泽，两团柔软随着呼吸微微起伏，勾勒出令人血脉奔张的弧度。我去，这角度，这景色。李清玄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目光灼灼道：想到马上就能和夫人翻云覆雨，共赴巫山了。苏嫣然俏脸霎时红透。你讨厌。话音未落，李清玄已经将苏嫣然被打横抱起，直接飞到了苏嫣然的房间，将苏嫣然扔到了床上。刺了！随着一声清脆的布料撕裂声，苏嫣然的裙衫应声而破，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苏嫣然俏脸透红，惊呼道：讨厌，不要撕我衣服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送你更好的。苏嫣然还想说什么，却被李清玄突然加深的吻堵了回去。烛火摇曳中，罗帐轻晃。苏嫣然起初还矜持的推拒，很快便在李清玄娴熟的撩拨下化作一汪春水。床榻的吱呀声混合着暧昧的水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次日，日上三竿，两人才悠悠转醒。天光微亮，苏嫣然裹着薄被，气鼓鼓地瞪着满地碎布。你看看，这都第几件了？每次都说要赔我新的，他就不明白为什么每次开始李清玄都要让他重新穿一件新衣服。难道撕开他衣服的过程这么有趣吗？李清玄从背后环住苏嫣然，下巴抵在苏嫣然的肩窝，手指不老实地往被子里钻。这不是正要赔你吗？说着便戏法似的取出一件泛着荧光的软甲。试试这个。这什么啊？苏嫣然刚接过，就感觉掌心一阵冰凉触感，软甲竟自动缠绕上他手腕，如水般流动。玄天宝甲，地阶上品灵气。李清玄贴着苏嫣然耳垂，嘿嘿一笑，注入灵力就能随意变换样式，四不坏不说，只要你想，关键部位的布料就可以随意消失，特别方便。你说什么呢？苏嫣然俏脸大红，急忙转移话题。你说这是地阶上品灵气，哪里弄来的？很贵吧？话说间，软甲已经化作贴身襦裙，完美的契合他的娇躯。宰了个元婴老怪，收获的战利品。李清玄满不在乎地说着，手却顺着苏嫣然腰线往下滑。元婴。苏嫣然猛地转身，死死盯着眼前这个男人，满是不可置信。这个能斩杀元婴大能的家伙，此刻竟像只大狗似的粘在他身上蹭来蹭去，这反差也太大了吧！难怪他们青云宗的老祖青云子陨落了，原来是被恶人谷的元婴期大能斩杀了，而他这个只知道迷恋他身体的夫君，则是斩杀了那个恶人谷的元婴期大能。此时苏嫣然的心头泛起了惊天巨浪，这个男人到底藏了多少秘密？元婴强者说杀就杀，却对他这个除了脸蛋外一无是处的女人这么迷恋，这么看来他好像还挺有本事的。轰隆隆，就在苏嫣然还沉浸在自恋中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突然传来，整个青云宗都剧烈晃动起来。怎么回事？苏嫣然惊慌地抓住床沿，是地震了吗？还是有人攻打青云宗？
李清玄迅速穿好衣袍，突然发现储物袋里的3把古虚秘境的钥匙碎片正闪烁着耀眼的金光，彼此共鸣般发出嗡鸣。应该都不是。李清玄眯起眼睛，若有所思道：“我猜，是青云城外的古虚秘境提前开启了。走吧，夫人，出去看看。”苏嫣然却红着脸往后缩了缩。“那个，你先出去，我随后就来。一起出去被人看见，不太好。”李清玄忍俊不禁：“都这时候了，你还想隐藏身份啊？”见苏嫣然羞恼地瞪他，只好举手投降。“行，依你。”李清玄刚走出院落没多远，一道身影突然拦在路中央。凌云恭敬地行礼道：“李太上，弟子正要去青云峰找您。叶太上吩咐，请您立刻去宗门大殿议事，说和这一次的地震有关。”“知道了，我这就过去。对了，李太上，您还需要我去揍李川吗？若您需要，我现在就去揍他。”“这个先放放。”李清玄随手扔给凌云一丹药，“这凝露丹你拿着，尽快突破凝液期吧。”“多谢李太上赏赐。”凌云恍然大悟，激动道：“我懂了，您是让我先提升实力，然后再去揍他，是吧？您放心，我这就尽快突破凝液期，到时候保证揍得他爹都认不出他。”李清玄。议事大厅内，众人见李清玄到来，纷纷起身相迎。“都是自己人，不必多礼。”李清玄随意地摆了摆手，开门见山道：“这次地震应该是古虚秘境提前开启了吧？既然李太上竟已知晓，那我就不多赘述了。”叶归虚神色一肃，直接切入正题。古虚秘境乃是万年前古战场的一块小世界碎片，每1000年开启一次，地点随机。据说其中藏有惊天机缘，运气好的话，甚至能得到化神期大能的传承。这次秘境恰好在青云宗附近开启，正是我们的机会。今日召集各位，就是要商议派谁进入秘境。李太上身为元婴大能，我等想听听你的意见。”李清玄正色道：“秘境虽有机缘，但若无实力贸然进入，无异于自寻死路。据我所知，这次得知秘境现世的不止我们青云城附近的势力，青州各大世家李家、秦家、上官家都已派人前来，每家派出的元婴期强者恐怕不下数十位。”此话一出，众人倒吸凉气，几十位元婴期大能都能灭掉青云城了，难怪。若不知此消息贸然进入，确实凶多吉少。李太上的意思是，我们放弃这次机会？叶归虚心头一凛，宗门刚经历大战，若折损中坚力量，确实得不偿失，倒也不必完全放弃。李清玄摇头道：“我建议由我独自前往即可。秘境中心凶险万分，即便元婴期也可能陨落。至于外围，可挑选几名筑基、凝液期弟子碰碰运气，但必须自愿，绝不强求。”“好，就这么定了。”叶归虚精神一振，当即拍板。李清玄提醒道：“还有一事需谨记，玄天宗虽被我斩杀大半高手，但难保不会趁我进入秘境时偷袭青云宗，诸位务必做好防范，不给对方可乘之机。”众人闻言神色一凛，若非李清玄提醒，他们险些忽略了这一隐患。“多谢李太上提醒，我们定会严加防范。”叶归虚郑重承诺。李清玄仍不放心，从掌心凝聚出一颗血色晶石，将一缕元神注入其中，递给叶归虚。“此物蕴含我一道元神分身，若宗门危急，可捏碎晶石，召唤我的分身相助。”叶归虚双手接过，小心收好。“有劳李太上了。既然秘境开启，我也该动身了，你们多加小心。”李清玄交代了一番，转身便飞了出去。这古虚秘境突然开启，8成和他及其3把钥匙有关，他得抓紧时间去看看情况，以防被人抢了先机。李清玄离开前，特意去了一趟儿子李川的住处。“爹要出门一趟，这个给你。”李清玄将融入了自己元神分身的血晶石递给李川，嘱咐道：“遇到危险就捏碎它，大喊老爹救我，爹就会来救你了。”李川接过血晶石，好奇地打量着：“爹，这玩意儿靠谱吗？”“臭小子，你爹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李清玄笑骂道：“记住，遇到危险就用，别逞强。他这宝贝儿子可是他实力的保障，绝对不能出事。”李清玄离开，李川精神一振。本来古虚秘境开启，我还不太敢去，现在老爹给了这个底牌，我说什么也得过去看看。离开青云宗后，李清玄刚飞出不远，就看到沈冰凝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你怎么来了？”李清玄有些意外。沈冰凝脸颊泛红，将一个小玉瓶塞进李清玄手中。“这是你要的天罗避障丹，听说秘境提前开启，我连夜赶制出来的。”看着沈冰凝疲惫的神色和眼下的青黑，李清玄心中一暖。“傻丫头，没必要这么拼命，我只想你能平安回来。”沈冰凝低着头，
声音轻若蚊蝇。李清玄揉了揉沈冰凝秀发，取出一个储物袋，这些给你发展万宝楼用，争取把生意做到青州去。沈冰凝打开一看，顿时倒吸一口凉气，里面不仅有上亿灵石，还有6品化阴丹、地阶极品灵气等珍贵物品。这么多！沈冰凝震惊的抬头，眼中泛起泪光。你就这么信任我吗？不等李清玄回答，沈冰凝突然踮起脚尖，在李清玄脸上亲了一口。喂，干嘛呢？李清玄一愣，昨天不是说只此一回吗？沈冰凝红着脸狡辩，我说的是每天一回。李清玄，青云城外100里处，一道淡蓝色的空间裂缝悬浮在半空，周围环绕着古老的符文封印，数千名修士聚集在此，场面蔚为壮观。李清玄戴着面具，远远观察着人群，他认出了不少熟面孔。青州李家的队伍中，李三金和李承泽赫然在列，秦家那边秦寿正阴沉着脸，上官家的队伍则由上官月儿带领。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架华贵的凤辇，凤辇垂帘微卷，端坐的女子一袭素白广袖流云袍，衣袂无风自动。她眉如远秀寒带，眸似寒星坠玉，唇线如冰刃心魔，周身3寸内空气凝霜，连日光都在她身侧暗淡3分。那是一种与尘世格格不入的清华气韵，举手投足间自带3分仙气，7分威仪，让人既想亲近又不敢亵渎。4名身着地阶玄甲的侍卫肃立四周，每个人胸口都绣着出云帝国的云纹标志。出云帝国官方的人，这女子该不会就是出云帝国最负盛名的紫月公主吧？李清玄暗自思忖，看来这秘境吸引力不小啊。他所在的青云城正隶属于出云帝国。另一边，血煞老祖正愁眉苦脸地站在血煞门队伍后方。他本打算得到玄玉丹经后炼制天罗臂障丹，谁料秘境提前开启，计划全被打乱了。就在此时，空间裂缝突然光芒大作，封印符文开始消散，封印解除了，可以进去了。有人高声喊道。此话一出，人群瞬间沸腾，无数修士争先恐后地冲向入口，生怕慢人一步错过机缘。李清玄却不慌不忙，等大部分人都进去后，才从容不迫地迈入空间裂缝。随着进入古虚秘境，李清玄眼前骤然展开一片灰黑色的荒芜世界。烈日下，断壁残垣遍布四野，巨大的妖兽骸骨半埋在焦土中，几株枯死的古树扭曲着枝干，仿佛在无声的哀嚎。天空中盘旋着漆黑的怪鸟，它们落在白骨上，尖锐的喙啄食着早已风干的残肉。就在这时，李清玄储物袋中的3把钥匙突然剧烈震颤，发出刺目的光芒。李清玄刚想取出查看，脚下地面突然剧烈震动，沙沙沙，7只通体漆黑的巨鲨之蝎破土而出，每只都有7米多高，尾钩闪烁着幽蓝毒芒。它们瞬间形成合围之势，毒钩如闪电般刺向李清玄。李清玄连眼皮都懒得抬，随手一招便在地下拾起一截树枝，霎时间一道璀璨的青色剑芒如星河倾泻，7只巨蝎连哀嚎都来不及发出，便被拦腰斩断，切口处光滑如镜，竟连一滴毒血都未能溅出。尸体轰然倒地时，方圆10丈内的尘土竟诡异地静止在半空，仿佛连天地都在这一剑之威下屏住了呼吸。这秘境不简单啊，开局就是金丹7妖兽，没道理啊。李清玄眉毛一挑，若有所思。如果都是这样，那元婴之下的人哪怕外围都很难活下来吧。就在这时，李清玄身后空间突然扭曲，12道人影凭空出现，腰间都系着同一条绳索。哈哈，大哥说得对，绑上绳子果然能传送到一起。一络腮胡大汉大笑一声，目光正好看到李清玄，顿时狂喜，太走运了，刚进来就遇到落单的人。小子，把储物袋交出来，饶你不死。李清玄瞥了眼前12人一眼，最强者才玄金10重，他都懒得搭理，转身就走。臭小子，你聋了吗？络腮胡大汉目光阴鸷地锁定李清玄，想走把储物袋留下，否则死滚。李清玄淡淡开口，胆敢藐视我黑煞洞12阶，找死。络腮胡大汉暴怒，玄金7重的气息轰然爆发，长刀裹挟着凌厉刀气劈向李清玄后颈。其余人嬉笑着打赌，你们说老马几招能解决这小子？1招，最多2招。李清玄连头都懒得回，随手一甩，那根枯枝便化作一道青色流光，如天外飞仙般精准洞穿络腮胡的咽喉。鲜血尚未喷出，尸体已轰然倒地，那双瞪大的眼睛里还凝固着难以置信的惊恐，至死都没看清自己是怎么死的。看到这一幕，黑煞洞众人脸色大变，混账，敢杀我兄弟，今日定要让你血债血偿。为首的黑袍刀疤楠木自欲裂，兄弟们一起上，砍死他。
10位玄金高手同时抱起，刀光剑影交织成网，狂暴的灵力将方圆10丈内的空气都撕裂开来。聒噪！李清玄缓缓抬起右手，修长的双指并拢，指尖一点青芒乍现，如星辰出战。刹那间，指尖青芒暴涨，化作一道3丈长的青色剑虹破空而出。剑芒所过之处，空气如水波般荡漾，发出清越的剑鸣。10位玄金高手还未来得及反应，那道青色剑虹已如游龙般在他们颈间一掠而过。10颗头颅整齐飞起，断颈处血雾喷薄，在阳光下折射出妖艳的光晕。这怎么可能？黑袍刀疤男瞳孔巨缩，浑身如筛糠般颤抖，豆大的汗珠顺着扭曲的面容滚落。他死死盯着地上10具无头尸体，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这些可都是玄金期的强者啊，每个都能在青云城横着走的存在，居然被这人以指代剑，一剑就斩杀了10人。就在这时，黑袍刀疤男只觉眼前一花，脖颈已被铁钳般的手掌锁住，连呼吸都凝滞了。他定睛看去，不知何时，这青袍男子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李清玄单手掐住黑袍刀疤男的咽喉，声音森寒：“本座本来懒得和你们这群蝼蚁计较，奈何你们非要找死，哪怕金丹期强者也没这么强的。你是元婴大能？”黑袍刀疤男突然想到了什么，脸色瞬间惨白如纸。可金丹期以上的强者不是都会被传送到秘境中心吗？您为什么会在这里？前辈，我真不知道您是元婴大能啊，否则我再蠢也不会对您出手的。求求您饶我一命吧。金丹之上会被传送到秘境中心。李清玄眸光一凝，手上力道微松。你是怎么知道的？古籍记载。黑袍刀疤男慌忙解释，2只脚不断挣扎着。前几次秘境开启都是如此，不少人都知道这个消息。前辈明鉴，若非知道外围没金丹之上的强者，晚辈怎么敢？还请前辈饶我一命啊！现在知道求饶了，晚了。李清玄手上骤然用力，下辈子记得没那个眼力就别学人打劫。咔嚓！黑袍刀疤男呆滞地看着李清玄，满眼不甘。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何会在秘境边缘遇到这等恐怖存在。李清玄随手将尸体扔到一旁，摸着下巴思索着，看来我手中这3把钥匙应该是改变了传送规则。可如果金丹之上都被传送到了秘境中心，为什么单单我被传送到了这里呢？而且这个地方还有金丹10重的妖兽守护，难道说……李清玄精神大振，眼中金光闪烁。难道这古虚秘境的最强传承就在此处？那所谓的秘境中心不过是个幌子。想到这里，他迅速搜刮了这些劫匪的储物袋，随即纵身一跃，朝着那些巨蟹钻出的地洞飞掠而去。顺着幽深的地道下行，李清玄越走越是心惊。这地下竟别有洞天，通道尽头豁然开朗，一座恢宏的地下宫殿巍然矗立。与外界的残垣断壁截然不同，这座宫殿通体由晶莹剔透的玄冰玉打造，每一块地砖都流转着莹润的灵光。宫殿门前4根盘龙玉柱直插穹顶，柱身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大神兽的浮雕栩栩如生，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吼！就在李清玄惊叹之际，数百只巨鲨之蝎从4面8方涌出，瞬间将宫殿团团围住。这些巨蝎最小的也有2丈余高，通体漆黑如墨，甲靠上密布着诡异的血色纹路。最可怕的是，它们散发的气息最弱也是金丹10重，更有10余只体型格外庞大的，赫然达到了元婴期。随着为首的元婴期巨蝎发出一声尖啸，数百只巨蝎同时发动攻击。刹那间，漫天毒针如暴雨倾盆，锋利的蝎钳撕裂空气，更有数只元婴期巨蝎直接遁入地下，从李清玄脚底突袭而出。太虚一现，李清玄不敢怠慢，太虚剑应声出鞘，一道璀璨剑光横扫而过，10余只金丹期巨蝎瞬间被拦腰斩断，绿色的血液喷溅而出。然而这血腥场面反而激怒了其他巨蝎，其中几只元婴期的巨鲨之蝎，漆黑的甲靠上血纹大亮，竟硬生生扛住了李清玄的剑气。当李清玄一剑斩在一只元婴中期巨蝎的背甲上，竟迸发出金铁交鸣之声，只在甲靠上留下一道白痕。那巨蝎吃痛，尾部毒针如闪电般刺来，李清玄仓促闪避，还是被擦破了衣袖，顿时感到一阵麻痹。不好！李清玄心头一沉，一边挥剑抵挡，一边观察四周。更多的巨鲨之蝎正从4面8方涌来，其中几只散发的气息赫然达到了元婴后期。不行啊，这样下去必死无疑。李清玄挥剑挡开一只巨蝎的钳子，身形如电闪至宫殿大门前。就在此时，大门上3个不起眼的凹槽映入眼帘。莫非？李清玄扶至心灵，
迅速取出3把古须秘境钥匙碎片。嗡，钥匙碎片刚一出现，便如受牵引般飞向大门，精准嵌入凹槽。刹那间，整座宫殿剧烈震颤，耀眼的金光自门缝迸射而出，沉重的宫门在轰鸣声中缓缓开启。哈哈，真是天助我也！李清玄大喜过望，急忙施展缩的成寸，化作一道流光冲入殿内。而身后追击的巨蝎则是撞在一层无形的屏障上，纷纷被弹飞出去，发出愤怒的嘶吼。呼，好险！李清玄瘫坐在地，大口喘息，回头望去，只见那些巨蝎在殿外焦躁的徘徊，却不敢越雷池一步。他这才有机会打量殿内景象。整座宫殿内部自成天地，穹顶之上星河璀璨，地面铺就的每一块地砖都流转着道韵。9根盘龙玉柱撑起大殿，每根柱子上都散发着特殊的时间波动。哈哈，小友觉得这太虚天宫如何？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声音突然响起。李清玄猛然回头，只见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虚影从殿中央的祭台上浮现。老者身着星纹道袍，腰间悬着一柄玉尺，虽然只是残魂，却依然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老夫太虚尊者，当年纵横天灵大陆时，这太虚天宫便是本尊的本命圣器。太虚尊者捋须笑道：此殿可随心意变化大小，不但能居住、储物、防御，还内置时间轮回大阵，只需要灵时便可启动殿内10日，外界仅过1日。圣器！李清玄眼睛一亮，好东西！天灵大陆灵气分为皇阶、玄阶、地阶、天阶、圣阶以及地阶，这圣器可是合体期之上的大能才有机会拥有的绝世神兵啊！尤其这宫殿类灵器尤为罕见，想要可以，但必须通过考验。太虚尊者眯起眼睛，露出了一副老狐狸般的笑容。挑战成功，太虚天宫就归你。叮，检测到儿子修炼起步太晚，修炼速度太慢，现发现圣阶至宝可辅助儿子修炼。发布主线任务，接受太虚尊者考验，成功获得太虚天宫。任务奖励：天阶极品功法太虚万象诀。功法说明：功法入门可幻化1道幻影攻击，小成3道，大成5道，圆满9道。功法圆满后，每道幻影可爆发本体全力一击。听到系统播报，李清玄目光炙热，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9道幻影，每道都能爆发全力一击，这岂不是相当于9个自己同时出手？好东西，说什么也拿到手，我接受。李清玄回过神儿来，毫不犹豫地答道：考验，呵呵。作为穿越者，系统加无限资源 buff 都叠满了，这不就是典型的主角模板吗？就算系统不发布任务，他也肯定接受。这身份都不敢要宝贝，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好，好。太虚尊者仰天大笑，那老夫成全你。不等李清玄反应，太虚尊者袖袍一挥，霎时间天旋地转。等李清玄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竟站在一片浓雾瘴气弥漫黑色森林中，掌心那枚太虚天宫投影正散发着刺目宝光，至宝气息如涟一般扩散至整个秘境中心。卧槽，这特么不是秘境中心吗？怎么给我干这儿来了？李清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体内太虚剑体自动运转，周身迸发出凌厉剑气，将方圆3丈内的毒瘴尽数撕裂。好可怕的瘴气！仅仅吸收了一点点，他就感觉自己脑袋有些不清醒了。太虚尊者的笑声在李清玄耳边回荡，当年老夫就是带着这宝贝被人围殴致死，靠着太虚天宫才勉强保下神魂不死，凭什么你小子能轻松得到？撑到7日后秘境结束，太虚天宫就是你的了，我日你大爷！李清玄破口大骂：你个老不死的心理变态吧，你经历过的痛苦就得让我遭遇一遍。太虚尊者笑得畅快，讥讽道：你以为圣器是街边大白菜，说给就给的？如果你是个垃圾，本作凭什么培养你？当然，如果怕了捏碎手里的宫殿投影放弃，怕，呵呵。李清玄看着手中散发宝光的迷你宫殿，感知着四面八方袭来的强者，冷哼道：老家伙，你给我等着，等小爷收了这宝贝，非把你神魂揪出来鞭尸不可。怕是不可能怕的，他可是挂壁，无所畏惧。这宝贝他要定了，他都不敢想象，如果把太虚天宫送给自己那宝贝儿子，系统给他的返还将何等逆天。太虚尊者老神在在，讥讽道：小子，先别做梦了，能活下来再说吧。就在这时，一道红色流光划破天际，上官玉儿翩然而至，身后跟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那老者看似年迈，但每一步踏出都暗合天地韵律，身上散发着极其压抑的气息。是你？看到李清玄熟悉的面具，上官玉儿美眸圆睁，纤纤玉指气得直发抖。你这个无耻小人，说什么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自己是李承泽。我去将李承泽揍了一顿，结果发现那货才刚刚突破金丹。哎呀！李清玄看到上官玉儿，嘴角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没错啊，我是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可当时我是飞在半空中的啊，有问题吗？我的夫人，你住口！上官玉儿俏脸瞬间涨得透红，浑身发抖。本姑娘没时间和你废话，今日咱们新仇旧恨一起算。傅伯，这王八蛋应该刚得到至宝，您且将他拿下，拿了宝物，然后把他打个半死，留他在这里自生自灭。福伯闻言，浑浊的眼中金光暴涨，枯瘦的手掌猛地一抬，霎时间，元婴石重的恐怖威压如潮水般倾泻而下，方圆100丈内的空间都为之扭曲，地面均裂出道道沟壑，参天古木在威压下寸寸崩解，化作漫天木屑。这时，太虚尊者笑眯眯传音道：“小子，你眼前这老头很强啊，你貌似打不过。”李清玄翻了个白眼，不知道是哪个老不死的把我传到这鬼地方的，还好意思说风凉话。别在意这些细节。太虚尊者尴尬的干咳一声，嘿嘿笑道：“打不过没关系，你可以求我啊，只要你答应当我徒弟，让我的神魂寄宿在你的魂海，偶尔借我身体用用，老夫就帮你解决这个麻烦，如何？这买卖划算吧？毕竟老夫生前可是合体期大能，想当我师傅。”李清玄嗤笑一声：“你还不配！”你！太虚尊者气得差点神魂不稳。他本想让李清玄见识下自己的实力，好名正言顺收徒，顺便借机说服李清玄让他神魂寄宿，好重塑肉身。谁知这小子根本油盐不进。你一个元婴初期的小垃圾，骄傲个什么？你他妈求我一下能死吗？拜老夫为师还委屈你了。我劝你老实交出宝贝。此时上官玉儿冷笑道：“这样还能少受点苦？这宝贝是我得到的，凭什么给你？就凭我们很强，你不给就得死。我想走，没人拦得住。”李清玄嘴角微扬：“倒是你，瘴气已经侵入识海，再不治疗就完了。罢了，懒得和你废话，小爷我先走了。”福伯怒极反笑，元婴石重的气息轰然压在了李清玄身上。区区元婴初期，还想从老夫手中逃脱？若真能逃出去，老夫把脑袋摘下来给你当球踢。你的脑袋先留着，下次见面我再取。李清玄轻笑一声，单手飞速结印：“拜拜了您。”话音未落，虚空大挪移已经施展开来，随着体内灵力瞬间被抽走一半，李清玄周身骤然泛起阵阵空间涟漪，眼前景象如水波般荡漾扭曲。待空间波动平息，他已安然回到秘境外围。福伯见李清玄要逃，眼中寒光乍现，一掌拍出，狂暴的掌风撕裂空气，直取李清玄心脏。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清玄的身影突然如水波般荡漾扭曲，福伯这必杀一掌竟直接穿透了李清玄逐渐虚幻的身躯，重重轰在后方大树上，将整棵大树轰得粉碎。待空间波动平息，哪里还有李清玄的身影？怎么可能？福伯呆立原地，老脸火辣辣的，打脸来得太快了。这究竟是什么逆天的招数，能瞬间就从他的眼前消失？就算是传送符也得有吟唱啊，可秘境内根本就用不了传送符。就在这时，上官玉儿双目突然变得赤红，手中长剑猛地转向，直刺福伯咽喉。小姐！福伯大惊，急忙侧身闪避。无耻淫贼，受死！上官玉儿充耳不闻，剑招越发凌厉，他丹田内的灵力正以惊人的速度燃烧，完全不顾后果的挥霍着。剑锋所过之处，地面都被划出道道沟壑。福伯一边闪躲，一边仔细观察，突然心头狂震，难道真如那小子所言，小姐瘴气入脑了？可我们明明一直用灵力护体，怎会？福伯急忙掐诀念咒，一道清心符打入上官玉儿眉心。然而符光入体，上官玉儿的攻势却丝毫未减，反而愈发狂暴。这瘴气的威力竟然如此恐怖！福伯额头渗出冷汗，糟了，小姐又陷入儿时的梦魇之中了。与此同时，李清玄身形一晃，已经来到了秘境外围，附近还堆积着黑煞洞12阶的尸体。不错，不错，还是这里安全啊！李清玄咂咂嘴，往嘴里塞了把复灵丹。不就7天吗？小爷我就在这儿苟7天。太虚天宫就是这秘境最贵重的宝贝，现在已经到手，只需静待秘境结束就行了。你怎么出来的？看到这一幕，太虚尊者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是什么秘术？关你屁事！作弊！你这是作弊！太虚尊者气急败坏地吼着，不禁想起了当年被围攻死去的惨状。当年他要有这本事，何至于死？作弊！李清玄嗤笑一声，袖袍轻拂。规则可没说不能使用秘术，你只说让我在秘境坚持7日，可没说非要与人厮杀。
太虚尊者气得胡子直翘，逃跑算什么本事？能掌控这等秘术，不正是我的本事吗？你，太虚尊者语塞，那张老脸一阵青一阵白。好，很好，既然你不讲规矩，那就别怪老夫也不讲武德了。只见他残魂猛地一颤，发出一声尖锐的口哨，霎时间，整片黑色荒漠开始剧烈震动，黑沙如沸水般翻滚，数以千计的巨鲨之蝎破土而出，每一只都有磨盘大小，甲靠泛着金属般的寒光。最可怕的是，其中数十只体型格外庞大的蝎王，赫然散发着元婴石众的恐怖气息。卧槽！李清玄脸色骤变，看着如潮水般涌来的蝎群，拔腿就跑。老匹夫，好歹你也是合体期大能，怎么能这么无耻？太虚尊者捋须大笑，这才像话吗？小子，现在认老夫为师还来得及，只要你点头，这些小家伙立刻就会退去，做你的春秋大梦。李清玄冷笑，身形却不停歇，脚下生风般在荒漠中疾驰，边跑边骂道：就你这点伎俩，给我当仆人都嫌寒碜。且不说这老家伙到底会不会夺舍，如果这老家伙趁他睡着的时候控制他的身体，把苏烟燃上了，那他不就被牛了吗？这事儿他绝对不干。好，很好。太虚尊者闻言，气得神魂不住地颤抖着。老夫倒要看看你能嘴硬到几时。李清玄缩地成寸，一路狂奔，不断朝嘴里塞着茯苓丹。虽然那些巨鲨之蝎的速度也很快，却始终无法追上他飘逸的身影。太虚尊者轻笑道：小子，你之前那个虚空大挪移很耗灵力吧？茯苓丹虽能补充，但对元婴期终究有限。这么下去，等你丹药耗尽，你又该怎么办呢？耗尽？李清玄嗤笑一声，随手又往嘴里扔了7、8颗丹药。我这儿还有上千颗，当糖豆吃都吃不完。哼！太虚尊者不甘心道：难道你想一直这样逃7天？不用。李清玄眼中金光一闪，我在等。等什么？等下一次传送的时机。2个时辰后，李清玄突然停下脚步。有着复原丹的加持，他体内灵力已然充盈，毫不犹豫地施展虚空大挪移。随着空间一阵扭曲，下一刻，李清玄已出现在秘境中心。这不是老夫之前传送你的地方吗？咦，他们怎么还在这儿？太虚尊者惊愕地看着不远处的福伯和上官玉儿，顿时幸灾乐祸起来。小子，你运气可不怎么好啊，这位元婴石众的老家伙居然还在这里。此时福伯正满头大汗地为上官玉儿驱除瘴气，数个时辰的消耗让他气息萎靡，脸色苍白。看到突然出现的李清玄，福伯瞳孔骤缩。你怎么又回来了？当然是回来报仇啊。李清玄慢条斯理地往嘴里倒了一整瓶复原丹，嘴角勾起一抹危险的弧度。我这个人最记仇了，你们想杀我夺宝，我若不弄死你们，我道心不稳。话音未落，李清玄右手虚握，太虚剑凭空浮现，剑身流转着令人心悸的寒芒。太虚剑！太虚尊者惊骇欲绝，老夫的太虚剑为什么在你手里？小子，就算你有天阶极品灵气傍身，也不可能是这元婴石众强者的对手。你们的差距犹如鸿沟。闭嘴！李清玄不耐烦地传音道：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着，小爷我是怎么越阶杀敌的。话音未落，太虚剑骤然出鞘，一道璀璨剑光如银河倾泻，剑锋所过之处，空间都为之扭曲。这一剑看似简单，却蕴含着开天辟地之势。剑光未至，凌厉的剑气已经在地面上离出一道深达数丈的沟壑。福伯脸色骤变，仓促间拉着上官玉儿暴退100丈。饶是如此，他胸前的衣袍仍被剑气余波撕开一道口子，露出里面泛着金光的护体软甲。混账！福伯怒不可遏，区元婴初期也敢对老夫出手，元婴石众又如何？小爷我打的就是高端局。李清玄冷笑一声，剑势陡然一变，太虚一横，只见万千剑气如潮水般涌出，每一道剑气都精准叠加在前一道的轨迹上。这些剑气并非杂乱无章，而是遵循着某种玄奥的规律，层层递进。当第9道剑气叠加完成时，整片空间都为之震颤，一道贯穿天地的剑虹轰然爆发，所过之处连光线都被吞噬。当！福伯心头一凛，仓促祭出地阶极品灵刀格挡，却被震得连退3步，虎口迸裂，鲜血顺着刀柄滴落。该死！福伯面色极其难看。若是全盛时期，这种攻击他随手可破，但现在太虚剑诀，太虚一横，太虚尊者惊得神魂都要涣散了。你怎么会老夫的独门剑诀？不对啊，那个老家伙可是实打实的元婴石众高手，怎么连你个元婴2重的小子一剑都接得这么费劲？这不合常理啊！
突然，太虚尊者像是想到了什么。哦，老夫明白了，那个小女娃瘴气入体。哦，该死，他为了驱除瘴毒。哦，原来如此，难怪你小子几个时辰后才传送回来。好小子，好胆识，好算计。哦，你个头啊！李清玄不屑一笑，这点东西都盘不明白，难怪当年你会被人围攻死，你这脑子是真不行。太虚尊者，麻蛋，一个区区元婴二重的小垃圾，凭什么这么狂？到底哪来的自信啊？李清玄懒得理会太虚尊者，目光如箭般锁定福伯，冷声道：元婴10重，就这点本事，就算灵力耗去9成，杀我个元婴2重也很容易吧？怎么，你的元婴10重只会靠灵力压人，连点战斗技巧都没有？放肆！福伯勃然大怒，枯瘦的手掌猛然握紧刀柄。既然你找死，老夫成全你！霸道！天罗斩！福伯暴喝一声，手中灵刀骤然爆发出刺目金光。刹那间，漫天刀影如暴雨倾盆，每一道刀气都蕴含着开山裂石之威，在空中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死亡之网。刀气所过之处，地面寸寸皲裂，空间都为之扭曲。面对这铺天盖地的攻势，李清玄却神色不变。太虚剑在他手中化作一道青色流光，每一剑都精准地点在刀网最薄弱处。他的剑招看似简单，却蕴含着返璞归真的意境，一招一式，浑然天成。当当当，金铁交鸣声不绝于耳。李清玄的身影在刀网中穿梭自如，竟是将所有致命攻击尽数化解。这怎么可能？福伯瞳孔骤缩，对方的剑术造诣竟给他一种达到化境的感觉。就在福伯震惊之际，李清玄眼底突然闪过一丝寒芒。太虚一系，一道恐怖的剑芒凝若发丝，悄无声息地穿透刀网，速度快到极致。这道剑芒看似微弱，却蕴含着恐怖的穿透力，竟直接洞穿了福伯的护体罡气。噗！福伯闷哼一声，嘴角溢出一缕鲜血，低头看去，胸前软甲竟被刺出个细小孔洞。更骇人的是，有缕缕剑气穿透甲胄，正在他体内疯狂肆虐。难道说这是圆满级剑法领悟？福伯心中掀起惊涛骇浪，眼前这个年轻人竟已将剑术修炼到如此境界，若非有境界压制，同阶之下，此人一剑就能取他性命。你的想象就只能到这种程度吗？李清玄嘴角微扬，淡淡开口。太虚一线，又一道细若游丝的剑芒悄然而至，这一次直取福伯咽喉。这道剑芒看似不起眼，却蕴含着极致的杀机，所过之处连天色都暗了3分。福伯浑身汗毛倒竖，死亡的恐惧瞬间笼罩全身。他拼尽全力挥刀格挡，却还是慢了一拍。嗖！一道血线在福伯脖颈处缓缓浮现，虽然只是浅浅一道伤口，却将他吓得魂飞魄散。冷汗瞬间浸透后背，握刀的手都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这到底是什么妖孽？福伯心中惊骇欲绝。他堂堂元婴10重强者，竟被一个元婴2重的小辈逼到如此境地。不行，他不能再和这个面具男打下去了。再受伤，他就抵御不住这森林周围的瘴气了。届时，他极有可能会死在这里。太虚尊者看到这一幕，也不禁倒吸凉气。这小子太猛了。他此时也有些怀疑，同阶之下，他能不能挡住李清玄一招？就在这时，上官玉儿突然睁开双眼，眸中布满血丝，状若疯魔的提剑冲向李清玄。淫贼，死！都给我去死！李清玄冷哼一声，区区金丹10重，也敢对我出手？福伯大惊失色。小姐快走，你不是他的对手。上官玉儿却充耳不闻，手中长剑直刺李清玄心口。李清玄不屑的侧身一闪，左手如闪电般探出，一把掐住上官玉儿雪白的脖颈，将她整个人提在半空中。住手！福伯目眦欲裂，身上灵力激荡。玉儿小姐可是上官家第一天才，你若伤她，上官家必与你不死不休。哦，李清玄眯起眼睛，你知道我是谁？不知道。不知道你说个球。李清玄冷笑一声，就算我杀了你们，上官家也不知道找谁报仇。不要！福伯声音发颤，急忙放软语气。小友，只要你放了小姐，老夫保证不再出手，以后你就是上官家座上宾，老夫愿意将多年珍藏尽数奉上。不必了。李清玄淡淡开口，我从不放虎归山。福伯心下惊恐，别这么草率，你要什么可以说，咱们可以商量的。这秘境中心传送符不好使，就连元神分身也会失效，就算上官玉儿身上有底牌，在这里也根本就用不了。就在这时，上官玉儿晶莹的泪珠顺着脸颊滑落，绝望地呢喃着：果然还是不行吗？
李清玄哥哥，对不起，玉儿本想将身子留给你，做你的女人，但现在……李清玄刚要捏死上官玉儿，闻言顿时一愣，卧槽，什么情况？这疯女人明明被瘴气侵蚀神智，怎么还惦记着他？虽然他当年在李家确实见过上官玉儿，但对方可是上官家第一天才，怎会记得他一个废材？莫非是重名了？可看这架势又不像。就在李清玄愣神之际，上官玉儿艰难地从怀中掏出一个精致的木雕，那木雕刻画的栩栩如生，赫然是李清玄的模样。李清玄拿过木雕，仔细观看了一番，一脸懵逼，还真是他。哥哥，你放心，就算死，玉儿也不会让那些人得逞。上官玉儿凄然一笑，体内灵力突然狂暴涌动。我去，要自爆！李清玄吓了一跳，顾不得多想，立即封住上官玉儿周身大穴，同时一道精纯的太虚剑气打入上官玉儿的丹田。混蛋，你对我们小姐做了什么？你不想上官玉儿死，就闭嘴！福伯的声音戛然而止，浑浊的老眼瞪得滚圆。他难以置信地看着那道剑气在上官玉儿经脉中游走，如臂食指般精准地剔除每一丝瘴气，却丝毫未伤及经脉。这怎么可能？福伯倒吸一口凉气，枯瘦的手指不自觉地颤抖着。他死死盯着李清玄，仿佛在看一个怪物。这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剑术造诣，竟能将剑气控制到如此精妙的地步，不仅能打入他人体内，还能精准驱除瘴气而不伤分毫。李清玄却懒得理会福伯的震惊，只是专注地从怀中取出一颗通体碧绿的天罗臂障丹，丹药表面流转着淡淡的光晕，散发出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李清玄轻轻捏开上官玉儿苍白的嘴唇，将丹药送入她口中。虽然能用剑气清除上官玉儿体内的瘴气，但侵入大脑的毒素还得靠这天罗臂障丹来化解。丹药入口即化，很快便发挥了功效。上官玉儿纤长的睫毛微微颤动，缓缓睁开了那双如秋水般清澈的眸子，精致的脸庞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痕。她眼尾那颗妩媚的泪痣此刻显得格外楚楚可怜，衬得她整个人都透着一股脆弱的美感。小姐，您感觉如何？福伯急忙上前，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了担忧。我好像做了个很长的噩梦。上官玉儿揉了揉太阳穴，声音有些虚弱。当抬头看到李清玄，顿时一激灵。又是你？你不是传送走了吗？怎么又出现在这里？你想干什么？李清玄好整以暇地抱着手臂，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你就这么跟救命恩人说话的？你会救我？胡说八道！上官玉儿刚要反驳，福伯连忙制止。小姐，确实是他救了您，方才您身陷幻境，差点就要自爆。上官玉儿闻言一怔，幻境中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些画面太过真实，仿佛又回到了她最脆弱无助的儿童时代。虽然现在的她已是金丹大圆满的强者，但在幻境中，她还是那个无力反抗的小女孩，只能眼睁睁看着那群人狞笑着撕扯她的衣服。上官玉儿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看向李清玄。我之前利用你对付秦家，你应该恨我才对，为什么还要救我？哦，你说这个啊？李清玄挑眉，指了指福伯。你身边这位老人家说，只要我放了你，就把他的珍藏都给我，是吧？福伯叹了口气，毫不犹豫地将储物袋抛给李清玄。老夫说话算话，这些都给道友了。李清玄扫了一眼，哟呵，不愧是大势力的强者，搜集的好东西是真不少，居然还有一沓高级聚灵符。就这个。上官玉儿秀眉微蹙，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这人绝不是为了区区一个储物袋就会出手相救的主。当然不是。李清玄抱着手臂，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我就是比较好奇，你嘴里说的那个李清玄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你想成为他的女人，还要把身子给他？这事儿他是真想知道。什么？上官玉儿俏脸瞬间涨得通红，慌忙看向福伯。福伯，难道我把幻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福伯无奈地点点头。上官玉儿羞愤交加，这不关你的事，但我很感兴趣。李清玄揶揄道。夫人，你都有我这个夫君了，怎么心里还装着别人呢？你这是要给我戴绿帽子？你住口！上官玉儿羞恼地喝道。我之前那么叫你，不过是想利用你帮我分担秦家的压力罢了。你这种人有什么资格和我的李清玄哥哥相提并论？你连给他提鞋都不配。李清玄顿时来了兴致，故意凑近一步。哦，他天赋逆天，比我帅，还是实力比我强？他虽然天赋不怎么样，实力也没你强。上官玉儿声音突然轻柔下来，眼中泛起温柔的光彩。但他确实很帅，而且在我心里，他是天底下最完美的男人，没有任何人能和他比。李清玄强忍笑意，故意装出不屑的样子。哦，
原来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小白脸啊！你闭嘴！上官玉儿突然暴怒，周身灵力不受控制的涌动，剑指李清玄。再敢侮辱我的清玄哥哥，我杀了你！喂喂，我可是刚救了你，你就这么恩将仇报？李清玄是真被气笑了。不过转念一想，这女人这么喜欢自己，他也不好跟个恋爱脑计较。但他实在想不通，上官玉儿为什么会对他情根深重？没道理啊！罢了，你对感情这么专一，我不怪你。李清玄摆摆手，这秘境中心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这里的瘴气连普通元婴都扛不住，更别说你一个金丹大圆满。要是不想再陷入幻境，就尽快离开吧。天罗壁障单指能维持12个时辰。知道了，反正我对秘境也没兴趣。上官玉儿轻哼一声，收回长剑，俏脸闪过一丝红润。我只是听说李清玄哥哥离开李家后，可能会来这种小地方隐居，才顺道过来看看。李清玄，福伯朝李清玄拱手，多谢道友相助，老夫这就带小姐出去。反正李家还有其他高手进来，少他们一个也无妨。就在福伯准备离开时，他突然注意到李清玄腰间那个散发着耀眼宝光的储物袋，忍不住提醒道：道友，你这至宝气息太过显眼，最好遮掩一下，否则秘境里的其他人很快就会找过来。你说这个啊？李清玄感受着逐渐靠近的人群，淡淡开口：没用的，一个合体期的老变态故意让这宝物发光，就等着看我被人围攻呢。他就爱看这种戏码。行了，你们快走吧，待会儿那群人杀过来，别牵连到你们。上官玉儿可不能死，死了，这个世界上就少了一个真心喜欢他的女人了。上官玉儿怔怔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对方这么有担当的吗？你说谁老变态呢？上官玉儿和福伯离开，太虚尊者的神魂突然在李清玄耳边炸响，声音里满是恼羞成怒。除了你还能有谁？李清玄嗤笑一声，为了折腾我，故意让宝物发光引敌，就你这般小肚鸡肠也配称合体大能？你！太虚尊者的神魂剧烈波动，老脸涨得通红。就算老夫这么干了又如何？你一个传送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有本事你别传送啊！好！李清玄突然仰天长啸，笑声震得四周古木簌簌作响。他猛地一甩袖袍，从福伯遗留的储物袋中取出12道金光闪闪的聚灵符，随手一扬，嗖嗖嗖，12道灵符如流星般射向四周，精准地定在12根参天古木的树根上。符箓入木3寸，瞬间绽放出耀眼的金光，在方圆数百丈内形成一个巨大的聚灵大阵。今日我便如你所愿。李清玄一步踏出，目光如电，脚下地面寸寸皲裂，周身剑气纵横。谁来夺宝，我便杀谁，杀到无人敢来为止。此刻，太虚剑在李清玄手中剧烈震颤，剑身绽放出刺目的青色光芒。方圆100丈内的灵气疯狂汇聚，在剑锋处形成一道3丈长的实质剑芒。李清玄衣袍猎猎作响，满头黑发无风自动，周身3丈内的落叶全部被凌厉的剑气搅成齑粉。小子，你疯了！太虚尊者的神魂剧烈颤抖，声音里带着难以置信。你以为打败了那个灵力耗尽的福伯，就能对抗整个秘境的强者了吗？这不正合你意吗？李清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我若虚弱，你就有机会夺舍了。放屁！太虚尊者恼火道，老夫只想收徒，借你魂海滋养神魂。夺舍后难以完美融合，上限终究有限，若你能帮我找到合适的灵体重生，老夫还能更进一步。哦，倒是小看你了，没想到你还有如此追求。李清玄眼中闪过一丝诧异，话锋一转，如此，我们打个赌如何？赌什么？今日我就在此地。李清玄剑指地面，声音铿锵有力，独占群雄，杀到无人敢来为止。若我胜，你从今以后便为我仆从，我助你寻找灵体；若我败，你出手相救，我拜你为师。太虚尊者一愣，随即气笑了。左右都是你占便宜，老夫图什么？是你想收我为徒，不是我想拜你为师，这算是给你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收你为徒的机会，不是给你一个跟随我的机会。李清玄霸气开口，你不是说我只会逃吗？今日就让你看看什么叫一剑镇压当世。你小子是真狂啊！太虚尊者气急反笑，好，老夫赌了。无知小儿居然想以元婴2重对抗整个秘境的强者，老夫倒看你怎么靠自己活下来。这一次他赢定了。就在李清玄话音刚落的瞬间，密林深处突然传来一阵嚣张的大笑。这宝光冲天，至少是天阶至宝。只见禽兽带着4位秦家强者破林而出，脸上带着狂喜之色。天阶至宝啊，那可是连化神之上的大能都梦寐以求的宝物。4位秦家强者却一阵警惕，
全力施展灵力抵挡周围的瘴气。机遇往往伴随着风险，这里的瘴气比起其他地方竟然浓郁了几十倍不止。当他看清持剑而立的李清玄时，先是一愣，随即仰天狂笑：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狗日的，上次敲诈本少一颗化阴丹，以为这事就这么完了。禽兽狰狞地指着李清玄，识相的就乖乖把至宝和化阴丹都交出来，否则死！李清玄依旧保持着主剑而坐的姿势，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上次饶你一条狗命，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饶我！禽兽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讥讽道：本少可是青州秦家嫡系，你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杀我？懒得和你废话，四位前辈，给我杀了他！四位秦家强者同时踏前一步，元婴石众的恐怖威压如海啸般席卷而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带着至宝还敢如此张扬，这就是你的取死之道！为首的灰袍老者面容威严，双目如电，右手按在腰间佩剑上。下辈子记得低调些。呵，李清玄轻笑一声，缓缓起身，太虚剑上的青光骤然暴涨。你们以为我为何要如此张扬？当然是为了引你们这群蠢货来送死啊！李清玄嘴角勾起一抹危险的弧度，一道剑气涟漪随之扩散开来，剑锋直指禽兽，霸气开口：禽兽，给你最后一个忠告，有些人你开始惹不起，这辈子就都惹不起了。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就该夹着尾巴做人。你所谓的带人找回场子，不过是带着他们来送死罢了。话音未落，太虚剑上青芒大作，整片密林瞬间被映照成一片诡异的青色。太虚一记，李清玄一声暴喝，手中长剑骤然斩出。就在剑锋出鞘的刹那，四周12道巨灵符同时爆发出耀眼的金光，方圆100丈内的天地灵气如潮水般疯狂涌入太虚剑。那12根参天古木剧烈震颤，树皮寸寸皲裂，竟是被硬生生抽干了所有灵力。这一剑直接抽空了方圆1000丈内的所有生机。只见剑锋所过之处，草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凋零，连光线都被吞噬殆尽。原本幽暗的黑色森林，在这一刻竟诡异地变成了死气沉沉的灰白色。这是不好，一起出手！四位元婴石众强者感受到致命威胁，同时暴喝一声，赤红长刀卷起滔天烈焰，玄铁重戟携万钧之势，鎏金铜锤砸出音爆气浪，碧玉长剑绽放森然寒光。4道足以开山裂石的杀招同时轰向那道惊世的青色剑芒。轰！震耳欲聋的爆响中，那道势不可挡的青色剑气竟如热刀切黄油般将4人的攻势尽数斩碎。咔嚓！清脆的碎裂声响彻林间，4人看似坚不可摧的护体罡气，在太虚剑气的冲击下，竟如薄纸般被轻易洞穿。噗嗤！4道血剑同时飙射而出。啊！最右侧的持剑老者发出一声凄厉惨叫，整条右臂齐肩而断，鲜血如泉涌般喷溅而出。其余3人胸前也各自浮现一道深可见骨的血痕。4人面色噔噔噔后退，惊骇欲绝。他们可是堂堂元婴石众强者，竟然连眼前这个小子的一剑都挡不住。禽兽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双腿不自觉地发软。他惊恐地望着李清玄，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强？但当他看到李清玄苍白的面色时，顿时精神一振，急忙喊道：这小子已经是强弩之末了，4位前辈，快杀了他！杀我！李清玄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冷笑，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他们现在还有这个能力吗？禽兽闻言一愣，猛地转头看去，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只见4位元婴石众的强者，此刻一个个冷汗涔涔，全都盘坐在地，疯狂运转灵力。那位手持长刀的老者，双目赤红，额头青筋暴起，眼中已经布满血丝。吼！手持赤红长刀的老者怒吼一声，猛地暴起，双目完全变成了诡异的赤红色，竟挥刀斩向旁边几人。死！都给我去死！老王，你疯了吗？另外3人仓促抵挡，但那位断臂的持剑老者本就重伤在身，此刻更是被瘴气侵蚀的神志不清。只见刀光一闪，那持剑老者的头颅高高飞起，鲜血喷溅数丈之高。怎么会这样？禽兽吓得面无人色，双腿发软地后退。你们在干什么？快住手啊！然而王姓老者已经完全陷入疯狂，刀势越发凌厉。剩余2人也在瘴气的侵蚀下逐渐失去理智，3人竟自相残杀起来，每一招都是夺命杀招。太虚尊者的神魂剧烈震颤，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太虚一计，连这一招你都学会了？借助聚灵阵强行凝聚灵气，将这一剑的威力提升到极致。但即便如此，也不可能一击击败4位元婴石众啊！看着眼前自相残杀的景象，太虚尊者突然明悟，
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好小子，原来如此！你通过聚灵阵不仅凝聚了灵气，更将周围瘴气的浓度提升了数十倍。这些人必须耗费大量灵力抵抗瘴气，实力大打折扣。而你的剑气中融入了浓缩的瘴气，他们受伤后瘴气入体，这才陷入癫狂。此刻太虚尊者的神魂都不由得颤抖。以元婴二重修为，借天地之势，一击败4位元婴10众，这等惊世骇俗的手段，简直颠覆了他的认知。他望着李清玄挺拔的背影，第一次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震撼。这个年轻人不仅实力超群，更可怕的是那份运筹帷幄、算无一策的城府。难怪这小子不愿意拜他为师。太虚尊者苦笑摇头，心中五味杂陈。李清玄仰头服下2颗复原丹，缓步朝着那3位陷入癫狂的元婴10众高手走去。喉咙滚动间，太虚剑已然闪烁着恐怖的青芒。3人虽已神志不清，但战斗本能仍在，感受到杀气，立即朝李清玄扑来。丧失了理智的你们，不过只是蝼蚁罢了。李清玄身形如鬼魅般闪过，剑锋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王姓老者的咽喉处突然出现一道细如发丝的红线，他瞪大眼睛，手中长刀咣当坠地。话音未落，又是2道剑光闪过。剩下2位强者保持着前冲的姿势，眉心同时绽开一点猩红，轰然倒地。3具尸体溅起的血珠尚未落地，李清玄的衣角已然归位，纤尘不染。你不要过来！禽兽瘫坐在腐叶堆中，华贵的锦袍沾满泥污，他手脚并用向后爬去，满脸惊恐。我爹可是秦家家主，杀了我，秦家不会放过你的。死到临头，还拿秦家来吓唬我。李清玄冷笑一声，剑尖直指禽兽咽喉。不要杀我！禽兽浑身发抖，手忙脚乱地解下储物袋，这里面都是宝贝，只要你放了我，这些都是你的。嗖！剑光一闪，禽兽的喉咙已被洞穿。你在说什么胡话呢？李清玄嗤笑一声，杀了你，这些宝贝照样是我的。噗嗤！剑光闪过，禽兽的求饶戛然而止。他捂着喷血的喉咙，眼中的惊恐渐渐凝固。至死他都不明白，为何这个看似普通的年轻人敢无视整个秦家的威胁。早知如此，他就不该来招惹这个煞星。李清玄剑尖轻挑，储物袋凌空飞起。他熟练地搜刮完所有储物袋，将值钱物品尽数收入囊中，随后将尸体堆成一堆，盘膝而坐，运转功法恢复灵力。定！检测到宿主儿子突破凝液1重，触发1000倍返还，宿主修为提升至元婴4重。系统提示音刚落，12道聚灵符突然爆发出刺目的金光，方圆百里的灵气如同海啸般疯狂涌来。那灵气浓度之恐怖，竟在瞬间将整片秘境中心的瘴气都冲散一空。轰隆隆，12道灵气洪流如同巨龙般灌入李清玄体内，他的经脉瞬间被撑得鼓胀起来，周身毛孔都在喷薄着实质化的灵气。这是要突破了！太虚尊者的神魂巨颤，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这小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如此恐怖的灵气灌体，换作常人早就爆体而亡了，他居然能全数吸收。轰！一道璀璨的金色光柱冲天而起，直破9霄。元婴4重成。与此同时，李清玄体内原本干涸的灵力瞬间充盈，经脉中奔涌的灵力如同怒海狂涛，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他周身毛孔喷薄出耀眼的灵光，每一寸肌肤都闪烁着晶莹的光泽。李清玄握了握拳头，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力，不禁仰天大笑。好儿子，你这突破的太及时了，连带着给老父亲充了波电啊！这怎么可能？太虚尊者瞪大眼睛，骇然惊呼：你在战斗中突破也就罢了，竟然直接从元婴2重跃升至4重。元婴初期到中期的瓶颈，常人至少要苦修数十年啊！这人简直离了大谱。同一时间，秘境外围的清月洞府内，轰隆！结界破碎的巨响中，数百名修士蜂拥而入。为首的玄金10重的灰袍老者阴笑道：小娃娃识相的就赶紧滚开。李川瞥了一眼水潭中正在接受传承的苏嫣然，咬了咬牙，毅然决然地挡在了众人面前。定！检测到宿主尽孝行为，替父护母，触发绝品奖励。奖励特殊剑即拔剑一斩，系统已自动帮宿主修炼至入门。拔剑一斩，仅需一招，拔剑瞬间可将所有剑招、剑意、剑势、杀意完美融合。融合招式越多越强，威力越大，可跨大境界杀敌，无上限。注：此剑技一击将会抽走宿主大量灵力，请慎用。卧槽！李川瞳孔猛地收缩，差点惊呼出声。握着 TM 也行。
系统连这都奖励，这一招也太牛逼了吧！李川右手不自觉地按上腰间佩剑，心头涌起一阵狂喜，但看着眼前黑压压的敌人，又瞬间泄了气。可眼前这人也太多了吧！这一招再强也杀不完，但事到如今，他也没得选择了。李川盯着在场这几百号人，厉声喝道：“清月前辈选中我娘作为他衣钵的传承者，这是他的机缘。你们贸然动手，就不怕清月前辈在天之灵降下惩罚吗？”放屁！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冷笑一声：“死人哪来的惩罚？杀了这小子！”一声喝下，数百道灵力同时爆发，恐怖的威压让洞府石壁都开始皲裂。靠！李川吓得半死，猛地捏碎了手中的血晶石，大声喊道：“老爹，救命啊！有人要杀你宝贝儿子！”轰！一股元阴气的恐怖威压骤然降临，整座山峰都在颤抖，狂暴的灵力风暴瞬间席卷整个洞府。活得不耐烦了，连我李清玄的儿子都敢动。这声音如同9天惊雷炸响，每一个字都带着令人窒息的威压。在场修士齐齐变色，修为较低的凝液期修士直接跪倒在地，七窍流血，连惨叫都发不出来。就连那些玄晶期强者也都面色惨白，双腿发软。这是元婴大能的元神分身。一位紫袍修士惊恐地喊道：“糟了，这小子居然还有这等背景！”人群后方，一个玄天宗的玄晶10重强者目光怨毒地盯着李清玄的虚影，强撑着喝道：“别怕，只是个元神分身而已，根本就没办法动用几招，耗光他的元神力量就会消散。一起动手杀了他！”聒噪！李清玄目光淡漠如万载寒冰，看着那玄天宗老者，如同在看一只蝼蚁。他缓缓抬起右手，修长的手指轻轻一点，赤，一道青芒骤然闪现，速度快到连空间都被撕裂出一道漆黑的痕迹。那玄天宗老者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眉心处便出现一个拇指大小的血洞。砰！玄天宗的老者还没反应过来，头颅如同西瓜般炸裂，红白之物四溅。他的身体还保持着站立的姿势，足足3息之后才轰然倒地，溅起一片尘土。这一瞬，整个洞府瞬间死寂。咕咚！玄晶10重，就这么死了。这就是元婴大能的实力吗？仅仅一道元神分身就这么强，本尊又该何等恐怖！李川激动得浑身发抖。老爹，牛逼啊！那灰袍老者额头冷汗如雨，急忙朝着李清玄拱手，颤声道：“前辈明鉴，我等绝无伤害令郎之意。”老太婆也急忙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都是那老不死的在挑唆，我们怎会做这等以大欺小之事？”放屁！李川怒极反笑，身板瞬间挺直。若不是召唤我爹，我现在早被你们碎尸万段了。爹，他们不但想杀我，还想抢夺娘的机缘。李清玄目光骤冷，洞府温度瞬间降至冰点。老太婆见状，歇斯底里的尖叫：“小畜生，你非要赶尽杀绝吗？就算你爹是元婴大能，区区一个元神分身能杀几人等他消散？我老婆子定要你生不如死！”卧槽！李川一激灵，对啊，他老爹毕竟只是个分身，眼前这么多人，怎么可能杀得完啊？靠！装逼装早了。灰袍老者见势，底气渐足，沉声道：“前辈，咱们不如各退一步，您放我们离开，我们保证不再为难令郎。”呵呵，区区蝼蚁都敢威胁本座了。李清玄突然笑了，霸气开口：“既然如此，把你们杀光不就好了？”哈哈！灰袍老者怔了片刻，随即仰天狂笑，笑声中带着几分癫狂：“若你本尊在此，老夫二话不说，直接跪下给你磕头。但区区一道元神分身，连件趁手的灵气都没有，也敢妄言杀光我等，简直可笑至极！”洞府内顿时响起一片附和之声，众修士脸上重新浮现出狰狞之色。李清玄神色淡漠，只是轻轻抬手一招，铮！李川腰间的青霄剑突然剧烈震颤，化作一道青光飞入李清玄掌中。现在有了！就在剑柄与手掌相触的刹那，一道璀璨的青芒自剑锋迸发，刹那间照亮了整个洞府。剑身通体晶莹如玉，内里似有青色龙影游走，散发出令人心悸的锋锐之气。李清玄持剑而立，声音如9天惊雷：“川儿，看好了，你对太虚剑诀的领悟还停留在皮毛，今日为父便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太虚一线。”李川精神一振，急忙瞪大眼睛，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只见李清玄缓缓抬起青霄剑，整个洞府内的灵气疯狂汇聚，仅仅一瞬，竟然在剑间形成一道璀璨的光点。不好，快防御！灰袍老者面色大变，声音都变了调。他仓皇祭出一面青铜古盾，盾面上符文闪烁，散发出厚重的防御气息。
其余修士也纷纷祭出护身法器，一时间洞府内五光十色，各种防护光罩接连亮起。老太婆更是直接咬破舌尖，喷出一口精血在手中的玉如意上，顿时一道血色光幕将她团团护住。李清玄嘴角微扬，讥讽一笑：“徒劳。”话音未落，他手腕轻轻一抖，恐怖的剑气便在整个洞府轰然绽放。一道细如发丝的剑光悄然浮现，看似缓慢，实则快得不可思议。剑光所过之处，所有防御光罩如同薄纸般被轻易洞穿。噗噗噗，伴随一阵轻微的雨点打击窗户的声音响起，李清玄的元神虚影竟然暗淡了几分。好了，搞定。李清玄随手将青霄剑抛还给李川：“你爹我现在正忙着收拾几个元婴石重的垃圾，你好好保护你娘，回头爹送你个好东西。”说完，虚影便消散在空气中。李川接住青霄剑，看着完好无损站在原地的众人，一脸懵逼：“搞定了，人都还活蹦乱跳的，这叫哪门子搞定？老爹，你该不会是灵力耗尽装不下去了吧？”哈哈哈！灰袍老者见李清玄元神虚影消散，顿时仰天大笑：“我还以为元婴大能的元神分身有多强呢，原来就是个唬人的把戏。”老太婆狞笑一声，朝李川扑来：“小杂种，现在看谁还能救你！”李川吓得魂飞魄散，心中哀嚎：“爹啊，你这不是坑儿子吗？装完逼就跑，这下你宝贝儿子可真要交代在这了。”然而，就在老太婆冲到半途时，噗嗤，她的脑袋突然与身体分离，咕噜噜滚落在地。无头尸体还保持着前冲的姿势，又跑出3步才轰然倒地，脖颈处鲜血如喷泉般飙射而出。眼见这恐怖的一幕，众人面色骇然，瞬间击溃了他们的心理防线。灰袍老者脸上的笑容凝固，惊恐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怎么会？难道说……”话音未落，他的脑袋也突然从肩膀上滑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看到了此生最恐怖的景象：身后数百名修士，脑袋如同熟透的西瓜般，竟一个接一个的从脖子上滚落。刹那间，整个洞府瞬间变成了修罗场，数百具无头尸体接连倒下，鲜血很快汇成了一条小溪。李川呆立原地，手中的青霄剑当啷一声掉在地上。这也太夸张了吧！李川咽了口唾沫，腿肚子直打颤：“爹，我错了，我不该怀疑你的。他老爹是真无敌啊！”李川很快回过神儿，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搓了搓手，迫不及待地开始摸尸。发了，这么多储物袋，够我修炼到玄经期了。李川一边嘀咕着，一边麻利地解下一个个储物袋，动作熟练得令人心疼。虽然这些垃圾他老爹看不上，但对只有凝液一众的他来说，简直是天降横财。与此同时，秘境中心，定检测到宿主儿子修炼特殊剑技拔剑一斩入门，宿主自动获得圆满境界。注：该剑技只有一招，无品阶，也无上限。李清玄正琢磨着怎么收拾下一批来找麻烦的人，听到系统的提示，顿时瞪大眼睛：“我去，这傻小子运气不错啊，居然捡到这妖牛逼的剑技！”仔细看完系统介绍，李清玄激动得差点跳起来。这剑技看似简单，实则蕴含天地之理无品阶，即意味着可无限成长；无上限则代表威力永无止境。总结起来就4个字：牛的一批。只要融合的招式够强，越大境界杀敌都不是问题。说干就干，李清玄当即闭目凝神，开始融合自身绝学。太虚剑诀4式在识海中轮转，太虚一线如惊鸿掠影，太虚一系似鬼魅穿行，太虚一横若浮光掠影，太虚一记宛如万籁俱寂。每一式的精髓都被他抽丝剥茧，融入这招拔剑一斩中。同时，李清玄还将自己的太虚剑体、宗师级的感悟，甚至巨灵阵内的瘴气也一并融合。随着各种强大攻击的融入，李清玄倒吸一口凉气，手中的太虚剑仿佛在孕育着什么恐怖的存在，剑鞘微微震颤，发出低沉的嗡鸣，仿佛在警告他这里面的东西太危险了。李清玄能感觉到剑鞘内积蓄的力量已经达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程度，一旦出鞘，必将天崩地裂。就在这时，上官家、李家以及出云帝国皇室3方势力联袂而至，每家都有30余人，其中元婴石重的强者就有4、5位，近1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气势惊人。看来大家都被宝光吸引来了。上官家为首的蓝衣老者抚须轻笑道：“我能感受到秦家人的气息，估计他们已经捷足先登了。李云生、紫月公主，不如我们3方联手，先解决秦家，再谈分配如何？”本宫没意见。紫月公主淡淡开口，一袭紫衣在风中轻舞，美艳不可方物。可……李云生微微颔首，一袭玄衣无风自动。说话间，众人已经来到宝光所在之处。
队伍中的李三金抬头看到盘坐在巨木树桩上的熟悉身影，心头狂震。清玄少爷，难道至宝被他得到了？上官红也注意到了李清玄发光的储物袋，眼睛微眯。这位道友可曾见过秦家人？秦家人？李清玄手指轻点，指向旁边一小堆尸体。你说的是他们？众人顺着望去，顿时瞳孔巨缩。只见秦家大少禽兽的尸体赫然在列，更可怕的是，秦家4位元婴石众强者也全部惨死。上官红倒吸一口凉气：“你杀的！”李清玄冷笑：“怎么？你是秦家人，想替他们报仇？”不。上官红急忙摆手：“老夫上官红，上官家人，与秦家毫无瓜葛。开什么玩笑？能一人斩杀4位元婴石众，还敢明目张胆带着宝物坐在这里，这人绝对不简单。他可不想当出头鸟，更何况旁边还有2方势力虎视眈眈，万一两败俱伤，岂不是便宜了别人？没关系，那来这里做什么？”李清玄透过面具，目光如刀：“不想死的，滚！”你……上官红老脸有些挂不住，阁下何必如此咄咄逼人？我们来此只为寻宝，所以……李清玄目光扫过众人：“你们这上百号人是来杀我夺宝的？”李云生刚要开口，李三金急忙站出来：“我李家只是路过，既然宝物已有主，我们就不掺和了。”李云生猛地转头，死死盯着李三金，眼中满是质问。李三金传音道：“相信我，对他出手绝对不明智，至少我们李家不能。”李云生眉头紧锁，但还是抬手制止了李家众人。他了解李三金，对方从不说没把握的话。眼看李家退缩，上官红和紫月公主心头一沉，事情变得棘手了。但至宝就在眼前，他们实在不甘心放弃。紫月公主美目流转，缓缓道：“不如这样，只要阁下能胜过我身边这4个不成器的护卫，我立刻带人离开，绝不再纠缠。”呵，李清玄讥讽一笑：“想用4个元婴石重试探我的实力？我赢了，你们全身而退；我打得吃力，你们就一拥而上。紫月，你是不是觉得你很聪明？我只说一次，谁敢出手，我就杀光你们进入秘境的所有人，一个不留。”紫月公主俏脸煞白，她没想到对方如此强势，根本不给她任何周旋的余地。上官红咬牙喝道：“小子，光会耍嘴皮子算什么本事？有能耐就露2手看看！”闭嘴！李清玄拔剑一斩，所凝聚的无上气势瞬间锁定上官红，厉声喝道：“老东西，要不是看在上官月儿的面子上，就凭你刚才那句话，你已经是个死人了。”上官红浑身巨震，如遭五雷轰顶，踉跄着后退2步，老脸煞白如纸。他嘴唇颤抖着，却连半个字都不敢再说。好恐怖的气势！这人身上那恐怖的剑气，好似下一瞬就要将他彻底抹杀。李三金震惊地看着李清玄，心中翻江倒海。清玄少爷明明只有元婴2重，面对这么多强者，为何如此霸气？这底气从何而来？简直狂得没边了！如果这群人真的出手，清玄少爷该怎么办？李清玄豁然起身，手中太虚剑铮的一声出鞘半寸，刹那间，一股毁天灭地的剑气轰然爆发，如万钧山岳般压在众人身上，整片天地都为之一暗。你们在这儿看什么？还不滚！紫月公主俏脸煞白如雪，纤细的手指不自觉地绞紧了衣袖。她贵为皇室公主，何曾被人如此呵斥过？但此刻，她连呼吸都不自觉地放轻了3分。在场所有强者都面色大变，不自觉地后退数步。他们骇然发现，对方仅仅是将剑鞘拉开一丝，那股凌厉的杀意就让他们如坠冰窟，仿佛下一瞬就要身首异处。上官红喉咙艰难地滚动了一下，颤声道：“这位前辈，我们这就走，这就走。”轰隆隆！就在这时，地面剧烈震颤起来。只见远处尘土飞扬，一位黑袍老者带着上百号人，气势汹汹地奔袭而来。老者面容阴鸷，鹰钩鼻下是一对如毒蛇般的3角眼，周身缠绕着令人窒息的死气。秦无风。李三金倒吸一口凉气，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秦家竟然把他派来了！这秦无风早已超越元婴石众，达到了半步化神的恐怖境界。秦无风目光扫过地上的尸体，瞳孔骤然收缩成针尖大小。他死死盯着李清玄，声音阴冷的像是从九幽地狱传来：“我秦家的人是你杀的，我杀的。”李清玄单手负后，淡淡开口，平静毫无波澜：“混账！”秦无风怒发冲冠，周身灵力轰然爆发，将方圆100丈内的碎石尽数震成齑粉。谁给你的胆子？他们要杀我夺宝，我反杀之，天经地义。放屁！秦无风指着李清玄，厉声喝道：“你这种蝼蚁
也配拥有宝物？我秦家人抢你是看得起你，就你这种垃圾，死1万次都不够给他们陪葬。李清玄闻言突然仰天长笑，若说荣幸，笑声戛然而止。李清玄眼中寒芒暴涨，我杀他们才是他们的荣幸，找死！秦无风暴喝一声，手中黑龙枪骤然化作一条百丈巨蟒，所有一起上，杀了他！他不是鲁莽之人，这小子能斩杀他秦家4位元婴石众强者，实力绝对不容小觑，他必须全力以赴。霎时间，上百道灵力光柱冲天而起，10位元婴石众强者同时出手，刀光剑影，符箓法宝如暴雨般倾泻而下，整片天空都被染成了五光十色。其他3大势力的高手纷纷退到安全距离，却不肯离去。众人死死盯着人群里那个面具男子，他们也想看看这个面具男到底有多强。紫月公主美眸闪烁，若秦家能和这面具男两败俱伤，他就有机会夺宝了。李三金心下焦急，但却毫无办法。这么多顶尖强者，哪怕他全力出手，也没办法将李清玄救下来。看到这一幕，太虚尊者倒吸凉气，忍不住喝道：小子，你疯了不成？之前你能坑杀4个元婴石众，那是占了天时地利，现在对面可是上百号人，其中元婴石众就有10来位，就算你突破到元婴4重，施展那一招，也不可能同时打败上百位强者。那是你不能，不是我不能。李清玄嘴角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上百号人，呵呵，我一剑便可灭之。太虚尊者瞪大眼睛，你不吹能死吗？我可告诉你，如果你真撑不住，我救你可都来不及。李清玄不再多言，只是孤身一人提剑向前，他的步伐不疾不徐，却带着一种令天地失色的从容。太虚剑在他手中微微震颤，酝酿的恐怖的剑气。小子，死吧！秦家众人怒吼着扑来。就在这一刻，铮一声清月剑鸣响彻九霄，李清玄骤然拔剑出鞘，动作快若惊雷，却又带着难以言喻的美感。这一剑仿佛抽空了方圆1000丈内的所有灵气，整片天地都为之一暗。拔剑一斩，青墨色的剑芒轰然炸裂，在空中绽放出一道璀璨的月牙形剑气。这道剑芒蕴含着无数剑招的精髓，既有太虚遗迹的毁灭之意，又融合了圆满技拔剑术的极致锋芒。剑芒所过之处，空间似乎都被这一剑撕裂出一道青墨色的口子，方圆100丈内的所有景物都被这道剑光吞噬，化作一片虚无。那些袭来的法宝符箓，在这道剑芒面前如同纸糊般纷纷破碎。这不可能！秦无风面色大骇，仓促间将黑龙枪横在胸前，咔嚓！清脆的碎裂声中，他那柄地阶极品的黑龙枪竟被一剑斩断，剑芒于是不减，直接穿透他的护体罡气，在他胸前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痕。秦无风如遭雷击，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撞在100丈外的一棵参天古木上，咔嚓！3人合爆粗的树干应声折断，秦无风的肺叶被断裂的枪杆刺穿，鲜血狂喷，已是重伤濒死。而那些跃至半空的秦家高手，更是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剑芒所过之处，所有人的身躯都被整齐地斩成2半，残肢断臂如雨点般坠落，鲜血在空中绽放出一朵朵妖艳的血花，将整片林地染成猩红。扑通，扑通，扑通，一具具被腰斩的尸体砸落在地，有的人上半身还在蠕动，瞪大的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命流逝。死寂！这一刻，整片战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上官红的喉咙艰难地滚动了一下，干涩地咽了口唾沫。他的双腿不受控制地发抖，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李云生双腿发软，冷汗浸透后背。他暗自庆幸听了李三金的话，否则此刻地上那堆残肢中必有自己。紫月公主瘫坐在地，华贵的裙摆沾染尘土，也浑然不觉。她想起方才自己那可笑的想法，只觉得无比愚蠢，这样恐怖的存在，岂是他能够觊觎的？太虚尊者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骇然到了极点。这是什么招数？怎会如此恐怖？元婴4众，竟能一剑斩尽100人，半步化神带队，10位元婴10众，这他娘还是人吗？李清玄不发一言，只是拖着太虚剑，剑锋在地面划出刺耳的声响，一步步走向重伤濒死的秦无风。秦无风口中不断溢着鲜血，却仍强撑着威胁道：你杀我秦家这么多人，我秦家绝对……噗嗤！太虚剑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秦无风的头颅高高飞起。李清玄剑尖轻挑，储物袋稳稳落入手中。他缓缓转身，染血的剑锋斜指地面，嫣红的血珠顺着剑刃滴落，在死寂的战场上发出滴答的声响。李清玄目光扫过3大势力每一个人，杀气弥漫。你们还不滚？
是等着本座送你们上路吗？李家、上官家、出云帝国众人闻言浑身一颤，冷汗瞬间浸透后背。上官红心头一慌，颤抖道：“前辈息怒，我们这就滚。”李云生急忙拱手：“前辈，我等到此。”等一下。就在这时，李清玄突然开口，众人心头一僵，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瞬间涌上心头。这人该不会是要将他们全部灭口吧？不要慌，本座只是想通知你们一件事。李清玄随手将太虚剑归鞘，缓步走到一块凸起的岩石前，随意的坐下，轻笑道：“7日后，古虚秘境结束，本座会将这次秘境所得在万宝楼拍卖。当然，本座储物袋里那个发出宝光的宝物也在拍卖之列。可以提前透露一下，这是一件圣器。”圣器！大势力众人忍不住惊呼，眼中瞬间迸发出贪婪的光芒，但很快又被恐惧压了下去。那可是圣器啊！这人居然不留着自己用，没道理啊！李清玄等众人稍稍平静，这才继续道：“希望各位能去捧个场。”三大势力众人如梦初醒，急忙拱手应和：“前辈放心，秘境结束，我等必参加这一次的拍卖会。”很好。李清玄嘴角一弯，随意的摆了摆手：“滚吧！”众人如蒙大赦，慌忙离去。直到他们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视野中，李清玄才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他急忙从储物袋中取出一瓶复原丹，仰头灌下。虽然戴着面具看不到脸色，但他持剑的手已经有些微微颤抖了。这一招拔剑一斩，消耗太大了，直接抽走了我近半的灵力。李清玄咂咂嘴，摇头一笑，幸好这群人被吓破了胆，否则我只能用虚空大挪移逃命了。太虚尊者这时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难以置信喝道：“不是，你小子什么意思？你要将老夫的太虚天宫拍卖了？你疯了！这可是圣器，对你以后绝对有着莫大的好处。”李清玄盘膝调息片刻，这才淡淡开口：“太虚天宫对我没用，我之所以要接受考核，在这里和这群人大战，不过是想让你成为我的仆人罢了。我儿修炼需要一个不错的老师，我觉得你比较适合。”什么？太虚尊者的声音陡然拔高：“你做这么多只是为了收服我，给你儿子找个老师？你脑子有病吧？你自己这么强，你教他不就完了吗？”李清玄摇头：“不行，我领悟的东西太过高深，他学不会。笑话，他这一身本事都是系统给的，怎么教？总不能教儿子开挂吧？”你……太虚尊者一时语塞，半晌才道：“可是这宫殿你也可以送给你儿子，为什么要拍卖？”放心。李清玄嘴角微扬：“这宫殿我确实要送给我儿子，拍卖的另有他物。”什么？太虚尊者彻底震惊了：“你手里还有圣器？你一个元婴修士，哪来这么多圣器？”李清玄笑而不语。等他把这太虚天宫送给儿子，系统自然会给他返还。李清玄剑眉微扬，转移话题问道：“老家伙，现在我这考核算通过了吧？还是说我一定要待够7天？”太虚尊者的神魂光影忽明忽暗，半晌才长叹一声，以元婴4重斩杀半部化神：“老夫服了，太虚天宫归你，老夫愿赌服输。”那还等什么？李清玄突然咧嘴一笑：“来，叫声老爷听听。”你……太虚尊者的光影剧烈闪烁，最终憋出一句：“李老爷。”李清玄仰天大笑，笑声震得周围落叶簌簌，当老爷的感觉妙啊！笑声渐止，李清玄正色道：“说笑的，你对我还不错，也一把年纪了，就给我当管家吧，顺便教导我。放心，答应帮你重塑肉身的事，我李清玄说到做到。”太虚尊者微微一愣，忍不住摇头一笑：“这家伙虽然很狂，但本性还不错。”叮！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成功获得太虚天宫，奖励天阶极品功法太虚万象诀。李清玄听到系统提示音，眼睛骤然一亮，心中狂喜，终于来了。他仿佛已经看到儿子修炼太虚万象诀入门后，自己直接通过系统获得大圆满境界的画面。天阶极品功法修炼需要极高的悟性，李清玄暗自盘算，得在秘境里多找些提升悟性的灵药，让沈冰明给川儿炼制几颗提升悟性的丹药了。接下来的几日，李清玄在太虚尊者的指引下，将秘境中心搜刮一空，每找到一株珍稀灵药，他都忍不住想象儿子服用后的效果，嘴角不自觉上扬。短短几天，几个储物袋都装得满满当当。第7日清晨，清月洞府，爹！李川看到李清玄的身影，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兴奋道：“娘接受了清月前辈的传承，正在突破呢。”李清玄目光温柔地望向凝冰的水潭，见苏嫣然周身氤氲的金丹气息，心头不禁闪过一丝欣慰。让你娘安心突破。
李清玄取出一个储物袋，笑着说道：“这次秘境之行，爹给你弄来不少好东西。”爹，我现在可不缺资源。李川嘿嘿一笑，之前你在这洞府杀的那些人，他们的储物袋都在我这儿呢。那些蝼蚁能有什么好东西？李清玄嘴角微扬，要不先看看爹给你带了什么。李川打开储物袋的瞬间，整个人如遭雷击般僵在原地，疯狂倒吸凉气。卧槽！卧槽！这是天阶极品功法，悟道茶叶，地阶极品灵气。李川的手不受控制的颤抖着，当看到那座微型宫殿时，更是瞪圆了眼睛。这气息难道是天阶极品灵气？不，这是圣气。李清玄轻描淡写地说道。什么玩意儿？圣气。李川狠狠咽了口唾沫，声音都变了调。爹，这太珍贵了，我不能要，还是留着您用吧。这么珍贵的宝贝，他爹竟然毫不犹豫给他，父爱果真如山啊。可是他真的不敢要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只要敢在外面亮出这宝贝，他会死得老惨了。你可是我最宝贝的儿子。李清玄揉了揉李川的脑袋，认真道：这宝贝爹不给你，还能给谁？这宫殿名曰太虚天宫，里面拥有时间法阵，外面1日，里面10日，对你的修炼绝对有莫大的好处。另外，我还给你请了为合体期的老师，不但能教你修炼，关键时候还能保你性命。就在这时，太虚天宫内太虚尊者的笑声适时响起：小少爷，以后多多指教了。合体期，李川倒吸凉气，扑通一声直接跪在了李清玄面前，重重磕了3个响头，眼眶发红。爹，儿子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他爹对他真是太好了。他哭死。叮，宿主赠送儿子圣阶中品灵气太虚天宫，1触发10倍返还，获得太虚天宫10。来了。李清玄眼中金光一闪，嘴角不自觉上扬。果然不出所料，系统直接返还了10座太虚天宫，10尊圣气啊，这波谢赚。叮，宿主赠送儿子地阶极品灵气苍龙枪，1触发10倍返还，获得苍龙枪10。叮，宿主赠送儿子悟道茶叶，2触发1000倍返还，获得悟道茶叶2000。叮，宿主赠送儿子养魂木，1触发100倍返还，获得养魂木100。叮，宿主赠送儿子清心玉露，1触发100倍返还，获得清心玉露100。叮，宿主赠送儿子6品紫府运神丹，1触发10倍返还，获得紫府运神丹10。叮，宿主赠送儿子7品化神破障丹，1触发10倍返还，获得化神破障丹10。一连串系统提示应在脑海中炸响，李清玄差点被这突如其来的财富砸晕。光是下品灵石就返还了2000多亿，中品灵石也有近20亿之巨，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计其数。好家伙，李清玄暗自啧舌，这要是放在凡间，怕是要通货膨胀到天上去。但转念一想，修仙界的灵石除了当货币，还能用来修炼，倒是不用担心贬值问题。有这么个儿子，可真是太棒了。李清玄美滋滋地想着，脸上不自觉露出老父亲般的欣慰笑容。轰隆隆，就在这时，洞府水潭中的冰层突然炸裂开来，苏嫣然周身环绕着金丹期的灵力波动，从水潭中一跃而出。看到李清玄的瞬间，他美眸一亮，直接扑进了他的怀里。夫君，你怎么在这里？苏嫣然仰着俏脸问道，发梢还挂着晶莹的水珠。李清玄顺势搂住苏嫣然的纤腰，笑道：在等你突破啊。夫人果然天赋异禀，这么快就成为金丹大能了。苏嫣然俏脸微红，轻捶了他一下，比起夫君还要差上不少呢。是吗？李清玄坏笑着凑到他耳边，压低声音道：不过夫人这次突破后，是不是促进发育了？我怎么觉得抱着你，咱俩的距离这么远啊？你……苏嫣然下意识低头看了看自己胸前，随即反应过来，羞恼的跺脚。讨厌，你儿子还看着呢。感受到老父亲投来的死亡凝视，李川眼珠子咕噜一转，猛地从地上抓起一块板砖大的石头，毫不犹豫地往自己脑门上招呼。卧槽，这石头成精了，怎么自己飞起来了？死磕死我了！李川夸张地抱着脑袋原地转了3圈，义正言辞道：爹娘，儿子被这妖石暗算了，得赶紧去疗伤。您二位继续，千万别管儿子死活。说完，一溜烟跑得没影了。叮，检测到尽孝行为，主动制造意外，为父母提供亲密空间，奖励特殊功法铁头功。铁头功修炼到圆满后，宿主头部防御力将提升至与自身境界同级，同级别攻击无法伤及头部分毫。卧槽，卧槽！
李川看到系统奖励，忍不住仰天大笑。这波自残血赚。李清玄嘴角一弯，夫人，我们可以继续了。不得不说，他这宝贝儿子是真有眼力劲儿啊。讨厌。苏嫣然娇嗔一声，却主动环住李清玄的脖颈，踮起脚尖送上香吻。两人数日未见，这一吻顿时天雷勾动的火。李清玄的大手不自觉探入他衣襟深处。别在这里。苏嫣然俏脸绯红，气息紊乱地推拒着。万一有人来，无妨，你不是穿着我送的玄天宝甲吗？李清玄含住苏嫣然小巧的耳垂，温热的气息喷洒着。只要你想，关键部位的布料就能瞬间消失，特别方便。你，苏嫣然羞得耳尖都红了。果然，他就知道这男人送的东西没那么简单，但此刻情动难耐，也顾不得许多了。宝甲随着两人交缠的呼吸不断变换形态，时而如轻纱附体，时而似流霞掩映。当李清玄终于突破最后防线时，宝甲竟自发凝成云榻，拖着两人沉入旖旎幻境。云雨初歇，李清玄将一只储物袋塞进苏嫣然怀中。夫人，这是为夫在秘境所得，都给你了。这些东西很珍贵，记得偷偷用，别让人看见，否则别人可能要抢夺。夫君最好了。苏嫣然正要献吻，却被李清玄偏头避开。那个，李清玄摸了摸鼻子，要不你先漱漱口。李清玄，苏嫣然瞬间炸毛，张牙舞爪地扑过去。我都没嫌弃你，你居然敢嫌弃我！不行，我必须要亲。两人笑闹间，苏嫣然突然停下打闹的动作，红着脸揪住李清玄的衣襟，声音带着几分羞恼：你以后能不能别在这种时候送我东西？他咬着下唇，声音越来越小，搞得好像是在付钱一样。说到最后几个字时，他的声音几乎细若蚊呐，脸蛋红得像熟透的桃子，连耳尖都染上了绯色。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羞恼地瞪着李清玄，却又带着几分撒娇的意味。李清玄先是一愣，随即忍俊不禁，伸手捏了捏苏嫣然红扑扑的脸蛋。好，都听夫人的，下次我一定记得先给礼物。在，你还说。苏嫣然羞得直跺脚，做事又要去掐李清玄。就在这时，二人身上突然泛起白光，这是秘境要关闭了。李清玄揽住苏嫣然的纤腰，话音未落，一阵天旋地转。在睁眼时，二人已置身于荒山野岭，距离秘境入口也有数百里之遥。就在这时，苏嫣然的传讯玉符突然亮起，他神识一扫，面色有些难安。夫君，我爹说家里来重要客人了，让我回去一趟。只是……李清玄眉头微挑，只是什么？苏嫣然愤愤地跺了跺脚，我爹让我和你撇清关系。李清玄眼睛微眯，轻轻握住苏嫣然的手，冷笑道：看来这位重要客人来头不小啊。走，为夫陪你回去一趟。他倒看看他那个趋炎附势的老丈人到底想干什么。苏家，苏守成满脸堆笑的快步迎出，却在看到李清玄的瞬间老脸一黑，这小子怎么跟来了？这不是耽误他女儿前途吗？随即掠过李清玄，三步并作两步冲到苏嫣然面前，满脸红光道：哎呦，我的宝贝女儿，你可算回来了。苏嫣然正要开口，苏守成已经谄媚地转向大厅内一位身着月白锦袍的中年女子。前辈，这就是小女嫣然。嫣然，这是咱们苏家主脉的执事苏婉容前辈，化神期大能，还不快过来拜见？李清玄眼睛微眯，难道这老家伙又找到了新的靠山，所以像之前抛弃柳月姬一样，准备把他这个女婿抛弃了？苏婉容居高临下地打量着苏嫣然，眼中满是轻蔑，冷哼道：没想到清月老祖的传承竟会落在一个分家子弟身上。不过既然传承已择主，按族规，你便随我回主脉接受培养吧。苏守成立即凑上前，搓着手道：苏前辈，您看，既然嫣然能回去，我这个当爹的……你……苏婉容斜睨苏守成一眼，嗤笑道：一把年纪才铸机器的废物，也配进我苏家大门？不好意思，我苏家只收天才，不收废物。大厅内气氛顿时凝滞，苏守成老脸笑容一僵，整个人好似二傻子呆在原地，老脸涨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原本还做着富平女贵的美梦，想着能跟着女儿去苏家主脉享福，没想到对方竟如此不留情面。苏婉容居高临下地打量着苏嫣然，冷声道：年仅18岁，接受老祖传承后达到金丹一众，倒也勉强够看。他轻蔑地瞥了眼苏守成，跟我回主脉后，少跟这种废物接触。我等修仙者就该清心寡欲，虽然他是你爹，但也就100来岁的寿命，你还有大好前程，别被他影响了心境。你在这里自说自话什么呢？苏嫣然美目寒霜，声音冰冷：我有答应要跟你回苏家吗？你凭什么高高在上地决定我的一切？苏婉容一怔，
随即目光森寒：“苏嫣然，你别给脸不要脸！你是天才，但我苏家也不缺你一个天才。可对你来说，这可是你此生唯一翻身的机会。回到苏家，在无尽的资源堆积之下，你未来有望达到化神，甚至炼虚期。若留在外面，你哪怕穷尽一生，恐怕都无法突破元婴。那又如何？”苏嫣然冷笑：“总比回去被人瞧不起强。一边觊觎我的传承，一边又看不起我。苏家主脉的人都像你这么傲慢吗？放肆！”苏婉容勃然大怒，一个走了狗屎运的分支蝼蚁也敢对本座无礼。话音未落，化神一众的恐怖威压轰然爆发，如排山倒海般压向苏嫣然。苏嫣然俏脸煞白，只觉呼吸困难，双腿不受控制的发软。这就是化神大能吗？太强了！就在这时，李清玄目光如刀，一步踏出，挡在苏嫣然面前，周身灵力激荡，竟将那化神威压生生震散。老女人竟当着本座的面欺负我夫人，我看你是想死了！苏嫣然芳心巨颤，怔怔地望着挡在身前的挺拔身影。她的夫君明明只是元婴修为，此刻却为了她，如巍峨山岳般挡在她与化神大能之间。那袭青山在灵力激荡中猎猎作响，恍若天神下凡。夫人！苏婉容怒极反笑，转头盯着苏嫣然，厉声喝道：“贱婢！身为修士不思进取，反倒沉迷儿女情长，简直是我苏家之耻！可笑！”李清玄冷笑一声：“老妖婆，照你这说法，你爹娘若不是废物，就该一心修炼，哪来的闲工夫生下你这个孽障？你祖上18代但凡有个争气的，也不至于养出你这等目空一切的蠢货！放肆！”苏婉容脸色瞬间铁青，周身灵力暴涌如海，一道横贯100丈的剑气将苏家宅院一分为二，砖瓦梁木在化神威能下尽数化为齑粉。苏守城吓得瘫软在地，在这恐怖的威压下，甚至连头都抬不起来。苏嫣然心头一慌，急忙伸开手臂挡在李清玄身前：“住手！我跟你走就是。”晚了。苏婉容狞笑着：“今日本座必取这小畜生性命。”李清玄一把将苏嫣然护到身后，右手虚按剑柄，周身骤然迸发出撕裂天地的恐怖剑意。“老妖婆，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要么滚，要么死！”太虚剑虽未出鞘，却已引得方圆10里灵气暴动，地面寸寸皲裂，整个苏家庭院无风自动，落叶悬停半空，仿佛连时间都在这一剑的威势下凝固。这声厉喝如惊雷炸响，震得苏婉容神魂俱颤。她惊恐地发现自己竟被这位出鞘的一剑彻底锁定，连呼吸都变得艰难起来。怎么可能？苏婉容瞳孔骤缩，心头掀起惊涛骇浪。她堂堂化神大能，此刻竟在一个元婴修士的剑势下感到死亡的威胁。幻觉，一切都是幻觉，装神弄鬼！苏婉容强行压下心头不安，厉声喝道：“区区元婴也敢威胁本座，不滚吗？那你就死！”李清玄眼中寒芒暴涨，太虚剑骤然出鞘，拔剑一斩，一道墨青色的剑芒如天河倒悬，瞬间照亮整个苏家庭院。这一剑看似缓慢，实则快于闪电，剑锋所过之处，空气发出刺耳的尖啸声，仿佛连光线都被这一剑斩断。玄月斩！苏婉容仓促挥剑，一道银色剑芒迎击而上。轰！两剑相击的瞬间，银色剑芒如同薄冰遇烈日，顷刻间土崩瓦解。墨青剑芒去势不减，带着摧枯拉朽之势，瞬间撕裂苏婉容的护体罡气，在她胸前留下一道触目惊心的血痕。然而剑芒余威不减，竟将后方数10丈的围墙、树木、假山尽数斩为2截。噗！苏婉容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砸进废墟，大口呕血。她惊恐地望着持剑走来的李清玄，浑身止不住的颤抖。你不能杀我！我可是苏嫣然的娘家人！呵！李清玄一脚踩在苏婉容脸上，一剑刺穿苏婉容的肩头。刚刚还说我夫人是苏家之耻，现在快死了就说是娘家人了。苏婉容闷哼一声，老脸被踩得变形，却根本没力气反抗，只能从牙缝里挤出求饶的话：“是本座有眼无珠，你也配在本座面前称本座？”李清玄一脚将苏婉容踹飞10米开外树桩上，苏婉容重重撞在树桩上，发出一声闷响，整个人像摊烂泥般滑落在地。她浑身骨头仿佛散架一般，每咳一声都带出大口鲜血，那张老脸因恐惧而扭曲变形。李清玄提剑缓步逼近，剑锋在地面拖出刺耳的声响：“机会给过你了，不要杀我！”苏婉容手脚并用往后爬，在地上拖出长长血痕，华贵的锦袍沾满泥土。我是奉家主之命来请嫣然的。苏家传承断绝，已经300年没出过获得清月老祖传承的天才了。我只是想展现主脉威严，
让分家子弟知道敬畏。我展现威严。李清玄冷笑打断，渐渐挑起他的下巴。所以就要羞辱我夫人？我……苏婉容吓得半死。夫君！苏嫣然轻唤一声，上前拉住李清玄的衣袖。清月前辈确实说过，苏家更适合我修炼。当然，夫君若是舍不得我，我就在夫君身边。李清玄眉头微皱，你确定他们不会害你？绝对不会。苏婉容急忙解释，额头渗出冷汗。传承是无法转移的，我们最多只能请嫣然分享清月老祖独有的功法。而且，主脉有月华池、悟道阁，都是最适合清月传承修炼的宝地。李清玄冷哼一声，收剑入鞘，目光如刀。听着，想带我夫人回去，就让苏家派个懂礼数的来。若让我发现你们有半点不轨，是。苏婉容如蒙大赦，颤抖着从袖中取出传讯玉符，我这就联系家主，他定会让大长老亲自来迎。李清玄冷哼一声，转身便走。苏守成见状，连忙弓着腰小跑上前，脸上堆满谄媚的笑容。贤婿啊，没想到你这么厉害，连化神大能都能。贤婿！李清玄突然转身，一把掐住苏守成的脖子，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眼中寒光闪烁。你不是让嫣然和我撇清关系吗？我……苏守成双脚离地，脸色涨得通红，双手拼命拍打着李清玄的手臂。误会，都是误会，我都是为了嫣然好啊。为了嫣然？李清玄冷笑一声，手上力道又加重了几分。你是为了自己吧？想借着女儿攀上苏家主脉的高枝？苏守成被掐得直翻白眼，双腿在空中乱蹬。我错了，真的错了。李清玄猛地将他摔在地上，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个狼狈不堪的老丈人。记住，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再让我发现你背后搞小动作，就算嫣然求情，我也必杀你。我……苏守成浑身发抖，急忙转向苏嫣然。乖女儿，你快帮爹说句话啊，爹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啊，为了我好。苏嫣然美目寒霜，指着瘫软在地的苏婉容，怒斥道：你各种巴结苏家主脉，可人家把你当人看了吗？所以你让我回苏家主脉，就为了给他们当狗，就为了你能跟着沾光？你配当爹吗？不是，嫣然，爹，够了。苏嫣然冷声打断苏守成的辩解，若不是夫君实力够强，今日怕是要被你害死。他深吸一口气，决然道：爹，我不想过多废话，若再有下次，不用夫君动手，我第一个与你断绝关系。苏守成怔怔地望着苏嫣然，嘴唇颤抖了几下，最终只化作一声长叹。他颓然地坐在地上，浑浊的老眼中满是懊悔。早知李清玄如此强大，他又何必折腾这些？更让他意外的是，自己这个女儿似乎对李清玄动了真情。苏婉容一瘸一拐地挪到李清玄面前，小心翼翼地躬身道：我已经联系家主了，最快今晚就会抵达。李清玄随手甩给他一枚传讯玉符，人来了，通知我。一定。苏婉容将玉符收好，连连点头，心下却冷笑不已。这一次他可是让他苏家家主亲自过来了，他们苏家家主可是炼虚大能，他看着这小子到时候怎么办？离开苏家。苏嫣然主动挽住李清玄的手臂，柔声道：夫君别生气了，我也没想到父亲会这样。李清玄笑着捏了捏他的脸颊，看到你站在我这边替我说话，我的气就消了大半。若是苏嫣然也站在苏守成那边，他怕是要气得当场暴走。那就好。苏嫣然松了口气，抿嘴一笑。和李清玄在一起后，他越发确信这世上再没有人会比李清玄对他更好了。好了，别多想。李清玄轻抚苏嫣然的秀发，你先回宗门给叶太上报个平安，我在秘境得了不少好东西，准备去万宝楼处理一些。苏嫣然踮起脚尖，在李清玄脸颊上轻轻一吻。好，那你路上小心，晚上我再好好补偿你。万宝楼。李清玄刚进门就看到头上缠着绷带拄着拐杖的李承泽谄笑着迎上来。嘿哥，你来了。你这是？李清玄挑眉，还不是上官玉儿那个疯女人。李承泽咬牙切齿，不知道发什么神经，找到我就把我暴打一顿，害我重伤，错过了古虚秘境。李清玄轻咳一声，强忍笑意。他当然知道上官玉儿为何暴打李承泽，不过这锅他不背。不过你在万宝楼干什么？李清玄转移话题，又想找麻烦？不，李承泽连连摆手，金老有事想和你商量，但不知道你住哪儿，我们就在这儿等你。这时李三金神色复杂地走出来，拱手恭敬道：清玄少爷，能否给老朽一个谈话的机会？秘境里李清玄那一剑的风采至今仍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见惯天地，元婴强者瞬息湮灭。每每想起，仍令他屏息凝神，敬畏之情发自肺腑。李清玄眯起眼睛，可以。沈冰凝见到李清玄，美眸顿时一亮，他强压住内心的悸动，优雅地引路道：“二位，请随我到楼上雅室详谈。2楼贵宾室内。”沈冰凝为二人侦查，目光却总忍不住往李清玄身上瞟。清玄少爷，李三金欲言又止，最终咬牙道：“老朽不会说话，就直说了。你在秘境得到的那件圣器，若要出手，能否优先考虑李家？价格随你开。”李三金老爷子，实不相瞒，我不缺钱，圣器我有的是。李清玄早就猜到了李三金的来意，轻啜一口灵茶，淡淡道：“整个李家的财富恐怕都不及我，但念在往日情分，我可以给你透个底。这是一件宫殿类圣阶中品灵器，内含时间阵法，内部10日，外界仅过1日。”什么？李三金倒吸一口凉气，震惊地拍案而起。圣阶中品，还有时间阵法？清玄少爷，你开个价吧。他太清楚这件宝物对家族培养子弟的重要性了。我只拍卖，而且不要零食。李清玄竖起一根手指，底价是一件同品级圣器，加价需用其他高品质宝物抵价。不过，最终还是看我想要什么。李三金面色凝重，当即起身。多谢清玄少爷告知，我这就通知家族。用圣器抵价确实困难，但这样稀有的宫殿类圣器，李家必须拿下。待李三金离开，李清玄取出一个储物袋，递给沈冰凝。冰凝，你都听到了，我准备今晚虚实在万宝楼拍卖这件圣器，这是打响万宝楼名声的绝佳机会。圣器！沈冰凝神识一扫储物袋，顿时震惊地捂住小嘴。他这辈子只见过一次圣器，还是下品的。李清玄又取出另一个储物袋，这些是给你的，里面有灵石、丹药、药材，还有一件同样的圣器，能用上的自己用，用不上的可以卖。我只有一个要求，通过万宝楼尽可能帮我搜集高品质的宝物。沈冰凝看着储物袋中一模一样的圣器，呼吸急促，语无伦次。这真是给我的？这么贵重的圣器？不，我不能要，我不值得。而且，你已经给我太多。李清玄按住沈冰凝颤抖的柔仪，凝视着沈冰凝的眼睛，一字一句道：“不要妄自菲薄，你值得。我说过，别人不宠你，我宠你别人有的，你也该有。这件圣器不仅能保命，更能提升你的修炼速度，这对你很重要。”沈冰凝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整个人扑进李清玄怀里，泪水瞬间打湿了衣襟。他纤细的肩膀不住颤抖，哭得像个孩子。他之前一直害怕李清玄对我好事另有所图，毕竟天上不能掉馅饼。可现在，这个男人连圣器都舍得给自己，他还怀疑什么？就算此刻李清玄兽性大发，蹂躏他7天7夜，他也心甘情愿。至少这一刻，他是幸福的。叮！沈冰凝好感度提升，当前好感度100%，恭喜宿主，沈冰凝的修为返还倍率提升至1/5。李清玄听到系统提示，心头狂喜，就给了个圣器，好感度居然直接拉满了，爽！有了太虚天宫，你就在里面好好修炼，里面10日，外界才1日，你的修为很快就能突飞猛进。李清玄咳嗽一声，故作正经的轻抚沈冰凝的发丝，心里却已经乐开了花。沈冰凝的天赋确实不凡，但对如今的李清玄来说还是太慢了。有了这件圣器辅助，他的修炼速度必将暴涨，届时通过系统返还，自己的修为突破简直易如反掌。这买卖简直太划算了。我知道了，干爹。沈冰凝破涕为笑，擦了擦眼泪，红着脸小声道：“我没什么能报答你的，要不……”喂！李清玄立刻板起脸：“你该不会又要现身了吧？”没呢。沈冰凝羞赧地低下头：“我是想给你洗个脚。”这个可以。李清玄眼睛一亮，正好这些天累了，泡泡脚放松一下。很快，一桶热气腾腾的洗脚水准备好了。沈冰凝跪坐在李清玄面前，小心翼翼地捧起李清玄的双脚放入水中。沈冰凝纤细的手指轻轻按摩着李清玄的脚底穴位，力道恰到好处。李清玄舒服地眯起眼睛，这小手又嫩又滑，按摩手法专业，得让他有种穿越前作足疗的错觉。突然，他感觉那双柔仪开始沿着小腿往上移动。等等，李清玄一个机灵，洗脚需要洗这么深入吗？沈冰凝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一脸无辜。我寻思帮你腿也洗洗，可你都快碰到我小短腿了。小短腿？不是腿吗？李清玄，好家伙，好好一个洗脚，硬是被这丫头洗成了荤的。洗完脚，李清玄在楼上休息，等待晚上的拍卖会。
突然，系统提示音接连响起，叮！检测到宿主儿子在老师的帮助下修炼特殊功法铁头功入门，宿主自动获得圆满境界。叮！检测到宿主主动给儿子寻找良师，助儿子成才，奖励炼虚10重体验卡1，天阶极品灵气是灵界1，炼虚10重体验卡，使用后可在12个时辰内获得炼虚时重修为同阶无敌。咒，只需握在掌心便能释放出炼虚7强者的威压，攻击不释放出去便不消耗体验卡。噬灵戒戴上后，宿主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将提升3倍。咒，宿主丹田灵力溢满时，噬灵戒将自主吸收并储存灵气，最多可储存相当于炼虚10重强者的灵力总量。宿主灵力消耗时，噬灵戒会自动补满，保持全盛状态。卧槽！李清玄瞪大眼睛，随即仰天长啸。且不说炼虚期的体验卡，这噬灵戒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有了噬灵戒，他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虚空大挪移以及拔剑一斩这种极度浩然的大招了。随着万宝楼拍卖圣器的消息在内部传出，一旦激起千层浪，半个青州都沸腾了。圣器，真的假的？快去看看！天还没黑，万宝楼外就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普通修士一辈子都见不到天阶灵气，现在居然有圣器拍卖，就算买不起，能开开眼也是好的。与此同时，青州万宝楼总部，混账！一位身着华贵锦袍的中年男子猛地拍碎面前的紫檀木桌，眼中寒光闪烁。此人正是万宝楼总负责人沈万山，沈冰宁的亲生父亲。那个贱婢真是翅膀硬了。沈万山咬牙切齿，脸上青筋暴起，弄到圣器这等至宝，竟敢不通知本座，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了？来人，传令下去，立即备好非洲，本座要亲自去青云城，顺便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孝女。爹，等等我也去。入夜，虚实，青云城万宝楼内早已人满为患，拍卖厅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李三金站在角落，震惊地发现，除了秦家之外，李家、上官家、出云帝国都派了人来，只不过包括上官玉儿、紫月公主等进入秘境的那些人并没有来，来的都是这些势力的顶尖强者。更让他意外的是，苏家家主苏浅月竟亲自到场。可这苏家是怎么得到消息的？这苏家也不属于青州啊，这消息走得这么快吗？李三金额头渗出冷汗，光是炼虚期大能就有数位。就在这时，一袭月白色长裙的沈冰宁款款走上拍卖台。他今日特意梳了个精致的飞仙髻，发间点缀着几颗晶莹的灵珠，衬得他肤若凝脂。那双秋水般的眸子扫过全场，虽然心里有些紧张，但还是从容地笑着开口：感谢诸位莅临我万宝楼参加本次拍卖会，我是这万宝楼的楼主沈冰宁。他素手轻扬，直接掀开台柜上的红布，将灵力注入其中。顷刻间，一道宏伟的气息轰然在整个拍卖大厅扩散开来。这气息果然是圣器，居然是罕见的宫殿类圣器。这圣器怕不是圣阶下品，而是圣阶中品。台下顿时炸开了锅。沈冰宁双手虚压，待众人安静后继续道：此物名为太虚天宫，圣阶中品灵器，及攻防修炼于一体，内置时间阵法，内10日外1日，且不影响寿元。本次拍卖以物易物，不可使用灵石，底价为同品级圣物。时间阵法，若能拥有，修炼速度就是别人的10倍啊！不少人眼中已经流露出贪婪之色，但碍于能拿出圣器拍卖的势力可能有强者坐镇，一时无人敢轻举妄动。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拍卖厅大门轰然打开，只见一位身着紫金蟒袍的中年男子龙行虎步而入，身后4位化神10重的护卫，气势逼人。他面容威严，眉宇间与沈冰宁有7分相似，正是沈万山。身旁跟着个锦衣华服的青年，正是其子沈耀祖。沈冰宁，你好大的胆子！沈万山厉声喝道：你拍卖圣器这等至宝，问过为父了吗？你还真以为这万宝楼真是你的了？看到来人，沈冰宁娇躯微颤，指甲深深掐入掌心，咬牙呵斥道：你把我赶出家，可曾管过我的死活？现在我的生意好不容易有些起色，你就带着你儿子来争夺，你别太过分了。沈耀祖眼珠子一转，阴阳怪气道：你怎么和父亲这么说话的？还有没有教养了？立刻给父亲道歉，献上你得到的圣器，给父亲认错。他心里暗自窃喜，日后等他爹归西，这圣器可就是他的了。沈冰宁倔强地抬起头，眼中含泪：凭什么？我才不给！这是我凭本事得到的。放肆！沈万山怒喝一声，炼虚6重的威压如山岳般压下。你从来都没有自己的东西，连你的命都是我给的，你的一切
都属于万宝楼。话音未落，沈万山炼虚六重的恐怖气息轰然爆发，整个拍卖大厅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所有人都感到一阵窒息。这是炼虚六重的威压，沈楼主竟然又突破了！众人纷纷倒吸凉气，眼中满是惊骇。只见沈万山右手成爪，直接朝着台上的太虚天宫抓去，同时那如山岳般的威压狠狠压在沈冰凝身上。沈冰凝只觉一座大山压在身上，实力差距实在太大，他差点一口血喷出来，但他死咬紧牙关，硬是挺直了腰杆，说什么也不肯跪下。此刻他心中凄苦万分，明明有李清玄相助，可他的亲生父亲却还是不肯放过他。得知他得到圣器的第一反应，竟然就是来抢夺。就在沈冰凝快要支撑不住时，2楼突然传来一声暴喝：“老狗，本座面前也敢放肆！”伴随着这道声音，一股更恐怖的威压轰然降临，那威压如渊似海，仿佛连空间都被冻结。沈万山连退3步，脸色骤变，额头瞬间渗出冷汗。全场宾客无不骇然，尤其是上官玉儿等人，这声音分明就是秘境中那个神秘面具人。李三金面色骇然到了极点，这竟然是清玄少爷！沈冰凝美目含泪，痴痴望向2楼，果然吗？普天之下，只有这个男人才会在意自己。只见李清玄戴着面具，负手而立，周身环绕着炼虚10重的恐怖气息，那气息如渊似海，仿佛连天地都要为之变色。感受到这恐怖的气息，沈万山心头一抖，强压怒火，拱手道：“阁下，沈冰凝是我女儿，这是我的家事，还望阁下不要插手。”女儿？李清玄冷笑一声，声音中带着刺骨的寒意。所以女儿得到一点东西，当爹的就要来抢，你这种只会抢女儿东西的垃圾也配当父亲？沈耀祖见状不知死活地喊道：“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这本来就是我们家的事儿，你多管什么闲事？聒噪！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插嘴？”李清玄眸光骤然一冷，如同万载寒冰般刺骨，只是眼中寒芒一闪，炼虚10重的滔天威压便如9天神月般轰然压下。轰！沈耀祖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恐怖力量当头砸下，双膝咔嚓一声直接跪碎了大理石地面。他面容扭曲，七窍同时溢出鲜血，口中更是喷出一大口血雾。爹，救我！救我啊！沈耀祖面容扭曲，七窍流血，颤抖着向沈万山伸出手，眼底写满了惊恐。沈万山目眦欲裂，猛地踏前一步，炼虚6重的修为全力爆发，硬生生在儿子身前撑起一道灵力屏障。阁下，你一个炼虚10重大能欺负一个小辈，不觉得可耻吗？刚刚你一个炼虚6重的大能欺负我干女儿，怎么不觉得自己可耻？李清玄负手而立，衣袂无风自动，声音淡漠如冰：“你不会教儿子，本座帮你。若再有下次，他就死。”你！沈万山额头青筋暴起，眼中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怎么？有意见？李清玄眸光微转，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有意见，本座就拍死你。这样，你应该就彻底没意见了吧？话音未落，李清玄整个人突然如同一柄出鞘的绝世凶剑，锋芒毕露。他周身剑气激荡，每一缕气息都似能割裂虚空，恐怖的威压让整个拍卖厅都在震颤。好恐怖的剑气！沈万山脸色瞬间惨白如纸，嘴唇颤抖着，却说不出半个字来。他炼虚6重的实力，在对方面前和蝼蚁没区别。这一刻，所有宾客都屏住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出。那些原本打着歪主意的修士，此刻全都噤若寒蝉，眼中只剩下深深的恐惧和敬畏。沈万山，听好了！李清玄负手而立，眸光如电，声音虽轻，却似九幽寒冰般刺骨。沈冰凝既已被你逐出家门，便与你再无瓜葛。从今日起，沈冰凝便只有一个身份，那便是本座的人。你最好记住，若再让本座听到你对他大呼小叫，本座不介意让你永远闭嘴。我知道了。沈万山喉结剧烈滚动，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额头冷汗涔涔而下，他佝偻着身子，再不敢直视李清玄的目光，先前嚣张的气焰早已荡然无存。李清玄顿了顿，目光扫视着在场的众人，声音更加冷厉：“这圣器，乃是本座寄放于此，诸位来竞拍，本座欢迎。但若有敢在万宝楼生是死，现在竞拍开始。”李清玄说完便转身离去，衣袂翻飞间竟显睥睨之姿。沈冰凝望着李清玄的背影，红唇轻抿，眼底闪过一丝柔情，但很快又恢复清明。诸位见谅，方才的小插曲耽误大家时间了。沈冰凝展颜一笑，落落大方。此刻的他举手投足间都透着前所未有的自信，因为他知道他背后有个愿意无条件宠他的人。哪里能见识炼虚大能风采，
是我等的荣幸。众人连忙陪笑，态度恭敬的近乎谄媚。他们可都看得清楚，这位沈楼主背后站着怎样一位大人物。沈冰凝优雅的欠身。既然如此，竞拍正式开始。我上官家出圣阶中品灵气星辉法袍，此袍采集9天星辰精华，融合虚空蚕丝之鹫，后以周天星斗大阵淬炼1000年而成。哪怕普通人穿上，元婴之下也不可破防，更可随心改变样式。夜间修炼时，更有星辰之力加持，吸收灵气速度提升1倍。我李家出圣阶中品天机玉佩，此物能在佩戴者遭遇致命危机时提前发出警示，更能被动展开结界，足以完美挡下合体初期的一击，并反弹敌人当前攻击。吸收天地灵气后，可自主恢复结界能力。我出云帝国出圣阶中品菩提心镜，此镜可抵抗元神攻击，抑制修炼时的心魔滋生，更能直接防御身体要害部位。普通合体期修士根本无法打破其防御。我万宝楼出一顶圣阶上品灵器九转乾坤炉，沈万山咬牙出价。拥有时间阵法的灵气太罕见了，这太虚天宫他势在必得。各家强者你争我夺，场面热烈非凡。沈冰凝从容立于台上，唇角含笑，目光不经意扫过脸色铁青的沈万山，心中再无半分畏惧。有干爹在，她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弱女子了。此时但凡出得起价的基本都出价了。苏浅月轻抚云鬓，美眸中闪过一丝迟疑，最终还是恭敬地开口问道：沈楼主，敢问这以物易物的规矩该如何判定花落谁家？他虽贵为苏家家主，此刻却不敢有半分怠慢。沈冰凝闻言展颜一笑，眼波流转间尽是自信风采。这就要看我干爹想要什么了。说着便转身对着包厢方向，声音甜糯地唤道：干爹，您想要哪家的圣器啊？包厢内传来李清玄慵懒的嗓音：既交于你处置，自然由你定夺，想要什么尽管取来便是。这话让沈冰凝心头一暖，他沉吟到若论等级，当属圣阶上品的九转乾坤炉最佳。沈万山闻言眼前一亮，心中暗喜，这丫头终究还是念着父女之情。不过沈冰凝话锋一转，眸光骤然转冷，我与沈家早已恩断义绝，这顶还是免了吧。你！沈万山气得浑身发抖，却在对上包厢方向时硬生生憋了回去，脸色涨得通红。果然他就不该对这个贱婢抱有期望。无妨，李清玄的声音忽然温柔下来，就要这尊九转乾坤炉吧？干爹三思啊。沈冰凝诧异地睁大美眸，认真地解释道：此物虽好，但对您无用，还不如选择其他宝物。李清玄却温柔一笑：傻丫头，此鼎虽然对我无用，但你是炼丹师，这尊鼎正适合你用。沈冰凝闻言一怔，泪水夺眶而出。干爹！他的指尖不住地颤抖，泪水在眼眶中不断打转。想起在沈家的那些年，每逢生辰，别说圣器，连一件像样的玄阶灵气都得不到。族中子弟人人都有长辈赐下的护身法宝，唯独他永远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而现在，这已经是干爹送给他的第2件圣器了。他终于体会到被人捧在掌心里的感觉了。好了，就这么定了。李清玄的语气恢复了往日的淡然，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你之前不是说生日从来都没收到过任何礼物吗？这顶就当是干爹送你的礼物，弥补你过去的遗憾。此时拍卖厅内一片死寂，各大势力的高手们面面相觑，眼中满是难以置信。圣器就这么送了？上官家主上官天绿喉结滚动，声音干涩。在他上官家，圣器可是镇族之宝，连他这个家主都要请示老祖才能动用。此时不少女修更是脸色煞白，想起之前还嘲笑过沈冰凝认干爹不要脸，现在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脸面在圣器面前算什么？想到那位前辈的霸气身子，呸，身姿。如果那位前辈能送他们一尊圣器，他们不把对方伺候得舒舒服服，都算他们不懂事。沈万山老脸一阵青一阵白，但想到即将到手的太虚天宫，还是挤出一丝笑容。冰凝啊，那位前辈都这么说了，可否把太虚天宫给为父了？东西可以给你。沈冰凝擦干眼泪，目光冰冷如刀，但请记住，以后请叫我沈楼主，你不配在我面前自称为父。你！沈万山脸色瞬间铁青，但瞥了眼包厢方向，硬生生将怒火咽了回去。他将九转乾坤鼎留下后，一把夺过太虚天宫，咬牙切齿道：好，很好，沈楼主，咱们走着瞧。说完甩袖就走。沈耀祖慌忙从地上爬起来：爹，等等我！临走前还不忘恶狠狠地瞪了沈冰凝一眼。沈冰凝不以为意地拢了拢鬓角的碎发，唇角勾起一抹浅笑，抱歉了诸位，本次拍卖会就此结束，若诸位有其他需要，欢迎来我万宝楼选购。众人心头一叹，
拥有时间法阵的宫殿圣器，终究还是与他们失之交臂了。李三金站在角落里，布满皱纹的老脸上写满苦涩，他浑浊的双眼望着包厢方向，心中翻涌着说不出的滋味。清玄少爷根本就没把李家放在眼里，更别说给李家面子了。只是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李清玄究竟获得了何等逆天机缘，才能拥有这般恐怖的实力？李家怕是要衰败了。沈冰凝此刻哪还顾得上这些人的心思，他满心满眼都是楼上那位宠他入骨的干爹。匆匆交代完后续事宜，他便提起裙摆快步上楼，纤细的腰肢在走动间摇曳生姿。干爹！一进门，沈冰凝就献宝似的捧出九转乾坤鼎，水润的眸子里盈满期待。这圣器给你。李清玄却握住沈冰凝纤细的手腕，将储物袋重新塞回他掌心。不是说过了吗？此物对我无用，是送给你的。这九转乾坤鼎不适合送给儿子，之前尝试过，对儿子的修炼毫无注意的赠予，系统并不会触发返还机制。沈冰凝望着李清玄专注的侧脸，心头涌起难以言喻的感动。他清楚地感受到，李清玄对他的好绝对不是虚情假意，每一分宠爱都是发自内心。这份真挚让他浑身燥热难耐，仿佛饮下了10股软筋散，整个人都酥软了几分。内心压抑的情感如火山般翻涌，几乎要冲破理智的束缚。他多想为这个男人倾情献唱一曲，用最动人的音道倾诉满腔柔情。叮，沈冰凝好感度提升，当前好感度105%。李清玄一愣，好感度达到100%后，居然还能提升？好感度达到100%后，后续的每次好感度提升都会提升修为返还倍率的上限，好感度上限为200%。当绑定者对宿主的好感度达到200%后，将解锁修为灌顶返还机制。修为灌顶返还，宿主可以损耗自己的修为为绑定者灌顶，宿主将会得到修为1000倍返还。注：一人一生只可被灌顶一次，否则有损根基。卧槽！李清玄瞪大眼睛，这个雕，好感度满级后就可以灌顶得到修为返还了，这等于将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中了。看来他得抓紧时间将沈冰凝的好感度刷满了。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李清玄眸光一敛，淡淡开口：进。门开处，李三金弓着身子引着一位中年男子走了进来。此人约莫50来岁的样子，一袭玄色锦袍上绣着暗金云纹，面容刚毅如刀削，下颌蓄着修剪得体的短须，正是李家家主李星河。李星河刻意收敛了气势，恭敬道：晚辈李家家主李星河见过前辈，李家主有何指教？李清玄打量着来人，嘴角微弯。当初在李家，这李星河如同神明，他这种小角色只能远远仰望着对方的无敌身姿。时过境迁，现在这李星河居然主动来拜见他了。李星河忙道：晚辈听三金说，前辈手中圣器不止一件，不知前辈是否还有类似携带时间阵法的宫殿类圣器？晚辈愿意高价购买。李清玄眯眼看向李三金，李三金一激灵，连忙解释：我只说了这件事。李清玄没再追究，轻啜一口灵茶：东西我确实有，说吧，你能出什么价？李星河眼中闪过一丝喜色，郑重道：除了之前拍卖会上我们出的圣阶中品天机玉佩外，我李家愿意再加上家族独门剑诀天阶极品御剑术。说着将2件宝物恭敬呈上。看到那卷古朴的剑诀玉简，李清玄心头一震。在李家时他就听说过这门剑诀，虽然只是天阶极品，但真正威力堪比圣阶下品。但这剑诀修炼条件极为苛刻，非李家血脉者不仅难以入门，即便练成，威力也不足李家子弟的一半。若李三金未透露他的身份，李家此举无异于把他当冤大头。但偏偏他身具李家血脉，这剑诀对他而言正是天大的机缘。李清玄手指轻扣桌面，故作沉吟。李星河紧张的额头渗出细汗，生怕这位前辈拒绝。毕竟这时间阵法对李家太重要了，若得不到，李家怕是真的要一蹶不振。半盏茶后，李清玄终于开口：本座就卖你李家一个人情。说着又取出一尊太虚天宫。看到这尊与拍卖会上一般无二的圣器，李星河瞳孔骤缩，心中骇然。这位前辈究竟是何方神圣，竟能随手拿出2件相同的圣器？莫非对方是传说中的圣器师？李星河强压震惊，恭敬行礼：多谢前辈厚赐，李家上下勇敢大安。李星河带着李三金离开万宝楼后，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那家伙还以为占了便宜，殊不知我李家剑绝非李家血脉不可修。三金啊，这次能得太虚天宫，你当立手功，回府后必有重赏。李三金抬头望天，叹息一声，突然为李家的未来感到一阵深深的忧虑。与此同时，整个青州暗流汹涌，
突然出现的面具男让各大势力不得不重视。秦家大殿内，家主秦霸天高坐主位，他身形魁梧如铁塔，一袭玄色蟒袍裹着虬结肌肉，浓眉如剑，双目如电，不怒自威。二长老秦无业快步进殿，沉声道：家主，我已请玉虚命格战补天机，截取到了古虚秘境内杀我秦家之人的样貌。画像展开，赫然是戴着面具的李清玄。秦霸天虎目圆睁，猛地拍案而起，整张紫檀木案几瞬间化为齑粉。传令下去，全城搜捕此人，凡提供线索者，赏地阶功法1部；擒获此人者，赏中品灵石100万，天阶下品灵气1柄。是。秦无业目光阴冷如毒蛇，双拳紧握得咯咯作响。秦无风可是他血脉相连的亲弟弟，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与此同时，万宝楼内，李清玄接到了苏嫣然的传讯，眼中寒光一闪，起身道：冰宁，我还有事，就先走了。沈冰宁轻咬红唇，纤纤玉指绞着衣角，都这么晚了，在这儿歇息不好吗？为何非要走？苏家大厅内，苏浅月端坐在最上手的鎏金座椅上，纤纤玉指轻扣扶手，旁边苏守成战战兢兢地站着，额头渗出细密汗珠，想开口巴结，却又不敢出声。这可是苏家主脉的家主，比起苏婉容那个小小执事，身份地位不知高出多少倍。他在人家面前连只蝼蚁都不如，哪敢造次？此时，苏婉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着，声音尖锐刺耳：家主大人，您可要为老身做主啊！苏嫣然这个小贱人，仗着找了个野男人，就敢不把主脉放在眼里。老身好心好意来请他回主脉，他不但不领情，还纵容他那姘头把老身打成重伤。您看看，这伤没有半个月都养不好啊！说着还扯开衣领，露出亲子交加的伤痕。苏浅月优雅地抿了口灵茶，茶香氤氲中，目光淡漠地看向苏嫣然：苏丫头，你有什么话说？我无话可说。苏嫣然冷笑一声，别过脸去，连个正眼都懒得给。苏浅月秀眉微蹙，指尖在茶杯边缘轻轻抹洒：你就不想解释？辱骂主脉执事，还纵容外人重伤他，这可是大罪。苏嫣然嗤笑一声，眼中满是讥讽：是非对错，全凭苏婉容一张嘴。你们本就是一丘之貉，我解释什么？就算说了，你会信？放肆！苏婉容拍案而起，老脸涨得通红。小贱人，你怎么跟家主说话的？难道老身说的有错？这身伤不是你姘头打的？苏嫣然红唇微勾，语带讥诮：你怎么不说我夫君为何打你？知道的以为你是来请我回家，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来耍威风，让我回去给你当狗呢。你该感谢我，若不是我拦着，我夫君早一剑结果了你。你！苏婉容气得浑身发抖，枯瘦的手指直指苏嫣然：老身今日非要撕烂你这张贱嘴不可。有趣！苏浅月忽然轻笑出声，眼中却无半点笑意。实力平平，脾气倒是不小。苏嫣然，你不过是支脉的一只蝼蚁，若不回主脉，没有资源支持，你这辈子恐怕都要止步金丹，连元婴门槛都摸不到。无论如何，对主脉长辈的尊敬还是要有的。苏婉容闻言，老脸上顿时露出得意之色，趾高气扬地瞪着苏嫣然：有家主撑腰，他还怕什么？苏嫣然挺直腰杆，丝毫不惧：值得尊敬的长辈，我自然尊敬，但这种倚老卖老的，他配吗？目无尊长，找死！苏婉容怒不可遏，化神器的威压轰然爆发，大厅内的烛火都为之一暗。苏嫣然心头一紧，却仍倔强地昂着头，毫不退缩。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股更加恐怖的威压如泰山压顶般轰然降临。噗！苏婉容本就重伤未愈，在这骇人威压下，一口老血喷出，整个人如破布袋般倒飞出去，重重砸在墙上，震得梁柱都颤了3颤。谁？苏婉容瘫软在地，惊恐地环顾四周。不长记性的老狗，看来你是真的活腻了。李清玄冰冷的声音如九幽寒泉，在大厅内回荡。苏嫣然豁然起身，满是惊喜。他夫君来了。可转念一想，苏浅月毕竟是炼虚强者，若是夫君不敌，是你。苏婉容面色惊骇，浑身颤抖如筛糠。几个时辰前，这人伤他尚需出剑，如今竟仅凭威压就让他五脏俱焚，这怎么可能？就算他重伤实力大减，也不该差距如此之大啊！难道此人隐藏了实力？家主！苏婉容来不及多想，慌忙爬到苏浅月脚边，指着李清玄尖叫道：就是这小子重伤的我，您一定要为我报仇啊！苏浅月凝视着来人，面色凝重如铁。他敏锐地察觉到眼前之人散发的威压，竟让他这个炼虚强者都感到窒息。更奇怪的是，这人为何如此眼熟？这位道友。苏浅月强压下心头悸动，沉声道：
方才婉容只是与令夫人开个玩笑，并未真正出手，这其中想必有什么误会。苏浅月，李清玄直接打断苏浅月的话，手指点向苏婉容，声音如万载寒冰：“你要保他？”苏浅月顿感呼吸一滞，仿佛有座无形大山压在胸口，她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苏婉容毕竟是我苏家执事，若她有什么得罪了前辈的地方，我苏家愿意补偿，望阁下海涵。李清玄突然仰天大笑，笑声中充满讥讽：“这苏婉容欺辱我夫人时不见你阻拦，现在倒来说什么误会，让本座海涵。好，既然你这么有责任心，那你二人便一起死。”话音未落，一股恐怖的剑气轰然爆发，刹那间，整个大厅仿佛化作剑之领域，无数道肉眼可见的青色剑气在空中交织，每一道都蕴含着撕裂虚空的可怕威能。仅仅一瞬，地面、墙壁、梁柱上便布满细密剑痕，仿佛被千刀万剐。这是炼虚10重的气息。苏婉容心下骇然，整个人控制不住的颤抖着，面露绝望。完了，她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竟然招惹了这么恐怖的存在。这是前辈息怒。苏浅月瞳孔骤缩，突然想起什么，急忙躬身行礼。晚辈有眼不识泰山，竟不知是万宝楼那位面具前辈驾到。此事确实是我等过错，还请前辈给晚辈一个机会，弥补我等犯的错哦。李清玄剑眉微挑：“你认得我？”“是。”苏浅月额头渗出冷汗。晚辈曾在万宝楼有幸瞻仰过前辈风采，虽然同为炼虚期，但炼虚期每一重都如天堑，他才炼虚9重，眼前之人根本不是他能抗衡的。想弥补？可以。李清玄冷冷一笑，指着苏婉容：“杀了你身边这条老狗，本座便既往不咎。”此话一出，苏浅月心头狂震，苏婉容吓得魂飞魄散，急忙拉住苏浅月的衣袖：“家主，我对您忠心耿耿啊，我可以给苏嫣然道歉，求求您不要杀我。”苏浅月深吸一口气，饱满的胸脯剧烈起伏着：“前辈，婉容毕竟是我苏家执事，还请前辈饶他一命。”“饶他一命？”李清玄冷声开口，声音如同九幽寒冰：“若非本座上次手下留情，这老狗早已命丧黄泉。如今见你来了，便又敢欺辱我夫人。今日若饶他，待他回到苏家，仗着你苏家的事，岂不是更要变本加厉？”苏婉容面色惊恐，急忙哀求：“不会的，我再也不敢了，无所谓了。”李清玄眼中寒光闪烁：“本座行事向来不留隐患，待我夫人回苏家，你这等祸患活着，本座如何安心？今日任你说破天去，也难逃一死。苏浅月，要么你动手，要么本座亲自动手。但本座可提醒你，本座若亲自出手，死的可就不止一个人了。”苏浅月心下惊骇，此人太霸道了，根本就不给他任何商谈的余地。他精致的面容上渗出细密汗珠，红唇微微颤抖着。感受到苏浅月变幻的目光，苏婉容心头一咯噔，急忙后退数步：“家主，你该不会真想杀我吧？”苏浅月闭了闭眼，再度睁开，已是一片冰寒。“婉容，你自裁吧。”“凭什么？”苏婉容突然歇斯底里的尖叫起来，状若疯魔：“我这些年对苏家忠心耿耿，凭什么这个小子说一句话就让我死？忠心耿耿？”苏浅月冷笑一声，眼中寒光乍现：“你可真敢说啊！你是觉得你和龙家龙云私通，将我苏家功法私下传给龙云的事，我不知道？”“什么？”苏婉容脸色巨变，浑身如筛糠般颤抖起来：“家主，不是这样的，不必狡辩，你做的事我一清二楚。”苏浅月眸光如霜，声音冷得刺骨：“此番派你前来，本就是借你设局，原打算在你带回嫣然的路上，我派人暗中接应，如此方能避开龙家耳目，给嫣然成长的空间。但是到如今也没必要了。你居然利用我！”苏婉容惊恐万状，突然转身就要逃跑。苏浅月目光一冷，手中长剑骤然绽放出耀眼月华，只见一道皎洁如月的剑光划破长空，带着刺耳的破空声直取苏婉容后心。啊！苏婉容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整个人被剑光一分为二，鲜血如雨般洒落，两截残躯重重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苏守成浑身不住哆嗦着，苏婉容可是化神大能，就这么死了，他这个便宜女婿到底是何方神圣？一句话竟让苏家主脉家主当场斩杀自家化神强者。苏嫣然同样震撼，他的夫君好强，好霸气。苏浅月收剑入鞘，朝李清玄恭敬行礼：“如此，前辈可还满意？坐下说吧。”李清玄神色稍缓，坐在苏嫣然身边，轻轻牵着苏嫣然的柔仪：“你刚刚所说的龙家是怎么回事？”苏浅月这才松了口气，
解释道：“我苏家虽在青玉立足，实则是七星剑宗七脉之一，七族各掌一柄传承圣剑，七剑合璧可撼动天地。如今剑宗由龙家把持。”说到这里，苏浅月眼中闪过一丝恨意。千年前，家姐苏清月已至半步合体之境，却遭奸人暗算，寿元将尽。为求一线生机，她冒险进入古虚秘境，寻找突破之法，最终身陨道消。正因如此，我苏家一脉在七星剑宗，处境也变得艰难了起来。七星剑宗，李清玄瞳孔骤缩，跟吃了一坨翔一样难受。马德，真他娘的晦气！他那个倒霉前妻就是七星剑宗现任宗主的私生女，现在苏嫣然居然和对方进了一个宗门，他是真不想再见那娘们儿。李清玄收敛心神，话锋一转，半步合体境也能进入古虚秘境。苏浅月微微欠身，解释道：“确实可以进入，但必须施展秘法压制修为，最多只能保留半步化神的实力，否则会被秘境法则排斥。正因如此，化神期以上的修士通常不会冒险进入。这么说，你们早就知道嫣然获得了苏清月的传承？”“正是如此。”苏浅月郑重点头，眼中闪过一丝追忆。家姐陨落前，特意在家族留下了一缕元神印记。这缕元神不仅能感应到传承者的存在，更能确认其身份。前辈尽管放心，只要嫣然随我回苏家，我们必定倾尽全族之力，为他提供最好的修炼资源和指导。我以苏家家主之名保证，定会护嫣然周全，祝他早日掌握传承之力。李清玄没有立即回应苏浅月，而是转头望向苏嫣然，柔声问道：“夫人，你的意思呢？”苏嫣然沉思片刻，抬起头来，目光坚定：“夫君，我想回苏家。”“好，那就回去。”李清玄唇角微扬，从怀中取出一枚血色晶石，递到苏嫣然手中：“这里面有我一道元神分身，你贴身收好。若在苏家受了委屈，或是遇到危险，就捏碎它，为夫定会为你讨回公道。至少，这七星剑宗，为夫还没把它放在眼里。多谢夫君。”苏嫣然眼眶微红，感动地扑入李清玄怀中：“夫君对他太好了，不管他做什么，夫君都义无反顾地支持他。多谢前辈成全。”一旁的苏浅月见状，眼中闪过喜色，连忙拱手道：“今晚二位就在此好好休息，明日我再带嫣然回苏家。”苏守成回过神来，弓着腰凑上前，搓着手道：“贤婿啊，您看，嫣然这一走，我这老头子孤苦伶仃的。”李清玄剑眉一挑，随手抛出一个储物袋：“到了主脉，别给嫣然丢脸。”“谢贤婿。”苏守成喜形于色，捧着储物袋如获至宝，谄笑道：“主卧一直空着，收拾得干干净净，夜深了，贤婿和嫣然快去歇息吧。”李清玄嘴角微弯，这老丈人总算开了窍。主卧。李清玄刚在床边坐下，苏嫣然便如一阵香风般扑入怀中。苏嫣然扬起泛着红晕的俏脸，朱唇轻启：“夫君，我明日就要离开了，今晚我们好好放纵一次吧。”话音未落，温软的唇瓣已主动印了上去。这一夜，二人如胶似漆，从紧张到软榻，从屏风前到妆台边，将闺房之乐演绎得淋漓尽致。直到东方既白，苏嫣然才香汗淋漓地靠在李清玄怀中，发丝凌乱地贴在额前，轻声说道：“夫君，我不在时，若是寂寞，可以去极乐坊解解闷。”他突然抬头，美目含嗔，欲指轻点李清玄的胸膛，但不许对那些女子动真情。李清玄闻言一怔，随即呛得咳嗽起来：“你把我当什么人了？那种阿杂地方，我岂会去？万一染上什么病，岂不传染给你了？讨厌！”苏嫣然闻言一怔，俏脸绯红，轻捶了李清玄一下：“也是，要不我帮夫君物色一下那个妾室。”啊！李清玄瞪圆了眼睛，几乎要怀疑自己听错了。“夫人你愿意与人共侍一夫？好家伙，不愧是玄幻世界，这老婆也太开明了。自然是不愿的。”苏嫣然眸中泛起盈盈水光，将脸埋在李清玄胸前：“可我不能太自私。夫君为了我舍弃家族，陪我去青云宗修行，如今又允我回苏家，可我却连最基本的陪伴都做不到，更别说侍奉夫君。夫君还是再找一个吧。”“好家伙，真是好家伙，这夫人也太好了吧！”李清玄不禁有些感动，轻抚着苏嫣然的长发，柔声道：“此事日后再议，夫人不必忧心。待为夫处理完手头要事，定去青玉寻你。”苏嫣然美眸顿，石亮若星辰，用力点头：“我等你。”用过早饭，苏嫣然、苏守成便跟着苏浅月离开了。李清玄望着几人远去的背影，脚步虚浮地扶着门框，暗自腹诽马德：哪个王八蛋说正常男人可以一夜7次的？这他娘的是真要人命啊！
李清玄从储物袋中取出3颗龙金虎猛丹，仰头吞下，丹药入腹，顿时化作一股暖流涌向4肢百骸。他盘膝而坐，运转灵力在经脉中循环了1个大周天，这才感觉腰腿的酸软缓解了不少。该回去了。李清玄伸了个懒腰，戴上面具，抬步朝青云宗方向行去。山道蜿蜒，轻松夹道，行不过3里，忽见前方烟尘微动，3道身影疾驰而来。为首的正是上官玉儿，一袭鹅黄罗裙在风中翻飞，身后跟着神色凝重的福伯与上官红。见到李清玄，上官玉儿长舒一口气，总算找到你了。李清玄下意识后退半步，眼中闪过一丝警惕。怎么，又想设局坑我？你……上官玉儿气得牙根痒痒。本小姐好心好意来报信，你居然这么想我？她深吸一口气，强压怒火道：秦家已经通过玉虚命格推算出，你就是秘境中杀害秦家子弟的凶手，他们很快就会来寻仇，你最好小心些。若非上官红亲眼见证过这个面具男在秘境中大发神威，他断然不会相信此人能以一己之力斩杀众多秦家高手。毕竟不久前，此人对付灵力耗尽的福伯都颇为吃力，怎么可能这么强？李清玄闻言，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原来夫人这是在关心为夫啊！关心你个大头鬼！上官玉儿没好气地翻了翻白眼，眼波流转间却不经意流露出一丝妩媚。秘境里，你救了我一命，我不过是来还这个人情罢了。还人情是其一，最重要的，他想验证一件事。就在此时，一道阴冷刺骨的声音骤然响起：上官玉儿，你上官家好大的胆子，竟敢给我秦家的仇敌通风报信！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位老者一袭墨色长袍凌空而立。此人面容阴鸷，鹰钩鼻下，薄唇紧抿。他身后12名高手一字排开，最低都是化神初期的修为，气势汹汹而来。这是秦家2长老秦无业。上官玉儿脸色骤变，急忙朝李清玄喊道：呆子，还不快跑！这老怪物可是化神10重，他带来的也都是化神期强者。他刚从瘴气清体中恢复，错过了拍卖会的诸多消息，根本不知道李清玄到底有多强。走！秦无业冷笑一声，化神10重的威压轰然爆发，12名高手瞬间散开，将李清玄团团围住。杀了我秦家那么多人，还想逃？今天阎王爷来了，也救不了你。糟了！上官玉儿秀眉紧蹙，上官红连忙拉住她：大小姐，咱们的人都已经返回青州，此刻万万不可逞强啊！李清玄抠了抠耳朵，调笑道：夫人，你这报信来的可真是及时啊，刚说完人就到了。你本小姐能来通风报信就不错了，你还挑3拣4。上官玉儿气得直跺脚，转身对着秦无业冷声喝道：秦2长老，此人在秘境中救过本小姐性命，今日他的命我上官玉儿保了，放了他。李清玄有些惊讶，这小妞居然愿意帮他，仗义啊！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命令老夫？秦无业目光如刀，阴冷地扫过上官玉儿，嘴角露出一抹讥诮：给你面子，你是上官家大小姐，但不给你面子，你不过是个连原因都未到的蝼蚁罢了。今日这小子必须死，谁敢阻拦，就和他一起死。你敢！上官玉儿气得娇躯颤抖，当即上前挡在李清玄面前。她堂堂上官家嫡女，何曾受过这般羞辱？他就不信这秦无业真敢杀他。既然你找死，老夫成全你。秦无业眼中凶光暴涨，狞笑着挥手：来人，把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一并杀了。福伯老脸煞白，颤声喝道：秦无业，你疯了吗？若我家大小姐有个3长2短，上官家定与你不死不休。呵呵。秦无业嗤笑一声，脸上刀疤狰狞扭曲：区区上官家，我秦家何惧？杀！福伯与上官红对视一眼，面色惊骇到了极点。完了，这老匹夫疯了！电光火石间，12道化神威压轰然爆发，狂暴的灵力如怒涛般向李清玄、上官玉儿2人席卷而来。看着铺天盖地袭来的攻击，李清玄目光骤然转冷，森寒的杀意在眼中凝聚。要不要直接灭了秦家，以绝后患？炼虚10重体验卡在手，配合他登峰造极的无双剑技，即便是面对合体气1重的大能，也未必没有一战之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12道化神期的恐怖攻击已近在咫尺。上官玉儿银牙紧咬，毫不犹豫地捏碎了手中的血晶石。轰！天地骤然变色，一道璀璨金光如旭日东升般冲天而起。虚空震颤间，上官天律的元神分身踏空而出，袖袍一挥，便将漫天攻势尽数湮灭。那恐怖的威压，令方圆百里的飞鸟走兽尽数匍匐在地。谁敢动我女儿？上官天律怒发冲冠，声震九霄。
秦无业丝毫不惧，狞笑一声：“上官天律，若是你本尊在此，老夫转头就跑。但区区一道元神分身，能发挥出本体的1成实力吗？就算能，你又能出几招？”秦无业，你疯了吗？上官天律眉头紧皱，沉声喝道：“你为什么要对我女儿下手？难道就不怕我上官家报复？”秦无业狂笑，周身灵力沸腾。一个没有合体期的垃圾家族，也配威胁我秦家？上官天律突然想到了什么，瞳孔剧缩：“你们秦家那个老不死的突破合体了？不错。”秦无业傲然道：“青州的天该变了煞。”新一轮攻势如暴雨倾盆，上官天律的分身颜色肉眼可见的暗淡下来。上官天律冷汗直冒，虽然他这分身炼虚下几乎无敌，但有秦无业在，还要保护上官玉儿，他这分身怕撑不了多久。届时他女儿要死。爹！上官玉儿俏脸煞白，冷汗浸透了后背衣衫。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秦无业如此疯魔，竟敢对他爹的元神分身出手。李清玄忍不住扶额，吐槽道：“上官天律，你不是炼虚期高手吗？元神分身虽然比起本尊差得远，但这也太拉了吧！才抵挡了2轮攻击就不行了。”前辈。上官天律猛然转头，看清李清玄后顿时狂喜：“您怎会与小女在一起？”上官玉儿美眸圆睁，小嘴张成了圆形。他爹竟然叫这货前辈，疯了吧？这货虽然不弱，但不就是个原因吗？你闺女跑来给我报信，说秦家要杀我，结果话刚说完，这群垃圾就杀上门来了。李清玄无奈摇头，指了指挡在前方的上官玉儿：“这丫头还非要逞强保护我，就搞成现在这样了。”上官天律闻言连忙拱手：“小女鲁莽，还望前辈海涵。只要前辈能护她周全，我上官家必有重谢。他专程来报信，本座自然不会让他死了。”李清玄摆了摆手，瞥了眼上官天律的元神分身，道：“你这分身应该有半步炼虚的实力吧？别浪费了，去把那个秦无业给我宰了，其他人交给我。”好。有李清玄坐镇，上官天律顿时精神大振，元神分身化作一道流光，携着半步炼虚的恐怖威压，直扑秦无业，抬手就是一记毁天灭地的掌印轰去。该死！秦无业脸色骤变，仓促架起防御，惊恐喝道：“所有人一起上，先杀上官玉儿！”他万万没想到，上官天律竟不顾12名化神期高手正在围攻上官玉儿，直接朝他杀来。上官天律就这么相信这个小子吗？12道化神期的灵力同时爆发，璀璨的光芒照亮天际。上官玉儿俏脸煞白，娇躯微颤，眼中满是惊恐。李清玄无奈摇头，长臂一揽，上官玉儿只觉腰间一紧，整个人便跌入一个温暖坚实的怀抱。隔着薄薄的衣衫，他能清晰地感受到对方胸膛的温度和有力的心跳，一股清冽的男子气息瞬间将他笼罩，让他苍白的脸颊不自觉地泛起一抹红晕。这人结实的胸膛竟给了他一种熟悉而又安全的感觉。轰！就在12道化神攻击即将临身的刹那，天机玉佩骤然绽放出耀目青光，一道无形的结界瞬间展开，将狂暴的灵力尽数吞噬，竟连半分波动都未激起。然而这仅仅是开始，那些被结界吞噬的灵力竟在瞬息间被淬炼提纯，以更加凌厉的威势反震而回。噗！12名化神高手如遭雷击，齐齐喷血倒飞。他们瞪大的双眼中满是惊骇，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全力施展的杀招最后竟成了重创自己的致命一击。上官玉儿扬起小脸，美眸中满是震惊。他感受着近在咫尺的男子气息，心跳不受控制的加速。这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实力竟如此恐怖。难道这人是故意压制实力进入的秘境？最主要，这股熟悉的气息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另一边，秦无业见12名化神高手瞬间重伤，大惊失色。这个面具小子竟然在扮猪吃虎！秦无业猛地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出，强行逼退上官天的分身，闪身来到众人面前。走！秦无业怒吼一声，捏碎一枚古朴玉符，一道耀眼的传送阵纹在地面亮起，将众人笼罩其中。秦无业怨毒地瞪向上官天律和李清玄：今日之仇，我秦家记下了。上官家，还有你这个藏头露尾的鼠辈，待我秦家老祖出关之日，定要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威胁我！李清玄眸光骤寒，冷笑道：本座本懒得浪费手段杀你们这群小喽啰，可你这张嘴实在不老实。既然如此，那你们就留在这里吧。话音未落，右手一翻，一座金银玉宫凭空浮现，宫殿表面道纹流转，竟引得空间震颤。下一瞬，太虚天宫骤然绽放万丈霞光，瞬间化作遮天蔽日的巍峨天宫。
底部金色神链如天罚般镇压而下，仅外泄的威压就让地面寸寸皲裂。这是圣器！秦无业瞳孔骤然收缩，脸上血色瞬间褪尽，他浑身汗毛倒竖，只觉得一股前所未有的死亡危机笼罩全身，疯狂咆哮道：“一起出手，防住！”12名化神高手强忍伤势，疯狂催动全身灵力，一道道防御光幕层层叠叠亮起，在虚空中构筑成一座璀璨的灵力堡垒。轰！太虚天宫镇压而下，金色神链如天罚降世，那些看似坚固的防御光幕如同纸糊般寸寸碎裂。众人齐齐喷出一口鲜血，骨骼断裂声此起彼伏，身形如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秦无业脚下的传送阵纹突然大亮，无数玄奥符文如活物般游走，空间开始剧烈扭曲，一道耀眼的白光冲天而起，将重伤的众人尽数笼罩。白光骤敛，原地只余下一片狼藉和几滩触目惊心的血迹。上官天律望着悬浮的太虚天宫，震惊至极，他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前辈，为何不直接杀了他们？李清玄嘴角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那你为何不杀秦无业？即便只是分身，杀个化神10众，对你来说也不算难事吧？怎么，怕秦家老祖报复，不敢下死手？上官天律老脸涨得通红，半晌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便梗着脖子回了一句：前辈不也没下杀手吗？莫非也忌惮秦家老祖？秦家老祖那是什么垃圾，也值得让本座惧怕？李清玄不屑一笑，淡淡开口：本座只是不想替你上官家背锅罢了。以他目前的实力，催动太虚天宫压制这群重伤的化神已是极限，若要彻底灭杀，必须动用炼虚10众体验卡，但为这几只蝼蚁浪费如此底牌，实在不值。反正有系统相助，实力提升指日可待，届时再灭秦家满门也不迟。前辈明鉴，我上官家绝对没想利用前辈对付秦家。上官天律精神紧绷，急忙拱手转移话题：前辈这尊圣器，莫非是万宝楼拍卖的那件太虚天宫？可那尊圣器不是被沈万山拍走了吗？为何？谁规定圣器只能独此一件？李清玄随手把玩着太虚天宫，轻笑道：出门在外带个10件8件圣器防身，不是很合理吗？上官天律脸上肌肉不受控制的抽搐：哪里合理了？谁出门会带这么多圣器啊？最主要，圣器又不是大白菜，能有一尊那都是天大的机遇。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上官天律回过神儿，眼中金光一闪，连忙拱手道：前辈，不知这件圣器可否割爱？我上官家愿以圣阶中品星辉法袍相赠，还可请炼虚10众的老祖亲自助拳。前辈虽实力超群，但终究双拳难敌4手。秦家若倾巢而出，有我上官家老祖相助，前辈也能轻松不少。哦，李清玄眼睛一亮，确实，多一个炼虚10众的帮手，他就能多一张底牌。成交！李清玄干脆道。上官天律大喜过望，晚辈这就通知本体准备，亲自将宝物送给前辈。说罢，元神分身瞬间消散。李清玄摇头一笑，转身就走。福伯和上官红呆立原地，喉结滚动，额头渗出细密汗珠。他们这才惊觉，当初在秘境中能从这位大能手下活命，简直是天大的侥幸。等等！上官月儿快步上前，不着痕迹地靠近李清玄身侧，琼鼻微动，轻轻嗅了嗅。一瞬间，他娇躯猛地一颤。果然，这个面具人身上散发的气息和他记忆深处那个人的气息竟一模一样，尤其那独特的清冽松香混合着淡淡的桂花油的味道，他绝不会认错。有事？没想到你竟然是炼虚7大能。上官玉儿回过神来，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李清玄的面具，妩媚一笑，满是期待道：那个，你能不能收我做徒弟？我不是炼虚大能，也不收徒弟，不要再跟着我了。李清玄头也不回地拒绝。你，上官玉儿一脸委屈，楚楚可怜道：你可以说你怎么样才能收我啊？怎么样都不收？为什么啊？上官玉儿心下焦急，不依不饶地追着。你可以提要求呀，我可以答应你任何条件。任何条件？李清玄顿时来了精神，用意念联系系统童子，这上官玉儿能绑定成为我的干女儿吗？定。检测到上官玉儿对宿主的好感度已达到200%，无法绑定。李清玄懵了，看着上官玉儿，一脸问号。啥意思？你他妈怎么对老子的好感度达到200%了？我不就只救了你一次吗？怎么可能？特么的，你不是说心里只有你的清玄哥哥的吗？怎么转过头就移情别恋了？你的节操呢？哎，不对啊，他就是李清玄啊。他这是
自己把自己绿了。不过，他对上官玉儿是真没兴趣，也没什么印象，更不想被缠上。突然，他想到了个好主意。既然你这么想拜师，李清玄突然露出了一抹轻佻的笑容，目光在上官玉儿娇躯上肆意的游走。那为师就提个条件。说着，伸手做事要摸他的脸，却在即将碰到时停住。陪为师睡一晚，把为师伺候舒服了，就收你为徒，如何？和你睡。上官玉儿俏脸瞬间涨得通红，连耳根都染上了绯色。她下意识地绞着衣角，指尖微微发颤。李清玄见状，嘴角勾起一抹邪气的弧度。怎么？不愿意？他故意俯身凑近，温热的呼吸喷洒在他耳畔。那就乖乖回家去，以后别再来烦我。上官玉儿紧咬红唇，这是不是有些太快了？而且在此之前，你总得让我看看你的样子吧？不行。李清玄斩钉截铁道。笑话，看到他的模样，他身份不就暴露了吗？到时候这女的肯定缠上自己，又不能给自己返还修为，这不妥妥的拖油瓶。上官玉儿脑子飞转，装作天真的问道。那我问你一个问题，总行吧？你问吧。上官玉儿认真道。我就想知道，之前在秘境里，你为什么会救我？没什么。李清玄随口道。你手下给我钱，我救你，合情合理啊。但杀了我们，钱都是你的，我又不是杀之人。李清玄翻了翻白眼。你废话怎么这么多？不是说就问一个问题吗？你到底同不同意？不同意快滚蛋。此话一出，上官玉儿眼睛一亮，心头已经有了90%把握。上官玉儿玉指轻撩耳畔碎发，忽地展颜一笑，眼波流转间尽是妩媚风情。我同意，咱们现在就去客栈吧。说着，上官玉儿纤纤玉指已经和李清玄五指紧扣，不由分说就拽着李清玄往城内客栈方向奔去。李清玄猝不及防被拉了个趔趄，踉跄着跟了几步才稳住身形。卧槽！李清玄盯着二人紧扣的手，整个人都亚麻呆住了。什么玩意儿？怎么一下子就同意了？这女人该不会到了发情期了吧？别说李清玄了，福伯和上官红也懵了，嘴巴张得老大。他们大小姐，这是思春了，但也不能这么草率啊。客栈房间内，氤氲的水汽还未散尽，李清玄坐在床沿，看着从浴室走出的上官玉儿，整个人都懵逼了，喉结不自主地滚动了一下。李清玄原以为上官玉儿只是虚与委蛇，结果上来就洗澡，直接把她整不会了。上官玉儿裹着素白浴巾，湿漉漉的青丝垂落肩头，发梢还滴着水珠。那张妩媚动人的瓜子脸上，一颗泪痣恰到好处地点缀在眼角，为她平添了几分摄人心魄的魅力。浴巾包裹下的娇躯若隐若现，精致的锁骨随着呼吸微微起伏，泛着珍珠般的光泽。怎么看呆了？上官玉儿红唇微勾，突然松开浴巾。浴巾滑落的瞬间，李清玄瞳孔骤缩，那看似纤细的身材下，竟是如此惊心动魄的曲线。雪白的肌肤泛着莹润光泽，饱满的弧度让人移不开眼，却又丝毫不显艳俗，反倒透着几分清丽脱俗的气质。上官玉儿赤足轻移，径直坐在李清玄腿上，玉臂环住李清玄的脖颈。夫君不是你说要来的吗？怎么关键时候反倒呆住了？是被我的美貌迷住了吗？李清玄也不客气，一把揽住上官玉儿纤细的腰肢，轻笑道：上官玉儿，你还真有意思。之前不是信誓旦旦地说你的身子是留给你的清玄哥哥的吗？当时那叫一个纯情啊，甚至宁可自爆都要保住自己的贞洁。怎么现在突然这么放荡，都开始脱衣服勾引本座了？呵，系统绑定的两女，因为身份原因她不好下手，但眼前这丫头又不在名单之列，既然她自己送上门来，她凭什么要当正人君子？因为我已经找到她了呀。上官玉儿突然凑到李清玄耳边，红唇轻触耳垂。是不是啊，我的清玄哥哥？说着，纤纤玉手抚上李清玄的胸膛，指尖若有似无地画着圈。你胡说什么？李清玄浑身一僵，差点从床上跳起来。卧槽，这都能认出来？开挂了吧？上官玉儿见李清玄不承认，美眸中瞬间泛起水雾，委屈道：清玄哥哥，你就这么不愿认我吗？可我真的和你不熟啊。李清玄一脸懵逼，除了当年李承泽调戏上官玉儿时二人见过一面，他实在想不起和上官玉儿还有什么交集。我明白了。上官玉儿突然眼睛一亮，急切地抓住李清玄的手。你还记得20年前那个叫玉团子的小女孩吗？那时候我还小，所以你认不出我。玉团子？李清玄瞳孔骤缩，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年他刚满20岁，在街角听见小女孩撕心裂肺的哭喊，几个面目狰狞的男人正拖拽着一个哭得梨花带雨的小女孩往暗巷里走。小女孩的衣裙已经被撕开一道口子，其中一个男人
正用肮脏的手抚摸她稚嫩的脸蛋。他出手将那几个恋童癖打得半死。记得救下小女孩时，他浑身发抖，眼神涣散，显然是吓坏了她。脱下外套裹住那个小女孩，还掏出来一块糖给了对方。李清玄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上官玉儿：“你就是玉团子？”“就是我。”上官玉儿泪眼婆娑，整个人扑进李清玄怀里，双臂紧紧环住他的腰身。“清玄哥哥，你终于想起来了。当年要不是你及时出现，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现在。”李清玄轻叹一声，大手不自觉地抚上上官玉儿的发丝，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都过去了，他能感觉到怀里的娇躯仍在微微发抖，那是深深刻在骨子里的恐惧。就是你救我的那天，我发誓这辈子非你不嫁。可很快你就和龙傲雪成婚了。上官玉儿抬起泪眼，哽咽道：“你成亲时，我哭了整整3个月。”李清玄，不过你和李使我可高兴了。上官玉儿突然破涕为笑，开心地说道。李清玄嘴角微抽，这说的是人话吗？不是。上官玉儿慌忙摆手，红着脸低下头。我的意思是，这样我就有机会了。可是我还没长大，你就被赶出李家了。我这些年一直在找你，终于……说到这里，上官玉儿突然激动起来，连带着那傲人的饱满曲线也随之剧烈起伏，荡漾出令人窒息的波涛，晃得人移不开眼。那个……李清玄老脸一红，轻咳道：“要不你先穿上衣服。”看着眼前这个曾经的小丫头，他突然觉得有些罪恶感。不要！上官玉儿反而将李清玄压倒，整个人都贴在了李清玄身上，认真道：“我找了你这么多年，终于得偿所愿，这次说什么都不会放手了。清玄哥哥，我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女人了，我想嫁给你。”李清玄一脸无奈：“可我已经成婚了啊。”没关系。上官玉儿娇羞地绞着手指，红晕一直蔓延到耳根。反正你已经和龙傲雪离婚了，我不嫌弃你的，以后我一定会好好侍奉你的。不是。李清玄轻咳一声，有些尴尬道：“我是说，我已经再婚了。”什么？上官玉儿美眸瞬间瞪大，饱满的胸脯剧烈起伏。怎么会？我又晚了一步。清玄哥哥，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好的？她有我漂亮吗？和你不相上下。她有我年轻吗？我才25，她19。她有我爱你吗？应该有吧。李清玄摸了摸鼻子，她花样老多了，我都下不了床。你。上官玉儿胸口剧烈起伏，俏脸涨得通红，心态血崩。她寻找了这么多年，结果又被人截胡了。我不管。上官玉儿突然一把拽住李清玄的衣领，红唇直接印了上去。这个吻又急又凶，带着20年积攒的思念与不甘。温软的唇瓣辗转撕磨，甚至能尝到他泪水的咸涩。反正你娶一个也是娶，娶2个也是娶。上官玉儿喘息着松开李清玄，水润的眸子直直望着。索性把我也娶进门，我俩一起服侍你。我找了你这么多年，死都不会再放手。李清玄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个倔强的丫头。我去，这也行？堂堂上官家大小姐，竟然甘愿做小。李清玄突然觉得自己好有魅力，好牛逼啊！等等，李清玄还想说什么，上官玉儿一把扯下他的面具。当那张朝思暮想的脸完全展露在眼前时，上官玉儿瞬间吃了，果然还是这么帅气。上官玉儿颤抖着抚上李清玄的脸颊，指尖轻轻描摹着他的眉眼，仿佛要把每一寸轮廓都刻进心里。下一秒，他再次俯身，这次吻得更加缠绵，小巧的舌尖撬开李清玄的牙关，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李清玄能感觉到他柔软的身躯紧紧贴着自己，那惊人的曲线让他呼吸都重了几分。上官玉儿，你压得冷静一点。冷静不了一点。当两人的衣物不知何时已悄然散落一地，李清玄只觉一股热流直冲脑门。美女主动上门还无动于衷，还算什么男人？他就是有点担心，昨晚战斗太激烈，早上起来腿都抖，他不清楚自己还能不能和上官玉儿切磋一番。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上官玉儿这丫头不仅身材火辣的惊人，更是无师自通的掌握了各种撩拨技巧。当她脸部被深埋那一刻，整个人顿时精神抖擞。李清玄一个翻身，将上官玉儿压在身下。上官玉儿显然不是他一手能掌握的女人，此刻让他感觉自己抓住了全世界。两人呼吸交织，汗水交融。上官玉儿时而轻咬下唇，时而发出小猫般的呜咽，整个人仿佛化为一汪春水，将李清玄彻底淹没在这旖旎的温柔乡中。缠绵过后，李清玄搂着怀中佳人，轻抚她汗湿的发丝。你决定好了？不后悔？上官玉儿拍打着他的胸膛，妩媚中带着嗔怪。都完事儿了，你还问这个？行，我的错。
李清玄爽快道：“等回头带你去见见嫣然，以后你俩要好好相处。”你还真敢让我俩见面？上官玉儿略显惊讶，嘴角微扬：“你难道不怕后院起火？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何须遮遮掩掩？连自己女人都要欺骗，又能干成什么大事？”李清玄一本正经道：“这天灵大陆强者为尊，三妻四妾本就是常理。那些帝王将相，哪个不是妻妾成群？更何况你我本就两情相悦，在一起有问题吗？没问题啊。”咯。上官玉儿先指轻眼朱唇，眼波流转间带着几分狡黠。夫君说的头头是道，就不怕你那位生气？你说嫣然啊？李清玄咂了咂嘴，眼中闪过温柔之色。他临行前怕我寂寞，还说要给我纳妾解闷。谁曾想你无缝连接，主动送上门了。讨厌！上官玉儿红唇微嘟，嗔道：“人家主动送上门来，白给你还不乐意了？我乐意啊！”李清玄一本正经道：“你没看我都没反抗吗？不然你以为凭你这点力气能治得住我？”上官玉儿。就在这时，李清玄腰间的传讯玉符突然泛起灵光。李清玄神识一扫，脸色骤变，一个翻身便下了床榻，迅速披上衣袍。玉儿，宗门有急事，我得立刻赶回去。等等！上官玉儿慌忙撑起身子，锦被从香间滑落。我爹马上要来购买太虚天宫，我该去哪里寻你？李清玄随手将一件流光溢彩的宫殿模型抛了过去，把这个交给你爹。至于报酬，你先替我收着，我是青云宗太上长老，你可以去青云宗找我。上官玉儿手忙脚乱地接住圣器，美眸中闪过一丝诧异。你就这么信我？不怕我携宝潜逃？怕什么？李清玄轻轻捏住上官玉儿精致的下巴，对准对方的小嘴，直接嘬了一口，眼中闪过促狭的笑意。反正我也把你睡了，不亏。讨厌！上官玉儿娇嗔一声，却忍不住抿嘴轻笑。她低头凝视着手中的至宝，心头泛起阵阵甜意。在李清玄眼中，自己竟比这圣器还要珍贵。青云宗大殿内聚集着青云宗的高层，血腥气弥漫。李清玄刚踏入殿门，便看见李川面色惨白的倚在柱边，胸前衣襟已被鲜血浸透。川儿！李清玄瞳孔骤缩，一个闪身来到李川跟前，强压怒火检查伤势。谁伤的你？太虚尊者那老东西是干什么吃的？好歹也是合体期大能，连他儿子都保护不好吗？居然让他儿子受了这么重的伤。李川咳出一口血沫，勉强笑道：“爹，我没事，您快看看宗主。”李清玄这才注意到殿中央玉榻上躺着个血人，叶归虚正不断往那人体内渡着灵力。见李清玄到来，沉声道：“李太上，这是犬子叶清瑞，也是咱们青云宗宗主。”榻上男子丹田处有个狰狞的血洞，周身经脉寸断，气若游丝。李清玄指尖刚触及脉门，脸色就沉了下来。这伤势就算救回来也是废人。李清玄沉声道：“到底怎么回事？谁干的？”叶归虚双目赤红，拳头捏得咯咯作响。1个月前，李太上还未加入我青云宗，我儿偶然得到一张藏宝图，便带人前往妖兽山迈进的寻宝。谁知刚带着寻获的宝物踏出境地，就遭玄天宗3名金丹后期高手伏击，抢走了他得到的天阶玉佩。清瑞拼死杀出重围，逃到山下，恰逢李川下山。若非令公子及时挺身挡下那致命一击，又恰逢老夫赶至到异动火速下山，我儿恐怕已经陨落了。玄天宗找死！听到儿子差点被杀，李清玄眼中寒芒暴涨，周身青色剑气骤然爆发，整个大殿瞬间被凌厉的剑意笼罩，地面浮现出无数细密剑痕。他转身便走，每一步都带着刺骨的杀意。李太上！叶归虚慌忙闪身拦住去路。您这是要让开！李清玄衣袍无风自动，冷声开口：“本座今日要血洗玄天宗。”叶归虚慌忙上前：“李太上，万万不可啊！玄天宗老祖突破了元婴不说，这玄天宗背后更有着青州玄天剑宗为背景。若你真的灭掉了玄天宗，玄天剑宗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就算李清玄不怕，他青云宗也难逃灭门之祸。呵，不放过我，你以为本座就会放过他们吗？”李清玄脚步一顿，嘴角勾起一抹森然冷笑，周身青色剑气骤然凝成实质。杀我宗宗主，夺我宗宝物，甚至还重伤我儿。今日若不将玄天宗上下屠尽杀绝，都对不起我儿受的委屈。你们且在这儿等我，日落之前，玄天宗必灭。话音未落，整个人已化作一道青色剑虹破空而去，狂暴的剑气将殿顶直接洞穿。叶归虚望着殿顶被剑气洞穿的巨大窟窿，眼角狠狠抽搐了2下。这败家玩意儿，你生气归生气，破坏建筑干什么？修缮不花钱吗？叶归虚心下肉疼，
却又没法责怪李清玄。目光扫过地上昏迷的儿子和受伤的李川，心头忧虑更甚。李清玄太过意气用事了，玄天剑宗若真来报复，没人扛得住啊！李川望着李清玄离去的方向，眼眶微微发热，胸口伤处传来的疼痛此刻都化作了暖流。自己这点小伤，老爹就要去灭人满门，太你马虎犊子了！我真是个不孝子啊！李川一脸的痛心疾首，暗骂自己就是个废物。老爹这么疼自己，他没能弄到好东西，孝敬老爹也就算了，甚至连个暖床的美女都没给老爹找，他得抓紧时间了。念此，李川脑海中已经浮现出10个8个绝色美人排着队给老爹请安的画面，嘴角不自觉扬起猥琐的弧度。不过，胸口的疼痛瞬间让李川清醒了过来。不行不行，李川擦了擦嘴角口水，我现在这德行，别说找美人了，连上炕都费劲，得赶快恢复伤势了。只是这太虚万象诀好难练啊，他有系统奖励的上品悟性，还有太虚老爷子的指点，倒也不慌，他这就用太虚天宫的时间阵法，抓紧时间修炼入门。与此同时，太虚天宫内，太虚尊者猛然睁开双眼，眼中金光一闪，他感应到李清玄的气息，身形瞬间化作一道灰芒破空而去。咦，小子，你回来了！太虚尊者笑着说道。事情都办妥了，你还给我嬉皮笑脸。李清玄眼中寒芒闪烁，我让你教导李川，护他周全，你就是这样当师傅的。你知不知道，我儿差点被人弄死？太虚尊者神色一滞，略显尴尬地捋了捋胡须。这个，我见那小子储物袋中有养魂木和清心玉露，便借来闭关恢复神魂。他见李清玄脸色越发阴沉，急忙正色道：此事是我疏忽，我道歉。不过，你且听老夫一言，那玄天剑宗可是青州最强宗门之一，宗门中可是有合体7老怪坐镇的。若贸然灭了他们的分宗，得罪对方，绝对不明智。李清玄眸光如电，声音冷冽如冰。此事因你疏忽，我儿才被玄天宗的人重伤。待我灭了玄天宗，玄天剑宗来人，自当由你承担。太虚尊者面露难色，苦笑道：非是老夫推脱，只是如今神魂未复，肉身未宁，实在难以发挥合体期的实力。懒驴上莫使尿多。李清玄无语，冷哼一声：那你还不快恢复神魂？老夫何尝不想恢复？太虚尊者长叹一声，愁眉不展。只是这修复神魂的灵药本就罕见，先前在秘境中苦寻，也不过得了一株养魂木，一份清心玉露，虽是9品灵药，但终究不是成丹，效力有限。若能有10份8份，老夫神魂或许能恢复到巅峰状态。既如此，本座便给你10份。李清玄剑眉一挑，袖袍突然无风自动，抬手一挥：我还要抓紧时间杀人，没时间和你废话，你先进太虚天宫再说。等等！太虚尊者瞪大眼睛，你那座太虚天宫不是给了你儿子？话音未落，太虚尊者只觉天地倒悬，在睁眼时已置身一座熟悉的宫殿中。这不可能！太虚尊者踉跄着倒退2步，骇然到了极点。他颤抖着抚摸殿中玉柱，触感真实的可怕。你怎么也有一座太虚天宫？竟与老夫的太虚天宫分毫不差。哗啦！就在这时，殿顶裂开一道缝隙，数10株养魂木混着清新玉露如雨倾泻，在他脚边堆成小山。卧槽！卧槽！太虚尊者连爆粗口，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惊呼道：小子，你莫不是洗劫了上古药源？少废话，快恢复！李清玄的声音如雷霆般在殿中炸响。还有，你说谁小子呢？你怎么一点记性都没有？认清自己的身份，要叫老爷。是。太虚尊者忙不迭点头，皱纹里都堆满谄笑。老爷放心，待老奴神魂恢复巅峰，谁来咱就干谁。他这声老爷叫得情真意切，眼前这堆天才地宝，就是他亲爹复生也拿不出啊。玄天宗山门前，1000丈青石阶梯直插云霄，两侧矗立着18根盘龙玉柱，每根柱子上都缠绕着栩栩如生的金龙雕像，龙晶镶嵌着极品灵石，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山门高约100丈，通体由玄铁金晶打造。门楣上玄天宗3个鎏金大字龙飞凤舞，隐隐有剑气流转。此时2名身着银纹黑袍的守卫正在门口兴奋地交谈着。左边满脸横肉的光头大汉咧嘴笑着：他娘的，咱们玄军老祖终于突破元婴了，听说要带咱们回青州玄天剑宗主宗，咱们也是赶上好时候了。右边的瘦子搓着鸡爪一般的手，嘿嘿一笑：可不是吗？主宗那边资源丰富，听说连外门弟子每月都能领到3颗筑基丹和1颗凝液丹，等咱们去了主宗，说不定也有机会成为金丹大能。哈哈，师弟说的没错。光头大汉笑道：师弟若成了金丹大能，
最想干什么？那还用说，当然是去干死那个李清玄。小爷我最看不惯这种仗着实力装逼的垃圾。哈哈，英雄所见略同啊。就在这时，一阵清风拂过，一个冰冷的声音从台阶下方传来：想法不错，可惜你们没机会了。听到声音，二人一激灵，急忙转头，只见一位一袭青衫的男子正射击而上，手中3尺清风泛着森然寒光。站住！光头大汉厉声喝道：你是何人？竟敢擅闯我们玄天宗！李清玄！来人脚步不停，衣袂翻飞间已至门前。什么？光头大汉冷汗唰的一下就冒了出来，急忙抽出宝刀，满脸惊恐。你就是李清玄？你来我们玄天宗做什么？来灭门！光头大汉闻言脸色骤变，9环大刀枪的出鞘，快敲钟！老子拖住他！话音未落，一道青色剑芒如电光闪过，光头大汉只觉脖颈一凉，9环大刀咣当坠地，魁梧的身躯轰然倒下，至死都保持着冲锋的姿势。瘦子吓得门牙打颤，连滚带爬扑向井中。咚咚咚，急促的钟声响彻整个玄天宗。瘦子松了口气，转身盯着李清玄，狞笑着：李清玄，你完了！钟声一响，我玄天宗高手马上就到。李清玄负手而立，淡淡道：你该不会以为本座一剑杀不了2个人吧？瘦子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你什么意思啊？留你一命，不过是要你敲响警钟。李清玄缓步从瘦子身边走过，青衫浮动间淡淡道：聚在一起，杀起来更方便。话音刚落，瘦子突然发现自己视线开始倾斜，最后的意识里看到自己无头的躯体正缓缓跪倒。好，快得见！玄天宗内殿，檀香袅袅，玄君老祖佝偻着腰，双手恭敬地捧着一枚通体碧绿的龙形玉佩，玉佩上龙纹栩栩如生，龙筋处2点金芒流转，隐隐有龙吟之声传出。玄君老祖谄笑着对端坐的紫袍老者道：宋执事，这雕龙玉佩乃是我等意外所得，虽不知具体来历，但这气息至少也是天阶至宝，还请您笑纳。晚辈回归玄天剑宗之事，全仰仗您了。待回归后，晚辈定当以宋执事马首是瞻。果然是件好宝贝。宋明远接过玉佩，修长的手指轻轻摩挲着龙纹，眼底闪烁着金芒。放心，你既如此懂事，本座自会为你美言几句，祝你回归玄天剑宗。玄君闻言大喜，皱纹里都堆满笑意。多谢宋执事，多谢宋执事。就在这时，宗门内警钟骤响，玄君老祖脸色骤变，眼中寒光暴涨。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敢来我玄天宗闹事？找死！他转身对宋明远拱手：宋执事，您且在此稍后，我去就回。宋明远眼底闪过一丝玩味，嘴角微扬：无妨，本座也随你出去看看吧。这正是他立威的好时机。此时山门前数百玄天宗弟子严阵以待，一个个神色慌张，气势全开。要知道，这警钟只有在宗门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才会敲响。忽然天地为之一静，只见一道青色身影自山门处缓步而来，每一步落下，地面便无声皲裂，碎石悬浮而起。那人一袭青衫猎猎作响，周身3丈内的空气都在扭曲震颤，仿佛承受不住这股威压。最令人胆寒的是那双眼睛，漆黑如墨的瞳孔中似有尸山血海翻涌，目光所及之处，众弟子只觉呼吸困难，双腿发软，竟有人当场跪倒在地，呕出鲜血。是李清玄。有弟子认出了来人，不禁失声惊呼。为首的玄金石重白须老者强提一口灵力，压下心头恐惧，厉声喝道：李清玄，休得放肆！此乃玄天宗山门重地，岂容你在此撒野？我宗玄君老祖已入元婴之境，你若识相，速速退去！周围弟子见状也壮着胆子叫嚷起来：滚回你的青云宗去！真当我玄天宗无人不成？等我玄天宗老祖出来，就是你的死期！李清玄眼帘微抬，眼底寒芒乍现，随着手中带鞘的太虚剑随意一点，嗤！一道无形剑气骤然撕裂空气，发出刺耳的尖笑声。白须老者胸口瞬间炸开，碗口大的血洞前后透亮，鲜血喷溅3丈开外。老者瞪大双眼，难以置信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又抬头看向李清玄。他嘴唇蠕动2下，似乎想说些什么，却只喷出一口夹杂着内脏碎块的血沫，轰然倒地。这一瞬，全场死寂。那些方才还在叫嚣的弟子，此刻全都像被掐住脖子的鸭子，满脸惊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他妈什么人啊！一句话不说，直接杀人。众人肝胆俱裂，转身就要逃窜。
这李清玄根本不讲道理，连开口的机会都不给，再待下去必死无疑。李清玄冷眼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就像看着一群死人，手中太虚剑缓缓横于身前，刹那间方圆100丈内的灵气疯狂涌动，形成肉眼可见的灵力漩涡。剑鞘上泛起诡异的黑芒，一股寂灭万物的气息骤然爆发。太虚一击，随着一声轻语，剑鞘轻颤，一道漆黑如墨的剑气劈炼横扫而出，所过之处空间扭曲，发出令人牙酸的撕裂声。噗噗噗，数百名弟子身形同时一滞，腰间齐齐浮现一道血线。下一刻，鲜血如喷泉般冲天而起，残肢断臂漫天飞舞。后方数座大殿被剑气余波扫过，轰然坍塌，激起漫天烟尘。这一刻，天空下起了血雨。李清玄不慌不忙从储物袋取出一把青玉骨伞，啪的撑开，血珠打在伞面上，发出细密的哒哒声。他目光淡漠地看着满地尸骸，心中毫无波澜。这修仙界除了他儿子和可睡的女人，就只有2种人敌人和不敢为他为敌之人。对待敌人，他只要打得过，绝不会手下留情。定，检测到宿主儿子修炼天阶极品太虚万象诀入门，宿主太虚万象诀自动圆满。突然，一股浩瀚如海的感悟涌入识海。李清玄只觉脑海中轰的一声，那玄奥晦涩的功法要诀如醍醐灌顶，瞬间融会贯通。这种知识爆炸的感觉让他不由心头一震。好大儿，受伤都不忘修炼，爹真是没白疼你。李清玄嘴角微扬，收起油纸伞，眼中杀意更盛。爹这就帮你报仇雪恨。李清玄，你欺人太甚！就在这时，一声怒吼传来，只见玄天宗副宗主雷耀带着金丹高手凌空而至。看到满地尸骸，雷耀目眦欲裂。先杀我宗宗主，今日又屠戮我宗弟子，你真当我玄天宗好欺负不成？哦。李清玄收回伞，身形骤然消失。雷耀还没反应过来，便感觉丹田剧痛。李清玄不知何时已出现在他面前，一记膝撞将他轰飞100丈。噗！雷耀如同炮弹一般重重砸在地上，大口咳血。他好歹是金丹强者，竟然没看清李清玄是怎么到他面前的。不仅如此，他惊恐地发现，一击之下，自己金丹竟然出现了裂痕。还没等他起身，眼前一花，李清玄的拳头裹挟着毁灭性的灵力，如陨星坠地般轰在他胸膛。轰！拳锋触及的刹那，雷耀整个胸膛瞬间塌陷，胸骨爆碎声如惊雷炸响，地面轰然塌陷，碎石飞溅。雷耀的身躯在巨坑中剧烈弹起，又狠狠砸落。他双目暴突，口中鲜血混着内脏狂喷，却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欺你！李清玄收拳而立，看着半死不活的雷耀，淡漠开口：本座欺你又如何？雷耀瞳孔涣散，意识模糊间，往昔记忆如走马灯般闪过。他心中悔恨交加，早知这煞星实力如此恐怖，他就该躲在宗门闭关不出。本座屈尊与你说话，你竟敢不答！李清玄眸光骤冷，这是在藐视本座。雷耀口中鲜血狂喷，心中悲愤欲绝。藐视你大爷！老子五脏俱碎，连气都喘不上来，哪还说得出话？很好，你有取死之道。话音未落，李清玄右拳缓缓抬起，拳锋之上，灵力凝聚成实质化的青色漩涡，连周围光线都为之扭曲。轰！一拳落下，方圆数10丈地面轰然塌陷，狂暴的灵力冲击波将碎石碾成齑粉，烟尘冲天而起。待尘埃落定，巨坑中只剩一滩模糊血肉。看到这一幕，空中9位金丹强者脸色巨变，为首的方脸老者须发皆张。李清玄，你大胆，竟敢杀我宗副宗主！雷耀不但是玄天宗副宗主，还是宗门太上长老，真正的金丹后期强者，比起宗主厉天恒还要强上一大截，结果就这么死了。不是说这李清玄也是金丹后期吗？李清玄负手而立，淡淡道：你们宗主我都杀了，区副宗主算什么？什么？9人浑身巨震，如遭雷击。他们这才想起，之前厉天恒带人前往妖兽山脉后，全军覆没，现场只留下妖兽尸体。原来是你！方脸老者声音发颤，眼中布满血丝。他们一直以为是厉天恒等人遭遇了金丹期妖兽群，没想到李清玄眼帘微抬，眸光淡漠，如看蝼蚁。本座向来不惜仰视他人，给你们3息时间，自己滚下来。滚你奶奶个找！为首方脸老者怒极反笑，脸上的皱纹都在颤抖，身上金丹10重的气息轰然爆发。杀我宗2位宗主，今日定要你血债血偿！9道金丹威压轰然爆发，各色灵气绽放璀璨光芒，剑气如虹，刀光四电，
长鞭如龙，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看来是听不懂人话。李清玄眼帘微垂，微微一叹，手中长剑随意点在地面上。刹那间，一道肉眼可见的凌厉波纹以剑尖为中心荡漾开来，所过之处，连空气都为之凝固。9位金丹强者身形骤然一滞，脸上浮现惊恐之色。他们这才注意到，李清玄周身3丈内的空气都在扭曲。特么的，李清玄这个老阴笔怎么这么狗？这哪是金丹期该有的威压？这分明是元婴大能。李清玄指尖轻扣剑柄，9道虚影骤然从身体内分化而出，每一道都带着本尊10成威压，拳掌指剑间尽显杀伐真意。9位金丹强者瞳孔骤缩，只觉一股死亡寒意直透骨髓。他们引以为傲的护体灵力，在这等威势下竟如薄纸般脆弱，轰然崩碎。不，9声惨叫几乎同时响起，却又在瞬间戛然而止。9道身躯同时爆裂，骨骼寸断，经脉粉碎的声音连成一片，血肉在狂暴灵力中瞬间气化，化作9朵妖艳的血色雾帘在空中绽放。那些修炼数百年的金丹，此刻如同琉璃般碎裂，化作点点金芒，湮灭在血雾之中，漫天血珠簌簌落下。李清玄手腕一翻，那柄青玉骨伞再度出现。李清玄优雅地撑开伞面，恰好接住簌簌落下的血雨。猩红的血珠在伞面上溅开，如同一幅凄美的写墨画。可惜了。李清玄看着这漫天血雨，遗憾地摇了摇头。这太虚万象诀什么都好，就是幻化出虚影的力道控制不好。本来还想给他们留个全尸的，下次吧。而就在这时，天地骤然一暗，玄君老祖携1000名弟子破空而来，却在山门前齐齐顿住。只见满地鲜血汇成溪流，残肢断臂扑就血路，连空气都弥漫着刺鼻的铁锈味。这有弟子双腿发软，当场呕吐起来。玄君老祖双目赤红如血，元婴的威压轰然爆发。庶子，我等无冤无仇，你却闯我玄天宗，屠杀这么多人，你是真该死。霎时间风云变色，方圆10数里的乌云如墨汁般翻滚汇聚，竟在青天白日下化作黑夜。无冤无仇。李清玄眸光如冰，声音冷冽。你玄天宗勾结恶人谷，屠我青云宗弟子，废我宗主修为，夺我宗门至宝，更将我儿重伤垂死，这也能叫无冤无仇？你是李清玄？玄君老祖瞳孔骤然收缩。你突破元婴了？怎么可能？数日前，厉天恒去过青云宗，按照厉天恒所言，李清玄当时也就金丹后期啊。即便两宗有些许仇怨，也该是你我单独了结。玄君老祖强压怒火，周身灵力如怒涛般翻涌。你堂堂元婴大能，竟对一群金丹筑基弟子出手，还要不要脸？你们玄天宗要脸，两宗联合考核之时，派遣金丹期强者去妖兽山脉屠杀我青云宗筑基期弟子。李清玄冷笑，你玄天宗要脸，在我青云宗宗主获得机缘后，数位金丹期一同伏击他。你玄君老祖嗓子一堵，一时间竟然无法辩驳。本座不想和一个死人废话。李清玄冷笑一声，修长的手指轻轻抚过剑鞘，一字一顿道：本座行事向来如此，谁伤我一人，我杀他10人；谁动我至亲，我灭他满门。今日你玄天宗哪怕是一条狗，也得给我死在这儿。玄君老祖怒发冲冠，双目赤红如血。李清玄，你找死！玄天剑诀惊天式。玄君老祖猛地祭出玄龙剑，剑身瞬间绽放出刺目金光，无尽灵力疯狂灌注，剑锋上竟浮现出一条栩栩如生的金龙虚影，龙鳞闪耀，龙须飞扬。吼！随着一声震天龙吟，玄君老祖整个人化作一道金色流光，携着毁天灭地之势直刺李清玄。小子，能死在老夫最强一剑之下，也算是你的荣幸。给我死！剑锋所过之处，空间震荡，地面被凌厉的剑气离出一道10数丈深的沟壑，两侧山石纷纷炸裂。这一剑之威，仿佛要将整座山门一分为二。老祖威武，这就是元婴大能的实力吗？太强了！杀了他，让他知道得罪我玄天宗的下场。感受到这毁天灭地的一剑，一众玄天宗弟子长老神情振奋，眼中满是狂热。这一刻，众人仿佛已经看到李清玄被一剑斩灭的场景。呵，面对这惊天一剑，李清玄唇角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他闲庭信步般侧身避让，手中太虚剑鞘在掌心轻旋，如拈花拂柳般点在玄君老祖的剑刚之上当。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响起，那威势惊人的一剑竟被轻描淡写的打偏。狂暴的剑气擦着李清玄身侧掠过，将后方100丈地面斩出一道深不见底的沟壑，碎石飞溅如雨。怎么可能？
玄君老祖瞳孔骤缩，满脸骇然。他这可是必杀一剑，对方剑都尚未出鞘，竟然就被随手化解了。还未等玄君老祖回过神，李清玄手腕一翻，剑鞘如棍横扫，重重砸在对方的天灵盖上。砰！玄君老祖惨叫一声，只觉眼前金星乱冒，整个人如陨石般砸落地面，将坚硬的山石砸出一个丈许深坑，鲜血从七窍中汩汩流出，染红了身下的碎石。李清玄缓步上前，一脚踩断玄君老祖持剑的右臂，轻蔑道：“就这也配叫剑术？”看到这一幕，玄天宗众人如遭雷击，所有的兴奋戛然而止，呆立当场。怎么可能？仅仅一招，连剑没出鞘就……众人只觉得双腿发软，连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他们眼中无敌的老祖，此刻竟如死狗般被踩在脚下。这一刻，整个山门死寂无声，唯有鲜血滴落的滴答声清晰可闻。玄君老祖满脸浴血，惊恐到了极点。明明同为元婴，为何差距如此之大？呵，玄君老祖，什么垃圾都自封老祖了，本座还要赶回去吃饭，没空陪你玩。李清玄把玩着太虚剑，讥讽一笑：“现在你可以死了。”眼看李清玄要下杀手，玄君老祖浑身颤抖如筛糠，疯狂挣扎着，声嘶力竭地朝空中哭喊：“宋执事，救我！快救我！住手！”就在这时，一位紫袍老者凭空浮现，此人周身散发着浩瀚如海的化神威压，连空气都在扭曲。宋明远面带淡笑，语气中带着居高临下的施舍：“小辈，杀心太重可不好，本座今日心情不错，给你个机会，放了玄君，本座可以大发慈悲，饶你一条狗命。”玄天剑宗的人，李清玄眼睛微眯：“正是。”宋明远傲然昂首，衣袍无风自动：“本座宋明远，玄天剑宗执事。玄君既已归顺于本座，他的命自然由本座说了算。趁本座现在还有耐心，你最好识相点儿，立刻滚蛋。”有了宋明远这位化神期大能撑腰，玄君老祖顿时底气十足，厉声喝道：“李清玄，宋执事在此，你还敢放肆？还不快放了我！”幸亏自己提前巴结上了这位大人物，在这弱肉强食的修真界，果然还是要有靠山才行。呵，你是觉得区区化神二重就能救你狗命？李清玄冷笑一声，手中剑鞘猛地捅进玄君老祖腹部。噗！玄君老祖喷出一口夹杂内脏碎块的血沫，眼中满是惊恐与难以置信。这人竟敢当着化神期大能的面继续动手，难道不怕死吗？小畜生，你好大的狗胆，竟敢当着本座的面伤人！看到这一幕，宋明远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周身灵力沸腾，声音中带着压抑不住的怒意：“你是聋了还是傻了？没听见本座刚才说的话吗？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自称本座？”李清玄淡漠抬眸，声音冰冷的不带一丝温度：“第一，本座不喜欢仰着头说话，要说话就滚下来。”他手腕一拧，剑鞘在玄君老祖腹中又深入3分，带出一蓬鲜血。第二，今日玄天宗必灭，不想死，现在就滚！若敢动手，本座连你背后的玄天剑宗一并踏平。好，很好。宋明远怒极反笑，周身灵力如火山般爆发，化神威压令方圆数百丈的地面都开始皲裂。且不说你是不是本座对手，就凭你这番话，今日定要将你抽筋扒皮，炼魂灼魄，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行，本座就送你上路。李清玄眼帘微垂，右手缓缓搭上剑柄，指尖与剑鞘相触的瞬间，天地为之一静。就凭你一个元婴！宋明远仰天狂笑，张开双臂，袖袍翻飞间化神威压席卷四方，轻蔑道：“来，本座大发慈悲，就给你个先出招的机会，让本座看看你这井底之蛙到底有几斤几两。”李清玄微微闭目，长长的睫毛在脸上投下淡淡阴影。刹那间，他毕生所学的万千剑招，乃至才领悟的太虚万象诀，都尽数融入这一剑之中。你真的很勇，居然敢让我先出招！李清玄蓦然睁眼，眸中似有星河轮转，太虚剑鞘开始微微震颤，发出清越剑鸣。既然如此，那本座就只出一剑，若这一剑你接下了，没死，本座便饶你一条狗命。还想饶我一命？宋明远嘴角扯出一抹讥讽的冷笑，眼中满是不屑。他正要开口嘲讽，脸上的表情却突然凝固。轰！天地间骤然响起一声沉闷的轰鸣，方圆数里的灵气突然暴动，如同百川归海般疯狂涌向太虚剑。剑鞘剧烈震颤，竟发出阵阵龙吟般的剑鸣，仿佛已经压制不住其中蕴含的恐怖力量。宋明远瞳孔骤然收缩，脸上的讥笑瞬间化作惊骇，
他清晰地看到，以李清玄为中心，空间开始扭曲变形，连光线都被那柄剑吞噬。此刻，天地骤然一暗，浓墨般的乌云压得更低，仿佛触手可及。暴雨如注，却在李清玄周身3丈外诡异的凝滞，万千雨滴悬停半空，折射出森冷剑芒。这是……宋明远喉结滚动，化神期的灵觉疯狂预警。他难以置信地发现，自己体内的灵力竟然开始不受控制的躁动，仿佛在畏惧着什么。身为化神2重的大能，他竟然在这个元婴小辈面前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宋明远脸色巨变，仓促间祭出天阶下品灵剑破云，剑身绽放刺目金光。然而还未等他摆开架势，拔剑一斩，李清玄手腕轻转，太虚剑出鞘3寸，刹那间一道墨青色剑芒撕裂长空，所过之处空间扭曲，竟将漫天雨幕一分为2。不好！宋明远骇然失色，仓促间全力催动灵剑格挡，剑芒与破云剑相触的瞬间，咔嚓！宋明远瞳孔一缩，脸上浮现出难以置信的惊骇之色。他眼睁睁看着自己视若珍宝的天阶灵剑，在那道墨青色剑芒下如铜朽木般应声断裂。噗嗤！剑芒于是未消，在宋明远胸前撕开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鲜血如喷泉般飙射而出，在空中划出一道刺目的血线。宋明远拿着断剑，双手不住地颤抖着，眼中布满血丝，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区区元婴的一剑，凭什么能将他这个化神大能重创啊？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畴，必须逃！宋明远刚准备逃离，转头却突然僵在了原地。只见那道墨青色剑芒竟在半空中诡异地扭曲变形，瞬息间化作一道与李清玄本尊别无二致的凝实虚影，突兀地出现在他背后。这虚影竟似有灵智般，手持灵力凝聚的太虚剑，竟然朝着他露出了一抹讽刺的笑容。这不可能！宋明远声音都变了调，脸上血色尽退。剑气化形已是闻所未闻，这剑气竟还能化作人形攻击，这已经完全颠覆了修真界的常识。还未等他回过神来，李清玄这道剑气虚影已然出剑。宋明远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感到胸口一凉。噗嗤！灵力所化的太虚剑毫无阻碍地贯穿了他的胸膛，剑尖从后背透出，带出一蓬妖艳的血花。宋明远低头看着胸前透出的剑尖，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他们修的真的是同一个道吗？一击过后，李清玄的剑气虚影化作一缕青烟消散，宋明远的身体如同破布娃娃般从高空坠落，重重砸在地面上，激起漫天尘土。玄君老祖浑身剧烈颤抖，牙齿不受控制的打颤。他瞪大双眼，死死盯着宋明远濒死的身躯，仿佛看到了世间最恐怖的事物。那可是化神期大能啊，就这么轻易的被一剑斩落了。李清玄缓步走到宋明远身前，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这位奄奄一息的化神大能。虽然拔剑一斩消耗了他近半灵力，但是灵界瞬间就将其补满，让他连一丝虚弱都未察觉。很遗憾，李清玄轻抚剑锋，这一剑你没接下。宋明远艰难抬头，眼中满是恐惧，咬牙嘶吼道：我乃玄天剑宗执事，杀了我，玄天剑宗绝不会放过你，我在下面等你。呵，李清玄轻笑，那你估计是看不到我了。不过我可以送玄天剑宗那群人去陪你。哦，对了，你是化神大能，是可以元神离体的吧？宋明远瞳孔骤缩，这家伙还记得这事儿呢。若我杀光这里所有人，李清玄环视四周，笑着说道，没有人攻你夺舍，你的元神能撑多久？看着自己慢慢消散，应该很有趣。提醒你，敢当着本座的面元神离体，本座就让你神魂俱灭。宋明远浑身发冷，这人好狠毒，不仅要杀他，还要让他眼睁睁看着自己魂飞魄散。此刻，玄天宗的上千弟子、长老吓得魂不附体，逃！快逃！不知是谁先喊出了这句话，整个玄天宗瞬间乱作一团，上千名长老弟子面无血色，像无头苍蝇般四散奔逃。活着就有希望，这怪物根本不是我们能对付的，等修炼有成再回来报仇。各种惊恐的叫喊声此起彼伏，有人御剑而起，有人施展遁术，更有甚者直接连滚带爬的往山下逃去。呵，还想回来报仇？我允许你们走了吗？李清玄冰冷的声音如同九幽寒冰，掌心一翻间，炼虚十重体验卡便浮现，那惊天动地的恐怖威压轰然爆发。轰！天地为之一震。这一瞬，方圆10里内的空间仿佛凝固了一般。那些御空的长老们突然感觉身上压了一座太古神山，体内灵力瞬间凝滞，一个个如同下饺子般从空中坠落。筑基期、凝液期的弟子们更是直接被压趴在地，
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这是什么威压？一位金丹长老满脸惊恐，他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要被压碎了。这气息，你是炼虚大能？玄君老祖面色骇然，整个人瘫软在地。他终于明白为何宋明远会败得如此干脆，眼前这人根本就是个扮猪吃老虎的老怪物。地面在威压下开始皲裂，玄天宗内的树木纷纷折断，连空气都变得粘稠起来。所有玄天宗弟子都像被钉在地上的蝼蚁，只能绝望地等待死亡的降临。李清玄缓步上前，每走一步，威压就加重一分。玄君老祖浑身颤抖，在李清玄步步逼近的恐怖威压下，又是一口鲜血喷涌而出。他再也支撑不住，双膝重重砸地，额头疯狂撞击地面，发出咚咚的闷响。前辈，是我有眼无珠。玄君老祖声音嘶哑，满脸血污，惊恐地哀求道：求您饶我一命，我愿做牛做马，誓死效忠。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他连一丝反抗的念头都生不出来。不必了。李清玄神色淡漠，眼底没有丝毫的波动。原因还不配及本座当狗。话音未落，剑光乍起，一道清冷的弧光划破长空，玄君老祖的头颅应声飞起。那张布满惊恐的面容凝固在最后一刻，瞳孔中还倒映着李清玄淡漠的身影。李清玄收剑入鞘，转身望向玄天宗瑟瑟发抖的众人，淡淡开口：现在轮到你们了。玄天宗众人惊恐至极，一个个跪伏在地，声音颤抖着哀求：前辈，求求您饶了我们吧，我们在您面前就是蝼蚁，绝不会对您构成威胁的。我们发誓，我们绝对不会找您报仇的。李清玄嘴角噙着冷笑，一字一顿道：我不信。话音刚落，太虚剑应声出鞘，漫天剑光如暴雨倾泻，炼虚境的威压如山崩海啸，玄天宗众人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森寒剑光斩落。噗噗噗噗，剑光掠过，血雾喷溅，没有惨叫，没有挣扎，甚至连恐惧的表情都来不及凝固。一颗颗头颅飞起，一具具尸体倒下，血水如泉涌，在大雨中冲刷成河。李清玄撑起伞，踏着血泊缓步前行。眼前玄天宗内殿的雕栏玉砌，金碧辉煌，在他眼中不过是碍眼的障碍。轰！一剑斩落，剑气如龙，整座大殿被硬生生劈开，碎石崩飞，烟尘四起，一条3米宽的笔直大道贯穿殿宇。这样才对吗？李清玄嘴角一弯，迈步而入。灵气阁内，一个约莫11、12岁的少年死死抱着一面铜镜，镜中映照的正是玄天宗众人被屠戮的画面。他浑身颤抖，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鲜血顺着指缝滴落。爹，各位前辈，你们放心。少年双目赤红，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等我长大，修炼有成后，我一定杀了李清玄，取下他的脑袋，祭奠你们在天之灵。然而，话音未落，一道戏谑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哦，你要杀我？少年浑身一僵，猛地回头，只见李清玄不知何时已站在他身后，嘴角含笑，眼神却冰冷如刀。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少年吓得脸色惨白，手脚并用向后爬去。别怕，本座也是有原则的人。李清玄摇头一笑：本座从不杀孕妇和小孩，你走吧。少年如蒙大赦，深深舒了口气，强忍恐惧，恶狠狠瞪着李清玄。李清玄，等下次见面，我必杀你。李清玄不为所动，随意摆手：走吧，走吧。少年咬牙，转身就跑。他这就去玄天剑宗，告诉那些大能这里发生的一切。就在少年即将踏出灵气阁的刹那，行了，你走的差不多了。唰，一道金红剑气贯穿胸膛。你，少年低头看着胸口的血洞，艰难回头。你不是说不杀小孩吗？是啊。李清玄一本正经道：我不杀小孩，可你已经是大孩了。你卑鄙！少年指着李清玄，轰然倒地，气绝身亡。李清玄一脚将尸体踢开，嗤笑一声：都要杀我报仇了，还放你走？真当我脑子有病？他环顾四周，咧嘴一笑，呵呵，不错不错，玄天宗虽然垃圾，但宝贝倒是不少。说着，李清玄袖袍一卷，开始大肆搜刮。同一时间，宋明远见李清玄离开，狂喜不已，二话不说，元神出窍，转身就逃。若不尽快夺舍，他的元神很快就会消散。你想去哪儿啊？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宋明远浑身一僵，抬头看去，只见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负手而立，正笑眯眯地看着他。宋明远瞳孔骤缩，心头狂跳。这老者竟也是灵魂体，但气息之强，
远超他的想象。阁下，是谁？宋明远声音发颤。看来你听不懂人话。老者摇头叹息。我们老爷刚刚可是让你不要元神离体，可你居然还妄想逃，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宋明远浑身一激灵。你老爷是谁？老者微微一笑。李清玄。宋明远如坠冰窟，转身就逃。他就说李清玄怎么直接离开了，原来还安排了后手。逃？你逃得掉吗？太虚尊者嘴角一弯，身形瞬移，一把掐住宋明远的脖子。前辈，饶命！我可以臣服于您。宋明远惊恐求饶。这人的气息太恐怖了，如果他没看错，对方绝对是合体大能。老夫可不收垃圾。不！砰！太虚尊者五指一捏，宋明远的元神轰然炸裂。太虚尊者看着掌心溢散的魂力，满意点头。若是剔除杂质吸收掉，老夫恢复的速度应该能更快些。李清玄搜刮完宝物，踏出玄天宗大殿，正见太虚尊者负手而立，魂体凝实了几分。解决了。李清玄挑眉。太虚尊者躬身一笑，多谢老爷留下这元神给老奴滋补。少拍马屁。李清玄摆手道，玄天剑宗的人很快就会知道玄天宗覆灭的消息，你抓紧恢复。太虚尊者点头一笑，递过一个储物袋。对了，我将这里的储物袋都搜集了一下，这宋明远身上有块玉佩，倒是不错的宝物，您看看。李清玄随手接过，当目光触及玉佩上那道熟悉的裂痕时，整个人如遭雷击。太虚尊者一愣，老爷，您怎么了？李清玄深吸一口气，目光死死盯着玉佩。这是我爹的东西，当年他在秘境中陨落，这东西本该留在那里。太虚尊者心头一跳，难道这宋明远暗算了您父亲？不可能。李清玄冷声道，那秘境化神进不去。突然李清玄眼神一凝，叶归虚曾说过，叶清瑞在妖兽山脉得到的机缘就是一枚天阶玉佩，后来被玄天宗抢走。难道这玉佩就是叶清瑞从秘境带回来的？也就是说，当年他父亲进入的秘境又开启了。李清玄精神一振，目光灼灼。他父亲死得蹊跷，遗体仍在秘境内，若秘境真的重开，他必须进去，至少要把父亲的遗体带出来，好好安葬。有了目标，李清玄收起雕龙玉佩，转身就走。太虚尊者一愣，老爷，玄天宗大门在您左手边，您是不是走错了？李清玄没回答，抬手就是一剑。轰！剑气横扫，前方殿宇轰然崩塌，碎石飞溅，烟尘四起，硬生生劈出一条路来。太虚尊者瞪大眼睛，卧槽，您这是在干什么？李清玄该不会是疯了吧？李清玄淡淡道，这是上本没有路，我想从这儿走，他就有了路。太虚尊者心头狂震，这人怎么能狂到这种程度？青云宗山门前，夕阳西下，三道身影如标枪般挺立。叶归虚的衣袖无风自动，赵明霄的手指不自觉地敲击着剑鞘，孙寒月的裙摆被山风吹得猎猎作响，他们已在此等候多时。看来我回来的正是时候。李清玄踏空而来，衣袂上还带着未散的血腥气。赵明霄的瞳孔猛地收缩，喉结上下滚动。李太上，你该不会真灭了玄天宗吧？啪！一个鼓胀的储物袋砸在地上，袋口溢出的灵药香气瞬间弥漫整个山门。玄天宗300年积蓄90%在此。李清玄踢了踢袋子，从今日起，青云城再无玄天宗。此话一出，三人忍不住倒吸凉气，骇然到了极点。2个时辰，仅仅2个时辰就抹去一个宗门。三人看向那个负手而立的绝世背影，敬畏如潮水般漫上心头。叶太上，宗主现在情况如何了？李清玄没时间废话，面色一正，沉声道：我有事想问他，我带你过去。青天封主殿内，浓郁的药香中夹杂着淡淡的血腥气。叶归虚快步引着李清玄穿过殿门，低声道：虽然清锐经脉尽断，丹田已毁，但好歹性命无忧。李清玄闻言，脚下不自觉地重了几分，坚硬的青石地面顿时裂开蛛网般的纹路。殿内，叶清锐半倚在床榻上，听闻玄天宗覆灭的消息，浑浊的双眼猛地睁大，手指紧紧攥住了被褥。李清玄径直走到床前坐下，掌心托着那枚泛着青光的玉佩。宗主，此物可是在妖兽山脉所得？正是。叶清锐点头。妖兽山脉禁区深处，虚空剑冢开启，这消息几乎无人知晓，我也是偶然得到地图才发现的。这玉佩就是在剑冢中心最高处那座坟前捡到的。李清玄眉头一皱，既然无人知晓，玄天宗的人为何会在那里堵你？叶清锐苦笑一声，牵动了伤口。我想是当初前往妖兽山脉时，行踪被他们察觉，他们猜到可能有机缘，
却又不敢擅闯禁区，便在外围蹲守，等着坐收渔利。李清玄眼中寒光一闪，随即追问道：“那剑冢现在可还开启着？”“开着，但今晚子时就要关闭了。”叶清瑞艰难地撑起身子。剑冢内的剑气会根据闯入者的修为而变化，化神境以上进入必死无疑。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并不是因为要关闭才出来的，而是实在是承受不住里面的剑气了。关闭后，外界不能进入，但里面的人是可以出来的。说着，他从怀中取出一张泛黄的兽皮地图。李太上若有意前往，可按此图寻觅。多谢。李清玄收好地图。宗主，实不相瞒，这玉佩是家父遗物，我想留下，可否？自然可以。叶清瑞郑重道。况且这是天阶灵器，青云宗内无人能用，留着反而招祸。多谢。李清玄取出2枚丹药放在桌上。极品复脉丹虽不能修复丹田，但可续接经脉，让你保留部分实力。这枚化阴丹正好助叶太上突破元婴。玉盒开启的瞬间，浓郁的药香弥漫整个房间。叶归虚父子看着盒中流转着灵光的丹药，激动的双手微颤。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多谢李太上。应该的。李清玄摆了摆手。对了，嫣然已经回青玉苏家，应该不会再回来了。叶归虚闻言神色一暗。那李太上是不是也要离开了？李清玄点头。我早该想到的。真龙岂会久困浅滩？叶归虚摇头一笑，从怀中取出1枚青玉令牌，递给李清玄。不过，李太上若去青州，不妨考虑一下咱们青云宗的主宗青云剑宗。哦，咱们青云宗还有这等背景。李清玄挑眉接过，令牌入手微凉，隐隐有剑气游走。自然。叶归虚挺直腰板，难得露出几分傲色。当年我可是青云剑宗的弟子。随即又讪讪一笑。不过嘛，我资质有限，又不修剑道，只好出来自立门户了。李清玄忍俊不禁。所以你是因为剑道天赋太差被赶出来的？嗨嗨。叶归虚老脸一红，急忙转移话题。我每10年可凭此令举荐1人，以李太上的修为，哪怕去了主宗，至少也能当个外门执事。最重要的是，只要入了青云剑宗，就算你灭了玄天宗，玄天剑宗也不敢动你。多谢。李清玄心头一暖，郑重收下令牌。离开青天峰，李清玄来到儿子住处，刚推开门，就见李川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蹦下来。爹，你来了。少年虽然脸色还有些苍白，却已经活蹦乱跳。李清玄一愣，你小子那么重的伤，这么快就好了？那可不，也不看看你儿子是谁。李川一脸得瑟，他可不会说自己服用了钟乳灵液，还在太虚天宫待了1天。爹，你来的正好。李川神秘兮兮的压低声音，眼睛滴溜溜的转着。儿子给您准备了一份大礼，保准您喜欢。哟，我家臭小子还知道孝敬爹了。李清玄嘴角微扬，眼中闪过一丝赞许，快让爹看看是什么好东西。李川立刻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鬼鬼祟祟的探头张望。确认四下无人后，李川一把拽住李清玄的衣袖，将其拖进内室，然后麻利的反手锁上门，3步并作2步冲到床榻前，猛地掀开锦被。噔噔噔噔，只见一位妙龄女子静静躺在榻上，身段玲珑有致，一袭轻纱罗裙勾勒出曼妙曲线。她双眸紧闭，长长的睫毛在烛光下投下一片阴影，朱唇微起，吐息如兰。卧槽！李清玄瞪圆了眼睛，下巴差点掉到地上。这是……李川搓着手，一脸得意。爹，这就是之前我跟您提过的那个能生儿子的叶太上的亲传弟子云水瑶。儿子我可是连哄带骗，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他要到的。爹，您抓紧时间，快脱衣服上床战斗，儿子给您把风，保证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李清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你特么？你就是这么孝敬我的？是啊。李川一脸理所当然的点头。突然，李川想到了什么，呲着牙露出一个憨厚的笑容。哦，我知道您的顾虑了。爹您放心，孝顺的儿子绝对不会让老爹尴尬。李川一边说，一边用双手死死捂住耳朵。你俩办事的时候，我一定紧紧捂住耳朵，我不听哦。我绝对不听。李川，你丫脑子不用，就捐了他啊！李清玄额头青筋暴跳。你让爹做这种缺德事，传出去，你让爹的老脸往哪搁？李川一本正经。爹，你放心，儿子都安排妥当了，传不出去的。这云水瑶晕了，不会醒，你随便搞，完事儿一洗，干干净净，他就算有所察觉，也不可能知道谁干的。但是，我亲爱的老爹，你可是实实在在的爽了啊！你特么，你说的是人话吗？李清玄老脸一黑，气笑了。你快把人给我弄走，
以后别干这种缺德事儿了。你爹我不喜欢。不喜欢。李川一愣，不应该啊，以我的观察，爹你肯定喜欢这款啊。要不你先试试，没准干完了你就喜欢了。你特么？干你妹啊！我说的是，我不喜欢你干这种缺德事儿。李清玄忍不住怒骂，一巴掌抽在了李川脑袋上。赶快把人给我处理了，立刻，马上！李川扛起云水谣，临走还不死心。爹，你要是不喜欢这款，儿子在古虚秘境里认识了个合欢宗的姐姐，长得好看不说，关键是那个骚啊！滚！李川心下委屈，他倒是不想这么下作，但问题是，直接说你和我爹睡一觉，人家也不能同意啊。唉，难受。进校失败，系统没奖励了。很快，李川把云水谣扛了出去，回来时耷拉着脑袋，一脸委屈的站在李清玄面前，你丫的一天天能不能想点有用的？李清玄气得直揉太阳穴，非得给你爹我送女人干什么？你就这么想要那么多娘吗？我这就是有用的。李川撇着嘴，一脸无辜。爹，我有多少娘都没关系的，只要你高兴，你要1000个、10000个，儿子也给你弄来。你要觉得本地的没意思，儿子给你弄点异域风情的，甚至跨物种都行。李清玄，他现在脑袋嗡嗡，太阳穴突突直跳。以前他只觉得这儿子脑子不太灵光，现在他十分确定这小子绝对有大病。这一点儿也不像他，完全随了他那个不靠谱的前妻，这娘俩脑子都有坑。李清玄懒得扯皮，直接甩出几样物件。诺，天机玉佩，圣阶灵器，保命用的，这是天阶极品御剑术。说着又扔过去一个储物袋，还有为父灭了玄天宗搜刮来的好东西，挑了些你能用的。卧槽！李川手忙脚乱的接住，眼睛瞪得溜圆。爹，你哪来这么多宝贝？怎么不是天阶就是圣阶的？他好歹也是有系统的人，结果比起他爹穷的一逼，身上的好东西几乎全是老爹给的。儿啊，你得努力啊！李清玄语重心长的摇头，爹是能给你宝贝，但境界跟不上也是白搭。从王家来找茬到现在都快1个月了，爹给了你多少资源，结果你才凝液一重，这修炼速度也太慢了吧？我慢？李川指着自己鼻子，一脸难以置信。爹，你说的是人话吗？1个月前我才炼气7，现在都凝液1重了，这世上还有人比我更快吗？当然有。李清玄一本正经地指了指自己。你爹我啊？你……李川被噎得说不出话，只能干瞪着眼，最后憋出一个字：操！李清玄眉头一皱，你小子对爹有意见？不。李川一个机灵，连忙摆手：爹，您误会了，儿子是说我资质愚钝，修炼不能，操，之过急，这样容易根基不稳。李清玄摸着下巴，满意的点点头，这话在理。突然，李清玄灵光一闪，在脑海中呼唤系统：童子，我那些干女儿好感度达标后都能灌顶返还，那亲儿子行不行？叮，检测到儿子符合修为灌顶返还条件，是否立即灌顶？注：亲生子女每年仅限1次。卧槽！李清玄双眼放光，差点没蹦起来。他原本就是随口一问，没想到真能行，这下可赚大发了。李清玄精神一振，正色道：儿啊，你娘去了青玉，为父近日也要外出，之后便带你去青州。你如今实力尚弱，为父不在时再放心不下，所以为父决定为你灌顶，助你提升修为。什么？李川惊得跳了起来。灌顶？爹，万万不可，这会损耗您的修为根基，甚至损伤天赋。儿子虽然渴望变强，但绝不能以牺牲您为代价。叮，宿主拒绝父亲灌顶，为父亲身体着想，也是一种孝道，奖励大还丹1。李川一脸懵逼，这特么也行？儿啊，你能这么想，为父很欣慰。李清玄露出慈爱的笑容，随即正色道：但为父更希望你早日独当一面。父爱无私，你就别推辞了。话音未落，李清玄已不由分说地将手掌按在李川头顶，灵力涌动间，灌顶已然开始。呵，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阻止他给儿子灌顶。爹！李川急得大喊。别说话！李清玄沉声喝道：抱手心神，运转功法，现在停止，咱爷俩都得遭反噬。李川紧咬嘴唇，感受着父亲源源不断渡来的灵力，心头震颤。这就是父爱吗？为了他这个废物儿子，竟不惜自损修为。只见李清玄额头渗出细密汗珠，面色逐渐苍白。元婴4重的修为开始跌落，3重、2重，最终停留在1重境界。而李川的气息则节节攀升，
从凝液一重直冲10重巅峰，距离玄经期仅半步之遥。李川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力，急忙扶住摇摇欲坠的父亲。爹，您怎么样？无碍。李清玄勉强扯出一丝笑容。凝液10重，不错，爹放心了。爹，李川眼眶通红，一把抱住李清玄。他咬了咬牙，掏出系统刚奖励的大还丹。爹，儿子没什么好东西，这颗大还丹您收着，关键时候能救命。想起之前自己斤斤计较，根本舍不得把系统奖励给父亲，李川羞愧难当。此刻他只想尽孝，哪还管什么系统奖励。叮，明知系统奖励赠与父亲不算尽孝，却仍愿付出，是为真孝。奖励血脉天赋万灵血帖。万灵血帖，大量服用透支类丹药可激活，1刻钟内实力提升一个大境界，之后虚弱12时辰，每日限用1次。注：此类返还只限1次。李川目瞪口呆，这也返还？这系统也太牛掰了吧！他本就拥有噬灵圣体，任何丹药的副作用对他都无效，这万灵血帖天赋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服用透支类丹药不仅毫无影响，还能短时间内获得一个大境界的提升，简直逆天。李清玄看着儿子递来的大还丹，心头一暖，这可是货真价实的8品丹药，合体期之下堪称救命神药。没想到儿子竟有如此珍贵的丹药，还舍得给他这个老爹。李清玄深吸一口气，将丹药又推了回去。儿啊，这大还丹你自己留着用吧，你爹我实力够强，一般用不上，倒是你更需要。叮，检测到宿主赠送儿子8品大还丹时，触发100倍返还，获得大还丹1000。李清玄看到系统空间里突然多出来的1000颗大还丹，突然咳嗽了起来，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系统不是说儿子送的东西再转赠不会触发返还的吗？宿主真心赠送儿子宝物，将会触发最低100倍返还，且有概率返还更高级的物品。李清玄，用真心就可以吗？李川见老爹不要，急切地说道：爹，你拿着吧，出门在外不安全，我在宗门里待着，用不上这么贵重的丹药。可嗨，儿啊，咱爷俩就别推辞了，爹这儿多的是。李清玄好不容易顺过气来，哗啦啦倒出100颗大还丹，晶莹剔透的丹药在桌上滚得到处都是。卧槽，爹，你是打劫了哪个炼丹圣地吗？李川瞪圆了眼睛，看着满桌流光溢彩的丹药，想起系统奖励自己的可怜巴巴的一颗，顿时觉得自己的系统都不香了。他老爹怎么会这妖牛逼啊？多谢爹。李川回过神，急忙收好丹药。这一次他没有再推辞，他老爹这么富有，哪里差他这一颗？但不能因为老爹富有，他就不尽孝。检测到宿主赠送儿子8品大还丹100，触发高级返还，获得8品子府归元丹1。子府归元丹，8品巅峰丹药，可修复丹田损伤，重塑根基，合体之下可用。李清玄看着手中突然出现的紫金色丹药，整个人都懵逼了。卧槽，还能这么玩？李清玄面色一正，道：儿啊，叶宗主丹田碎裂，这子府归元丹你拿去给他，让他尽快服下。明白。李川郑重地接过丹药，小心翼翼地收好。李清玄又取出一个储物袋，你顺道去趟青云峰，把这个交给江妹儿，嘱咐她不要浪费时间，专心修炼。若遇到什么事情，用通讯玉符联系我。江妹儿，这名字是个女的吧？李川眼睛一亮，贼兮兮地凑到李清玄身边。爹，您老实交代，这是不是您金屋藏娇的二娘啊？滚！李清玄一脚踹过去，赶紧办事去。看着李川屁颠屁颠跑远的背影，李清玄嘴角微扬。这子府归元丹儿子用不上，估计赠送也不会得到返还，还是给叶宗主更合适。李清玄对着太虚尊者传音：我走后，你好好保护他，千万别再出岔子了。太虚尊者提议道：老爷，虚空剑种里有无数剑道传承，当年我就在虚空剑种里得到的传承，才成就合体期的。要不你将小少爷也带过去吧，他总在宗门待着也不好。哦，也不是不行。李清玄眼睛微眯，不过虚空剑种里危机不可控，就先让他待在太虚天宫吧。我看可以。太虚尊者点头道：老爷，若没什么事，我就先修炼恢复魂力了。去吧。叮，检测到儿子实力提升至凝液10重，触发1000倍返还，宿主修为提升至元婴9重初期。来了。李清玄眼前一亮，刹那间天地灵气骤然暴动，方圆100里的灵气如潮水般汇聚而来，在他周身形成一道肉眼可见的灵气漩涡。轰！李清玄只觉体内灵力如决堤洪水般奔涌，经脉中灵力流转速度骤然加快数倍。丹田内的元婴猛然睁开双眼，绽放出耀眼的金色光芒，
9道玄奥的灵纹在元婴周身流转，散发出令人心悸的威压。李清玄能清晰地感受到，每一寸血肉都在蜕变，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他的骨骼发出清脆的爆鸣声，肌肉纤维不断重组强化，就连发丝都泛着淡淡的灵光。好强！李清玄握紧拳头，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一脸痴迷。现在的他，哪怕不用拔剑一斩，随手一剑就能斩杀元婴时重强者。定，宿主赠送儿子天机玉佩1，触发10倍返还，获得天机玉佩10。定，宿主赠送儿子2000万块下品灵石，触发100倍返还，获得20亿下品灵石。定，宿主赠送儿子10万块中品灵石，触发100倍返还，获得1000万中品灵石。听着脑海中接连不断的系统提示音，李清玄嘴角不自觉上扬。这波返还倒是丰厚，还有不少地阶灵剑、灵刀，正好让冰明拿去商会运作。不知道虚空剑种什么时候关闭，得尽快过去看看了。就在这时，李川风风火火地跑了回来，脸上带着兴奋的红晕。爹，你眼光真不错啊，那个江妹儿简直绝了，那脸蛋，那身材。李清玄，这倒霉孩子，整天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李川贱兮兮地凑到李清玄身边，压低声音道：爹，您老实告诉我，您是不是已经……说着还挤眉弄眼地做了个暧昧的手势。混账东西！李清玄勃然大怒，你爹我是那种人吗？人家小姑娘才多大，苏嫣然不也才19吗？你……李清玄气得抬手就要打，李川连忙抱头鼠窜。爹，我错了，您别激动，太激动容易阴痿。李清玄，李川眼珠子滴溜溜一转，突然灵光一闪，他真是傻了，又陷入思维定式了。自家老爹什么德行他还不知道，脸皮薄得很，指望他自己主动出击怕是难了。要不再下药一次？不过老爹现在修为这么高，之前的10股软筋散肯定不管用了，得去买点能放倒元婴大能的特制丹药才行。行了，别瞎琢磨了。李清玄懒得跟这混小子纠缠，待会儿爹要去虚空剑种，那里有不少传承，你先进太虚天宫，跟爹一起过去，说不定你也能得些机缘。不过里面危险不明，你还是先进太虚天宫吧。真的？李川眼睛一亮，激动道：我这就进我那太虚天宫。不用，进爹的。李清玄随手又掏出一座太虚天宫。卧槽！李川目瞪口呆，他爹这么豪的吗？送他一座，自己还有一座，而且一模一样，这合理吗？别愣着了，赶紧进去！李清玄催促道。时间紧迫。好嘞，爹。李川郑重点头，麻溜地钻进了太虚天宫。李清玄刚飞出青云宗山门，一道熟悉的身影便迎面而来。清玄哥哥。上官玉儿御空而至，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喜色。我正要来找你呢。李清玄看着来人，眼睛一亮。上官玉儿一袭淡紫色纱裙，初为人妇的她眉梢眼角尽是春意，俏脸泛着诱人的红晕，丰腴的身段在风中摇曳，每一步都带着撩人的韵味。上官玉儿素手一翻，取出一件流转着星辰光辉的法袍。我把爹爹用来兑换太虚天宫的星辉法袍给你拿来了。李清玄眼前一亮，只见那法袍上星光流转，隐约可见银河倒悬的意象，显然是一件难得的圣器。上官玉儿又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枚古朴玉符，塞进李清玄手中。还有这个破空召唤符，只要捏碎就能召唤我上官家炼虚十众老祖上官正德破空相助。这东西很珍贵，炼制起来很费事，整个上官家也就3枚，你可要收好了。好东西！李清玄眼睛一亮，在他真正达到炼虚十众之前，这算是一张不错的底牌了。李清玄也不废话，当即换上星辉法袍，顿时感觉周身被一股温润的星辰之力包裹，举手投足间都带着几分出尘之意。不错。李清玄将星辉法袍幻化成自己平时穿着的青衫的模样，满意一笑。圣器穿起来就是舒服。上官玉儿嘟起红唇，委屈道：清玄哥哥，人家特意跑来给你送东西，你眼里就只有这些宝物，都不看看人家吗？李清玄看着上官玉儿这副娇嗔的模样，捏了捏对方红润的小脸蛋。当然有。喏，这个给你。说着，这随手一抛，一座流光溢彩的迷你宫殿轰然落在上官玉儿怀中，散发着浩瀚的威压。上官玉儿看着怀中散发着浩瀚威压的迷你宫殿，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本想着李清玄能亲他一下或者抱抱他就好，哪想到对方直接扔出这么个重磅炸弹。这太虚天宫。上官玉儿美目瞪得滚圆，红唇微颤，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你拍卖了一个，和我爹换了一个，怎么还有？而且这太虚天宫，你真就这么给我了？
李清玄看着他这副震惊的模样，嘴角一弯，给你了。上官玉儿只觉得双腿发软，差点没站稳。可是，这太贵重了。宫殿类圣器拥有独立的时间阵法，就算青州那些大家族都没有，更别说是他。你值得。上官玉儿猛地抬头，美目中泛起水雾，突然踮起脚尖，红唇直接印了上去。李清玄只觉一阵幽兰香气扑面而来，唇上传来温软甜美的触感。他下意识收紧手臂，将那纤细腰肢往怀里一带，另一只手已经探入衣襟，指尖触及那如羊脂玉般滑腻的肌肤。上官玉儿轻哼一声，非但没有推开，反而主动挺起胸膛迎合。李清玄心中暗爽，果然无论在哪个世界，舍得给女人花钱都是硬道理。不过要掌握好分寸，既不能当舔狗，也不能太小气。看这体验感多棒。好了，李清玄恋恋不舍地收回作乱的大手，咂了咂嘴。先办正事要紧。在天上吗？上官玉儿俏脸绯红，眼波流转间带着几分羞涩。还没试过在天上，不过得飞高点，别让人看见。你想什么呢？李清玄一脸错愕。我是说要去办正事，不是要在天上那啥。上官玉儿俏脸顿时红得像熟透的苹果，羞恼地拍打着李清玄的胸口。你就故意这么说，引我误会？嗨。李清玄老脸一红，强装镇定道：不过也不是不行，改日再试。现在真有急事，妖兽山脉禁区的虚空剑冢开启了，要不要一起去？虚空剑冢。上官玉儿美眸一亮，瞬间来了精神。上次开启时我还小，听说里面藏着顶尖剑道传承，我想去，那就一起。李清玄点头一笑，突然将上官玉儿拦腰抱起。上官玉儿娇呼一声，下意识环住李清玄的脖颈。你怎么突然抱紧了？李清玄沉声道。虚空剑冢子时关闭，飞过去太慢，我带你传送过去。上官玉儿瞳孔骤然收缩，红唇微张，却发不出声音。撕裂虚空，短距离传送，这可是合体期大能才能施展的手段。他的好哥哥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也太厉害了吧！还未等他理清思绪，周遭空间突然如水波般荡漾，眼前景物扭曲变换，在定神时，两人已站在妖兽山脉禁地边缘。果然可以。李清玄眼中金光闪烁，这虚空大挪移带人功能着实便利，虽然灵力消耗加剧，但对拥有是灵界的他来说根本不值一提。虽然有太虚天宫，平常也用不到，但如今证实虚空大挪移能带人，关键时候可是能救人的。上官玉儿看着这一幕，美目中满是震撼。你怎么做到的？对了，清玄哥哥，我一直没来得及问你，之前在李家时你明明那么弱，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嘘。李清玄修长的手指轻轻抵在上官玉儿柔软的唇瓣上，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弧度。这是秘密。上官玉儿呼吸一滞，眼前这个男人仿佛笼罩在重重迷雾中，每次相见都会带来新的震撼。圣器随手相赠，神通层出不穷。要知道，即便是传承1000年的上官世家，镇族圣器也不过寥寥几件，连家主都无权私用。循着地图指引，李清玄信步前行。虽然路上有几只不知死活的妖兽攻击，但刚扑上来就被他随手一道剑气搅成血雾。到了，眼前的空间突然扭曲，显露出一道泛着幽光的入口。李清玄毫不犹豫地迈步而入，上官玉儿急忙跟上。刹那间，天地变幻。放眼望去，无数剑冢如波浪般绵延至天际，每一座坟冢上都斜插着一柄古剑，虽大多锈迹斑驳，却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恐怖威压。空气中弥漫着凌厉的剑意，连呼吸都带着刺痛感。这就是化神十重才有机会开始领悟的剑士。好强！上官玉儿潭口微张，不自觉地后退半步。难怪那些顶尖天才元婴期凝聚剑势后就能越阶而战，仅仅是站在这里，他就感到肌肤隐隐作痛。李清玄眼中金光闪烁，若有所思。这里可有什么危险？古籍中有记载，虚空剑冢外围相对安全，但中心区域……上官玉儿神色凝重，据说会根据闯入者的实力调整强度。若是和高手结伴而行，反而会遭受更强的攻击和剑势侵袭。既如此，咱们分头行动。李清玄取出一个精致的储物袋递给上官玉儿，你先在外围炼化太虚天宫，这里有10颗大还丹，你拿着以备不时之需。这也太贵重了。上官玉儿连忙推辞，清玄哥哥，你给我1颗就行了，剩下的你留着用吧。大还丹可是8品巅峰丹药，1颗难求，可他这好哥哥随手就是10颗。李清玄摆摆手，拿着吧，我手里还有800多颗，用不完。上官玉儿，他突然觉得自己对这个男人的了解
恐怕连冰山一角都不到。李清玄告别上官玉儿后，按照叶清瑞的指引，朝着剑冢最深处走去。不管怎么样，必须将老爹的遗体找到，带出去安葬。这一路上剑气森然，四周的剑冢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过往的辉煌与悲壮。李清玄足足行进了80余里，终于来到了中心区域的边缘。眼前是一片方圆不过数里的区域，却矗立着700余座剑冢，每一座剑冢都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仿佛沉睡的远古凶兽，随时可能苏醒。李清玄深吸一口气，平复下内心的波动，毅然踏入了这片禁地。然而就在他脚步落下的瞬间，一变陡升，铮！最靠近他的一座剑冢上，一柄通体漆黑的长剑突然剧烈震颤，发出刺耳的剑鸣。下一瞬，那长剑竟自行出鞘，化作一道黑色闪电，直刺李清玄咽喉而来。李清玄瞳孔骤缩，身形急退，那一剑之快，竟让他避无可避。李清玄丝毫不敢大意，目光骤然一凝，右手瞬间搭上太虚剑柄，拔剑一斩。争太虚剑出鞘的刹那，剑身绽放出璀璨的青芒，一道凝练到极致的剑气横扫而出。剑气所过之处，空间竟出现细微的裂痕，发出刺耳的撕裂声。叮！两剑相交，爆发出震耳欲聋的金铁交鸣之声。漆黑长剑被这一剑之威硬生生震退3丈，剑身剧烈震颤。咦，不错啊！就在这时，一道声音适时响起，带着几分玩味。没掌握剑势，居然能挡下本座玩闹的一剑。谁？李清玄精神紧绷，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若非有噬灵界在，就刚才施展出那一剑后，他现在怕已经直接丧失战斗力了。那一剑之威，即便是化神中期的高手猝不及防之下，也非死即伤。突然，四周景象骤变，一阵诡异的烟雾升腾而起。李清玄惊觉周围的剑冢竟全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灰蒙蒙的混沌世界，无边无际，仿佛置身于虚无之中。这是……李清玄眉头紧锁，心中警铃大作。他尝试联系太虚尊者，却发现一片死寂，就连已经炼化的太虚天宫，此刻也完全失去了感应。小子，没用的。那声音带着几分戏谑，懒洋洋道：“这里是幽冥界内部，隔绝一切，你是联系不到其他人的。”话音未落，一位身着白色道袍的老者自迷雾中缓步走出。他胸口绣着玄奥的八卦图案，长发随意披散，面容慈祥，却透着说不出的诡异。最令人心惊的是，他的双眼竟是一片白，没有眼球。老者笑眯眯地打量着李清玄：“多少年了，终于又有人能接下老夫一剑。小子，你很不错，算是通过考验了，有资格学习老夫的一招半式。”李清玄嘴角一抽：“前辈，您认真的？就刚才那一剑，化神中期猝不及防都得死，这也叫考验？”此刻他心中充满疑惑，叶清瑞是怎么活着出去的？那一剑之威，除了自己，换谁来都是个死。毕竟按照规矩，能进入剑种的修为最高不过半步化神。你以为谁都能入老夫的眼？老者冷哼一声，淡淡开口：“有些人一眼就知道是废物，何必浪费力气出手？就这种废物，连和老夫对话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传承。”李清玄摸了摸鼻子：“前辈，您这废物的标准是？就拿你来说。”老者伸出枯瘦的手指，嗤笑道：“元婴九重，若没有越级抗衡化神初期的实力，挡不住化神4重一击，那就是废物。老夫只剩这一缕残魂，可没工夫搭理废物。”李清玄，好家伙，正常修士能在元婴期越一小阶战斗，都算绝对的天才了。可在这老怪物眼里，不能跨越大境界的都是废物。他现在总算明白叶清瑞为何能全身而退了。感情这些剑种里的老怪物们，压根没把叶清瑞当人看。好了，老者负手而立，周身突然迸发出令天地变色的剑意，说道：“老夫自我介绍一下吧。老夫青帝，陨落于6000年前妖族入侵之战，曾是中天域太初圣地创建者。现在给你5个选择：第一，学习老夫的功法；第二，学习老夫的剑技；第三，老夫可助你提前领悟剑势，并传授剑意真谛；第四，学习老夫的独门秘技剑心领域；第五，跟老夫学习天眼剑阵。”随着青帝娓娓道来，李清玄心头巨震。这5个选择，随便一个放在外界都足以引起腥风血雨。李清玄眉头一挑，忍不住问道：“前辈，为何只能选一个？就不能全学了吗？”青帝闻言并未动怒，反而露出几分无奈的笑意，摇头说道：“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这5种绝学都极难修炼，想要将其中一种修炼到极致，都几乎不可能，更别说5种。而且老夫的这些绝学与寻常功法不同，只是修炼到入门、小成乃至大成，都发挥不出真正的威力。唯有修炼到圆满境界，
才能显现其恐怖威能。青帝目光深邃，声音低沉，而要真正发挥出毁天灭地的威力，必须将其修炼到宗师级。但普天之下，能够将其中一种能力修炼到宗师级的，都寥寥无几。李清玄眼睛一亮，忍不住问道：“前辈，那您是怎么把这些都练到极致的？”青帝闻言，脸上露出几分追忆之色。当年老夫年轻时候机缘巧合得到了圣器太虚天宫，那里面有个时间阵法，里面10日，外界才1日，这就是老夫崛起的根本原因。当然，最重要的是，老夫本身就拥有上品悟性，圣阶之下的功法，3日之内便可入门，配合上太虚天宫，大概也就小半天。卧槽！李清玄差点跳起来，这太虚天宫居然还在青帝手中待过。李清玄听完青帝的解释，咧嘴一笑，胸有成竹道：“前辈您就放心吧，把这5种绝学都传给我准没错，我学东西快得很，就算自己一时半会儿学不会，回头交给儿子，只要那小子能入门，自己立马就能达到大圆满境界，简直不要太轻松。小子，贪多嚼不烂啊！”青帝眯起眼睛，意味深长地说：“就算你想学，老夫也不可能全教，除非……”说到这里，青帝目光如电：“你能证明自己真有这个天赋？”李清玄一愣：“怎么证明？”青帝淡淡开口：“这5种类型的绝学，你先选一个试试。”李清玄沉吟片刻，道：“那就剑诀吧。”他目前虽掌握太虚剑诀，但招式残缺，总觉得不够尽兴。很好。青帝轻笑一声，抬手朝李清玄眉心一点，刹那间，一道璀璨流光没入识海。此乃老夫早年所创太虚剑诀，虽仅数招，但若修至圆满，威力不输天阶极品剑诀。卧槽！李清玄一脸懵逼，太虚剑诀，这不巧了吗？难怪总觉得这剑诀来历不凡，原来竟是青帝所创。青帝饶有兴致地观察着李清玄的反应，慢悠悠道：“若你能3日内将此诀入门，老夫便认可你的天赋，将5种绝学倾囊相授。当然，若你觉得难，不想浪费时间，那就选择1种。”李清玄听到青帝的要求，差点笑出声来，这简直是瞌睡送枕头，来得正好。那个，李清玄故作腼腆地挠了挠头，实不相瞒，这太虚剑诀，我恰好已经修炼过了。哦，青帝眉头一挑，来了兴致，修炼多久了？不到1个月吧。1个月？青帝捋着胡须，那总该小成了吧？李清玄嘴角微扬，1个月才小成，那不是废物吗？话音未落，李清玄随手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根枯枝，手腕轻转，枯枝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唰，一道璀璨的青色剑气骤然爆发，层层叠加，化作惊天剑芒。剑气所过之处，连虚空都为之震颤。草木成剑，太虚一横。青帝瞳孔骤缩，失声惊呼：“这是宗师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老夫靠着太虚天宫修炼数千年才达到的境界，你1个月就……你小子肯定用了什么障眼法？”李清玄无奈摊手，以您老的眼力，难道看不出这是真是假？老夫就是不信。青帝一指点向李清玄眉心：“这是太虚万象诀，也是老夫所创，3天入门，就算你过关。这本我也练过了。”李清玄一脸无辜：“多久？”青帝声音都变了调：“不到1天。到什么境界了？圆满级。”什么？青帝差点跳起来，使出来看看。李清玄心念一动，周身灵力翻涌，刹那间9道虚影同时显现，每一尊都散发着元婴9重的恐怖威压。竟然是真的！青帝倒吸一口凉气，随即仰天大笑：“哈哈，老夫捡到宝了！”他激动地抓住李清玄双肩，目光灼灼：“小子，可愿拜老夫为师？老夫这一身绝学，只要你能学会，将来必能天下无敌。”李清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直接磕头，动作一气呵成：“弟子拜见师尊。”开什么玩笑？这么粗的大腿不抱，那不是傻子吗？毕竟系统给的太虚万象诀，可都是这位大佬自创的。青帝爽朗大笑，双手将李清玄扶起：“好，不枉老夫苦等数千年。”只见他袖袍一挥，虚空中骤然浮现4道璀璨光团，每一道光团中都包裹着一部散发着古老气息的秘籍——太虚地剑诀，太虚万象归虚宫，天眼剑阵，剑心领域通解。最引人注目的是悬浮在4部秘籍中央的那块青色，其实实身晶莹剔透，内部似有液态青光流转，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李清玄目光一凝：“师尊，不知这太虚地剑诀
与弟子所学的太虚剑诀有何区别？青帝捋须大笑，你之前学的太虚剑诀和太虚万象功，不过是这2部功法的入门篇罢了。什么？李清玄瞳孔骤缩，入门篇就是天阶极品，那这完整版不错。青帝傲然道，皆为地阶法诀。李清玄倒吸一口凉气，只觉头皮发麻。地阶法诀，这可是传说中的存在，整个修仙界都难得一见的至宝。若是修炼有成，他要无敌了。青帝指着那块青色奇石，神色认真。此乃太虚剑石，莫看它体积小，内蕴惊天剑势。若能参悟吸收，便可修出剑势。即便只领悟一成，你现在的随手一剑，也足以斩杀化神一重。李清玄心中狂喜，这趟虚空剑种真是来对了。否则，这等机缘上哪找去？既然你已修习太虚地剑诀和太虚万象归虚功的入门篇，就先专攻这2部吧。青帝捋须笑道，以你的天赋，应该很快就能掌握。是。李清玄恭敬应声，伸手接过太虚地剑诀。然而当他翻开正式篇时，脸色顿时僵住了。尼玛，他每个字都认识，可连在一起竟完全看不懂。嗨，修炼这事儿先不急。李清玄看了半分钟，尴尬的合上秘籍，眼珠一转，正色道，师尊，其实您的太虚天功现在就在弟子手中，我儿子正在里面，不如让他也出来一起学习。你倒是个称职的父亲。青帝意味深长地看了李清玄一眼。也罢，反正你早晚要传给他。说罢，大袖一挥，撤去隔绝结界。李清玄立即感应到太虚天功，将李川放了出来。卧槽，爹，这是哪儿？怎么雾蒙蒙的？该不会在哪个老不死的坟里吧？李川一脸茫然的东张西望。混账，怎么说话的？李清玄一巴掌拍在李川的后脑勺上，对青帝陪笑道，师尊见谅，犬子智力上有些缺陷。李川这才注意到青帝。爹，这瞎子是谁啊？青帝，好吧，我承认他智力缺陷很大。李清玄老脸有些挂不住，狠狠踹了李川一脚。你特么会不会说话？这是为师的师尊，还不快叫师爷？李川揉着屁股连忙作揖，师爷恕罪，我不知道这是自己人，毕竟秘境里都是杀人夺宝的。有趣的小子。青帝不以为忤，笑道，你们父子抓紧修炼吧，有不懂的随时问为师。李川凑到李清玄身边，压低声音问道，爹，这到底啥情况啊？李清玄将事情原委娓娓道来。李川听完后，眼眶瞬间就红了。李川一把抓住李清玄的手，声音都有些哽咽，爹，您对我真是太好了，儿子发誓这辈子一定好好报答您。出去后他马上就给江妹儿下药。傻孩子。李清玄慈爱地揉了揉李川的脑袋，眼中满是欣慰，你好好修炼，就是对爹最大的报答。说着，他抬手一招，那块散发着青色光晕的太虚剑石便飘了过来。李清玄郑重地将剑石递给李川，此物名为太虚剑石，内含无上剑势，你且静心感悟，若能吸收其中能量，便可领悟剑势真谛。青帝眉头紧锁，沉声道，小子，你儿子修为尚浅，现在领悟剑势为时过早，这太虚剑石仅此一块，若给了你儿子。李川闻言连忙摆手，爹，师爷说的对，我现在确实太弱了，这宝贝还是您留着用吧。无妨。李清玄脸上露出慈爱的笑容，剑势而已，为父随时都能领悟，倒是你悟性平平，资质一般，修炼起来颇为吃力，这剑势还是你用吧，尽快领悟才是正理。爹。李川眼眶通红，您放心，儿子绝不会辜负您的期望。说完便头也不回地冲进太虚天宫，迫不及待地开始参悟。看着儿子消失的背影，李清玄长舒一口气，马德，真他娘的累，总算是忽悠成功了。就凭他那点可怜的天赋，就算抱着太虚剑石参悟到天荒地老，恐怕也悟不出个所以然来。但儿子不同，那小子可是实打实的天才，连天阶极品的太虚万象诀都能在1-2天内入门，这悟性简直逆天。你。青帝一脸恨铁不成钢地瞪着李清玄，可别后悔今日的决定。师尊放心。李清玄笑得云淡风轻，为了川儿，弟子绝不后悔。说罢便装模作样地盘膝而坐。李川听完父亲的话，心头涌起一阵暖流，他用力眨了眨有些发酸的眼睛，将那份感动深深埋进心底。青帝则是看着李清玄，眉头紧皱，这货在这闭目干啥呢？参悟空气啊。就在这静谧的氛围中，时间悄然流逝。1日之后，太虚天宫突然爆发出一道璀璨剑光，那凌厉的剑势直冲云霄，
竟将周围的雾气都一分为二。一成剑士，青帝瞳孔骤缩，仅用1日就，此子悟性竟如此惊人。丁，检测到宿主儿子领悟1成剑士，获得1倍返还。宿主领悟10成剑士。李清玄双目骤然睁开，眼底似有万千剑芒流转。刹那间，一股毁天灭地的剑势自他体内爆发，轰！整片空间都在震颤。李清玄周身剑气凝如实质，10成圆满的剑势化作一道通天光柱，直贯九霄。那威压之强，竟让方圆百里的空间都为之扭曲。如果说李川的剑势是一柄出鞘的利剑，那此刻的李清玄整个人就是一柄斩天裂地的绝世神兵，每一缕气息都蕴含着无上剑势，举手投足间仿佛能斩断这方天地。李川心冲冲地从太虚天宫冲出，满脸兴奋地喊道：爹，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操！话音戛然而止，他瞪大双眼，呆若木鸡地望着眼前的老爹。李清玄周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恐怖剑势，整个人宛如一柄出鞘的绝世神兵，锋芒之盛让李川只觉得连呼吸都变得困难。青帝突然感受到了什么，猛地转身，在看到李清玄的瞬间，眼睛由白变黑，却又转白，目光灼灼。就在刚才，他还为李川以凝夜石重修为1日领悟1成剑士而惊叹不已，认为此子天赋异禀。可此刻看着李清玄身上那10成圆满的恐怖剑势，青帝只觉得世界观都要崩塌了。一天，仅仅1天就达到10成剑士，这特么还是人吗？这小子好强的天赋！回想起李清玄之前说1个月将太虚剑诀修至宗师级，青帝此刻严重怀疑，这小子怕是把时间往多了说吧。李清玄感受着体内澎湃的10重剑势，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这就是剑势的威力吗？简直强得离谱！此刻他感觉自己仿佛化身为一柄绝世神剑，配合上太虚剑体，举手投足间都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剑势之道，以剑为基，借天地大势。毫不夸张地说，虽然修为境界没有提升，但单凭这10重剑势就足以让他一剑斩杀化神10重的强者。若是配合拔剑一斩的绝技，李清玄都不敢想象自己现在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不是，爹！李川一脸困惑的挠头。您都把太虚剑势给我了，您是怎么领悟剑势的？这个啊……李清玄负手而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为父呼吸这里的空气，突然心有所感，自然而然就领悟了。呼吸空气。李川将信将疑的深吸一口气，结果除了呛到咳嗽外，啥也没感受到。一旁的青帝也不由自主跟着吸了一口，随即脸色变得古怪起来。这空气里哪有什么剑势？这家伙分明是在扯淡。能量守恒都不要了吗？好了，川儿。李清玄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语重心长道：抓紧时间修炼吧，你和爹不一样，资质太差，不努力是没法变强的。不是，爹！李川忍不住吐槽：您天赋这么逆天，当初怎么还会被李家赶出来啊？因为……李清玄嘴角微抽，负手望天，淡淡道：李家配不上为父的优秀。李川顿时精神一振，深以为然。爹说的对，他们不配。青帝，儿啊，这儿还有4门绝技，你抓紧时间修炼，争取早日入门。李清玄伸了个懒腰，为父领悟剑势，耗费了不少精力，有些乏了，先去睡一觉。盘坐了一天，腿都麻了，他也不敢睡，怕睡着了被青帝发现自己摸鱼。现在他可得好好休息休息，顺便期待一下子接下来的突破能给他带来什么惊喜。李川刚进入太虚天宫修炼，李清玄正想打个盹，青帝突然沉声道：且慢，为师有话要说。李清玄面色一正，半开玩笑地说：师尊您说，只要不是夺舍就行。话音未落，青帝脸上突然浮现出诡异的笑容，只见他周身黑气翻涌，原本素白的道袍瞬间化作漆黑，那双纯白的眼眸也变成了2团深邃的黑洞，整个人散发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邪恶气息。既然被你看穿了，本帝也不装了。青帝的声音突然变得阴冷刺耳，与先前判若两人。无数青黑色的灵力锁链从他体内迸发，瞬间将李清玄捆成了粽子。卧槽！我这乌鸦嘴！李清玄一个机灵，师尊您这是被什么邪物附体了？衣服眼睛变黑就算了，怎么连口音都变了？这变故来得太快，李清玄都没反应过来。童子，我该不会要被夺舍了吧？虽然有系统在，但李清玄心里还是有些慌。宿主绑定了系统，是无法被夺舍的。哦吼！李清玄眉毛一挑，那还怕个球！就在此时，一阵剧痛袭来，李清玄直接昏厥了过去，再度睁眼，意识竟然出现在自己的魂海，而自己的魂海中，此时竟同时出现了2个青帝，一个白衣白眸，一个黑衣黑眸。什么情况？人格分裂！
李清玄目瞪口呆，黑衣青帝怒视着白衣青帝，厉声咆哮：“青帝，你是不是脑子有病？你要当老好人随你便，为何阻挠本帝夺舍？你不想复活，本帝可想得很。”李清玄赶紧躲到白衣青帝身后，一脸好奇：“这位，该不会是您的双胞胎弟弟吧？”白衣青帝苦笑：“这是老夫的心魔，看到你的天赋后，老夫一时压制不住，他就跑出来了。”李清玄震惊不已，这等绝世强者也会有心魔？白衣青帝目光凝重，对黑衣青帝冷声道：“此子天赋异禀，老夫定会护他周全。”护他？黑衣青帝怒极反笑，指着李清玄骂道：“青帝，你他妈记吃不记打是吧？当年你那宝贝徒弟是怎么对你的？弄瞎你的双眼，夺你太初圣地，还差点要了你的命。要不是你后来机缘巧合得到上古传承，开启剑心领域，早就魂飞魄散了。现在你又收徒，还想再被徒弟捅一刀吗？这小子天赋如此逆天，夺舍他复活不好吗？”哟呵，李清玄听得两眼放光，这瓜有意思，他恨不得当场搬个小板凳坐下嗑瓜子听故事。白衣青帝却神色平静：“夺舍复活的是你，不是我。你放屁！”黑衣青帝怒发冲冠：“我不过是你心中的阴暗面罢了。若真夺舍成功，复活的只会是你，而我将永远消失。”不！白衣青帝神色平静地摇头：“若藏此等卑劣之事，我便成了你，与死去又有何异？”听听，听听！李清玄暗暗赞叹，不愧是绝世高人，这般境界与觉悟，常人难及。好，好得很。黑衣青帝怒极反笑：“既然你执迷不悟，那本帝就亲自动手。既然本帝能显化，就证明你心底也有此念，看你能奈我何？”话音未落，黑衣青帝已化作一道黑芒直扑而来。白衣青帝叹息一声，周身绽放出璀璨白光迎战。随着战斗进行，李清玄看得目瞪口呆，这是何等境界的战斗？举手投足间，仿佛连天地都要为之崩裂。若非二人只是残魂状态，恐怕随便一招就能让整个周域灰飞烟灭。激战良久，二人依旧难分高下。放弃吧，白衣青帝淡淡道：“你我实力相当，谁也奈何不了谁。”好好好，你非要与本帝作对是吧？黑衣青帝气得浑身发抖，狞笑一声：“本帝承认，本帝确实奈何不了你，但别忘了，本帝可是心魔，而任何人都有心魔。”说着，黑衣青帝突然转向李清玄，咧嘴一笑：“本帝倒要看看，等本帝勾起这小子的心魔，这小子能不能扛得住？”话音未落，一道漆黑如墨的能量瞬间将李清玄笼罩。白衣青帝脸色骤变，急忙喝道：“小子，守住心神！心魔一旦滋生，必将吞噬你的道心。”然而，李清玄的眼前已是一片恍惚，四周景象扭曲变幻，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10几年前的李家那，正是前妻龙傲雪决然离去的那一日。李清玄面对李清玄的挽留，龙傲雪居高临下，眼中尽是轻蔑与厌恶。“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20多岁连筑基期都突破不了，简直就是个废物。我龙傲雪岂会与你这等废物共度余生？”年轻的李清玄面色苍白，勉强挤出一丝苦笑，伸手想要拉住龙傲雪：“傲雪，别这样，我们之间都有孩子了。”闭嘴！龙傲雪勃然大怒，一把甩开李清玄的手：“别跟我提孩子，爹是废物，儿子也是废物，修炼天赋差到极点。李清玄，我没空跟你废话，今日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你我之间到此为止。我爹已突破合体期，我即将回归七星剑宗，成为圣女。从今往后，你带着你那废物儿子离我远点。”李清玄仍不死心，声音颤抖：“傲雪，孩子还小，滚！”龙傲雪眼中寒光一闪，袖袍一挥，一股磅礴灵力轰然爆发，直接将李清玄掀飞数丈。“废物，不配碰我！”龙傲雪冷冷俯视着倒地的李清玄，一字一顿道：“废物，别碰我！再敢纠缠，休怪我手下无情！”看到这一幕，如今的李清玄目光森寒，拳头攥得咯咯作响。当年他尚未觉醒系统，确实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修仙界，他唯一的倚仗只有那个半步化神的老爹。作为穿越者，他本对家庭极为珍视，可换来的却是龙傲雪的羞辱与背叛。愤怒吗？不甘吗？就在这时，一道阴冷的声音在李清玄耳边响起，黑影缭绕，化作一个模糊的人形，正是心魔。龙傲雪的父亲可是七星剑宗龙家的家主，合体期大能，就凭你一只弱鸡，拿什么报仇？黑影缓缓贴近，蛊惑道：“把你的身体交给我，我可以给你力量，让你血洗七星剑宗，让龙傲雪跪在你脚下求饶。”心魔，呵！李清玄冷笑一声，猛然抬手，
五指如钩，一把将黑影捏碎。若我还是当年那个筑基期的废物，或许真会被你蛊惑。可惜，李清玄周身气息骤然爆发，元婴九重的威压席卷而出。本座如今早已今非昔比。心魔被震散，却又迅速凝聚，讥讽道：“元婴九重又如何？你根本就不懂自己和合体期的差距有多大。”差距？李清玄嗤笑一声，用不了多久，本座杀他如土狗，何须借你之力？李清玄目光一凝，忽然露出一抹森然笑意。不过，倒是要谢谢你，让我重新看到这一幕。话音未落，他身形一闪，竟直接融入幻境中年轻时的自己体内。你想干什么？心魔惊愕。李清玄没有回答，而是操控着年轻时的身体，一步踏出，抬手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啪！龙傲雪猝不及防，整个人被抽得踉跄后退，半边脸颊瞬间红肿。爽！李清玄感受着掌心传来的酥麻感，一脸痴迷，整个人舒坦得不得了。当年他就想狠狠扇这女人一巴掌，可那时的他实力低微，若真敢动手，不仅自己会死，整个李家都会遭殃。但现在他再无顾忌。你一个废物敢打我，找死！龙傲雪捂着脸，眼中满是不可置信，随即暴怒，金丹圆满的气息轰然爆发，凌厉如潮水般朝着李清玄碾压去。哼！李清玄冷哼一声，袖袍一挥，元婴威压瞬间将龙傲雪的灵力震散。紧接着他一步跨出，五指如铁钳般掐住他的脖子，将他整个人提至半空。你怎么可能？龙傲雪瞳孔骤缩，脸色因窒息而涨红，双腿在空中徒劳地踢蹬着。打你又如何？李清玄冷笑，像你这种薄情寡义的贱人就欠抽。李清玄，龙傲雪挣扎着嘶吼，我爹可是合体期大能，你敢动我，他必灭你满门。合体期？李清玄眼中讥讽更甚，将当年没说出的话一股脑都说了出来。你真以为龙家在乎你？当年若非我爹救你，你早死了。你不过是龙家家主与外面女人生的野种罢了。若非你天赋尚可，龙家岂会多看你一眼？你……龙傲雪浑身颤抖，眼中终于浮现出一丝恐惧。不过，任你天赋再好，在我眼里也不过蝼蚁。李清玄冷冷道：“龙傲雪，你给我记住，今日不是你抛弃我们父子，而是我李清玄休了你。”说完，他手臂一甩，龙傲雪如破麻袋般被狠狠砸在地上。虽然李清玄知道这不过是心魔制造的幻境而已，但骂完之后，李清玄就连念头都通达了。轰！就在这时，幻境剧烈震颤，随即如镜面般寸寸崩碎。不可能！看到这一幕，黑衣青帝脸色大变，这小子不仅没被心魔侵蚀，反而道心圆满了。开什么玩笑！李清玄缓缓睁眼，目光如刀，直视黑衣青帝。区区心魔也敢入侵本座魂海？滚！一声暴喝，魂海翻腾。黑衣青帝发现自己的意识竟被硬生生震出，不禁满脸骇然。一个人心智怎么可以坚毅到这种程度？七星剑宗圣女宫殿内，轻纱垂落，灵雾缭绕，丝丝缕缕的寒气在地面上凝结成霜，仿佛连空气都因它的存在而变得冷冽。龙傲雪盘坐于寒玉台上，一袭雪白长裙勾勒出她曼妙的身姿，裙摆上绣着银丝勾勒的剑纹，随着她的呼吸微微浮动，宛如活物。她的肌肤如冰玉般剔透，眉如远山，眸若寒星，唇色浅淡，整个人透着一股不食人间烟火的冷傲。然而此刻，她那双冰冷的眸子却微微颤动，眉心紧蹙。啪！恍惚间，她似乎听到了一声清脆的耳光声，脸颊竟隐隐传来一阵刺痛感。废物，你敢打我！龙傲雪猛地睁开眼，眸中寒光迸射，周身灵力不受控制的翻涌，将殿内的寒气震得四散。怎么回事？龙傲雪指尖轻抚脸颊，眼中闪过一丝厌恶。竟然会梦到那个废物！他刚刚明明在修炼，却莫名陷入一种恍惚状态，仿佛回到了10几年前自己离开李家的那一天。可梦境却与记忆截然不同。那个在他眼中如同蝼蚁般的李清玄，竟敢反手抽他一巴掌，甚至掐着他的脖子，居高临下的羞辱他。荒谬！龙傲雪冷哼一声，指尖凝聚一缕寒气，将心中的烦躁强行压下。一个连筑基都突破不了的废物，怎么可能有胆子对我出手？听说那个废物被李家赶了出去，这么多年过去，恐怕早就死在哪个荒郊野岭了吧。就在这时，殿外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圣女，一名黑衣中年女子单膝跪地，恭敬行礼。她周身萦绕着凌厉的剑势，显然修为不俗。何事？龙傲雪淡漠开口。属下探查到，苏浅月前日带回一名年轻女子，行踪隐蔽，但属下已查明，此女是苏家支脉的天才，
年仅19，便已踏入金丹境。黑衣女子沉声道：“论天赋，恐怕不逊于圣女当年。”哦，龙傲雪眸光一寒，指尖轻轻敲击寒玉台，发出清脆的声响。苏家也妄想培养出一个能与我比肩的天才。龙傲雪唇角微勾，露出一抹冰冷的笑意。可惜这七星剑宗的圣女只能有一人。说着，龙傲雪缓缓起身，长裙垂落，周身寒意骤然暴涨。带路，也该让那个新人明白，在这七星剑宗，谁才是真正的天骄。苏家一脉大殿内，苏嫣然在苏浅月的引领下，正与一众苏家众强者会面。因苏浅月提前打过招呼，在场众人非但不敢轻视这位新人，反倒各个面带友善之色。毕竟谁都知道，这苏嫣然背后站着一位炼虚10重的顶尖强者李清玄。就在气氛融洽之际，一道冷冽如冰的声音骤然响彻大殿：“苏家新人，好大的架子！回到七星剑宗，难道不知该先去拜见圣女吗？”话音未落，森然寒气已席卷而来，整个大殿的温度瞬间骤降。苏浅月心头一凛，他才刚回来，龙家的人就找上门来，显然苏家的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监视之下。苏嫣然猛然抬头，只见殿门处立着一位身着血色长裙的女子。女子凤眸微挑，眼底凝着千年寒潭般的冷意，目光如刀锋般直刺苏嫣然。就在四目相对的刹那，一股磅礴的化神威压轰然压下。苏嫣然只觉肩头仿佛压下一座冰山，五脏六腑都被寒意浸透。他根本不认识这女子，为何对方一见面就针对他？苏浅月面色骤变，一步跨出，挡在苏嫣然身前。圣女，这里是我苏家大殿，你未经通传便擅闯，还欺压我苏家子弟，未免太过分了。龙傲雪眸光微闪，缓缓收起威压，淡淡道：“苏家身为七星剑宗一员，族内出现天才，理应上报宗门，可你们却暗中培养，是何居心？莫非是想培养他取代本圣女的位置？”此言一出，苏家众人脸色大变。他们确实有意隐藏苏嫣然，但并非为了争夺圣女之位，而是担心龙家暗中下黑手。七星剑宗虽为一家，内部七脉却明争暗斗。他们一直怀疑，当年苏清月就是被龙家所害，否则以苏清月的天赋，如果现在没死，估计早已突破合体中期，苏家也不至于沦落至此。苏浅月眸光一凝，寒声道：“圣女此来究竟是何用意？是代表龙家，还是仅代表你个人？”龙傲雪唇角微扬，露出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本圣女行事，何须借龙家之事？不过七星剑宗的规矩不可废，凡入宗者，首要之事便是向本圣女请安。怎么，苏家连这点礼数都不懂了？”苏浅月暗自松了口气，转向苏嫣然低声道：“嫣然，这位便是本宗圣女龙傲雪，你且行个礼。”苏嫣然也不知为何，本能不喜欢龙傲雪，冷冷道：“见过圣女。”大胆！一道黑影闪过，龙傲雪身后的黑衣侍女厉声喝道：“面见圣女，竟敢不跪？凭什么？”苏嫣然眉梢一挑，唇角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她与我非亲非故，论辈分不是长辈，论身份也不见得比我高贵多少，有什么资格让我跪？”此话一出，殿内霎时一片死寂。苏家众高手震惊地看着苏嫣然，倒吸凉气。这黄毛丫头好大的胆子，竟敢当面顶撞圣女！龙傲雪闻言，眸中寒芒骤闪，周身气息瞬间降至冰点。她身后黑衣侍女更是怒不可遏，腰间佩剑铮的出鞘3寸，化神10重的威压如惊涛骇浪般席卷整个大殿。放肆！区区金丹也敢对圣女不敬，按宗规当受200杖刑。殿内烛火在这股威压下剧烈摇曳，映得众人脸色阴晴不定。苏浅月心头一凛，上前一步，沉声道：“圣女明鉴，苏嫣然初来乍到，尚不熟悉宗规。况且七星剑宗确实没有面见圣女虚行跪礼的规矩。”龙傲雪唇角微扬，声音轻柔却暗藏锋芒：“本圣女今日偏要她跪。当然她可以不跪，只是日后苏家若有什么闪失，可别怪本圣女没有提醒。”你！苏浅月面色骤变，指节捏得发白，这分明是赤裸裸的威胁。苏家众人面面相觑，脸色阴晴不定。一位鹤发老妪暗中传音：“嫣然丫头，要不你就委屈一下，跪一下，反正也少不了一块肉。”苏沐雨前辈。苏嫣然突然冷笑出声：“既然你觉得跪一下无妨，为何你自己不跪？我回苏家是来修炼的，不是来受辱的。”苏沐雨面色涨红，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传音竟被当众揭穿，不禁恼火道：“这圣女不是只针对你一人吗？作为苏家人，怎么不为家族考虑？你一时痛快，苏家日后可不好过。”呵，苏嫣然冷笑：“
苏家如今的困境是我造成的，我若跪下，龙家就会放过苏家。他目光如电扫过众人，声音愈发清冷。当初是家主亲自登门相邀，不是我死皮赖脸求着要回来。既然诸位觉得我惹了麻烦，我现在就走。若在从前，他或许只能忍气吞声，但如今不同，他有夫君，即便离开苏家，回到夫君身边当个小女人又如何？至少，夫君绝不会让他受这般羞辱。看到这一幕，苏家众人震惊，这人哪里来的底气啊？说走就走！站住！龙傲雪美目微寒，冷声开口：“我允许你走了。”苏嫣然丝毫不惧，冷笑道：“难道你还想留我？我劝你最好不要这么做。如果我夫君来了，事情可就没这么容易善罢甘休了。”龙傲雪闻言，红唇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呵，原来是个靠男人的废物。今日我倒要看看谁能救你。”话音未落，龙傲雪素手一挥，一道凌厉的掌风已破空而出，直取苏嫣然面门。苏浅月面色骤寒，身形一闪，挡在苏嫣然身前，袖袍翻飞间将这一击化解于无形。苏家主，黑衣女子厉声喝道：“你可要想清楚，为了一个分家女子与龙家为敌，苏家承受得起这个代价吗？”苏浅月眸光如电，冷声道：“苏嫣然既是我亲自带回，便由不得旁人欺辱。如果让李清玄知道苏嫣然在苏家受伤，苏家绝对要遭重。家主三思啊！”苏沐雨等人急忙劝阻，老脸上满是惶恐。如今的苏家早已沦为七星剑宗七脉中最示威的一支，除却几位必死关不问世事的老祖外，明面上竟连一位合体七大能都拿不出。若当真与龙家撕破脸皮，苏家将要面临灭顶之灾。龙傲雪唇角微扬，眼中闪过一丝轻蔑。他笃定苏家绝对不敢为了区区一个分家女子与龙家为敌。然而苏嫣然眸光清冷，缓缓开口：“家主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的事我自己解决。”话音未落，苏嫣然掌心顿时翻出一枚血色晶石，随后五指骤然一握。苏浅月瞳孔微缩，心头猛然一颤，急忙喊道：“嫣然，你别冲动啊！”李清玄的元神分身若现，性质可就彻底不同了。虽然此人先前在他面前只展露了炼虚10重的修为，但那股深不可测的威压，绝非寻常修士所能拥有。更何况一个能随手拿出圣器这等至宝拍卖的存在，其背后底蕴恐怕远超想象。血晶石碎裂的刹那，一道青色灵光骤然绽放，虚空震颤，苏嫣然头顶之上，一道修长的身影缓缓凝聚。青山烈烈，剑气内敛，正是李清玄的元神分身。李清玄目光柔和，看向苏嫣然：“怎么这么快就用了我这道元神？遇到麻烦了？”苏嫣然美眸微红，声音带着一丝委屈：“夫君，这七星剑宗，我怕是待不下去了。”此话一出，李清玄眸光骤冷，猛地转头，视线如刀锋般刺向苏浅月。“苏浅月，你竟敢让我夫人在你苏家受委屈！”苏浅月心头一颤，连忙解释：“前辈误会，此事并非我苏家所为。”然而他的话还未说完，一道颤抖的声音骤然响起：“李清玄。”龙傲雪瞳孔骤缩，死死盯着眼前这道熟悉的身影，眼中满是难以置信。“哦。”李清玄抬眸，嘴角勾起一抹讥诮：“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龙圣女，好久不见。”此言一出，整个大殿瞬间陷入死寂。苏家众人面面相觑，满脸震惊，这两人竟然认识。苏嫣然微微一怔，忍不住问道：“夫君，你们很熟？算是老熟人了。”李清玄轻笑一声，玩味道：“毕竟我和他还有个儿子，他就是我曾跟你提过的那个所谓的前妻。”轰！这句话宛如一道惊雷，瞬间在苏家众人脑海中炸开。龙家圣女竟然结过婚，甚至还生过孩子。苏嫣然娇躯微颤，红唇紧咬，难怪他总觉得龙傲雪身上有一股熟悉的气息，原来竟是夫君的味道。这一刻，他心中莫名涌起一丝不安，夫君会不会和这个女人复合？毕竟他们之间还有个儿子李川。呵，我当是谁呢？龙傲雪短暂的震惊后，红唇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怎么，当年那个连筑基都突破不了的废物，如今也学会装神弄鬼了？李清玄，你是不是忘了当年跪着求我别走时的模样？现在弄个元神分身出来，是想向我证明什么？龙傲雪突然眼唇轻笑，笑声中满是嘲弄。该不会是听说我成为七星剑宗下任宗主继承人，特意来攀关系的吧？呵，李清玄嗤笑一声，一个抛夫弃子的贱人，也配让我惦记？今日现身，不过是为了护我夫人周全。龙傲雪，10几年过去，你还是这般不堪。
堂堂七星剑宗圣女，竟对一个金丹期耍威风，就这点气量也配执掌七星剑宗？住口！龙傲雪怒不可遏，你一个废物，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他最想看到的是李清玄离了他之后落魄潦倒的样子，可眼前这个男人不仅活得风生水起，还娶了个比他更年轻貌美的道侣，修为天赋甚至更胜一筹。这种反差让他胸口发闷，仿佛被人当众扇了一记耳光。本该是他抛弃的废物，如今却过得比他还好。这荒谬的现实让他恍惚觉得被休弃的仿佛是他自己。废物！李清玄居高临下的看着龙傲雪，眼中寒芒闪烁。你是觉得自己很强吗？当然。龙傲雪傲然昂首，不到40便达化神期，放眼整个青域，本圣女都是最顶尖的天才，哪像你20多岁连筑基都突破不了的废物，井底之蛙。李清玄嗤笑一声，声音陡然转冷，本座没空与你废话。苏嫣然，我夫人，你若不招惹他，本座可以看在往日情分上不为难你，但若你不知死活，本座不介意让你七星剑宗换个圣女。轰！此言一出，苏家众人无不倒吸一口凉气。苏嫣然芳心颤动，夫君这般霸道的维护，让她既感动又甜蜜。好大的口气！区区一道元神分身也敢猖狂，给我面！龙傲雪怒极反笑，手中天阶灵剑双华骤然出鞘，铮！清月剑鸣响彻大殿，一道裹挟着刺骨寒意的剑芒破空而来，所过之处空气凝结成霜，地面瞬间覆盖一层寒冰。这一剑之威，竟让整个大殿的温度骤降。苏家众人瞳孔骤缩，这龙傲雪不愧是七星剑宗第一天才，好强！然而李清玄只是随意的抬起右手，双指并拢，轻轻一划，赤！那道看似势不可挡的剑芒，竟如薄纸般被轻易撕裂，化作点点冰晶消散于空中。怎么可能？龙傲雪美眸圆睁，握剑的手微微颤抖，他全力施展的一剑，竟被对方如此轻描淡写的化解了。李清玄嗤笑一声，龙傲雪，这10几年你都修炼到狗肚子里去了，堂堂化神期，连剑势都未能提前掌握，也配称天才？真正的天才，同阶之下，一剑就能取你性命。你住口！龙傲雪俏脸涨得通红，羞愤交加。他手中双华剑突然爆发出刺目寒光，剑身周围凝结出无数冰晶，整个大殿瞬间化作冰窖。寒龙吐息，一道凝若实质的剑芒呼啸而出，在空中化作一条狰狞冰龙，张牙舞爪地扑向李清玄。冰龙所过之处，连空气都被冻结，发出令人牙酸的咔咔声。夫君，接剑！苏嫣然心头一凛，急忙将自己的地阶灵剑抛出。李清玄左手轻抬，稳稳接住灵剑，却只是随意挽了个剑花，便附于身后，讥讽一笑：对付这种货色，何须用剑？话音未落，他右手剑指轻点，一道无形剑势骤然爆发。轰！那道剑势看似轻描淡写，却在触及冰龙的瞬间，将其从头到尾寸寸瓦解。李清玄剑势不减，直接轰在了龙傲雪的身上。龙傲雪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砸在10丈外的墙壁上，将整面墙都撞得皲裂开来。李清玄看都懒得看龙傲雪，右手一招，便将崩飞出去的双华剑吸入掌心。他指尖轻抚剑身，感受着剑中蕴含的冰寒之力，摇头轻叹：好好的天阶中品灵气，放在你手里，真是暴殄天物。说着，他随手一抛，双华剑便化作一道流光，飞向苏嫣然。夫人，这剑送给你了。苏嫣然下意识接住长剑，入手便觉一股精纯的冰系灵力涌入经脉，满脸惊喜。多谢夫君。混蛋！龙傲雪眼看自己的灵剑被李清玄拿走，气火攻心，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圣女！黑衣女子见此，脸色巨变，身形暴起，手中长剑绽放出刺目寒光，同样催动剑势斩向李清玄。可笑！李清玄眼中闪过一丝轻蔑，区区一成剑势也敢逞能。李清玄剑指轻转，如游龙般划破长空，与黑衣女子展出的剑势轰然相撞。两股剑势碰撞的刹那，黑衣女子的剑势如薄纸般被撕碎，而李清玄的剑势却去势不减，狠狠斩在他身上。噗！黑衣女子如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出，口中鲜血狂喷，胸口被凌厉的剑势撕开一道狰狞血口，深可见骨。轰隆隆！剑势余波肆虐，地面寸寸崩裂，如蛛网般蔓延。恐怖的剑气横扫而过，整座苏家大殿竟被一分为二，穹顶坍塌，梁柱断裂，碎石如暴雨般砸落。与此同时，地面骤然塌陷，一道深达数丈的沟壑如巨兽之口般裂开，碎石翻滚，烟尘冲天而起。狂暴的剑势余波甚至将周围数百10丈内的建筑尽数震碎，
整个苏家府邸都在这一剑之下震颤。黑衣女子面色惨白，眼中满是惊。她堂堂化神10重强者，还掌握了1成剑势，竟连对方随手一剑都接不住。最恐怖的是，对方还只是道元神分身，甚至都没用剑。抱歉了，苏家主。李清玄负手而立，淡淡开口，一时没收助力，毁了贵府建筑。无碍。苏浅月俏脸煞白，声音发颤。整个苏家大殿鸦雀无声，众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这人简直就是怪物，仅凭剑势未动灵力，一招就重创化神10重强者。在场众多炼虚修士虽也掌握剑势，但与此人相比，犹如萤火之于皓月，根本不在一个层面。就在此时，大殿外突然传来一道苍老却恭敬的声音：“不知哪位前辈驾临苏家，老朽有失远迎，还望恕罪。”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位白发老者缓步而来，周身散发着合体期大能的威压。苏家众人顿时惊呼：“老祖，您怎么来了？”参见老祖。来人正是苏家合体期老祖苏鹤松。可令苏家众人震惊的是，堂堂合体期大能竟对李清玄直腕背礼。这个认知让在场所有人如坠冰窟，一股彻骨寒意从脚底直窜天灵盖。李清玄眉梢微挑，淡淡道：“论年岁，我尚不及你零头，可当不得阁下的前辈。”前辈说笑了。苏鹤松连忙拱手，语气恭敬中带着震撼。天灵大陆向来强者为尊，寿元再久若无实力也是枉然。前辈这10成圆满剑士，放眼整个青域，怕是都找不出几人能与您比肩。10成剑士，此言一出，满座骇然。难怪他们引以为傲的剑士在此人面前如此不堪。要知道，剑士修炼每进一步都难如登天，即便是那些活了数千年的合体10重大能，能真至10成圆满者也是凤毛麟角。龙傲雪死死盯着李清玄，指节因过度用力而发白，尖锐的指甲深深刺入掌心，却浑然不觉。他可是七星剑宗100年来最耀眼的绝世天才，此刻在这个男人面前竟黯然失色。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眼前这个让他望尘莫及的强者，竟是当年那个连筑基都举步维艰的废物前夫。苏鹤松深吸一口气，神色凝重地拱手道：“前辈大驾光临，想必有什么吩咐？只要我苏家能做到的，定当义不容辞。”李清玄眼睛微微一眯，伸手指向苏嫣然：“这是我夫人，她回苏家修炼，却被龙家这群人欺辱。我不指望你们苏家能有多大出息，但最起码不能让我夫人在你们苏家受委屈。”苏浅月见状连忙传音，将事情经过详细告知苏鹤松。苏鹤松听完心头一震，立即郑重拱手道：“前辈放心，且不说苏嫣然是前辈夫人，既然入了我苏家，我苏家自然会全力护她周全。让前辈放心，老朽愿亲自教导，护她安全。”此言一出，满座皆惊。苏家众人无不瞪大双眼，脸上写满难以置信。堂堂合体期老祖，竟要亲自指导一个分家子弟，这可是前所未有之事。苏嫣然心头巨震，美眸中泛起异彩。她痴痴地望着李清玄，眼中满是崇拜与依恋。就在方才，她还在为去留踌躇，可转眼间自家夫君一句话，竟让合体老祖甘愿充当护卫。这就是他的夫君吗？这份霸气，这份实力，苏嫣然只觉得浑身发烫，美腿不自觉地轻轻抹撒。若不是夫君此刻只是元神分身，她真想立刻拉着夫君回房，用最热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意。恍惚间，苏嫣然脑海中浮现出无数旖旎画面，夫君有力的臂膀将她揽入怀中，温热的唇瓣落在她敏感的耳垂上，那双能斩断山河的手此刻却温柔地抚过她的每一寸肌肤。一声几不可闻的轻吟从她唇间溢出，苏嫣然慌忙咬住下唇，脸颊腾起2朵红云。她偷偷环顾四周，生怕被人看穿心思，却发现众人注意力都在那柄青色小剑上，这才松了口气。李清玄忽然察觉到身旁那道灼热的视线，余光一瞥，正好瞧见自家夫人那副含羞带怯的小模样，不禁嘴角一弯，传音：“夫人这般情态，可是思春了？”苏嫣然对她的好感度100%后，系统好像就没再提示过了。难道是自己离对方太远，无法提升感情吗？不行，还得早日和苏嫣然相聚才行。苏嫣然闻言浑身一颤，耳尖瞬间红得滴血，慌忙低下头去，连脖颈都染上一层薄红。李清玄嘴角微弯，没再逗苏嫣然，看着苏鹤松道：“本座向来不占人便宜。”说罢，李清玄指尖轻点，一道青色剑芒骤然凝聚，化作一柄3寸小剑悬浮于空，剑身晶莹剔透，隐约可见恐怖的剑势流转。你现在应是6成剑士。李清玄随手一挥，小剑飞向苏鹤松。此剑蕴含着更高级级别的剑势，若能参透，可助你剑势大成，迈入7成。苏鹤松双手接过青色小剑，
激动的指尖都在微微发颤。他深深一揖，声音都带着几分颤抖：“多谢前辈厚赐。要知道，剑士修炼每进一步都难如登天。他苦修3000余载，也不过堪堪达到6成境界。每提升1成剑士，往往就要耗费数百年光阴，甚至更多。如今有了这道蕴含剑道真意的青色小剑，至少能省去他数百年的苦修。若能借此突破至7成剑士，他的实力必将暴涨，甚至有望冲击更高的境界。”李清玄宠溺地揉了揉苏嫣然的秀发，温声道：“好好跟着老祖修炼，很快你就能独当一面了。”苏嫣然红着脸重重点头，偷偷瞥了眼李清玄的侧颜，又飞快低下头去。我一定会努力的。李清玄满意一笑，目光扫过狼狈不堪的龙傲雪时，嘴角勾起一抹讥诮：“呵，废物。”随即元神分身化作点点青光消散在空气中，那轻蔑的目光犹如实质，像一把淬毒的匕首，狠狠剜进龙傲雪的心口。他能清晰感觉到，那声嗤笑里裹挟的轻贱，那道目光中流淌的鄙夷，分明是将他当作可以随意践踏的蝼蚁。这种屈辱感如毒蛇缠脚，灼得他五脏六腑生疼。龙傲雪，李清玄元神分身消散，苏鹤松负手而立，声音冰冷：“别以为顶着圣女的名头就能为所欲为，再敢动嫣然一根汗毛，老夫不介意让你知道什么叫以大欺小。老匹夫，你敢威胁我？”龙傲雪擦了擦嘴角的鲜血，咬牙切齿：“你以为就你是合体期吗？我爹也是合体期大能。呵，就凭你爹那点微末道行。”苏鹤松不屑一笑，合体期的威压骤然爆发，将刚爬起来的龙傲雪压得跪倒在地。老夫踏入合体期时，他还在玩泥巴呢，老夫没工夫和你废话，滚！你……龙傲雪又惊又怒，却不敢再多言，只能踉跄离去。老祖看到这一幕，苏沐雨欲言又止。怎么？苏鹤松冷冷扫过众人，我苏家何时沦落到要对龙家摇尾乞怜了？一群没出息的东西！嫣然，随我来。苏嫣然背后有这等绝世强者作为靠山，苏家何须再畏首畏尾？只要将苏嫣然护得周全，假以时日，莫说重振家族声威，便是重新执掌7星剑宗，也绝非痴人说梦。与此同时，虚空剑冢内，李清玄本尊缓缓睁开了眼睛，唇边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苏嫣然竟动用了元神分身，还撞上了他那蠢货前妻。果然啊，幻境里抽龙傲雪不过瘾，现实里打脸才痛快。不过更让他心惊的是，10成圆满剑士竟恐不如斯。区区一道元神分身，未出剑，仅凭剑势便碾压化神10重。青帝震惊地看着李清玄，眼中满是不可思议：“你小子怎么做到的？”他实在难以理解，李清玄不仅没有被心魔侵蚀，甚至还能将心魔硬生生从魂海中震出，这简直闻所未闻。李清玄淡然一笑，认真道：“执念而已，想通就破了。现在心魔已除，师尊不如跟着我，带我寻到方法，助您复活。”青帝闻言却是摇头苦笑：“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虽然我的心魔无法入侵你的魂海，但我不能一辈子都躲在这里。只要离开，他立刻就会重新缠上我。而且有心魔在身，若我真复活了，对整个天灵大陆而言，恐怕会是一场浩劫。所以我不能离开这里。”李清玄沉默片刻，眉头微皱。青帝却是洒脱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也不必介怀，为师留在此地，自有为师的使命。这方剑冢必须有人镇守。好了，专心修炼吧。”李清玄却面色一正，大义凛然道：“师尊，弟子修炼之事暂且不急，倒是犬子天资愚钝，还望师尊能多指点一二。你这当爹的倒是操碎了心。”青帝袖袍一挥，身形渐渐虚化。罢了，为师这就去帮帮那傻小子。太虚天宫内，时光流转，1日光阴，李川太虚地剑诀堪堪入门。在系统的返还下，李清玄却已真至圆满。3日后，李川太虚万象归虚宫入门，李清玄已然功行圆满。在5日，李川的天眼剑阵方才摸到门槛，而李清玄的剑阵早已运转如意，收发由心。又过7日，当李川终于触及剑心通明的门境时，李清玄的剑心领域已然圆满无缺。在剑心领域圆满的刹那，李清玄只觉灵台一片空明。原本他以为剑心领域不过是剑气纵横的杀伐之域，此刻方知大错。这哪里是什么剑域，分明是以剑为心，化天地为眼的无上境界。无需目视，不假神识，以自身为中心，方圆之内纤毫毕现。敌人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乃至经脉中灵力的流转，都如掌上观文。在这领域之内，敌人的动作会在他的眼睛里无限放慢，就连敌人的境界和身体状态都将会被彻底看穿。而他
则是可以靠剑心领域隐藏自己的一切。李清玄倒吸一口凉气，终于明白为何青帝双目已盲，却依旧能洞察秋毫。这剑心领域分明比肉眼所见还要真切100倍。定，检测到宿主儿子突破至玄晶1重，触发250倍返还，宿主修为提升至元婴10重圆满。李清玄眼底剑芒流转，嘴角微扬，乖儿子，你可真是为父的军大衣啊！此时太虚天宫大门打开，李川意气风发地迈步而出，脸上写满得意。哈哈哈，爹，你儿子我是不是天纵奇才？才半年光景，4门地阶绝技全部入门，还突破到了玄晶期，确实不错。李清玄含笑点头。李川凑上前，挤眉弄眼：爹，您这些日子可有精进？快说说。略有所得。李清玄轻拂衣袖，云淡风轻道：修为小进一阶，4门地阶绝技，堪堪圆满。卧槽！李川猛地跳起来，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 TM 也叫略有所得？你在外面没有时间加速，怎么可能？等等，就算有10倍加速，也不该这么快啊！那可是地阶绝技。白衣青帝瞳孔骤缩，声音发颤：全部圆满。此言当真？他修行无数载，见过的天骄如过江之鲫，却从未见过如此妖孽。师尊请看。李清玄闭目凝神，周身突然荡开一圈无形的剑势涟漪。剑心领域展开的刹那，整座大殿的尘埃轨迹都纤毫毕现，随着太虚万象归虚诀运转，灵力如潮水般涌动。李清玄右手拔剑出鞘，太虚地剑诀的煌煌剑光刺破苍穹。更令人震惊的是，49柄地阶极品灵剑从他储物袋鱼贯而出，在空中结成天眼剑阵，每一柄剑都精准地悬浮在阵眼之位。卧槽！青帝倒吸一口凉气，须发皆颤。4门圆满，你还是人吗？他想起当年自己修炼太虚地剑诀，借助太虚天宫，依旧足足耗费300年才真至圆满，此刻竟有些道心不稳。在这小子面前，他甚至觉得自己都是个废物。李川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他本想炫耀一番，此刻却像被掐住脖子的公鸡，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尼玛，他爹这是开挂了吧？儿啊！李清玄语重心长道：修行之人当戒骄戒躁，你看为父如此天才，可曾炫耀？你本就资质平平，更该勤勉才是。李川，青帝张着嘴巴，呆若木鸡。你他妈说的是人话吗？你儿子半年4门地阶绝技就入门，都算资质平平，那其他人那不就是纯废物吗？但他又反驳不了，因为在李清玄面前，李川确实资质平平。李清玄则是转移话题问道：弟子虽将4门绝技修至圆满，却有一事不明，太虚剑诀已达宗师级，为何同源的太虚地剑诀仍止不圆满？虽然可以等他儿子修炼到小成系统返还，但以他儿子的天赋，估计没个几10年都没办法小成，哪怕有太虚天宫，也得数年，他可等不起。青帝神色肃然，沉声道：圆满级不过是一门剑技的极致，而宗师级则意味着你在剑道一途以真化境，可开宗立派，可自创剑法，堪称一代宗师。一旦踏入此境，天下剑法在你眼中再无奥秘。常人千年苦修方能圆满的剑技，与你或许只需数日。以你如今的宗师级造诣，若能将这些领悟尽数融入太虚地剑诀的修行，青帝目光灼灼，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我敢断言，不出几个月，你必能将太虚地剑诀也推至宗师之境。原来如此，李清玄精神振奋，如此一来，他便不用担心了。宗师级有3重玄妙。青帝竖起3根手指，接着说道：其一便是方才所说的触类旁通，其二便是这草木为剑之境，想必你已深有体会。至于其3，但凡功法武技一旦真至宗师级，其威能便会跃升一个大境界。就如你的太虚剑诀本是天阶剑诀，在你手里威力将堪比圣阶剑诀之威。李清玄瞳孔骤缩，心神俱震。原来如此，难怪太虚剑诀威力远超预期。小子，以你的资质，功法迟早也能踏入宗师级。青帝神色肃穆，每个字都重若千钧，但地阶功法要推演到宗师级，难如登天。为师建议，不妨先主攻太虚万象诀，待其推演到宗师级，太虚万象归虚诀自会水到渠成。李清玄眼中金光一闪，突然问道：那若专修黄阶功法，岂不是更容易达到宗师级？绝无可能。青帝斩钉截铁地摇头，沉声道：地阶功法先天不足，纵使你修炼到极致，也绝难突破其桎梏。想要将一门功法推演到宗师级，至少需天阶极品功法为基。李清玄摇头失笑，
轻则道。果然，修行路上没有捷径可走，主要这么一搞，他没办法用他儿子卡 bug 了。听好了，这是为师给你们的忠告。青帝神色骤然凝重，声音压低。地阶绝技消耗惊人，以你们现在的修为，施展起来极为勉强。特别是李川，你如今施展一招就会灵力枯竭，平日对敌用天阶极品功法足矣。青帝眼中寒光一闪，但若迫不得已动用地阶绝技，必须斩草除根。一旦被人认出这是地阶绝技，必会引来杀身之祸。最重要的是，日后若去中天域，切忌远离太初圣地，即便偶遇其门人，也务必隐藏气息，否则你们必死。李川一脸茫然，师爷，这是为何？李清玄眸光骤冷，突然想到了什么。师尊，如今太初圣地可是被您那位叛徒弟子掌控。不错。青帝长叹一声，眼中闪过痛色。那逆徒尽得我的真传，如今贵为太初圣地圣主，修为通天，当时能胜他者，恐怕不过寥寥数人。所以记住，无论何时，保命最要紧。师尊放心。李清玄负手而立，眼中锋芒毕露，霸气开口：给弟子一些时间，假以10日，弟子必取其首级来献。这是我对您老的承诺。李清玄看着眼前这位慈祥的老人，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即便滋生心魔，青帝也从未动过夺舍他的念头，反而倾囊相授，连他儿子都悉心教导。这份恩情他必须报答。有心了。青帝眼眶微红，重重拍了拍李清玄的肩膀。不过为师还是那句话，保命最要紧。小子，为师该教的你都学会了，尽快离开吧。虚空剑冢即将永久关闭。什么？李清玄瞳孔骤缩，急忙问道。虚空剑冢为何要关闭？这里不是传承之地吗？他父亲的下落还未查明，若就这么直接出去，他父亲怕永远都要长眠在这虚空剑冢了。这虚空剑冢并非什么传承之地。青帝神色凝重，你应该知道，当年为师陨落于与妖族的大战，此处实则是用诸多地气封印妖帝的囚牢，为师留在这里就是为了镇压他，偶尔开放剑冢不过是为了寻找合适的传人。李清玄倒吸一口凉气，没想到这剑冢竟有如此重大的使命。小子，记住！青帝模样一凝，厉声警告：千万别靠近中心那座最高的坟墓，那里封印着妖帝的神魂。以你的天赋，一旦靠近，他必会夺舍。他之前已经夺舍了一人，若他夺舍了你这太虚剑体，融合了你的圆满级功法、宗师级剑技，就算是为师，也未必压得住他了。届时将会酿成巨大灾难，整个天灵大陆都将会生灵涂炭。糟了！李清玄面色骤变，我爹当年就是去了剑冢中心，难道他被那妖帝夺舍了？不行，我必须弄死他，将我爹的遗体带回来。李川闻言心头巨震，当即就要跟上李清玄的脚步。站住！青帝一步跨出，挡在二人面前，暴喝道：你们父子疯了吗？若能杀得掉，为师何必费这大力气封印他？那妖帝即便被大阵压制，实力也绝非你们能敌。若你父亲真被夺舍，借助肉身，那妖孽至少能发挥出合体一众的实力。以你们现在的修为，贸然前去就是送死。可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父亲的身体被占据。李清玄咬牙喝道：可你没有合体期的战力，去就是送死。我有。李清玄眼中寒芒暴涨，右手猛然一握，那张炼虚实重体验卡应声碎裂。刹那间，一股浩瀚如海的恐怖力量疯狂涌入体内。李清玄只觉浑身经脉瞬间扩充数倍，丹田气海翻腾如沸，对空间的感悟骤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仿佛伸手就能撕裂虚空，抬足便可跨越百里。轰！狂暴的剑势不受控制的从李清玄周身迸发，竟在虚空中撕开道道细密的黑色裂纹。整个幽冥剑的空间都在这股威压下微微震颤。这是炼虚实重。青帝瞳孔巨缩，震惊喝道：不可能，炼虚实重怎么可能进入虚空剑冢？李清玄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沉声道：这是弟子的保命底牌，可惜只能维持12个时辰。好小子，以你现在的境界，配合圆满级的功法和剑技，确实有一战之力。青帝眼中金光暴涨，须发无风自动。妖族无法使用兵器，更不懂剑士之道。你有神兵利器在手，再加上越阶战斗的天赋，这就是你的优势所在。既然你执意要救父，为师便全力催动大阵，为你压制那妖帝。若能借此机会毁掉妖帝的夺舍肉身，对封印大阵也是莫大助力。弟子拜谢师尊。李清玄深吸一口气，郑重地行了一个大礼。起身时，转头对李川嘱咐道：川儿，你且在此等候，
听师爷的话。爹，一定要小心啊！李川急声喊道，拳头攥得发白。他深知自己实力低微，此刻不拖后腿就是最大的帮忙。果然，他还不能太自大，必须抓紧时间修炼。李清玄目光森寒，霸气开口：“放心，为父定将你爷爷遗体带回来。”话音未落，李清玄的身影已然消失在原地。下一刻，李清玄重新出现在虚空剑冢的中心地带，四周剑气森然，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重返剑冢中心，李清玄这才发现，四周的剑冢竟构成7阴7阳14个天眼剑阵，将中央坟墓牢牢镇压。李清玄缓步前行，每一步都踏在剑冢震颤的大地上。随着距离中央坟墓越来越近，一道熟悉而诡异的声音突然在他脑海中响起：“清玄，你来了！”李清玄浑身剧震，眼中瞬间布满血丝。这声音赫然是就是他老爹李星辰的声音。该死的妖孽，不仅夺舍他老爹的身躯，竟还敢用老爹的声音蛊惑他，简直找死！李清玄咬牙切齿，脚步猛然加快。就在此时，撕了！面前的空间突然被撕裂，一只布满鳞片的狰狞兽爪破空而出，那爪尖泛着幽蓝寒光，直取李清玄咽喉。李清玄本能的要拔剑反击，却在最后一刻硬生生止住动作。为了老爹，他忍了。李清玄任由兽爪将他拽入空间裂缝。天旋地转间，李清玄已置身于一座诡异宫殿。这宫殿金碧辉煌，却妖气森然。24根盘龙柱上盘踞着闻所未闻的凶兽雕像，那些石雕栩栩如生，仿佛下一刻就会破柱而出。3手6翼的魔禽，9目8足的巨虫，背生骨刺的蛟龙，每一尊都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凶煞之气。就在这时，狂笑声在殿内回荡，震得梁柱颤动。宫殿尽头，一个身着墨色龙袍的中年男子负手而立，嘴角挂着诡异的微笑。本帝苦等数千年，终于等到一个合适的容器。40岁的元婴大圆满，放在人族也算是天才吧。先是父亲送上门，现在儿子又自投罗网。你们李家父子，当真是本帝的福星啊！来，快让爹好好来看看你。中年男子缓缓转身，露出一张让李清玄魂牵梦萦的面容。此人正是李星辰。李清玄死死盯着那张与父亲一模一样的脸，胸腔中的怒火几乎要冲破天灵。他深吸一口气，强压下翻涌的杀意，声音冷得刺骨。难怪我父亲当年会陨落在虚空剑冢，原来是被你夺舍了。哦，见到本帝竟不畏惧，不错。妖帝慵懒地靠在王座上，指尖轻敲扶手。不过这事倒也不能全怪本帝，当年要你爹性命的人可不少呢。各大势力联手围剿，你爹重伤垂死之际，是本帝给了他一个选择，只要将身体献给本帝，本帝便替他杀光这些杂碎。你爹可是欣然同意了呢。本帝向来守信，说杀就杀。至于这具身体嘛，自然就归本帝所有了。说到这里，妖帝则是笑了起来，说来还要多谢这具肉身，否则在青帝老的阵法压制下，本帝哪有本事将你擒来。不过你爹的灵根被人废了，这具肉身终究不够完美，本帝一直在等一具更好的躯体，直到遇到你。你说什么？李清玄如遭雷击，我父亲的灵根被废了。这个消息如同一柄重锤，狠狠砸在他的心头。他本以为是老爹天赋差，所以他天赋也差，但仔细想来，他小时候他爹就已经半步化神了，他长大后他爹还是半步化神，显然这很不合理。怎么，你真不知道？妖帝故作惊讶，恍然一笑。哦，也对，按照你爹的记忆，他并没有把这事儿告诉你。你爹当年可是惊才绝艳之辈，22岁便触摸到化神门槛。妖帝语气中竟带着几分赞叹。可惜啊，生在青州小家族，没有靠山的天才，注定早夭。更可惜的是，他爱上了不该爱的人，你那个来自中天域大势力的母亲。两人一见钟情，很快便有了你。妖帝突然拍案大笑。但中天域有位大人物也看上了你母亲，一个没背景的蝼蚁，凭什么敢染指一个大人物看上的女人呢？所以他派人废了你爹的灵根，让你爹生不如死的活着。至于你，本该胎死腹中，是你爹拼死将你保下，又亲手封印了你的天赋，让你做个废人，平安长大。原来如此。李清玄浑身颤抖，脑海中浮现出老爹的背影。妖帝敏锐地捕捉到李清玄情绪的波动，嘴角微微勾起。夺舍之道，攻心未上。想知道当年废你爹的人是谁吗？妖帝的声音飘忽，带着蛊惑的魔力，笑着开口说。李清玄猛地抬头，目光森寒到了极点。妖帝轻笑一声，缓缓开口道：中玄州太初圣地圣主叶龙渊之子叶君。
李清玄目光如万载寒冰，森然刺骨。他是真该死，又是太初圣地，父亲是欺师灭祖的叛徒，儿子是强夺人妻的恶徒，这一家子当真没一个好东西。小子，别痴心妄想了。妖帝阴恻恻笑着，就你这点实力，连太初圣地的门槛都摸不着，那里合体多如狗，大成遍地走，渡劫强者都不在少数，与其去送死，还不如将这副肉身献于本地。妖帝目光灼灼，突然张开双臂，殿内顿时浮现出万千幻象，那是李清玄与父母其乐融融的景象。待本地重临巅峰，不仅能替你血洗太初圣地，更可为你保留一缕元神，在这幻境中永享天伦。现实很苦，梦境很甜，你父母双全，妻儿绕膝，岂不快哉？李清玄看着自己一家三口幸福的模样，深深吸了口气，周身剑气骤然爆发，凌厉的剑意将那些虚幻的影像撕得粉碎。不必了。李清玄声音冷得像万载玄冰，眼中却燃烧着熊熊怒火。仇我会自己报，梦我也会自己做，愚不可及。妖帝脸上的笑容一僵，猛地拍案而起。就凭你这点微末道行，怎么报仇？难道要让你爹死不瞑目吗？用一条命换来无上力量，这笔买卖对你来说才是最划算的。闭嘴！李清玄厉声打断，太虚剑体迸发出刺目青芒。我爹拼死护我，封我天父，是要我好好活着，而不是为了让我去报仇送死。没实力报仇，努力提升就好。将所有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才是最大的愚蠢。更何况，叶军不过废我爹根基，而你却在亵渎我爹的身躯。就凭你这等阿杂妖物，也配用我爹的身躯？妖帝闻言，周身妖气如火山喷发般炸裂开来，眼中骤然迸发出骇人血光。好个不知死活的小畜生！本来本帝还想给你一个不错的夺舍体验，既然你执意寻死，本帝成全你。话音未落，一股滔天威压轰然降临，整座宫殿剧烈震颤，24根妖柱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地面寸寸皲裂，空气被压缩成实质般的重锤，带着合体期大能的恐怖威势朝李清玄当头砸下。终于撕下伪装了。李清玄嘴角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体内灵力如怒海狂涛般奔涌，他的太虚剑体骤然绽放出刺目青芒，一道凝若实质的剑气破空而出。炼虚期后，他剑体的威力终于能够真正发挥出来了。轰！剑气与合体威压轰然相撞，竟将那滔天威势一分为二。于是不减的剑气瞬息跨越10丈距离，直取妖帝咽喉。碎！妖帝端坐王座，只是冷哼一声，那道凌厉剑气竟在他面前1尺之处轰然炸裂，化作漫天青色星芒飘散。哦，你小子居然还藏了一手！妖帝眯起猩红的树瞳，贪婪地舔了舔嘴唇。40岁的炼虚实重，甚至还有圣体，这具肉身本帝要定了。裂空爪！妖帝猛地探手一抓，5根手指化作狰狞龙爪。刹那间，李清玄背后的空间如镜面般无声碎裂，一只布满鳞片的巨大龙爪破空而出，带着撕裂空间的威势直取李清玄的后颈。李清玄身形未动，体内灵力却在瞬息间完成了一个周天运转。只见他周身青光暴涨，一道凝若实质的虚影骤然分裂而出。这虚影与李清玄一般无二，手持一柄由纯粹灵力凝聚而成的3尺清风，剑身之上10成剑势如怒涛般翻涌，带着撕裂天地的威势，朝着袭来的龙爪悍然斩去。轰！剑爪相撞的刹那，整座宫殿都为之一震，狂暴的能量涟漪将四周的空间都震出蛛网般的裂痕，待烟尘散去，2道攻击竟同时湮灭于无形。这是妖帝瞳孔骤然收缩成针尖大小，首次露出震惊之色。太虚龙象归虚宫，你竟得了青帝老的真传！面对这等活了不知多少年的老妖怪，李清玄不敢有丝毫大意。妖帝的话还没说完，李清玄却已悍然出手，随着右手五指紧扣太虚剑柄、太虚剑体、10成剑势、宗师级剑技等无数力量在剑鞘中疯狂压缩。剑未出，方圆10丈内的空间已开始扭曲震颤。拔剑一斩，一道墨青色的剑光如九幽雷霆乍现，剑芒所过之处，虚空被整齐地切开一道漆黑的裂痕，久久不能愈合。那剑光中蕴含的毁灭气息，竟让整座妖殿的24根盘龙柱同时崩裂。妖帝脸色骤变，在这道剑光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死亡威胁。那撕裂虚空的剑势，竟让他这具肉身都感到刺痛。九霄龙域！妖帝暴喝一声，周身骤然展开一片金色领域。只见妖帝手掌凌空一握，整片空间顿时扭曲变形。那道毁天灭地的墨青剑光，竟如陷入泥沼般被硬生生扭转了轨迹。呵！妖帝嘴角扬起一抹轻蔑的弧度，能让本帝感到一丝威胁，你足以自傲了。不过，
在真正的领域之力面前，你这点伎俩根本就微不足道。然而话音未落，妖帝瞳孔剧缩，那道被扭曲的剑光并未消散，反而在虚空中剧烈蠕动，眨眼间竟化作一个与李清玄一般无二的灵力化身。拔剑一斩，灵力化身冷喝一声，手中墨青剑芒再现。这一剑比先前更快更狠，几乎在出现的瞬间就已斩至妖帝面门。剑锋所过之处，空间如薄纸般被整齐切开，露出漆黑的虚空裂痕。该死，这小子怎么这么强？妖帝面色骇然，双手瞬间接出72道法印，千镜碎影。就在剑光集体的刹那，他的身躯突然如镜面般碎裂成千万片，每一片碎片中都倒映着扭曲的空间。咔嚓，虚空被这一剑彻底斩碎，露出漆黑的裂隙。而妖帝的真身却已消失在原地，只余无数镜片般的残影在空中飘散。李清玄的灵力化身在完成这一击后，也随之化作点点星芒消散。呵，你逃得掉吗？闭目凝神的李清玄突然睁眼，嘴角噙着一抹冷笑。剑心领域全开之下，这宫殿右上角3丈处的一丝空间波动被他精准捕捉。这一瞬，太虚剑青芒暴涨，一道凝若实质的剑光如彗星袭月般刺出。太虚裂空剑，青色剑红所过之处，空间如同薄纸般被层层洞穿。这一剑快得超越了时间的概念，前一瞬才出鞘，下一瞬就已贯穿了整个大殿。噗嗤，一道血剑飙射而出。妖帝万万没想到，眼前这小子竟能识破他的千镜碎影。待剑光临身，他仓促闪避，却仍被这一剑洞穿肩头。该死！妖帝暴退数10丈，捂着鲜血淋漓的肩膀，眼中满是惊骇。剑心领域，你竟连这招都掌握了？除了这招，这个世间几乎无人能看破他的千镜碎影。这一次他碰到硬茬子了，这小子实力之强，竟已堪比合体期。寻常合体中期高手，恐怕都会被他丰富的战斗经验和诡异手段玩死。更可怕的是，这小子明明只有炼虚10重修为，不然你以为我为何要自投罗网？李清玄剑锋斜指地面，缓步逼近，嘴角噙着冰冷的笑容。妖帝瞳孔骤然收缩，猩红的树瞳中闪过一丝惊悸。你是故意被本地抓进来的？现在才想明白，你还真是够蠢的。你，妖帝气急反笑，咬牙切齿道：好，不愧是青帝的传人，这次本地认栽，你可以走了。走？我为什么要走？李清玄脚步不停，周身剑气越发凌厉。你以为我费尽心思进来，就是为了给你送一具肉身，让你夺舍？放肆！妖帝勃然大怒，周身妖气如怒涛翻涌。本帝给你3分颜面，你倒蹬鼻子上脸，真当本帝奈何不了你？本帝怕的不是你，而是青帝的阵法。是，本帝承认，本帝杀不了你，但你以为你能奈何得了本帝吗？哦，李清玄眼中寒芒暴涨，那我倒要试试。话音未落，太虚万象归虚诀全力运转。少顷，李清玄身上9道凝若实质的虚影骤然分裂，从4面8方杀向妖帝。每一道虚影手中都凝聚着璀璨剑芒，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剑网，将妖帝所有退路尽数封死。混账东西！妖帝脸色铁青，急忙抵挡。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妖帝狼狈不堪地从硝烟中倒飞而出，衣袍破碎，嘴角溢血。此刻他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在青帝阵法压制下，他那些高级的招数一个都用不出来，根本就不是这小子的对手。更可怕的是，他的神魂之力正在不断消耗，这么下去他会越来越虚弱。妖帝被打得火气蹭蹭上窜，眼中血光暴涨，怒吼道：小子，你还有完没完了？你究竟意欲何为？李清玄剑锋轻颤，寒声道：很简单，交出我父亲肉身。虽然他看似占据优势，但他杀不掉妖帝，而炼虚10重体验卡只能维持12个时辰，他也不可能一直和妖帝耗着。你做梦！妖帝气笑了，周身妖气翻腾如沸。这具躯体是本帝恢复实力的关键，若交还于你，本帝实力大损，岂非要永世被青帝镇压？既然谈不拢，李清玄眸光骤然一冷，体内灵力如怒海狂涛般奔涌。那便战！万象归虚。随着太虚剑一抖，那9道分散的虚影突然化作流光倒卷而回磅礴的灵力，在李清玄周身疯狂汇聚，眨眼间凝成一尊3丈高的巍峨法相。这法相面容与李清玄如出一辙，举手投足间与他本尊动作完全同步。更可怕的是，法相散发出的威压赫然达到了合体期的恐怖层次。这就是太虚万象归虚诀的终极奥义。李清玄心神俱震，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这招
万象归虚竟能强行将他当前实力拔高一个境界。虽然只能维持一击，但这一击之威绝对惊天动地。万象归虚，这怎么可能？妖帝看到这一幕，踉跄后退，眼中满是骇然。这一招虚将太虚万象归虚诀修至圆满级才能施展出来，难道说你只用了几十年就将这地阶功法修炼到圆满级了？李清玄没有回答，抬手就是一剑。刹那间，他身后的3丈法相骤然坍缩，化作最精纯的灵力洪流，尽数涌入他手中的太虚剑。太虚一剑，一声暴喝，剑身瞬间绽放出刺破天穹的墨青色光芒，一道横贯天地的剑芒破空而出。嗖！这一剑之下，空间如薄纸般被整齐切开，露出漆黑的虚空裂痕。整座妖殿在这股力量下剧烈震颤，24根盘龙柱同时崩裂，穹顶开始大片坍塌，无数碎石还未落地就被剑气搅成齑粉。混账！你真当本帝怕你不成？妖帝目眦欲裂，在李清玄的剑心领域下根本避无可避，只能硬着头皮硬接这一招。龙鳞甲，耀眼的金芒自妖帝的体表迸发，无数镜面般的龙鳞瞬间覆盖全身。妖帝的双手这一刻则是化作狰狞的龙爪，带着撕裂天地的威势迎向剑光。天龙爪！轰！两股力量相撞的刹那，整座宫殿轰然炸裂，妖帝如流星般倒飞出去，重重砸进废墟。他一口鲜血喷出，胸前直接被斩出一道深可见骨的血痕。该死！妖帝咬牙低吼，低头看着自己颤抖的双手，龙鳞甲上裂纹密布，鲜血顺着指缝滴落。这具肉身太弱了，若是他原本的妖帝真身尚在，莫说李清玄这一剑，便是让李清玄砍上1年，也休想破开他的防御。可如今这具人族肉身虽被他强行提升至合体期，终究不是他的本体，根本承受不住如此狂暴的剑势。唰！还没等妖帝反应过来，剑光再起，李清玄身形如电，瞬间七进，手中长剑裹挟着森冷杀意，再度斩下。小子，你疯了！妖帝仓促闪避，怒吼道：这可是你爹的肉身，你当真要亲手毁了他？人死如灯灭，肉身终归白骨。李清玄眼神冰冷，剑势丝毫不停。与其让你玷污，不如彻底入土为安。话音未落，剑锋已至，妖帝瞳孔骤缩，被迫再度应接。龙爪与剑芒相撞，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气浪炸开，本就摇摇欲坠的宫殿彻底崩塌，无数碎石被剑气搅成齑粉，烟尘冲天而起。你特吗？好，我倒看看，你的灵力能支持你能打到什么时候？妖帝暴怒，破口大骂，可心中却已隐隐生出一丝寒意。这小子出剑果决，竟对自己父亲的肉身下死手。随着二人都打出了火气，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竟持续了6个时辰。妖帝浑身浴血，龙鳞破碎，妖力几近枯竭。他惊骇地发现自己对这具肉身的掌控正在逐渐减弱。反观李清玄，仅仅面色微白，气息依旧平稳。妖帝死死盯着眼前只是面色有些苍白的李清玄，眼中满是难以置信。怎么可能？这么长时间的战斗，为什么你的消耗才这么点儿？要知道，妖族向来以耐力著称，比起人族强了不知多少倍。可眼前这小子就不像个人。哦，你说这个啊？李清玄神色淡然，抬手展示着身上的装备：星辉法袍、圣器、噬灵戒、天阶极品灵器。双重加持下，我的灵气吸收速度可以提升10数倍，只要控制灵力消耗，边战边恢复，足够陪你玩到天长地久。话虽这么说，但李清玄心头还是异常凝重。虽然现在看着占据上风，但炼虚10重体验卡可是有时间限制的。以他的实力，无法彻底斩杀妖帝，也没有办法将妖帝的神魂从父亲体内逼出。若是继续这样僵持下去，局势恐怕会对他越来越不利。就在战局僵持之际，一声清朗长啸骤然划破天际。好徒儿，竟能将妖帝逼至如此境地。话音未落，一道青色流光破空而至，青帝广袖飘摇，瞬息间已立于李清玄身侧。他负手而立，衣袂间流转的剑意令周遭空气都为之凝滞。师尊，李清玄又惊又喜，你怎么来了？为师怎么可能放心让你独自来寻妖帝？青帝捋须微笑，若你被夺舍，那还了得。说着目光转向妖帝，语气骤然转冷。多亏你拖延了这么久，为师已在此地暗中布下天眼剑阵。妖帝，今日便是你的末日。怎么可能？妖帝闻言脸色巨变，金色树瞳剧烈收缩。你何时潜入此地的？本帝竟毫无察觉。难道说你的剑心领域已经突破到宗师级了？呵，妖帝，你该不会觉得
老夫这么多年都在坐吃等死吧。青帝双袖猛然一震，49柄地阶灵剑自虚空中铮然浮现，剑身通体如玉，却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恐怖威压。地面青光大盛，无数玄奥符文如活物般游走，转瞬间便结成遮天蔽日的阵图。天眼剑阵起，整片天地骤然一静，随即被浩瀚剑意彻底笼罩。李清玄只觉呼吸一滞，仿佛置身剑之汪洋，每一寸空气都蕴含着斩天裂地的锋芒。这种意境远非剑势可比，那是真正触及大道的威能。天眼剑震双天影，青帝剑诀一指，整片天地仿佛在此刻冻结，数以万计的冰剑凭空凝结，转瞬化作遮天蔽日的剑雨。每一柄冰剑都吞吐着毁灭性的剑意，寒光所过之处，连空间都为之碎裂。去！随着青帝剑指一点，数以万计的冰剑化作一道毁灭洪流，铺天盖地的朝妖帝轰去。那场面宛如9天银河倾泻而下，根本避无可避。不好！妖帝瞳孔巨缩，龙爪疯狂挥舞，却根本挡不住这铺天盖地的攻势。眼见冰剑洪流将至，妖帝猛地一咬牙：“青帝老儿，你给本帝等着！”半透明的神魂仓皇离体，冰剑洪流穿透妖帝的神魂，瞬间将李星辰的肉身冻结成晶莹冰雕。青帝似乎早有预料，抬手一招，李星辰那已被冻成冰晶的肉身便飞了过来。徒儿，将你父亲好生安葬。多谢师尊。李清玄大喜过望，接过父亲遗体后忍不住问道：“不过师尊，这妖帝为什么放弃了我爹的肉身？”双天影专克附体之魂。青帝嘴角上扬，肉身若动，神魂必灭，他别无选择。妖帝，你现在神魂衰弱，没了肉身，你这辈子都别想逃离这里了。青帝老儿，是你逼我的。妖帝的神魂在空中剧烈扭曲，那张虚幻的面容因愤怒而狰狞可怖。你不就是仗着这小子算计本帝吗？本帝如今是没办法夺舍，但本帝还可以选择共生。话音未落，妖帝的神魂突然化作一道金色流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李清玄激射而去。